第一章，童年被遗弃与被选择。领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罗·莱因霍尔德·乔布斯从海岸警卫队退役时，与他的队员们打了一个赌。他们已经到达旧金山，在这里他们的舰船退役了。保罗打赌说他会在2周之内给自己找到一个妻子。他是一个肌肉结实、有着纹身的引擎机械师，身高6英尺，长相有几分像詹姆斯·迪恩。他约到了克拉拉·哈格皮安，一个来自亚美尼亚移民家庭的甜美风趣的女孩子。女孩看上的并不是她的容貌，而是她和她的朋友们可以使用一辆轿车，这是她当晚原定与之出行的对象们做不到的。10天以后，1946年3月，保罗与克拉拉订婚，同时也赢了那场赌局。事实证明，这是一段幸福的婚姻，两人厮守了40多年，直至死亡将他们分开。保罗·莱因霍尔德·乔布斯在威斯康星州日耳曼敦的一家奶牛场长大，尽管父亲是个酒鬼，有时候还会虐待他，但在保罗粗犷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温柔宁静的心。高中退学后，他穿梭于中西部地区，做机械师的工作，直到19岁那年加入海岸警卫队。虽然他并不会游泳，他被安排在美国海军的梅格斯号运兵船上。2战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为巴顿将军向意大利运输部队。他作为一名机械师和锅炉工表现不俗，并为他赢得了不少奖励，但他偶尔也会惹上一点小麻烦，所以军衔从来没有高过1等兵。克拉拉出生在新泽西州，他的父母逃离土耳其控制下的亚美尼亚之后落脚在这里。在他童年时，全家搬到了旧金山的米申区。他有一个很少对外提及的秘密，他曾经结过婚，但她的丈夫在战争中身亡了，所以当她第一次和保罗约会时，心中已经准备好迎接崭新的生活了。和许多从战争中走过的人一样，他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刺激，所以当战争结束之后，他们渴望安定下来，生儿育女，过平静的生活。他们没有多少钱，所以搬到威斯康星州，与保罗的父母一起居住了几年，然后又去了印第安纳州。在那里，保罗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国际收割机公司做机械师。他喜欢修理汽车，业余时间靠买下旧车修好后再卖出去赚钱。最后他辞去了工作，成了一名全职的二手车商人。然而克拉拉深爱着旧金山。1952年，她终于说服丈夫，全家搬回了旧金山。他们在日落区买下了一套公寓，地处金门公园南端，面朝太平洋。保罗在一家信贷公司找到了一份回收人的工作，撬开不能偿还贷款的车主的车锁，将车拖回并重新处置。有时候他也会买下这样的车，修好后出售，就这样靠赚到的钱过着小康生活。但他们的生活中却始终缺少一样东西，他们想要一个孩子。但克拉拉经历过一次宫外孕而丧失了生育能力。1955年，也就是结婚9年后，他们开始寻求领养一个孩子。与保罗·乔布斯一样，乔安妮·席贝尔也来自威斯康星乡村的一个德裔家庭。他的父亲名叫亚瑟·席贝尔，他移民美国后辗转来到了格林贝的郊区。他和妻子在这里拥有一家水貂饲养场，还成功涉足了其他一些生意，其中包括房地产和照相凸版印刷。他很严厉，尤其是在对待女儿的恋爱问题上。他坚决反对女儿和初恋对象的交往，因为此人不是天主教徒。所以当在威斯康星大学读研究生的乔安妮爱上了一个来自叙利亚的穆斯林助教约翰·阿卜杜勒·法塔赫·钱德利时，他威胁要与之断绝父女关系，就一点儿也不让人惊讶了。钱德里来自一个显赫的叙利亚家庭，是家里9个孩子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拥有多家炼油厂和其他多种产业，在大马士革和霍姆斯也有大量财产，还一度控制了那一地区的小麦价格。钱德里后来提到，他的母亲是一位传统的穆斯林女性，她就是保守顺从的家庭主妇。和席贝尔家一样，
钱德里家族也十分重视教育，好几代以来，家庭成员都被送到伊斯坦布尔或者巴黎索邦大学就读。阿卜杜勒·法塔赫·钱德里就曾被送到一所耶稣会寄宿学校，尽管他是个穆斯林。他在贝鲁特美国大学拿到了学士学位，然后来到了威斯康星大学，在政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54年的夏天，乔安妮和阿卜杜勒·法塔赫一起去了叙利亚，他们在霍姆斯待了2个月。乔安妮从男友的家人那里学会了做叙利亚菜。他们回到威斯康星后，乔安妮发现自己怀孕了。当年他们都是23岁，但决定先不结婚。乔安妮的父亲当时已经气息奄奄，他威胁说，如果他跟阿卜杜勒·法塔赫结婚，就跟他断绝父女关系。在他们那个小小的天主教社区，堕胎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55年初，乔安妮来到旧金山，被一名好心的医生收留。这位医生为未婚的准妈妈们提供庇护，帮他们接生，然后安排秘密的收养。乔安妮提出了一个要求，领养她孩子的人必须要大学毕业，所以医生将这个孩子安排给了一位律师和他的妻子。1955年2月24日，乔安妮生下了一个男孩，而安排好的那对夫妇希望领养个女孩，所以他们退出了。因此这个男孩没能成为律师的儿子，而是成为了一个高中退学生的儿子。这个人对机械有着极高的热情，他的妻子谦逊温和，是一名记账员。保罗和克拉拉给孩子取名为史蒂文·保罗·乔布斯。但是乔安妮关于孩子的养父母必须要大学毕业的要求并没有改变。当乔安妮发现这对夫妇甚至连高中都没有念完时，她拒绝在领养文件上签字。即使史蒂夫已经在乔布斯家安定下来了，僵局仍持续了数周。最终乔安妮放宽了要求，乔布斯夫妇必须承诺设立专款送这个孩子上大学，并需要在保证书上签字。乔安妮迟迟不愿在领养文件上签字，还有一个原因，他的父亲快去世了，而他计划在父亲离去后与钱德里结婚。他还怀有一丝希望，一旦他们结婚，他就可以把儿子要回来，因为有时候想到儿子的事儿，还是会很伤心。他准备日后向家人和盘托出。亚瑟·齐贝尔1955年8月离世，即领养程序结束后的几个星期。那一年的圣诞节刚过，乔安妮和阿卜杜勒·法塔赫·钱德里就在格林贝的使徒圣菲利普天主教堂完婚了。第2年，钱德里拿到了国际政治学的博士学位。他们又要了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名叫莫娜。乔安妮1962年和钱德里离婚后，过上了梦一般游荡的生活。这些都被他女儿，后来成为杰出小说家的莫娜·辛普森描绘在他的凄美小说《在别处》中。因为史蒂夫的领养程序非常私密，所以直到20年后，史蒂夫和他妹妹才得以相认。史蒂夫·乔布斯很早就知道了自己是被领养的。我的父母在这件事情上对我很坦率，他回忆道。他记得很清楚，6、7岁的时候，他坐在自家屋前的草地上，向住在街对面的女孩讲述这件事情。这是不是说明你的亲生父母不要你了？女孩问。天哪，我当时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乔布斯这么说。我跑回家大声哭喊。我父母说，不是这样的，你要理解这件事情。他们当时很严肃，直盯着我的眼睛。他们说，我们是专门挑的你。他们2人都这么说，并且放慢语速向我重复这句话。他们一字一顿地说出了每一个字。被遗弃、被选择很特别，这些概念成为了乔布斯的一部分，也影响了他对自己的看法。他最亲密的朋友们认为，一出生就被遗弃这个事实给他留下了几道伤疤。我认为他想完全掌控自己制造的每一样东西的那种强烈欲望，就来源于他的性格以及刚出生就被抛弃这件事儿。跟乔布斯共事了很多年的德尔约克姆这么说，
格雷格·卡尔霍恩看到了另一种影响，他想控制外界环境，而且他把产品看作自己的一种延伸。格雷格在大学毕业后就与乔布斯关系密切，史蒂夫经常向我讲起他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事儿，他因此深受其害。他说，这件事儿造就了他独立的性格，他遵循着另外一套行为方式，这是因为他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与他的生长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后来，乔布斯23岁时，这正是他的生父抛弃他时的年纪。乔布斯有了自己的孩子，并抛弃了他。最后，他还是担负了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孩子的母亲克里斯安·布伦南说，被领养一事让乔布斯满身伤痕，这也解释了他后来的行为。他曾经被遗弃过，但后来他也遗弃了别人。克里斯安如是说。20世纪80年代早期，与乔布斯一起在苹果公司共事的安迪·赫茨菲尔德是少数几个与乔布斯和布伦南都保持紧密联系的人。史蒂夫身上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他有时候会失控般变得残酷并伤害别人？他说，那还要追溯到他一出生便被遗弃这件事上。真正的潜在问题是，史蒂夫的生活中永远有被抛弃这样一个主题。乔布斯否认了这点。有些人认为，因为我被亲生父母抛弃过，所以我非常努力的工作，以求出人头地，这样我父母就会后悔当初的决定。还有一些类似的言论都太荒谬了。他坚称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也许让我感觉更加独立，但我从未感觉自己被抛弃过。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很特别，我的父母让我觉得自己很特别。之后，每当有人称保罗和克拉拉为乔布斯的养父母，或者暗示他俩不是他的亲生父母时，乔布斯就会异常愤怒。他们1000%是我的父母，他说。另一方面，当谈及他的亲生父母时，他显得很草率。他们就是我的精子库和卵子库。这话并不过分，因为这就是事实，他们扮演的就是精子库的角色，仅此而已。硅谷。从很多方面来说，保罗和克拉拉夫妇为他们的儿子创造的童年，都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典型模式。乔布斯2岁那年，他们领养了一个女儿，取名叫帕蒂。3年后，他们搬到了郊区的一栋房子里。保罗担任回收人的 CIT 信贷公司将他调到了帕洛奥图的办事处，但他承受不起那里高昂的生活费用，所以他们选择了位于南边的山景城落脚，那里的生活开销相对低廉。保罗·乔布斯想把自己对机械和汽车的热爱传递给儿子。史蒂夫，从现在开始，这就是你的工作台了。他边说边在车库里的桌子上画出一块。乔布斯还记得父亲对手工技艺的专注曾让自己印象深刻。我觉得爸爸的设计感很好，他说，因为他什么都会做。要是家里缺个柜子，他就会做一个。给家里搭栅栏的时候，他给我一把锤子，这样我就能跟他一起干活了。50年后，当年的栅栏依然包围着山景城那处房子与院落。乔布斯向我展示的时候，轻抚着栅栏的木板，回想起了父亲深深植入他脑中的第一课。老乔布斯说，把柜子和栅栏的背面制作好也十分重要，尽管这些地方人们看不到。他喜欢追求完美，即使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也会很关心。父亲继续着翻新出售二手车的事业，并在车库里贴满了他喜爱的汽车的图片。他会向儿子介绍车辆设计的细节，线条、排气孔、各合金以及座椅的装饰。每天下班后，他就换上工作服，窝在车库里。史蒂夫也常常跟着他。我原本想让他掌握一点机械方面的技能，但他不愿意把手弄脏。保罗后来回忆说，他从没有真正喜欢过机械方面的东西。在引擎盖下修修补补根本吸引不了乔布斯。乔布斯承认，我对修汽车没什么兴趣，但我特别喜欢跟爸爸待在一起。即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被领养的，他还是越来越喜欢跟爸爸黏在一起。乔布斯差不多8岁的时候，
有一天他发现了一张父亲在海岸警卫队时的照片。他在轮机舱里，上身赤裸，看上去很像詹姆斯·迪恩。对一个孩子来说，那一刻只能用哇天哪来形容了。哇天哪，我的父母也曾经年轻过，而且长相也很不错。通过汽车，父亲让史蒂夫第一次接触到了电子设备。他对电子设备并没有很深的了解，但他在修理汽车和其他物件时，就在跟电子设备打交道。他为我展示了电子设备的基本原理，我觉得很有趣。更有趣的是去废品堆里寻找零部件的过程。每个周末我们都有一次废品站之旅，我们会寻找发电机或者化油器，还有各种各样的元件。他还记得看着父亲在柜台前谈价格，他很擅长讨价还价，因为他比卖家更清楚零件的合理价格。这也帮助实现他父母当初领养他时许下的承诺。我上大学的钱是这么来的，我父亲会花$50买下一辆已经开不动的福特猎鹰或者其他什么破车，花几个星期修好它，然后以$250的价格卖出去，而且他不会去报税。乔布斯家的房子位于迪亚波罗大道286号，和他们周围的房子一样，都是由房地产开发商约瑟夫·埃奇勒建造的。埃奇勒的公司于1950到1974年在加州的各个地区兴建了超过11000幢房屋。受到弗兰克·埃斯德赖特适合美国普通百姓的简单现代之家这一设想的启发，埃奇勒建造了廉价房屋。这些房屋的特点是落地的玻璃墙、开放式的平面设计、无遮蔽的梁柱构造、水泥地面以及大量的滑动玻璃门。埃奇勒做得很好。乔布斯有一次和我在附近散步时说，他造的房子整洁漂亮，价格低廉，质量上乘。他们把干净的设计和简洁的品味带给了低收入人群。房子本身有很棒的小特色，比如地板下安装了热辐射供暖设施，我们小的时候铺上地毯躺在上面，温暖舒适。乔布斯说，他对埃奇勒建造的房屋的欣赏激发了他为大众制造设计精良的产品的热情。我喜欢把很棒的设计和简便的功能融入产品中，而且不会太贵。他一边向我指出这些房子的干净典雅之处，一边说道，这是苹果公司最初的设想，我们在设计第一台 Mac 电脑时就尝试这么做，并在 iPad 上实现了这一设想。乔布斯家的街对面曾经住着一位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他也不是很聪明，乔布斯回忆道，但看起来他好像赚了不少钱。于是我爸爸就想，我也能干这一行啊。我记得他非常勤奋，去上夜校，通过了执照考试，进入了房地产业。紧接着房地产市场崩溃了，结果乔布斯一家经济拮据了差不多1年时间。当时史蒂夫还在上小学，他妈妈在生产科学仪器的瓦里安联合公司找到了一份记账员的工作，他们家也给房子办理了第2份抵押贷款。有一天，他的4年级老师问他，关于这个世界，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乔布斯回答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爸爸一夜之间就破产了。虽然如此，乔布斯还是很为父亲感到骄傲，因为他从来没有学会那种卑躬屈膝的态度和圆滑诡诈的作风，尽管这些特质能让他成为一名业绩更好的经纪人。想卖出房子，你就必须巴结别人。爸爸不擅长这个，他也不是这样本性的人，这一点我很钦佩他。后来，保罗·乔布斯做回了老本行，机械师。父亲宁静又温和，这些特质后来得到了乔布斯的赞扬，而不是效仿。他还是一个坚决果断的人。乔布斯举了一个例子，住在我们隔壁的是一个在西屋电气公司公职的工程师，他还没有结婚，属于垮掉的一代那种类型的人。他有一个女朋友，他有时候会做我的保姆，我的父母都要工作，所以放学后我就去他们家待几个小时。他会喝醉酒，然后还会打他女朋友。
有天晚上，他吓得魂不附体地跑到我们家来，那男人也醉醺醺地跟过来了。我爸爸拦住他，让他平静下来。他是在这儿，但你不准进来。他就站在那儿。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以为万事都是平静祥和的，但这个家伙就属于那种生活一团糟的工程师。这个地区与遍布美国的成千上万个树影稀疏的地区不同的一点是，即便是个一无所长的人也想成为工程师。我们搬到这里时，每个角落都能看到杏子和李子果树。乔布斯回忆说，但因为军事投资的关系，整个地区开始急速发展起来。乔布斯受到硅谷历史的熏陶，渴望自己也能施展拳脚。宝利来的埃德温·兰德后来告诉他，艾森豪威尔曾要求自己帮助制造 U2 侦察机上的照相机，以用来监视苏联的威胁。胶卷被装在小罐子里，然后送到森尼维尔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埃姆斯研究中心，这里离乔布斯家不远。我第一次见到计算机终端，就是我爸爸带我去埃姆斯中心的时候。他说，我觉得自己彻底爱上它了。其他的国防项目承包商也于20世纪50年代陆续在周边地区落地生根。1956年，生产潜射弹道导弹的洛克希德公司导弹与空间部门成立，恰好在 NASA 隔壁。4年后，乔布斯一家搬到这里时，该部门已经雇佣了2万名员工。几百米之外就是西屋电气公司，其生产的设备是用来为导弹系统制造电子管和变压器的。拥有尖端科技的军事公司云集于此。他回忆道，这太不可思议了，太高科技了，生活在这里真让人觉得兴奋。国防工业的复苏引发了一场依托科技的经济急速发展。这一场发展的根基还要回溯到1938年。当时戴维·帕卡德和他的新婚妻子搬进了帕洛奥图的一座公寓。很快他的朋友比尔·休利特也在这座公寓的一个小屋里安顿了下来。房子有一间车库，这间车库后来成为硅谷的标志之一。在这里，他们敲敲打打，制造出了自己的第一件产品，一台音频振荡器。到20世纪50年代，惠普已经成为一家制造技术仪器的快速成长的公司。幸运的是，附近有一个地方为那些企业规模已经超出车库的创业者们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斯坦福大学的工程系主任弗雷德里克·特曼在学校拥有的土地上开辟了一座占地700英亩的工业园区，提供给那些可以将学生们的创意商业化的私人企业。这一举动让此地区变身为科技革命的摇篮。第一家租户便是瓦里安联合公司，也就是克拉拉·乔布斯工作的地方。乔布斯说，特曼的伟大计划对技术产业在此地发展壮大的推动作用，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比拟的。在乔布斯10岁那年，惠普公司已经拥有9000名雇员，并且成为每一个渴望稳定收入的工程师都梦寐以求的一流企业。在硅谷的发展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当属半导体。在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中，与人共同发明了晶体管的威廉·肖克利也搬到了山景城。他在1956年创办了一家公司，用硅代替当时普遍使用的且较为昂贵的锗来制造晶体管。但随后肖克利变得越来越乖僻，他放弃了硅晶体管项目，这也导致了他麾下的8名工程师，最著名的有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离他而去，并创办了仙童半导体公司。该公司一度拥有12000名员工。然而1968年，诺伊斯在一场争夺 CEO 首席执行官宝座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公司分裂了。诺伊斯带走了戈登·摩尔，创办了集成电路公司。他们巧妙地将公司简称为英特尔。他们的第3名员工是安德鲁·格鲁夫，他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将业务重心从存储器芯片转移到微处理器上而使公司发展壮大。
仅仅几年的时间，这一地区就出现了超过50家生产半导体的公司。半导体产业的爆炸式发展与摩尔发现的著名现象有关。他在1965年绘制的一张图表显示，集成电路每个芯片所能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大约每2年就会翻一番，性能也会提升1倍，而且这一趋势还会继续。这一发现在1971年得到了再次证实。当时英特尔公司成功地将一个完整的中央处理器蚀刻到了一块芯片上，制成了英特尔4004，他们称之为微处理器。摩尔定律直至今日依然基本准确，它对产品性能比的可靠预测，让包括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在内的2代年轻企业家可以对自己的未来产品做出成本推测。芯片产业赋予该地区一个全新的名字。从1971年1月起，每周发行的专业类报纸《电子新闻》的专栏作家唐·赫夫勒开始了一组系列报道，标题为《美国硅谷》。这一延绵40英里的圣克拉拉谷，从南旧金山穿过帕洛奥图，一直延伸到圣何塞。贯穿其中的是该地区的商业主干道——国王大道。这条道路曾经连接着加州的21所教会，而现在这一条繁忙的道路所连接的企业和新兴公司，每年吸引着全美1/3的风险投资。成长于此，我受到了这里独特历史的启发。乔布斯说，这让我很想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像大多数孩子一样，他开始受身边大人们的热情的影响。住在我周围的父亲们大都研究的是很酷的东西，比如太阳能光伏、电池和雷达。乔布斯回忆道，我对这些东西充满了惊奇，经常向他们问这问那。这些邻居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拉里·朗跟乔布斯家隔了7户人家，他是我心中惠普工程师的标准形象，超级无线电爱好者，铁杆电子迷，他会带东西给我玩。当我们走进朗的老房子时，乔布斯指着车道说，他把一个碳晶话筒、一块蓄电池和一个扬声器放在车道上，他让我对着话筒说话，声音就通过扬声器放大出来。乔布斯的父亲曾经告诉过他，话筒一定要有电子放大器才能工作，所以我跑回家告诉爸爸他错了。不对，肯定需要放大器。父亲的口气很肯定。当史蒂夫提出异议时，父亲说他疯了，没有放大器是不可能工作的，这其中是有诀窍的。我不停地对我爸爸说，不是那样的，让他亲眼去看看。最终他跟我一起走到邻居家，看到了。他说，我还是赶紧走人吧。这件事在乔布斯的心中印象深刻，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父亲不是万事通。然后他发现了一件让他更加不安的事情，自己比父母还要聪明。他一直很仰慕父亲的智慧和才能。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我以前一直认为他特别聪明。他不怎么看书，却会做很多事情，机械方面的东西他几乎样样精通。然而碳晶话筒这件事儿让他的想法开始动摇，他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比父母更聪明、更敏捷。这种想法出现在脑海中，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时刻。当我意识到自己比父母更聪明时，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念头而感到异常羞愧。我永远忘不了那一瞬间。他后来告诉朋友，这个发现再加上自己是被领养的这个事实，让他觉得自己有些孤立，就如与世隔绝一般，脱离了父母，也脱离了世界。此后不久，他又意识到了另一件事情。他不仅发现自己比父母聪明，还发现其实父母是知道这一点的。保罗和克拉拉是一对很慈爱的父母，他们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来适应这个非常聪明也非常任性的儿子。他们愿意竭尽全力去适应他，给他特别的对待。很快，史蒂夫也发现了这一点。父母都很了解我，他们意识到我的不同寻常之后，就有了很强的责任感。他们想尽办法让我学到更多东西，送我去好学校，他们愿意满足我的需求。
所以在乔布斯成长的过程中，伴随他的不仅仅是曾经被遗弃的感觉，还有一种自己不同于常人的感觉。在他心中，后者在他的个性形成中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学校，在乔布斯上小学之前，母亲就已经教他阅读了，但这反而造成了一些麻烦。在学校的最初几年，我觉得很无聊，所以我就不断惹麻烦。很快大家就发现，无论是从天性上还是他接受的教育上，乔布斯都不是一个愿意服从权威的孩子。我遭遇的是自己从未遇到过的另一种形式的权威，而且我不喜欢他们几乎都要制服我了，差一点他们就把我身上所有的好奇心都赶走了。他就读的学校是蒙塔洛马小学，在他家4条街之外，是由一群20世纪50年代的低矮建筑组成的。他靠玩恶作剧来打发自己的无聊。我有个叫里克·费伦蒂诺的好朋友，我们会惹上各种各样的麻烦。他回忆说，比如我们会制作小海报，上面写着带宠物上学日，那太疯狂了，到处都能看到狗撵猫，老师们都气疯了。还有一次，他们设法让别的孩子说出了自己自行车锁的密码，然后我们跑出去，把所有的锁都调换了位置，没人能骑走自己的车。他们直到那天晚上才解决了这一难题。到他3年级的时候，恶作剧开始有了一点危险的成分。有一次，我们在老师瑟曼夫人的椅子下面点燃了炸药，他吓得都抽搐了。不出所料，乔布斯在读完3年级之前被送回家了2-3次，不过父亲当时已经把他当作特殊的孩子来对待了。他以平静但有力的态度向学校阐明，他希望学校也能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听着，这不是他的错。乔布斯回忆当年父亲是这么对老师说的，如果你提不起他的兴趣，那是你的错。在乔布斯的记忆中，父母从来没有因为他在学校犯错而惩罚过他。我爷爷是个酒鬼，还会用皮带抽我爸爸，但是我连1巴掌都没有挨过。他又补充道，他的父母都知道责任在学校，学校没有激发我的学习兴趣，而是让我去背一些没用的东西。他开始展现出性格中的多面性，敏感又偶尔迟钝，易怒而又超然，这也是他以后生活中的状态。等到他即将进入4年级的时候，校方认为最好将乔布斯和费伦迪诺放到不同的班级里。教高级课程的是一名干劲儿十足的女教师伊莫金·希尔，人称泰迪。用乔布斯的话说，她成了我生命中的圣人之一。在观察了乔布斯几个星期后，他意识到对付他最好的方法就是收买。有一天放学后，他给了我一本练习簿，上面都是数学题。他说要我带回家把题目解出来。我心想，你是不是疯了？这时他拿出一只超大的棒棒糖，在我看来，地球也不过这么大吧。他说，你把题目做完之后，如果大多数都做对了，我就把这个给你，再送你$5。我用了不到2天就做完，交给他了。几个月之后，他不想再要奖励了，我只想学习和让他高兴。他会帮乔布斯弄到一些小工具，让他可以做些打磨镜头、制作相机之类的事情。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从其他任何老师那儿学到的都要多。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一定会坐牢的。这再一次印证了乔布斯是个特殊的孩子。在我们班，他只关心我一个人，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他看到的不仅是乔布斯的智慧。多年后，他很喜欢展示当年的班级在夏威夷日拍的一张照片。那天乔布斯出现的时候，没有按要求穿夏威夷衫，但在照片中，他穿着一件夏威夷衫坐在前排中央。原来他成功说服另一个孩子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了他。4年级快结束时，希尔夫人给乔布斯做了测试。我的得分是初中2年级水平，他回忆说。
不光是他自己和他的父母，连老师们也发现了，他在智力上真的是非常特别。学校允许他连跳2级，直接升入7年级，这也是可以让他挑战自我并受到激励最简单的方法了。他的父母明智的决定让他只跳1级。这样一种过渡有些突然，这个有点社交障碍的孩子本来就不合群儿，他又发现自己身处一群比自己大1岁的人中间。更糟糕的是，他读6年级的地方是另一所学校，克里滕登中学。这所学校地处一个充斥着少数族裔帮派的社区，离原来的蒙塔洛马小学不过8条街之隔，但在很多方面却像另一个世界。打架几乎天天发生，厕所里的敲诈也是如此。硅谷记者迈克尔 ·S. 马龙这样写道：学生们经常把刀带到学校来展示自己的男子气概。乔布斯到这里的时候，一群学生刚因为轮奸而被监禁。附近学校因为在一场摔跤比赛中打败了克里滕登，而导致己方的校车被毁。乔布斯经常被欺负，到7年级上到一半的时候，他给父母下达了最后通牒：我坚持要他们送我去别的学校。他回忆说，就经济负担而言，这对他的父母是个艰难的挑战。当时他们家勉强能够收支平衡，但那样的时刻毫无疑问，父母最终一定会满足他的意愿。他们一开始反对，我就告诉他们，如果要我回到克里滕登的话，我就再也不上学了。所以他们就打探了一下最好的学校在哪里，然后倾尽所有，在一个更好的地区花$21,000买下了一座房子。这回搬家仅仅是向南移了3英里，来到了南洛斯阿尔托斯一处由杏树果园改造成的毫无特色的居民区。他们的新家位于克莱斯特路2066号，是一栋平房，有3间卧室以及一个面对马路、带卷帘门、设施齐全的车库。在车库里，保罗·乔布斯可以修汽车，而他儿子可以玩他的电子设备。这栋房子的另一个意义重大之处就是，它正好坐落于库比蒂诺森尼维尔学区内，这是硅谷最安全也是最好的学区之一。我搬来这儿时，这些角落里都还是杏树。我们走过他家的老屋前，乔布斯指给我看，住在那儿的那个家伙教我怎么做一名有机作物园丁，以及如何制作堆肥。他不管种植什么东西都要追求完美。我一生中再也没吃过比那儿更好的食物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喜欢上了有机水果和蔬菜。尽管乔布斯的父母对于宗教信仰并不是十分狂热，但他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一点宗教教育，所以大多数的星期天他们都会带他去路德教堂。这一活动在他13岁那年结束了。乔布斯一家订阅了生活杂志。1968年7月，该杂志的封面上刊登了一张令人震惊的照片。照片上是比亚法拉的一对饥饿的儿童。乔布斯把杂志带到教堂，质问牧师：如果我举起我的手指头，上帝在我举之前就知道我要举哪一根吗？牧师回答：是的，上帝无所不知。于是乔布斯拿出那期生活杂志的封面问道：那么上帝知道这些吗？他知道这些孩子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史蒂夫，我知道你不明白，但是是的，上帝知道这一切。乔布斯宣布，他再也不想崇拜这样一位上帝，他再也没有去过教堂。不过他倒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研究并尝试实践佛教禅宗的教义。几十年后，他反思自己的精神感受时说，宗教应该更多的强调精神体验，而不是一味遵守教条。当基督教太过于基于信仰，而忽略了以耶稣的方式生活，或者从耶稣的角度看世界时，它的精髓就消失了。他告诉我觉得不同的宗教就好比通往同一栋房子的不同的门，有时候我觉得这栋房子存在，有时候我又觉得它不存在，这是最神秘的。乔布斯的父亲当时在光谱物理公司工作，该公司坐落在旁边的圣克拉拉，为电子设备和医疗产品生产激光器件。作为一名机械师，他为工程师们设计的产品制作样机。
他的儿子被那种对完美的追求所深深吸引。激光仪器要求极其精准的调教，乔布斯说，真正尖端的激光仪器都非常精密，比如飞机上使用的或者用于医疗的。工程师们会对我爸爸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还想要用一整块金属板一体成型来保证膨胀系数的一致，然后爸爸就要想办法去实现。大多数样机都是从零开始制作的，这就意味着保罗·乔布斯必须定制各种工具和模具。他的儿子被此深深吸引，却很少去车间看看。要是他能教我用铣床和车床的话，一定会很有意思的。但遗憾的是，我从没去过他的车间，因为我对电子的东西更感兴趣。一年夏天，保罗·乔布斯带着史蒂夫去威斯康星州参观他们家的奶牛场。乡村生活对史蒂夫毫无吸引力，但有一幅画面却深深刻在了他心上。他看到了一只小牛犊的出生，让他惊讶的是，这只小动物才落地几分钟就挣扎着站起来开始走路。这不是他通过学习获得的技能，而是与生俱来的。他回忆说，人类的婴儿就没有这种能力，我觉得这很了不起，虽然别人都不这么想。他用软件与硬件的术语来形容这个现象，就好像是设计好的一样。动物身体里的某些东西和他大脑里的某些东西在他出生后立刻开始协同作用，而不需要去学习。到了9年级，乔布斯去了家园高中。这所学校的校园有些杂乱，由几栋2层楼的砖砌建筑构成，这些建筑都被刷成了粉色。当时有2000名学生。学校是由一位著名的监狱建筑师设计的。乔布斯回忆说，他们想要把学校建得坚不可摧。乔布斯那时候爱上了走路，他每天都独自走过15条街去上学。他没什么同龄的朋友，却认识几个沉浸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反主流文化浪潮中的高年级学生。那时候极客和嬉皮士的世界开始显现出一些重叠。我的朋友们都很聪明，他说，我对数学、科学和电子学感兴趣，他们也是，而且大家都喜欢迷幻药和反主流文化。那时候他的恶作剧一般都会用到电子设备。有一次他在家中连接了几个扬声器，扬声器也可以用作麦克风。他在自己的衣柜里建了一个控制室，这样就可以偷听其他房间的声音了。有天晚上，他正戴着耳机偷听父母房间的声音，父亲逮到了他，愤怒地要求他拆除整套系统。很多晚上他都会造访他以前的工程师邻居拉里·朗的车库。朗最终把那只令乔布斯魂牵梦萦的碳晶麦克风送给了他，还让他迷上了希斯工具盒，当时广受欢迎的用来制作无线电设备或其他电子装备，但需要自己组装的工具套盒。希斯工具盒里面有各种各样用不同颜色编号的插件板和零部件，还有解释其使用原理的操作手册。乔布斯回忆道，他让你意识到你能组装并搞懂任何东西。你做完几个无线电装置后，就会在目录里看到电视机，你会说，这个我也能做，即便你并不会真的去做。我很幸运，因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父亲以及希斯工具盒都让我相信我能做出任何东西。朗还让乔布斯加入了惠普探索者俱乐部，这是个每周1次的聚会，每周2晚在公司餐厅举行，大概有15个学生参加。他们会从实验室里请来一位工程师，给我们讲讲他正在研究的东西。乔布斯回忆说，我爸爸会开车送我去，我感觉那儿就是我的天堂。惠普当时是发光二极管行业的先锋，所以我们就会讨论发光二极管的一些问题。因为当时父亲为一家激光公司工作，所以乔布斯对发光二极管特别感兴趣。有一天晚上，聚会结束之后，他拦住了惠普的一名激光工程师，获得了参观他们全息摄影实验室的机会。但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是见到了当时惠普正在开发的小型计算机。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台式计算机，它被称为 9100A， 是一台被神化了的计算器，但也确实是第一台台式计算机。
她身形巨大，大概有40磅重，但她真的很美，我爱上了她。探索者俱乐部的孩子们被鼓励做一些项目，乔布斯决定做一台频率计数器，这是用来测量一个电子信号中每秒钟的脉冲数量。他需要一些惠普制造的零件，所以他拿起电话打给了惠普的 CEO。 那个时候所有的电话号码都是登记在册的，所以我在电话簿上寻找住在帕里奥图的比尔·休利特，然后打到了他家。他接了电话并和我聊了20分钟，之后他给了我那些零件，也给了我一份差事，就在他们制造频率计数器的工厂工作。乔布斯高中第1年的暑假就在那里工作。我爸爸早上开车送我去，晚上再把我接回家。他的工作主要就是在一条流水线上安装基本元件。一部分工友对这个爱出风头的孩子有些不满，因为他是通过给 CEO 打电话才得到了这份工作的。我记得我告诉一个监督员，我喜欢这玩意儿，我喜欢这玩意儿。然后我问他最喜欢做什么，他回答，我喜欢鬼混，我喜欢鬼混。乔布斯与在楼上工作的工程师们相处甚欢，每天上午10点，他们那儿都会供应甜甜圈和咖啡，我会跑上楼跟他们混在一起。乔布斯喜欢工作，他曾经送过报纸，下雨的时候父亲会开车送他。在他高中第2年的时候，周末和暑假他都在一家巨大的电子器材商店哈尔泰克做仓库管理员，如同他父亲那个堆满汽车零件的废品站一样。这家到处都是电子设备的商店也是拾荒者的天堂。这一家商店延伸了一整个街区，那些新的、旧的、回收的、过剩的部件塞满了架子，未经分类就扔进了箱子，还有的就堆在户外的院子里。在仓库后面靠近海湾的地方，他们用栅栏围起了一块区域，里面放着北极星潜艇的内部元件，都是从潜艇上扒下来当作废品卖掉的。他回忆说，所有的操纵装置和按钮都在，它们都是军绿色或灰色的，但是开关和灯泡罩是琥珀色和红色的。那些开关都是老式的大型手柄式开关，当你打开开关的时候，那感觉实在太棒了，就好像你要炸了芝加哥一样。在店里堆满了厚厚目录的木质柜台前，人们会为了开关、电阻、电容和最新的储存芯片讨价还价。乔布斯的父亲以前也曾为汽车部件讨价还价，因为他比店员还清楚零件的价格，所以每次都能还价成功。乔布斯在这一点上学习了父亲，他热衷于谈判并从中获得实惠，这也让他对电子零件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他会去电子产品的跳蚤市场，比如圣何塞交换大会，为了一块带有价值芯片的电路板跟人讨价还价，然后把那些芯片卖给哈尔泰克商店的经理。15岁那年，在父亲的帮助下，乔布斯拥有了自己的第1辆汽车，那是一辆双拼色的纳什大都会轿车。他父亲为之配备了一台英国 MG 公司生产的发动机。乔布斯并不怎么喜欢这辆车，但他不想让父亲知道，更不想错过拥有自己汽车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纳什大都会看起来是最酷的车子了，他后来说，但当时它是全世界最土里土气的车。不过不管怎么样，它也是一辆车，这就很好了。不到1年，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攒够了钱，可以换一辆带阿巴斯发动机的红色菲亚特850轿跑车了。我爸爸帮我买车并检查了车况，把挣的钱攒起来去买某些东西，那种满足感太让人兴奋了。也是在那一年夏天，在他即将升入高中第3年的时候，乔布斯开始抽大麻。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抽大麻，当时我15岁，之后就经常抽了。有一次他父亲在他的菲亚特车上发现了一些大麻。这是什么？他问。乔布斯平静地回答说，大麻。这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直面父亲的愤怒。那是我唯一一次真的和爸爸发生争执，乔布斯说，但他父亲又一次屈从于他的意愿。他要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抽大麻了，但我不愿意保证。实际上到了高中第4年，
他已经同时使用迷幻药和大麻了，并且还在探索睡眠剥夺的致幻效果。我开始加大吸食大麻的剂量，我们偶尔也会用迷幻药，通常是在旷野中或是在车里。高中的最后2年，乔布斯的心智也快速发展。他发现自己既沉浸在极客的电子世界中，又喜欢文学和创造性的尝试。我开始听很多音乐，阅读科技以外的书，例如莎士比亚、柏拉图的作品。我爱看《李尔王》，他还爱读白鲸和迪伦·托马斯的诗作。我曾问他为什么喜欢《李尔王》和《阿哈船长》，这2个是文学作品中最固执、最执着的角色，但他没有回答我，我也没有再提。我高中第4年的时候上的大学英语预修课非常棒，任课老师长得像欧内斯特·海明威，他会带我们一大帮人去优山美地国家公园踏雪。乔布斯听的一门课日后成为了硅谷传奇的一部分，这就是约翰·麦克勒姆教授的电子学。麦克勒姆以前是位海军飞行员，他像个杂耍艺人似的，通过各种小把戏来激起学生的兴趣，比如让特斯拉线圈产生电火花。他会把自己储藏室的钥匙借给他宠爱的学生，这个小储藏室里堆满了晶体管之类的零部件。他有一种棋谱先生般的魔力，可以给学生解释清楚电子学原理，并把原理联系到实际应用中，例如怎样将电阻和电容串联和并联，然后用这些知识来制作放大器或者无线电设备。麦克勒姆的教室在校园边缘一座厂房模样的建筑里，紧邻着停车场。就在这儿，乔布斯凝视着教室的窗户说，隔壁就是以前的汽车修理课教室。这样一种空间上的并列关系，也突出了他们这一代与父辈那一代在兴趣上发生的转变。麦克勒姆先生觉得电子学就是新的汽车维修。麦克勒姆信奉军事化的纪律以及对权威的尊重，乔布斯则不然，他已经不再掩饰自己对权威的厌恶。他的态度结合了怪异而顽固的激情和超然的叛逆。他经常一个人在角落里做自己的事情，压根儿不想跟我或者班上的其他人有任何交流。麦克勒姆后来说，他从来没有放心地把储藏室的钥匙给过乔布斯。有一次，乔布斯需要一样市面上找不到的零件，他就给制造商底特律的伯勒斯公司打了一个对方付费电话，告诉他们自己正在设计一个新产品，想要测试一下那个部件。几天之后，这个部件用航空包裹寄到了乔布斯手上。当麦克勒姆问他从哪儿弄来的时候，乔布斯带着一种目空一切的骄傲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是怎样打对方付费电话并且编故事的？我很愤怒。麦克勒姆说，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做这样的事情。乔布斯的回应则是，我没钱打电话，而那家公司很有钱。麦克勒姆的课程是3年，但乔布斯只上了1年。在一个项目中，他制造了一台带有光感器的装置，光感器遇到光后就会开启电路。任何一个学过科学课的高中生都能做出这样的装置。他更感兴趣的是研究激光，他从父亲那儿学到的东西。乔布斯和几个朋友一起通过使用安装在扬声器上的镜面反射激光，实现了用于各种派对的音乐灯光表演。第2章，奇特的一对儿，2个史蒂夫。沃兹还在麦克勒姆班上的时候，乔布斯与一个本校的毕业生成了朋友，此人就是史蒂芬·沃兹尼亚克。沃兹尼亚克一直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并因为在班上展现出的杰出才能而成为全校的传奇人物。他的弟弟曾经和乔布斯一起参加过游泳队，而他本人比乔布斯大了将近5岁，对电子学的了解也远超乔布斯。但从情商以及社交方面的能力来说，他依然是个高中生即可。和乔布斯一样，沃兹尼亚克也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很多，但2人学到的东西是不同的。乔布斯的父亲是个高中辍学生，他在修理汽车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通过买卖零部件赚取可观的利润，
而沃兹尼亚克的父亲是人称杰里的弗朗西斯·沃兹尼亚克，是加州理工学院工程系的杰出毕业生，还是校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他十分崇尚工程学，并且瞧不起那些从事商业、市场或销售的人。他后来成了洛克希德公司的火箭专家。我记得他告诉我，工程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后来回忆说，工程学将社会带入了一个新的水平。沃兹尼亚克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在一个周末去了父亲工作的地方，看到了一些电子部件。父亲把我跟这些部件一起摆在桌上，这样我就可以拿着玩了。父亲试着让显示器上的一条波形保持平直，以证明自己设计的电路能够正常工作。而沃兹在一旁看得入了迷。我能看到，爸爸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重要的，而且他做得很棒。那个时候的沃兹就会问父亲各种问题，都是关于屋子里随处可见的电阻和晶体管的。父亲就会拿出一块黑板，给他解释这些部件是干什么的。他会从原子和电子开始讲起，给我解释电阻是干什么的。我上小学2年级的时候，他就给我解释电阻是怎么工作的了，不是用方程式，而是用很具体形象的方式。沃兹的父亲还教给了他其他一些东西，绝不撒谎，这深深扎根于他那单纯不善社交的个性之中。我父亲信奉诚实，极端的诚实，那是他教我的最重要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撒过谎，到今天也是如此。仅有的例外就是他恶作剧的时候。除此之外，这位父亲还给儿子灌输了对于野心家的厌恶。这一点沃兹与乔布斯不同。他们结交40年以后，2010年在一场苹果公司的产品发布活动上，沃兹回顾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我爸爸跟我说，你总是想做一个中庸的人。他说，我不想成为一个像史蒂夫那样的高端人物。我爸爸是个工程师，那也是我想做的。我太腼腆了，永远不可能成为像史蒂夫那样的商业领袖。到了4年级，沃兹尼亚克成了他自称的电子小孩的那一类人。对他来说，盯着一只晶体管要比跟一个姑娘眉来眼去来的容易。他就以矮矮胖胖有点驼背的形象示人，大多数时间他都埋头于电路板中。在乔布斯还在为了一个连他父亲都解释不清的碳晶话筒而迷惑的年纪，沃兹尼亚克就已经在使用晶体管搭建对讲系统了。这个系统带有放大器、继电器、灯和蜂鸣器，连接了相邻的6座房子中孩子们的卧室。乔布斯还在玩西斯工具盒的时候，沃兹尼亚克已经在组装来自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线电制造商哈里克拉夫特的发射器和接收器了。他还和父亲一起获得了业余无线电执照。沃兹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家阅读父亲的电子学期刊，他着迷于关于新式计算机的那些故事，比如强大的埃尼阿克。因为精通布尔代数，他惊奇地发现，其实计算机系统一点也不复杂，反而非常简单。8年级的时候，他基于二进制理论造出了一台计算器，把100只晶体管、200只二极管、200只电阻装在了10块电路板上。在当地一项由空军举办的赛事上，尽管参赛者中还有12年级的学生，但他的这台计算器还是赢得了最高奖。与沃兹同龄的男孩已经开始跟女孩约会，参加各种派对，而他觉得这些都比设计电路更为复杂，他显得更加不合群了。之前我还挺受欢迎的，大伙儿一起骑自行车或一起做些别的，但突然间我就被孤立了。他回忆说，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人跟我说话。他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办法，搞些幼稚的恶作剧。12年级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电子节拍器，就是那种音乐教室里用来打拍子的会发出滴答声的装置。然后他意识到滴答声听上去很像是炸弹定时器的声音，于是他把一些大块电池的标签撕掉，把它们绑在一起，然后放进了学校的储物柜里。他设定好装置，一旦柜门被打开，滴答频率就会变高。那天晚些时候，他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
他还以为是因为他又一次获得了学校的最高数学奖，然而等待他的是警察。校长布吕德先生在装置刚被发现时就被叫到了现场，他一把抓起那个玩意儿，紧贴胸口，抱着它勇敢地跑到了操场，然后把上面的电线拆掉。沃兹强忍着，但还是控制不住笑了出来。那天他真的被送到了青少年拘留中心，在那儿过了一夜。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他在里面教其他犯人把通到天花板上风扇的电线接到铁窗上，这样一旦有人碰到就会被电击一下。对沃兹来说，被电击就像是获得荣誉奖章一样，成为一名硬件工程师让他很自豪。但这也意味着触电是家常便饭。他曾经发明过一种轮盘赌游戏，4个人把拇指按在草里，球落下之后，其中的一个会被电到。搞硬件的人才愿意玩这个游戏，搞软件的都太胆小了，他这么强调。到了12年级，他在喜万年公司得到了一份兼职工作，人生中第一次有机会在计算机前工作。他从书上自学了 Fortran 语言，并阅读了当时大多数电子系统的使用说明，从数字设备公司的 PDP-8 开始。之后他研究了最新的微芯片的规格，开始使用这些最新的元器件重新设计计算机。他为自己设定的挑战是使用最少的元器件来实现。我关上房门，在自己的房间里独自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回忆说，每天晚上他都会努力在前一天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设计。到这一学年结束时，他已经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我设计的计算机使用的芯片数量只有市面上产品中所用芯片数量的一半，但我的设计还停留在图纸上。他从没有跟他的朋友提到过这些，毕竟大多数17岁的孩子都在忙着干其他事情。12年级那年，在感恩节周末，沃兹拜访了科罗拉多大学，学校放假了，但他找到了一个工程系的学生，那个人带着他参观了实验室。沃兹尼亚克请求父亲送他去那里读书，尽管州外学生的学费并不是他们轻易拿得出的。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沃兹可以去科罗拉多大学读1年，但1年之后必须转回离家较近的迪安扎社区学院。1969年秋天抵达科罗拉多之后，沃兹将大把的时间用在了恶作剧上，包括印发大量写着“去你妈的尼克松”的传单，以至于未能通过一些课程的考试，还被学校处以留校察看的处分。此外，他编写了一个程序，不停地计算斐波那契数列，占用了大量的计算机运行时间。学校威胁要他承担费用，于是他履行了与父母的约定，转学到了迪安扎。在迪安扎愉快地度过了1年后，沃兹尼亚克决定休学去赚钱。他在一家为加利福尼亚州的交通部门生产计算机的公司里找到了工作。一名同事还给了他丰厚的馈赠，将一些多余的芯片送给他，让他将一直停留在图纸上的计算机变成现实。沃兹尼亚克决定使用尽可能少的芯片，一方面作为对自己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不想利用同事的慷慨。沃兹的大多数工作都是在附近一个朋友家的车库中完成的，此人就是当时还在家园高中读书的比尔·费尔南德斯。为了让工作顺利完成，他们喝了很多克雷格蒙特奶油苏打水，然后骑着自行车去森尼维尔的西夫维超市退换瓶子，换到钱后再买更多汽水。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才把它叫做奶油苏打水电脑。沃兹尼亚克回忆说，这其实是一台可以做乘法的计算器，通过一系列开关将数字输入，然后用小灯显示的2进制码呈现结果。1970年秋天，奶油苏打水电脑完工后，费尔南德斯告诉沃兹尼亚克，他应该见见家园高中的一个人。他叫史蒂夫，跟你一样喜欢恶作剧，也跟你一样喜欢电子学。这应该是继32年前休利特走进帕卡德的车库之后，硅谷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一次车库会面。史蒂夫和我就在比尔家门前的人行道上坐了很久，分享彼此的故事，大多是关于我们搞的恶作剧，
还有各自做过的电子设计。沃兹回忆说，我们有如此多的共同点，一般来说我很难向别人解释清楚我做的设计，但史蒂夫一下子就听明白了。我喜欢他瘦巴巴的，但是充满了活力。乔布斯也印象深刻。沃兹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比我还懂电子学的人。他从专业的角度这么说，我立刻就喜欢上他了。我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显得更成熟，而沃兹正相反，我们拉平了。沃兹非常聪明，但情商方面却像是我这个年纪的人。除了对计算机的兴趣，两人还都热爱音乐。那时候是音乐的鼎盛时期，乔布斯回忆说，就好像贝多芬和莫扎特还活着一样，真的，人们回顾那个时期时真的会这么想。沃兹和我深深沉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沃兹让乔布斯迷上了鲍勃·迪伦。我们一直追随着圣克鲁兹的一个家伙，他会放出迪伦的行踪动向。乔布斯说，迪伦会录下自己所有的音乐会，但他身边的一些人不是很谨慎，所以这些磁带很快就到处都是了，盗版也到处都是。而这个家伙收集了他所有的磁带。搜寻迪伦的录音带很快就变成了两人的合作项目。我们两个会游走于圣何塞和伯克利地区，到处寻找迪伦的盗版磁带并收集它们。沃兹说，我们会购买迪伦歌词的小册子，然后熬夜解读这些歌词。迪伦的话可以触动我们心中的创造性思维。乔布斯说，我有超过100个小时的磁带，包括他1965年和1966年巡回演出的每一场演唱会。也是在这些演唱会上，迪伦尝试了电子乐。乔布斯和沃兹两人都购买了高端的 TEAC 牌双卷盘录音设备。我把我的调成低速档，把好几场演唱会录到一盘带子上。沃兹尼亚克说，乔布斯的痴迷程度与他不相上下。我没有买大的扬声器，而是买了一副很棒的耳机，我会躺在床上听上好几个小时。乔布斯在家园高中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一个俱乐部，进行音乐灯光表演，也搞些恶作剧。他们曾经把一个刷了金色漆的马桶坐垫粘到了一个花盆上。他们的俱乐部叫做巴克鱼苗，借以取笑校长的名字。当时已经毕业的沃兹尼亚克和朋友艾伦鲍姆也在乔布斯高中3年级结束的时候加入了他的校内圈子，欢送即将毕业的4年级学生。40年后，当乔布斯再一次回到校园时，他在当年那场恶作剧发生的地方停了下来，指给我看。看见那个阳台了吗？我们就是在那儿挂的标语，也是在那儿巩固了彼此的友谊。在鲍姆家的后院里，他们拿出一条已经扎染成学校标志性绿白相间颜色的大号床单，在上面画了一只巨大的竖起中指的手。鲍姆慈爱的犹太母亲甚至帮他们一起画，还告诉他们怎么处理色彩渐变和阴影部分，好让整个画面看上去更加真实。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窃笑着说。他们设计了一个由绳子和滑轮组成的装置，这样一来，在毕业生们行进到阳台下方时，床单会缓缓落下。他们还在上面签上了巨大的字母 Swipe Job， 均是取自3个人名字中的字母，意思是沃兹尼亚克、鲍姆、乔布斯联合出品。这场恶作剧成了学校的传奇，也让乔布斯再一次被停学处分。在另一场恶作剧中，使用到了沃兹尼亚克发明的一个可以发射电视信号的便携装置。他会带着这个装置走进一个大家都在看电视的房间，比如说宿舍，然后悄悄按下按钮，电视画面就会受到静电干扰而变得模糊。有人站起来猛敲电视机的时候，沃兹就松开按钮，于是画面就会恢复正常。一旦那些毫不怀疑的观众们开始顺着他的意愿不断起身，他就会提高难度。他会让画面一直模糊着，直到有人去碰一下天线。最终他会让一群观众以为扶着天线的同时还必须单脚着地，或者手放在电视机顶部。多年以后，在一场主题演讲上，乔布斯也遇到了视频无法播放的麻烦。
他放下演讲稿，讲述了当年和沃兹一起玩这个装置时的快乐。沃兹会把它装在口袋里，然后走进一间宿舍，那里有一群人在看《星际迷航》，他就开始在电视机上捣乱。这时就会有人站起来去修，他脚刚抬起来，沃兹就会让电视恢复正常。脚落地之后，沃兹又再次让电视画面变模糊。乔布斯站在台上，把自己的身体扭曲成 pretzel 的样子，笑着说，不出5分钟就会有人被气成我现在这个样子。蓝盒子，恶作剧与电子技术的终极结合，也是促成苹果公司成立的疯狂表演，在一个周日的下午启动了。当时沃兹尼亚克看到了母亲留在厨房桌子上的《君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当时是1971年9月，他正准备第2天出发去伯克利，他的第3所大学。那篇文章是罗恩·罗森鲍姆写的《小蓝盒的秘密》，描绘了黑客和电话飞客是如何通过模拟 AT&T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网络上接通线路的特定音频免费拨打长途电话的。这一篇长文刚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给我最好的朋友乔布斯打电话，然后读了一部分给他听。沃兹尼亚克回忆说，他知道那时候已经开始读高中4年级的乔布斯一定会非常兴奋。文中有一个叫约翰·德雷珀的关键人物，他是一名黑客，外号咔嚓船长。这是因为他发现早餐麦片附赠的哨子发出的声音与电话网络中用以传输呼叫的开关发出的音频是一样的，都是2600赫兹，这样就可以骗过系统，允许长途电话接通，而不产生额外的费用。文章中还提到，其他一些可以作为内部线路控制的单音频信号的信息，可以在贝尔系统技术期刊中找到，而 AT&T 公司立刻要求各地图书馆将这本期刊下架。那个周日的下午，乔布斯接到沃兹的电话后，立刻意识到他们必须马上找到那本技术期刊。几分钟之后，沃兹就来接我，我们去了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中心的图书馆，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乔布斯回忆道，那天是周日，图书馆关门了，但他们穿过一扇很少上锁的门进到了里面。我记得我们在书架上猛翻，最后是沃兹找到了那本期刊，上面有所有的频率，那种感觉简直就是天哪！我们翻开它，所有的信息都有。我们一直对自己说，这是真的，天哪，这是真的。所有信息都写得清清楚楚，音调、频率。那天晚上，沃兹尼亚克在森尼维尔电子商店关门之前跑了进去，买到了制造模拟声音发射器需要的零部件。乔布斯此前在惠普探索者俱乐部的时候就做过一个频率计数器，他们用这个计数器来调教他们需要的声音，只要一拨号，他们就能复制并录下文章中指定的声音。到了午夜，他们准备好测试了，很不幸，他们使用的振荡器不够稳定，无法准确复制能够骗过系统的声音。我们使用史蒂夫的频率计数器可以发现振荡器的不稳定性，沃兹尼亚克说，但就是没办法让他工作。我第2天一早就要去伯克利了，所以我们决定等我到那儿之后就着手制造一个数字版的蓝盒子。从未有人做过数字版的蓝盒子，但沃兹生来就是迎接挑战的。他从电器连锁店 Radio Shack 买了2极管和晶体管，在同宿舍一个拥有完美音准感的学生的帮助下，于感恩节之前就完成了制作。这是我设计过的最让我自豪的电路，他说，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难以置信。一天晚上，沃兹尼亚克从伯克利驱车前往乔布斯家中测试蓝盒子，他们想打电话给沃兹在洛杉矶的叔叔，但是弄错了电话号码。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这套装置终于可以使用了。嗨，我们正在给你打免费电话，我们正在给你打免费电话，沃兹尼亚克大喊着。电话那头的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也有点不耐烦。乔布斯插话了，我们正在加利福尼亚给你打电话，在加利福尼亚给你打电话，用一只蓝盒子给你打电话。这番话很可能让对方更加困惑了，因为他也在加利福尼亚。起初蓝盒子只是用来找乐子或者搞恶作剧的，最过火的一次，他们打给梵蒂冈，
沃兹尼亚克假装是亨利·基辛格，想要跟教皇通话。我正在莫斯科参加峰会，我需要跟教皇通话。沃兹回忆当时自己说的话，他被告知当地时间是早上5点半，教皇还在睡觉。当他再次打过去的时候，接电话的是一名充当翻译的主教，但对方并没有真的让教皇接电话。他们意识到沃兹是冒牌的，乔布斯回忆说，我们当时在一个公用电话亭。也就是那时候，发生了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也确立了今后他们合作关系的模式。乔布斯认为蓝盒子不该再停留在业余爱好阶段了，他们可以制作然后销售。我把剩下的元件都集中起来，比如说盒子、电源和数字键盘，然后想出了定价方式。乔布斯说，这也预示了他日后在创立苹果公司过程中将扮演的角色。成品差不多有2副扑克牌那么大，所有的零部件价值$40。乔布斯决定以$150的价格出售。追随着诸如咔嚓船长这样的飞客的脚步，两人也给自己起了别名。沃兹尼亚克成了伯克利蓝，乔布斯叫做奥拉夫·图巴克。他们会敲响各个宿舍的门，寻找感兴趣的人，然后把蓝盒子连上电话和扬声器进行演示。潜在的买家在一旁看着，他们就会现场演示，诸如给伦敦的丽兹酒店打电话，或者是拨打澳大利亚的打电话听笑话服务电话。我们做了大概100个蓝盒子，几乎全卖出去了。乔布斯回忆说，这样的快乐和获利在斯尼维尔的一家披萨店里结束了。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正准备带着刚做完的一台蓝盒子开车去伯克利。乔布斯需要用钱，急需出售这台机器，所以他就向邻桌的几个人推销，那帮人很感兴趣。乔布斯就走到电话亭，往芝加哥打了一个电话做演示。他们说要到车里去拿钱，于是沃兹和我就走向那辆车，我手上拿着蓝盒子。那家伙上了车，手伸到座位底下，拔出了一把枪。乔布斯回忆道，他从没有如此靠近过一把枪，吓坏了。他拿枪指着我的肚子说，把它拿过来，兄弟。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车门就在那儿，我想是不是可以猛关上车门砸他的腿，然后我们趁机逃跑，但很有可能他会朝我们开枪，所以我慢慢的小心翼翼的把蓝盒子递给了他。这种抢劫真的太奇怪了。抢走蓝盒子的家伙给了乔布斯一个电话号码，说如果蓝盒子有用的话，以后会想办法把钱付给他。当乔布斯照着号码打过去的时候，还真的找到了那个家伙。他不会用蓝盒子。乔布斯巧妙地说服此人在一个公共场合跟他和沃兹见面，但最终他们还是胆怯了，决定再也不跟那个持枪的男人打交道，即便那样做有可能拿回那$150。这一次恶作剧为他们日后更重大的创举铺平了道路。如果不是因为蓝盒子，就不会有苹果公司。乔布斯后来回忆说，这一点我100%确定。沃兹和我学会了怎样合作，我们也获得了信心，相信自己可以解决技术问题，并且真的把一些发明投入生产。他们创造的仅用一小块电路板的装置，竟可以控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你无法想象那给了我们多少信心。沃兹也有同样的感触。出售他们也许不是个好主意，但这让我们看到我的工程技术和他的远见卓识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做出怎样的一番事业。蓝盒子的这段奇妙经历为两人之间即将诞生的合作关系建立了一个模板。沃兹尼亚克就是个文雅的天才，他创造出一项很酷的发明，然后就算送给别人他也很高兴。而乔布斯会想出法子让这个发明方便易用，然后把它包装起来推向市场，赚上一笔。第3章，出离，觉悟修行。克里斯安·布伦南1972年春天，乔布斯即将高中毕业时，开始与一个叫做克里斯安·布伦南的女孩交往。这个嬉皮士风格的女孩超凡脱俗，虽与乔布斯同龄，但比他低1年级。她有一头浅褐色的秀发，绿眼睛，高颧骨，有些柔弱，十分迷人。她承受着父母婚姻破裂带来的痛苦，变得十分脆弱。我们一起制作了一部动画片，然后开始交往。
她成了我的第一任正式女友。乔布斯回忆说，布伦南后来说，史蒂夫很疯狂，这也正是他吸引我的地方。乔布斯的疯狂是以一种有教养的方式体现的。他开始了伴随他一生的强制性饮食计划，仅仅食用水果和蔬菜，所以他又瘦又结实，就像惠比特犬一样。他学会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别人，他喜欢在长时间的沉默中断断续续地加入语速极快的讲话。这样一种激情和冷漠的奇怪组合，再加上那一头及肩长发和稀疏的胡茬，让他看上去就像个疯癫的萨满巫师。他时而展现超凡魅力，时而让人毛骨悚然。他不断变化形象，看起来有点半疯。布伦南回忆说，他经常焦虑不安，好像有无尽的黑暗包围着他。乔布斯当时已经开始服用迷幻药了，在森尼维尔郊外的一处麦田里，他让布伦南也加入了其中。感觉很好，他回忆说，那段时间我听了很多巴赫的音乐，就在一瞬间，整个麦田似乎都在演奏巴赫。在当时，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感触。巴赫的音乐在麦田里飘荡，我觉得自己就是交响乐的指挥。1972年夏天，乔布斯毕业之后，他和布伦南搬到了洛斯阿尔托斯一座山上的小屋里。我要去小屋里和克里斯安同居了。有一天，他如此向父母宣告，他父亲怒不可遏，不准去，他说，除非我死了。父子俩最近刚刚因为大麻的事情争吵过，但这一次乔布斯还是非常任性，他说了声再见就走出了家门。那年夏天，布伦南用了很多时间画画，他非常有才华，画了一幅小丑的画送给乔布斯，他一直把它挂在墙上。乔布斯平时就写写诗，玩玩吉他，他有时候会对布伦南非常冷血和粗鲁，但有时候又十分迷人，可以轻易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意愿。他很开朗又很残酷，他回忆说，真是一个奇怪的组合。暑假期间，有一次乔布斯的红色菲亚特着了火，他差点因此丧命。当时他正行驶在圣克鲁兹山区的天际线大道上，与他同行的是一个高中朋友蒂姆·布朗。布朗朝后看了一眼，发现引擎在往外冒火花，于是镇定地对乔布斯说，靠边停车，你的车着火了。乔布斯照做了。父亲尽管与他发生了争执，但还是驱车来到山区，把菲亚特拖回了家。为了想办法赚钱买一辆新车，乔布斯让沃兹尼亚克开车带他去了迪安扎学院，到那里的公告板上寻找招工启事。他们发现圣何塞的西门购物中心正在招募大学生，要他们穿上戏服逗小孩子玩。为了3美元1小时的报酬，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以及布伦南穿上厚厚的全套戏服，戴上帽子，扮演梦游仙境的爱丽丝、疯帽子和白兔子。真诚又亲切的沃兹尼亚克觉得这一切十分有趣。我说，我想做这个，这是我的机会，因为我喜欢小孩子。我从惠普请了假，我想史蒂夫会觉得这是个烂工作，但我把它当作一次愉快的经历。乔布斯确实做得很痛苦，太热了，那些服装又很重，要在里面待上一会儿，我就会产生揍那些小孩的冲动。耐心这个词从来就与乔布斯沾不上边儿。里德学院，17年前，乔布斯的父母领养他的时候曾经做过保证，他一定会上大学，所以他们一直努力工作，为他的大学专款省吃俭用。等到乔布斯高中毕业时，这笔专款虽不多，但也足够他上大学的费用了。但越来越任性的乔布斯把这件事变得很艰难。一开始他根本就不想读大学。如果我没有读大学的话，我应该会直接去纽约。他回忆说，一边思考着如果当年选择了那条道路，自己的世界，也许是我们所有人的世界，会有怎样的不同。当他的父母坚持要他上大学时，他以一种被动而富有侵略性的态度进行了回应。尽管州立大学的学费更加亲民，比如当时沃兹就读的伯克利，
但他不考虑州立大学，他也不想去斯坦福，尽管就在家门口，而且可能会给他提供奖学金。去念斯坦福的人，他们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他说，他们一点艺术细胞都没有。我想要上的是更富有艺术性的、更有趣的学校。他坚持认为唯一的选择就是里德学院，这是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所私立文理学院，也是全美最贵的大学之一。乔布斯去伯克利看望沃兹的时候，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父亲说里德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同时还试图劝说史蒂夫不要去那里，母亲也劝他。他们说里德的学费太高了，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承受的。但他们的儿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他不能去里德学院的话，那么他就哪儿都不去。如往常一样，父母又一次妥协了。里德学院的在校生只有1000人，规模只有家园高中的一半。学校以自由精神及嬉皮士生活方式著称，与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并存的是学校严格的学术标准及核心课程。5年前，迷幻启蒙运动领袖蒂莫西·利里在他的精神探索联盟高校之旅中，曾经盘腿坐在里德学院的草地上大声呼喊，就如同过去所有我们在其中寻找神性的伟大宗教一样，那些古老的目标都隐喻着现在，打开心扉，自问心源，脱离尘世。许多里德学院的学生把这3条告诫奉为座右铭。学校在20世纪70年代的退学率超过了1/3。1972年的秋天，乔布斯要开学了，他的父母开车带他来到波特兰，但他又做出了叛逆的举动，拒绝父母送他进校园。事实上，他甚至连再见和谢谢都没有说。后来他回想这件事的时候，充满了愧疚。这是一生中真正让我觉得羞愧的一件事儿。我当时不够体贴，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我不该那么做的。他们为了能让我去那儿读书竭尽全力，但我就是不愿意他们在我身边。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有父母，我就想像个搭火车四处流浪的孤儿一样，突然出现在校园，没有根，没有与外界的联系，也没有背景故事。1972年下半年，乔布斯来到里德学院的时候，美国的校园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征兵热潮都在逐渐平息，校园中的政治激进主义渐渐消退，许多宿舍的卧谈会主题都已换成对自我实现的兴趣。乔布斯深受一系列关于精神和觉悟的书籍影响，尤其是《此时此地》，这是一本介绍冥想及致幻剂的美妙之处的书，作者是拉姆·达斯导师，本名叫理查德·阿尔珀特。这本书意义深远，乔布斯说，它改造了我和我的很多朋友。这帮朋友里和乔布斯最亲密的是一个留着稀疏胡子的大一新生丹尼尔·科特基。他是在抵达里德学院1周后见到乔布斯的，和乔布斯一样喜欢佛教禅宗、涤纶和迷幻药。来自纽约一个富人区的科特基聪明又温和，对佛教的兴趣让他那花童一般和蔼可爱的举止显得更加柔和。精神上的探索让他不再追求物质享受，尽管如此，他还是对乔布斯的录音机印象深刻。史蒂夫有一台 TEAC 牌双卷盘录音设备，还有大量涤纶的录音带。科特基回忆说，他真的很酷，有科技感十足。乔布斯开始经常和科特基及他的女友伊丽莎白·霍姆斯混在一起，尽管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羞辱了伊丽莎白，他不停追问要多少钱才能让他跟另一个男人上床。他们会一起搭便车去海边玩，参加宿舍里关于生命意义的说唱，去当地的哈雷克里希纳寺庙参加爱心活动，还会去禅宗中心吃免费的素食。这些很有意思，科特基说，也极具哲学层面的意义。对于禅宗，我们是非常严肃的。乔布斯开始跟科特基分享其他关于禅宗的书，包括铃木俊龙的《禅者的初心》，帕拉洪萨尤加南达的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
理查德·莫里斯比克的宇宙的意识，以及丘扬创巴的突破精神唯物主义。他们在霍姆斯房间屋顶阁楼的狭小空间里开辟了一间冥想室，在里面布置了印度花布、一块手纺纱棉毯、蜡烛、熏香，还有冥想坐垫。天花板上有一扇小门，是通向阁楼的，那里空间很大。他说，我们有时候在那里服用迷幻药，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在里面冥想而已。乔布斯对东方精神，尤其是佛教禅宗的信奉，并不是心血来潮或年轻人的一时冲动，他投入了他特有的那种激情，这些东西也在他的性格中根深蒂固。史蒂夫是个十足的禅宗信徒，科特基说，禅宗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这一点你可以从他极简主义的美学观点和执着的个性上看出来。佛教对直觉的强调也深深影响了乔布斯。我开始意识到，基于直觉的理解和意识，比抽象思维和逻辑分析更为重要。他后来说，然而他的激情让他很难实现真正的涅槃，内在的平静，内心的平和，为人的圆润，这些禅修者的特质并未在他身上显现出来。他和科特基还喜欢玩一种源于19世纪德国的变种象棋——克里斯皮尔棋。游戏中2名玩家背靠背坐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棋盘和棋子，但无法看到对手的情况。旁边会有一名裁判员告知他们走的每一步棋是否违反规则，他们则必须想办法弄清楚对手的棋子分布情况。最疯狂的一盘棋是有一次下暴雨的时候，他们俩坐在壁炉旁。当时作为裁判员的霍姆斯回忆说，他们2个服了迷幻药后开始下棋，下得非常快，我几乎都跟不上他们。在大一那年，还有一本书深深影响了他，也许影响的有点过分，那就是一座小行星的新饮食方式，作者是弗朗西斯·摩尔拉佩。书中颂扬了素食主义对个人以及对我们整个星球的艺术。我就是那时候发誓不再吃肉的，为了自己，也为了地球。乔布斯回忆道，但这本书也进一步将他推向了极端的饮食习惯，包括暴饮暴食后有催吐、进食，或者连续几个星期都只吃固定的1、2样食物，比如胡萝卜或苹果。乔布斯和科特基在大一这年成了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史蒂夫比我还深陷其中，科特基说，他完全靠吃麦片活着。他们会去一个农民合作社买东西，乔布斯会买1盒麦片，吃上1个星期，再买点散装的健康食品。他会买一些椰枣和杏仁，还有许多胡萝卜。他有一台冠军牌榨汁机，我们会做胡萝卜汁和胡萝卜沙拉。曾经有个故事说，史蒂夫吃了太多的胡萝卜，皮肤都变成橘黄色了。这个故事可不完全是瞎编的。朋友们都记得，史蒂夫的皮肤有时候会呈现出一种日落时分太阳般的橘黄色。乔布斯在读过20世纪初出生在德国的营养学狂热者阿诺德·埃雷特所著的《非粘液饮食治疗学》一书后，饮食习惯变得更加怪异。埃雷特坚信饮食中只应该包括水果和不含淀粉的蔬菜，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身体产生有害的粘液。他还提倡定期通过长时间的绝食来清理身体，这就意味着即使是麦片也不能再吃了，还有所有的米饭、面包、谷类以及牛奶。乔布斯开始提醒朋友们，他们的百吉饼中也隐藏着产生粘液的危险。我以我惯有的方式疯狂地陷入其中，他说。有一次他和科特基整个星期都只吃苹果，之后乔布斯开始尝试更加纯粹的绝食。一开始先是2天不吃东西，最终发展到1周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通过摄入大量的水和多叶蔬菜来结束绝食。1周过去，你就会有很美妙的感觉了。他说，不用消化食物就可以让你获得很多活力。我当时状态很好，我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走路去旧金山。素食主义与佛教禅宗，冥想与灵性，迷幻药与摇滚乐，那个时代寻求自我启迪的校园文化中，这几样标志性的行为被乔布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集于一身。
尽管如此，在他骨子里，电子极客的暗流仍在涌动，并在将来的某一天与他身上的其他特质完美的结合。罗伯特·弗里德兰有一次，为了筹集一些现金，乔布斯决定卖掉自己的 IBM 电动打字机。他走进之前答应要买这台打字机的那个学生的宿舍，发现对方正在和女友云雨。乔布斯准备离开，但那个学生请他坐下，等他们结束。我当时想，这太离谱了吧。乔布斯后来回忆说，他和罗伯特·弗里德兰的友谊也从此开始。乔布斯的一生中，弗里德兰是少有的能以个人魅力蛊惑他的人。乔布斯吸收了弗里德兰身上一些独具魅力的特质，有几年的时间甚至将他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直到后来把他看作吹牛高手。弗里德兰比乔布斯大了4岁，但当时还在读本科。他的父亲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在芝加哥成为一名成功的建筑师。弗里德兰原本是在缅因州的鲍登文理学院读书的，但是读大2的时候，他因为身上携带了价值$125,000的24000片迷幻药而被捕。当地报纸拍到了他被带走时的现场照片，一头极尖的波浪金发，正冲着摄影师微笑。他被判在弗吉尼亚州的一座联邦监狱服刑2年，于1972年被假释。那年秋天，他来到了里德学院，立刻开始竞选学生会主席。他宣称需要洗刷司法不公强加给自己的罪名。最终，他赢得了选举。弗里德兰曾经听过《此时此地》的作者拉姆达斯导师在波士顿的一次演讲。他和乔布斯、科特基一样，深深迷恋着东方精神。1973年的夏天，弗里德兰去印度拜访了拉姆达斯的印度教导师尼姆卡罗里大师，也就是信众们所熟知的马哈拉杰吉。那年秋天，弗里德兰从印度回来后，已经起了一个宗教名字，走到哪里都是一双凉鞋和一身飘逸的印度长袍。他在校园外租了一个房间，就在一个车库顶上。很多个下午，乔布斯都会去那里找他。弗里德兰确信觉悟的状态确实存在，并且这种状态可以通过努力而获得，这让乔布斯十分着迷。他让我达到了一种全新层次的觉悟，乔布斯说。弗里德兰也觉得乔布斯十分有魅力，他总是光着脚走来走去。他后来对一位记者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的激情，他只要对一样东西感兴趣，就会把这种兴趣发挥到非理性的极致状态。乔布斯熟练掌握了利用凝视和沉默来征服别人的技巧。他的招数之一就是死死盯着正在和他讲话的人，他会一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然后问一个问题，要对方在不回避他目光的情况下回答。据科特基说，乔布斯的一些性格特质，包括一些伴随他职业生涯的特质，都是吸收自弗里德兰。弗里德兰交给了史蒂夫现实扭曲立场。科特基说，他极富魅力，也会骗人，可以让事态屈从于他的超强意志。他很机智，充满自信，还有一点独断专行。史蒂夫对此很是钦佩，他和罗伯特待在一起的时间久了之后，也变成了这个样子。乔布斯也从弗里德兰身上学会了怎样让自己成为焦点。罗伯特是个非常善于交际也非常有魅力的人，一个真正的推销员。科特基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史蒂夫的时候，他羞涩又谦逊，非常内敛。我想是罗伯特教会了他怎样销售产品，怎样与别人交往，怎样展现自我，怎样控制局面。弗里德兰身上的气场很强，他走进一个房间，别人立刻就会注意到他。史蒂夫刚刚来到里德学院的时候，则恰恰相反。他跟罗伯特相处一段时间后，身上的羞涩开始逐渐褪去。星期天的晚上，乔布斯和弗里德兰会去波特兰西边的哈雷克里希纳寺，通常科特基和霍姆斯也会去，他们会放肆地高歌狂舞。我们会让自己进入一种癫狂的状态，霍姆斯回忆说。罗伯特会失去理智一般疯狂地跳舞，史蒂夫则平静很多。
完全释放自己似乎会让他觉得尴尬。之后就会有人给他们奉上堆满了素食的纸盘子。弗里德兰管理着波特兰西南40英里处一家220英亩的苹果园，果园的主人是他一位来自瑞士的古怪的百万富翁叔叔，名叫马塞尔·穆勒。他靠垄断当时罗德西亚的公制螺纹构件市场而发了财。弗里德兰在迷恋上东方宗教后，把这处果园改造成了一个公社，叫做团结农场。乔布斯、科特基、霍姆斯以及其他一些寻求觉悟的人会在那里过周末。农场里有一座主楼、一座大仓库和一间花园小屋。科特基和霍姆斯就睡在花园小屋里。乔布斯和另一个公社成员格雷格·卡尔霍恩负责给格拉文施泰因苹果树剪枝。史蒂夫管理着苹果园。弗里德兰说，我们当时在做有机苹果汁生意，史蒂夫的工作就是带领一群怪人给果树剪枝，然后把果园打扫干净。哈雷克里希纳寺的僧人和信徒们也会来农场，帮着准备素食盛宴。洋茴香、香菜和姜黄的香味四处飘散。史蒂夫来的时候总是很饿，于是就狂吃一通。霍姆斯回忆说，然后他就要去吐掉。很多年来，我都以为他有贪食症，这让我们非常苦恼，因为我们费尽周折才弄好一顿饭，但他最后却把吃下去的食物都吐了。乔布斯开始有点无法接受弗里德兰宗教领袖般的行事风格了。也许他看到了太多弗里德兰的本质，科特基这样说道。尽管这个公社最初的目的是成为逃避物质主义的庇护所，但弗里德兰开始像做买卖一样管理公社。他的信徒们被要求砍柴，然后出售柴火，生产苹果榨汁机和柴火炉子，参加各种商业活动，但得不到报酬。有一天晚上，乔布斯睡在厨房的桌子下面，看着人们进进出出，从冰箱里偷别人的食物，他都被逗乐了。他不喜欢公社经济。事物开始变得非常物质主义，乔布斯回忆说，每个人都了解到自己在为罗伯特的农场拼命工作，于是大家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了。这一切让我觉得恶心。很多年以后，弗里德兰已经成了一位亿万富翁，管理着铜矿和金矿，产业遍及温哥华、新加坡和蒙古。我在纽约与他相欢小饮，那天晚上我给乔布斯发了电子邮件，提到了这次相遇。不到1个小时，他就从加州打来电话，提醒我不要听信弗里德兰的话。他说，弗里德兰因为旗下的几处矿产破坏环境而陷入了麻烦，曾经打电话联系他，请求他与比尔·克林顿交涉，但他没有回应弗里德兰。罗伯特总是标榜自己是个精神至上的人，但他越过了从魅力到欺骗的界限。乔布斯说，你年轻的时候认识的某个号称精神至上的人，最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淘金者，这真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退学。乔布斯很快厌倦了大学生活，他喜欢待在里德学院，只是不想去上那些必修课。实际上他惊讶地发现，尽管里德学院有着嬉皮士的氛围，但也有非常严格的课程要求。学生需要阅读《伊利亚特》这样的作品，还要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沃兹来访的时候，乔布斯挥舞着自己的课程表抱怨说，学校强迫我上这么多课程。沃兹回答，是的，大学就是这样的。乔布斯拒绝去上那些必修课，而是去上自己感兴趣的课，比如舞蹈课。在那里，他既可以享受艺术，还有机会见到女孩子。我绝不会不去上必修课，这就是我们性格上的差异，沃兹尼亚克感叹道。乔布斯后来说，把父母的钱花在了根本不值那么多钱的教育上，他也开始有负罪感。我那工薪阶层的父母省下来的钱全花在学费上了。他在那场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提到，我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大学能如何帮我搞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我却在花着父母的毕生积蓄，所以我决定退学。我也相信一切都会顺利。他并不是真的想离开里德学院，他只是不想再付学费，
也不想再去上那些提不起他兴趣的课程了。让人吃惊的是，校方竟然容忍了这一切。他有一颗渴求知识的心，这极具吸引力。教导主任杰克·达德曼说，他拒绝机械地接受事实，任何事情他都要亲自检验。即使在乔布斯停止交学费之后，达德曼还是允许他旁听课程，并且可以继续待在宿舍和朋友们在一起。我一退学就不用去上那些我不感兴趣的必修课了，我可以去上那些看起来有意思的课。他说，这其中有一门书法课非常吸引他，因为他注意到校园里的大多数海报都画得很漂亮。我学到了衬线字体和无衬线字体，怎样在不同的字母组合间调整其间距，以及怎样做出完美的版面设计。这其中所蕴含的美、历史意味和艺术精妙之处是科学无法捕捉的，这让我陶醉。这也再一次证明，乔布斯总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艺术与科技的交汇处。在他所有的产品中，科技必定与完美的设计、外观、精致、手感、人性化，甚至是浪漫结合在一起。他是追求友好图形用户界面的先锋。在这一方面，那门书法课程是意义非凡的。如果我大学的时候从没有上过那门课，那么Mac计算机里绝不会有那么多种字形以及间距安排合理的字体，其他的个人电脑上也不会有这些。事实上 Windows 复制了 Mac， 采用了 Mac 的字体字形。在此期间，乔布斯在里德学院作为一名边缘人物，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大多数时间都光脚走路，下雪天的时候穿着凉鞋。伊丽莎白·霍姆斯为他做饭，努力照顾到他那过分的饮食习惯。他会拿汽水瓶去换零钱，继续每个周日去哈雷克里希纳寺吃免费的素食，穿着羽绒服住在他以每月$20的价格租下的没有供暖的车库房间里。他需要钱的时候，就去心理学系的实验室维护那些用于动物行为实验的电子设备。克里斯安·布伦南也会偶尔来访，他们的关系时好时坏，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自己的心灵以及对个人觉悟的追求上了。我当时身处一个神奇的时代，他后来回忆说，提升我们觉悟的是禅宗还有迷幻药。即便是后来，他依然赞扬致幻剂让自己得到了更多启发。使用迷幻药是一段意义非凡的经历，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迷幻药让你看到硬币的另一面，当药效退去之后，你就记不清楚了，但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它让我更清楚什么是重要的，创造伟大的发明，而不是赚钱。我应该尽我所能，在历史和人类思想的长河中留下一些东西。第4章，雅达利与印度，禅宗与游戏设计艺术。雅达利1974年2月在里德学院晃荡了18个月之后，乔布斯决定搬回父母在洛斯阿尔托斯的住处，然后找一份工作。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儿。20世纪70年代，圣何塞水星报的分类广告版面上，科技类的招聘广告最多时曾达到60页。其中的一则广告吸引了乔布斯的目光，其广告语是在享乐中赚钱。那一天，乔布斯走进了游戏制造商雅达利公司的大厅，对着被他不修边幅的发型和装扮吓了一跳的人事主管说，如果得不到一份工作，他是不会离开的。雅达利的创始人是高大健壮的企业家诺兰·布什内尔，此人是个充满魅力、能说会道的梦想家。换句话说，他是一个被人竞相模仿的时代偶像。成名之后，他喜欢开着劳斯莱斯四处转悠，吸食毒品，在浴缸里开员工会议。他有一项能力是弗里德兰也具有的，乔布斯日后也学会了的，就是将个人魅力转化为说服力，通过个性的力量进行劝诱、胁迫以及扭曲事实。他手下的首席工程师叫做阿尔康，一个健壮、快乐又很理性的人。他就像个家长一样，一方面要帮助布什内尔实现他的梦想，另一方面又要控制住他的狂热。
1972年，布什内尔指派奥尔康研发一款视频游戏，名叫乒乓。游戏中2名玩家分别操纵屏幕上2根移动的光标充当球拍，拦截充当乒乓球的小光点。如果你不到30岁，问问你的父母。利用$500的投资，奥尔康做出了一台游戏主机，然后将它安装在了森尼维尔国王大道的一家酒吧里。几天之后，布什内尔接到电话说机器坏了，他派奥尔康去查看，发现问题出在游戏机被硬币塞满了，再也塞不进去了。他们靠这个狠赚了一笔。当乔布斯穿着凉鞋来到雅达利公司求职时，有人通知了奥尔康。奥尔康回忆道，我被人告知有个嬉皮士小子在大厅里，他说我们不顾他，他就不走。我们该打电话报警还是让他进来？我说快带他进来。乔布斯由此成为了雅达利公司首批50名员工之一，岗位是技术员，薪水是每小时$5。现在想想，雇佣一名里德学院的辍学生真有点不可思议。奥尔康说，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他非常聪明，富有激情，对技术狂热。奥尔康让乔布斯与一个叫唐朗的工程师一起工作，此人的思想极其保守。第2天，朗就开始抱怨了，这家伙是个该死的有体臭的嬉皮士，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还有，我根本没法跟他相处。乔布斯坚信，虽然他不用香体剂，也不会定期洗澡，但他以水果为主的素食习惯不仅会消除粘液，还能去除他的体味，这是个错误的理论。朗和其他人想赶走乔布斯，但布什内尔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的体味和行为举止对我来说并不是问题，他说，史蒂夫是很麻烦，但我挺喜欢他，所以我让他上夜班，这样就可以把他留下了。乔布斯会在朗和其他人下班之后过来上班，工作一整晚。即便已经隔绝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因为自己的鲁莽无礼出了名。有一些碰巧跟人交流的场合，他会肆无忌惮地称别人为蠢货。现在回想起来，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评判。我那么耀眼的唯一原因就是其他人都太糟糕了，乔布斯回忆说。尽管他很傲慢，或者正是因为他的傲慢，他获得了雅达利公司老板的青睐。他比其他与我共事过的人更加有哲学气质。布什内尔回忆道，我们曾经讨论过自由意志和宿命论的比较。我倾向于认为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们的人生都是被规划好的。如果有足够的信息的话，我们可以预知一个人的行动。史蒂夫的观点与我正相反，这一观点与他意志的力量可以改变现实的信念是一致的。乔布斯通过改进芯片，做出了更有趣的设计和更人性化的人机交互，进而完善了公司的一些游戏。布什内尔夸大事实的本事以及按自己规则办事的意愿影响了乔布斯。除此之外，乔布斯发自内心地欣赏雅达利开发的游戏的简单性。游戏没有使用手册，简单到即便是一个喝醉酒的初学者也能很快上手。雅达利的星际迷航游戏仅有的说明就是1. 投入硬币， 2. 躲开克林贡人。并不是所有同事都讨厌乔布斯。一个叫做罗恩·维恩的绘图员与他成了朋友。此人之前经营着自己的公司，生产老虎机，但之后生意失败了。然而乔布斯觉得开一家自己的公司这个主意很吸引人。罗恩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乔布斯说，他开过公司，我从没有遇到过他这样的人。乔布斯向罗恩·维恩提议两人一起做生意。他说自己可以借来$5万，然后他们可以设计并销售老虎机。但是维恩曾经在生意场上吃过苦头，所以拒绝了。我说那是损失$5万最快的方法。维恩回忆说，但我很钦佩他，他有很迫切的欲望去开始自己的事业。一个周末，乔布斯到维恩的公寓拜访，像往常一样讨论哲学问题。这时维恩说有些事情要告诉他。我想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乔布斯回答。我觉得你喜欢男人。维恩承认了。那是我第一次遇到熟人中有同性恋。乔布斯回忆道，
他给我灌输了关于同性恋的正确观点。乔布斯追问：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会有什么感觉？韦恩答道：就好像你看到一匹漂亮的马，你欣赏它，但你不想和它上床，你只是纯粹欣赏它的美。韦恩说自己就是想把这个告诉乔布斯。雅达利公司没人知道，在我的一生中，知道这件事的人也屈指可数。韦恩说，但我觉得告诉他没有任何问题，他会理解的，而且这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印度1974年初，乔布斯急切地想要赚钱，原因之一就是前一年夏天去过印度的罗伯特·弗里德兰鼓励他也去印度进行一次精神之旅。弗里德兰在印度师从尼姆·卡罗里大师，尼姆是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精神导师。乔布斯决定也要去印度，还叫上了丹尼尔·科特基与他同行。驱动乔布斯的并不单纯是冒险精神。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很严肃的探索。他说，我迷上了觉悟的想法，想要弄清楚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该怎样融入这个世界。科特基补充说，乔布斯的这次探索之旅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他心里有个洞，想把它填上。当乔布斯告诉雅达利的同事们自己要辞职去印度寻找精神导师的时候，奥尔康被逗乐了。他走进来盯着我，然后宣布，我要去寻找我的导师了。我说，不会吧，太棒了，记得给我写信。然后他说，希望我能承担他的费用。我告诉他，做梦。奥尔康有一个主意，雅达利在生产一些配件，这些配件要运往慕尼黑，在那里组装完毕后，由都灵的一家批发商负责配送。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游戏都是为美国市场设计的，帧频是每秒60帧，到了欧洲就会有让人沮丧的冲突，因为那里是每秒50帧。奥尔康简单地向乔布斯描述了补救方案，然后花钱送他去欧洲解决问题。从那里去印度路费会便宜一点，他说。乔布斯同意了。就这样，奥尔康送走了乔布斯，还叮嘱他，代我向你的导师问好。乔布斯在慕尼黑待了几天，解决了游戏机的冲突问题，但在这一过程中，他把一群西装革履的德国经理搞得狼狈不堪。他们向奥尔康抱怨说，乔布斯的穿着和身上的味道像个流浪汉，而且举止粗鲁。我说，他解决问题了没有？他们回答，是的。我说，下次你们再有什么问题，尽管给我打电话，我这儿还有很多像他那样的人。他们说，不用，下次再有问题我们自己会解决的。对于乔布斯来说，德国人老是让他吃肉和土豆，这让他非常不高兴。他们甚至没有素食这个词。他在给奥尔康的电话中抱怨，他乘火车来到都灵见批发商后，日子好过了一点。意大利面和主人的热情招待让他很高兴。我在都灵度过了很美妙的几个星期，这是座充满活力的工业城市。他回忆说，那个批发商是个很棒的人，他每天晚上都带我去一个地方吃饭，那儿只有8张桌子，没有菜单，你只需要告诉他们自己想吃什么，他们就会给你做。其中一张桌子是为菲亚特的董事长预留的，那个地方真是太好了。接下来他去瑞士的卢加诺，见了弗里德兰的叔叔，然后从瑞士搭航班到了印度。到了新德里，一下飞机，乔布斯就感觉到跑道上扬起的阵阵热浪。尽管那时候才4月份，之前有人给了他一家酒店的名字，但是那里客满了，所以他去了出租车司机竭力推荐的另一家。我敢肯定，他拿了酒店的小费，因为那地方实在太糟糕了。乔布斯问老板酒店里的水是否过滤过，并且傻乎乎地相信了他的回答。我很快得了痢疾，我病了，而且很严重，发高烧。1个星期内，我的体重从160磅掉到了120磅。等恢复到又可以行动的时候，他决定离开新德里。于是他去了印度北部城市赫尔德瓦尔，那是靠近恒河的源头，每3年就会有一次盛大的宗教集会。
恰巧1974年举行的是12年一轮的最大规模的集会，被称为大壶节。超过1000万人涌进了这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面积接近帕洛奥图的小镇。到处都是教徒，帐篷里住着这个导师那个导师，还有人骑着大象，无奇不有。我在那儿待了几天之后决定离开。他换乘火车和公共汽车来到了喜马拉雅山脚下一座靠近奈尼塔尔的村庄，那里是尼姆卡罗里大师居住或者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乔布斯到达那里的时候，大师已经不在人世了，至少不在今世。乔布斯从一户人家那里租下了一个房间，房间的地上有一块床垫，这户人家给他吃素食，帮他恢复了健康。之前的一个旅行者留下了一本英文版的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我读了好几遍，因为也没什么其他可干的事儿。我在各个村落之间游荡，立即症状也消失了。一起在此处静修的有一个叫做拉里布里连特的流行病学家，他在印度致力于根除天花，后来负责管理谷歌的慈善机构以及斯科尔基金会，他成了乔布斯的终身好友。有一次，乔布斯听说一个年轻的印度教圣人要举办信徒聚会，地点是一名富商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住处。我有机会遇到一个有灵性的人，并且和他的信徒交流，也有机会好好吃上一顿。我们走进房子的时候，就能闻到食物的香味了。我非常饿。乔布斯吃东西的时候，那位圣人其实也不比乔布斯大几岁，从人群中选中了他，指着他，然后开始疯了一样的大笑。他跑过来抓住我，发出2声嘟嘟声，然后说：“你就像个小孩一样。”乔布斯回忆道：“我并不喜欢他的这些举动。”圣人抓着乔布斯的手，带他离开了那群虔诚的信徒，走上了一处高地，那儿有一口井和一小方池塘。我们坐下来，他拿出了一把剃刀，我以为他是个疯子，开始有点担心。这时候他又拿出了一块肥皂，我当时留着长发，他给我的头发打上肥皂，然后给我剃了个光头。他告诉我，他是在拯救我的健康。丹尼尔·科特基在那一年的初夏到了印度，乔布斯回到新德里去见他，他们坐着公共汽车漫无目的的晃悠。这个时候，乔布斯已经不是在寻找传授智慧的导师了，而是在通过苦行体验、感官剥离和返璞归真来寻求觉悟。他做不到内心的平和。科特基记得，乔布斯曾在村里的集市上与一个印度妇女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他坚称那个女人在他出售的牛奶里掺了水。但乔布斯有时候也很大方。他们来到靠近中国西藏的马纳里镇，科特基的税贷被偷了，他的旅行支票也在里面。史蒂夫承担了我的饮食开销，还给我买了回新德里的车票。科特基回忆说，他还把自己剩下的$100都给了科特基，帮他渡过难关。在印度待了7个月后，那年秋天，乔布斯启程回家，途中在伦敦逗留，拜访了一个他原本想在印度碰面的女人，然后从伦敦搭乘一班便宜的航班回到了奥克兰。在印度期间，他只零星地给父母写过几次信，那是他经过新德里时到美国运通公司驻当地办事处取邮件的时候写的。所以当父母接到他从奥克兰机场打来的电话，让去接他的时候，他们很惊讶。他们立刻从洛斯阿尔托斯开车出发。我的头发被剃光了，身上穿着印度棉袍子，皮肤也被晒成了又黑又红的颜色。他回忆说，所以我坐在那儿，他们俩从我身边走过了差不多5次，妈妈才终于走上来说，史蒂夫吗？我说，嗨。乔布斯被带回了洛斯阿尔托斯的家，在那里试着找回自己。他会通过各种途径来寻求觉悟。早上和晚上他会冥想和修禅，其他时间会去斯坦福大学旁听物理学或者工程学的课程。探寻，乔布斯对东方精神、印度教、佛教禅宗以及寻求觉悟的浓厚兴趣，并不仅仅是一个19岁青年的心血来潮。纵观他的一生，他追随并遵循着东方宗教的许多基本戒律，
比如对般若的强调，通过精神的集中而直观体验到的智慧和认知。多年之后，乔布斯坐在自己位于帕洛奥图的花园中，回想起了印度之旅对他的深远影响。我回到美国之后，感受到的文化冲击比我去印度时感受到的还要强烈。印度乡间的人与我们不同，我们运用思维，而他们运用直觉。他们的直觉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发达得多，直觉是非常强大的，在我看来比思维更加强大。直觉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西方的理性思维并不是人类先天就具有的，而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它是西方文明的一项伟大成就。而在印度的村子里，人们从未学习过理性思维，他们学习的是其他东西，在某些方面与理性思维同样有价值，那就是直观和经验智慧的力量。在印度的村庄待了7个月后再回到美国，我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疯狂以及理性思维的局限。如果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你会发现自己的心灵有多焦躁。如果你想平静下来，那情况只会更糟。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总会平静下来，心里就会有空间让你聆听更加微妙的东西。这时候你的直觉就开始发展，你看事情会更加透彻，你更能感受现实的环境，你的心灵逐渐平静下来，你的世界会极大的延伸，你能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修行，你必须不断练习。禅对我的生活一直有很深的影响。我曾经想过要去日本，到永平寺修行，但我的精神导师要我留在这儿。他说那里的东西这里都有。他说的没错，我从禅中学到的真理就是，如果你愿意跋山涉水去见一位导师的话，往往你的身边就会出现一位。事实上，乔布斯确实在他洛斯阿尔托斯的家附近找到了一位导师。《禅者的初心》一书的作者铃木俊龙管理着旧金山禅宗中心，他每周3晚上会去那里开讲座，并和一小群追随者一起冥想。一段时间之后，乔布斯和其他人觉得不够，于是铃木让自己的助手乙川弘文开办一家全天候开放的禅宗中心。乔布斯和女友克里斯安·布伦南以及丹尼尔·科特基和伊丽莎白·霍姆斯都成了忠实的追随者。他还开始一个人去塔萨加拉禅宗中心修行。这座寺庙靠近卡梅尔，是乙川弘文的另一处教学点。科特基觉得乙川弘文很有趣，他的英语非常糟糕。他回忆说，他说话就像是在吟诵牌句，话语极富启发性。我们就坐在那儿听他讲，有一半的时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把这个看作轻松的插曲。他的女朋友霍姆斯则更加投入。我们会去参加乙川弘文的冥想，我们坐在蒲团上，他坐在讲台上。他说，我们学会了怎样不理会外界的打扰，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儿。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和乙川弘文一起冥想，这时外面下起了雨，他就教我们怎样利用环境声音让自己集中注意力继续冥想。而乔布斯的投入是全身心的，他变得非常严肃，妄自尊大，让人难以忍受。科特基说，乔布斯开始每天都和乙川弘文见面，每几个月都会一起静修冥想。与乙川弘文的碰面对我来说是一段意义非凡的经历，我后来尽可能多地与他待在一起。乔布斯回忆说，他有一个在斯坦福做护士的妻子，还有2个孩子。他妻子常常上晚班，所以我总是晚上去他家找他。他一般会在午夜时分到家，然后把我赶走。他们有时候会讨论乔布斯是否应该完全投身到精神追求中，但乙川弘文不赞成这么做。他说乔布斯可以边工作边进行精神修行。他们2人的关系是深厚的，也是持久的。17年后，乙川弘文主持了乔布斯的婚礼。乔布斯对自我意识的疯狂追寻，也导致他开始尝试原始尖叫疗法。这一疗法由洛杉矶的精神治疗医师亚瑟·亚诺夫发明，当时刚刚开始流行。这一疗法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心理问题都是由儿童时期被压抑的痛苦造成的。
亚诺夫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再一次经历那些痛苦时刻来治愈，通过尖叫来彻底地发泄那份痛苦。在乔布斯看来，这一疗法比谈话疗法要好，因为这其中包含了直观的感受和情感上的活动，而不仅仅是理性的分析。这种疗法不需要你去思考，他后来说，而需要你去行动，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全身心投入其中。这之后你就会获得更深刻的见解。一群亚诺夫的信徒在尤金市的一座老旧酒店里经营着一家名为俄勒冈感觉中心的机构，而负责管理的正是乔布斯在里德学院的精神导师罗伯特·弗里德兰。他的团结农场就在附近。1974年底，乔布斯报名参加了那里一个为期12周的治疗，花费了$1000。乔布斯和我都在追求个人成长，所以我想和他一起参加。科特基说，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乔布斯曾经向自己的密友透露过，他参加治疗是因为饱受童年痛苦，被领养并且对亲生父母毫无所知。史蒂夫非常渴望了解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样他就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弗里德兰后来说，乔布斯曾经从养父母那里听说过，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父亲可能是叙利亚人。他甚至曾经想要雇佣一名私家侦探，但还是决定暂时不那么做。我不想伤害我的父母，他回忆说，这里指的是他的养父母。自己被领养这一事实让他很挣扎。伊丽莎白·霍姆斯说，他觉得这是自己在情感上需要控制的一个问题。乔布斯承认了这些，他说，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我要把精力集中在这上面。他对格雷格·卡尔霍恩更加坦诚。对于被领养一事，他做了很多自我剖析，也跟我说了很多。卡尔霍恩说道，原始尖叫疗法和非粘液饮食都是他用来净化自己的方法，并希望借此来洞悉其身世带给他的沮丧。他告诉我，他的父母抛弃了他，他感到非常愤怒。约翰·列侬在1970年也接受了同样的原始尖叫疗法。那一年的12月，他和塑胶洋子乐队发布了歌曲《妈妈》。这首歌描述的是列侬对于抛弃了自己的父母以及在他少年时期就死去的母亲的感情。副歌部分有一段让人无法忘怀的旋律：妈妈不要走，爸爸快回家。乔布斯经常放这首歌。乔布斯后来说，事实证明亚诺夫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效果。他提供的只是一个现成的老套的解决方法，太过简单了。很明显，他不可能促成任何自我醒悟。但霍姆斯坚信，治疗让乔布斯变得更自信了。他接受完治疗之后有了改变。他说，他原本性格是很粗暴的，但那段时间他很平静，他的自信心增强了，自卑感减弱了。乔布斯开始相信自己可以把自信心传递给其他人，推动他们去完成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霍姆斯与科特基分手后，加入了旧金山的一个邪教组织。该组织希望成员切断与过去所有朋友的联系，但是乔布斯完全无视这条禁令。有一天，他开着自己的福特牧场主客货两用车来到了邪教的大本营。他对霍姆斯说，自己要开车去弗里德兰的苹果农场，他也必须一起去。更过分的是，他说他也得开上一段路，尽管他根本不会开手动挡的车。我们到了开阔的路上之后，他让我坐在驾驶座上，他负责换挡，直到我们的时速达到每小时55英里。他说，然后他开始放迪伦的磁带《路上的血迹》，把头枕在我的膝盖上，睡着了。他的态度就是他什么都会做，因此你也要什么都会。他把自己的性命交到了我手里，这让我做到了以前我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日后成为他现实扭曲立场个人魅力的美好的一面。如果你相信他，你就能做成事情。霍姆斯说，如果他认为某件事应该发生，那他就会尽力让它发生。大砖块。1975年初的一天，阿尔·奥尔康正坐在雅达利公司的办公室里，罗恩·维恩冲了进来。
嘿，史蒂夫回来了，他喊道。天哪，快让他进来，奥尔康回答。乔布斯光着脚走了进来，穿着一身橘黄色的袍子，手里拿着一本《此时此地》。他把书递给奥尔康，坚持要他也看看。我能回来工作吗？他问。他看起来像个哈雷克里希纳寺的僧人，但见到他我很高兴。奥尔康回忆道。于是我说，当然可以。为了公司内的和谐，乔布斯再次被安排上晚班。沃兹尼亚克当时在惠普工作，就住在附近的一处公寓。他会在晚饭后去找乔布斯玩游戏。他在森尼维尔的一家保龄球馆里爱上了乒乓游戏。他还开发出了一个版本，可以连接到自家的电视机上。1975年夏末的一天，对当时盛传的球拍类游戏即将完蛋的言论嗤之以鼻的诺兰·布什内尔决定开发乒乓的单机版本。玩家不再跟对手竞争，而是将球击向一堵墙，每击中一次，墙上就会减少一块砖。他把乔布斯叫进办公室，在自己的小黑板上画出了草图，然后叫他去设计。布什内尔告诉他，如果使用的芯片少于50个，那么每少用一个就会有一笔奖金。布什内尔心里清楚，乔布斯并不是一个杰出的工程师，但是他猜测乔布斯会招来总在附近晃悠的沃兹尼亚克。他猜对了。我把这看作是买一赠一。布什内尔回忆道，沃兹是个更加优秀的工程师。当乔布斯邀请沃兹帮忙，并提出两人平分收入的时候，沃兹很兴奋。这是我人生中接到的最美妙的一次邀请，我可以真正设计一款人们会用到的游戏。他回忆说，乔布斯说任务必须在4天内完成，并且要使用尽可能少的芯片。乔布斯没有告诉沃兹，截止日期其实是自己定的，因为他需要赶去团结农场帮忙迎接苹果丰收。他也没有提到少用芯片会有奖金。这样的一款游戏需要耗费大多数工程师几个月的时间。沃兹回忆说，我觉得我肯定完成不了，但史蒂夫让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于是他接连4天没有睡觉，完成了任务。白天在惠普上班的时候，沃兹就在纸上画设计草图。下班之后匆匆吃上一顿快餐，他就会赶到雅达利，在那儿待一晚上。沃兹尼亚克在设计的时候，乔布斯就坐在他左边的凳子上，将芯片布线到电路板上。史蒂夫捣弄电路板的时候，我就玩我最爱的赛车游戏《极速赛道10》，沃兹尼亚克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真的在4天时间里完成了任务，而且沃兹只用了45块芯片。虽然后来对此事的描述有多个版本，但在多数版本中，乔布斯只给了沃兹基本薪金的一半，而节省5枚芯片得到的奖金被他独吞了。直到10年以后，沃兹尼亚克才知道乔布斯得到奖金的事情。他看到了一本讲述雅达利公司历史的书《咔嚓》中的故事。我想史蒂夫需要那笔钱，他只是没有告诉我事实而已。沃兹后来说道。当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停顿了很长时间。他也承认这事儿让他很痛苦。我希望他当时能对我实话实说。如果告诉我他需要那笔钱，他应该知道我肯定会把钱给他的。他是我的朋友，帮助朋友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沃兹尼亚克来说，这件事展现了他们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对我来说，道德总是很重要的。我直到现在都不明白，他明明收到了那笔奖金，却告诉我他没有拿到。他说，但你也知道，每个人都是不同的。10年之后，这个故事被报道了出来。乔布斯给沃兹尼亚克打电话否认。他告诉我，他不记得做过这事儿。如果他做过这种事的话，他应该会记得，所以他应该没有做过。沃兹回忆说。当我直接询问乔布斯的时候，他很反常地变得很安静，很迟疑。我不知道那些传言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说，我拿到的钱分了一半给他，我跟沃兹之间一直都是这样。沃兹1978年起就不再工作了，1978年之后他就没做过任何工作，但他在苹果的股份还是和我一样多。会不会众人的记忆都混乱了？乔布斯真的没有少付沃兹钱呢？
有这样的可能，我的记忆全是错的、混乱的。沃兹告诉我，但停顿了一会儿之后改口了。但不是这样的，我记得这件事的细节，那是张$350的支票。他和诺兰·布什内尔以及阿尔·奥尔康都进行了复合。我记得我跟沃兹谈论奖金的时候，他很不高兴。布什内尔说：“我说是的，你们每省下一枚芯片都会得到一笔奖金。”然后他就摇了摇头，咂了咂嘴。不管事情真相到底如何，沃兹后来都坚持说，这件事情不值得再讨论了。他说，乔布斯是个复杂的人，善于耍手段，只是展现了那些助他成功的诸多特性中的阴暗面。沃兹尼亚克永远不会那样，但正如他所说，他也永远创建不了苹果公司。我宁愿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当我再三提起这件事时，他如此回答我：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就评判史蒂夫。雅达利的这段经历帮助乔布斯塑造了商业和设计之路。他非常欣赏雅达利投入硬币躲开克林贡人这样的游戏简洁性和用户友好性。那种简洁性影响到了他，让他成了一个十分注重产品的人。罗恩·维恩这样说道。乔布斯还吸收了诺兰·布什内尔那股强势的态度。诺兰是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奥尔康说，史蒂夫最初以为这样才能做成事情。诺兰从不会谩骂别人，史蒂夫有时候会，但他有同样积极的态度。这种态度让我惧怕，但他确实能办成事情。在这一方面，诺兰称得上是乔布斯的导师。布什内尔也同意这一说法。企业家身上有一种很难描述的气质，我在乔布斯身上看到了那种气质。他说，他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工程技术，还包括商业方面的一些东西。我教他，如果你表现得好，像你能做某件事，那就能起作用。我告诉他，你装得好像自己掌控了一切，别人就会以为你真的掌控了一切。第5章 Apple One 开机启动接入。慈爱的机器。20世纪60年代末，各种文化潮流在旧金山和硅谷交汇。技术革命伴随着军事承包商的增加而兴起，并迅速扩展到电子公司、微芯片制造商、视频游戏软件设计师和计算机公司。这里出现了黑客的亚文化群，云集于此的有资深玩家、电话飞客、电子朋克、业余爱好者以及纯粹的极客，包括那些不愿遵照惠普模式行事的工程师和他们不合群的孩子们。这里有准学术性的团体在研究迷幻药的效果，参与者包括来自帕洛奥图增强研究中心的道格·恩格尔巴特，他后来参与发明了电脑鼠标以及图形用户界面。还有肯凯西，他为了歌颂毒品举行了一场声光盛宴，请来了一支乐队表演，而这支乐队就是后来的感恩而死。在这里，弯曲垮掉的一代发起了嬉皮士运动，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诞生了一批叛逆的政治活跃分子。在这背景下，一系列实现自我、追求心灵启迪的行为风靡一时，禅宗和印度教、冥想和瑜伽、原始尖叫和感觉剥夺、伊丽莎白治疗和埃哈德研讨训练。嬉皮士信仰与计算机力量的交融，思想与科技的结合，都在史蒂夫·乔布斯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早晨冥想，然后去斯坦福旁听物理学课程，晚上在雅达利工作，并梦想着能创办自己的事业。有些奇妙的事情正在这里上演。回首彼时彼处，他说道，最好的音乐源于此，感恩而死，杰弗逊飞船乐队、琼贝兹、詹尼斯·乔普林、集成电路以及全球概览之类的事物也在这里诞生。起初，技术人员和嬉皮士们并没有多少交集。很多反主流文化的人认为电脑是不祥的，是奥威尔式的专制统治工具，为五角大楼和统治阶层所独有。在《机器神话》一书中，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警告说，电脑正在一点一点吞噬我们的自由，损害有益人生的价值观。那一时期穿孔卡片上的一条警示语，请勿折叠、卷曲或损坏，
成为了左派反战人士的讽刺用语。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人们的想法开始转变。计算机一度被定义为官僚机构的控制工具，人们对此不屑一顾。后来成为个人表达与自由解放的象征，并被欣然接受。约翰·马尔科夫在他研究反主流文化群体与计算机产业关系的书《税属说了什么》中这样写道。理查德·布劳提根在他1967年创作的《慈爱的机器照看一切》一诗中就描绘过这样的场景。而当蒂莫西·利里宣称个人电脑已经成为了新的迷幻药，并将他那句著名言论改写成开机、启动、接入时，电脑置换便得到了证实。后来乔布斯与音乐人波诺结识，两人经常讨论为什么那些来自湾区的沉溺于摇滚乐和毒品的叛逆反主流文化分子最终帮助创建了个人电脑产业。那些开创了21世纪的人都像史蒂夫一样，他们是来自西海岸，吸着大麻，穿着凉鞋的嬉皮士。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他说，东海岸、英格兰、德国以及日本的等级制度不鼓励这种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60年代孕育的这样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维模式，恰恰有助于人类对一个尚不存在的世界展开想象。有一个人在推动反主流文化人群与黑客的联合中发挥了作用，他就是斯图尔特·布兰德。这个爱开玩笑的梦想家在数十年间不断制造快乐和创意，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初在帕洛奥图的迷幻药研究。他与一同接受试验的肯凯西创办了赞美迷幻药的旅行节。他还出现在汤姆·伍尔夫的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的开头。他与道格·恩格尔巴特合作创造了利用声光演示新技术的方法，并称其为演示之母。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都将电脑看作集权控制的化身而蔑视它。布兰德后来写道，但有一小部分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作黑客的人，欣然接受了电脑，并开始将它们转变成解放的工具。这一举动后来被证明是通向未来的正确道路。布兰德经营着一桩名为全球卡车商店的生意。刚开始只是一辆四处游荡的卡车，出售各种很酷的工具和教育材料。1968年，为扩大影响范围，他创立了全球概览。创刊号的封面就是那张著名的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副标题是通往工具之路，潜在的含义是科技也能成为人类的朋友。布兰德在创刊号的第一页上写道，一个关乎私密的个人力量的领域正在蓬勃发展。这样的力量可以让个人实现自己的教育，找到自己的灵感，塑造自己的环境，与任何感兴趣的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全球概览的宗旨就是寻找和推广可以协助这一发展进程的工具。紧随其后的是巴克敏斯特·富勒写的一首诗，开头是这样的：我在那些可靠的工具和器械中看到了上帝。乔布斯对全球概览着了迷，他尤其钟爱的是1971年的停刊号。当时他还在上高中，之后他一直带着这期杂志去了大学，去了团结农场。在停刊号的封底上有一幅清晨乡间小路的照片，就是那种如果你有冒险精神会在搭便车旅行时看到的景象。照片下面有一行字：求知若饥，虚心若愚。布兰德将乔布斯视为该杂志致力于颂扬的那种混合文化最完美的化身。史蒂夫就处在反主流文化与科技的交汇处。他说，他看到了工具为人所用的本质。布兰德出版这份杂志得到了波托拉协会的帮助，这是一个致力于当时计算机教育这个新兴领域的基金会。该基金会也帮助成立了人民电脑公司，这并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出版通讯的组织。他们的口号是向人民传输计算机的力量。该组织偶尔会在周3的晚上举行聚餐，戈登·弗伦奇和弗雷德·摩尔是2位常客。他们决定成立一家更正式的俱乐部，大家可以在这里分享个人电子设备的最新消息。他们受到了《大众机械师》杂志1975年1月刊的启发，
这期杂志的封面图片是第一台个人计算机阿尔泰。阿尔泰其实没什么，只是价值$495的一堆零部件，还必须被焊接到一块电路板上才能执行非常少的任务。但对于业余爱好者和黑客们来说，它预示着一个新纪元的到来。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看了那一期杂志后，就开始研发用于阿尔泰的 Basic 语言版本。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也被这期杂志深深吸引了。当阿尔泰的评测样机来到人民电脑公司的时候，弗伦奇和摩尔即刻决定，阿尔泰就是俱乐部的首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佳酿计算机俱乐部新成立的组织叫做佳酿计算机俱乐部，它如同全球概览一般，融合了反主流文化与科技。这个俱乐部至于个人电脑时代，就如同土耳其人咖啡馆至于约翰逊博士那个时代，思想在其间得以交流和传播。1975年3月5日，会议在弗伦奇位于门洛帕克的车库中举行，摩尔为此做了传单。你想搭建自己的计算机吗？亦或是终端机、电视机、打印机？传单上这么写着。如果是的话，来参加与你志趣相投的人们的聚会吧。艾伦·鲍姆在惠普的公告栏上看到了这张传单，然后打电话告诉了沃兹尼亚克，沃兹同意跟他一起参加。那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夜晚之一，沃兹尼亚克回忆道。另外还有差不多30人出现在当晚的聚会上，弗伦奇的车库都被挤爆了，大家轮流介绍自己的兴趣爱好。摩尔的会议记录显示，沃兹尼亚克说他喜欢视频游戏、酒店里的收费电影、科学计算器设计以及电视机设计。后来沃兹坦诚自己当时极度紧张，会上演示了2台计算机，但对于沃兹来说，更重要的是他见到了一枚微处理器的规格表。当他想到微处理器带有一整块中央处理单元的芯片时，他有了一个想法。他一直在设计一台终端机，带有键盘和显示器，可以连接到一台小型机上。利用一枚微处理器，他就可以将小型机的一部分性能转移到终端机上。这样，终端机就可以变成一台独立的小型台式机。这个主意在他脑海中萦绕了很久。键盘、屏幕、计算机整合在一套个人装置中。我脑子里突然就冒出来这个关于个人电脑的设想。他说，那天晚上我开始设计后来成为 Apple One 计算机的草图。起初他打算使用与阿尔泰相同的微处理器英特尔8080，但每一枚芯片比我1个月的房租还贵，所以他就开始寻找替代品。他找到了摩托罗拉6800，一位惠普的同事能以$40一枚的价格搞到。之后他又找到了 MOS 科技公司制造的一款芯片，在电子特性上与摩托罗拉6800是一样的，但每枚只要$20。这样一来，他的机器的价格就会更低廉，人们买得起，但也为此付出了一个长期的代价。英特尔的芯片后来成为了行业标准，而苹果的电脑因为与之不兼容而备受困扰。每天下班以后，沃兹尼亚克就回到家，一边看电视一边吃晚饭，然后就回到惠普公司连夜研究他的计算机。他把零件散布在他的小隔间里，搞清楚他们放置的部位，然后焊到主板上去。之后他开始编写软件程序，能够让微处理器在屏幕上显示图像。因为承担不起使用电脑的花费，他所有的代码都是手写的。几个月之后，他准备好测试了。我在键盘上按了几个键，然后就震惊了。那些字母都显示在了屏幕上。那天是1975年6月29日，一个星期天，个人电脑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那是历史上第一次，沃兹尼亚克后来说，一个人在键盘上按下几个键，然后在面前的屏幕上看到对应的字符立刻被显示了出来。乔布斯也大吃一惊，他连问了沃兹尼亚克好几个问题。这台电脑能交换信息吗？是否有可能添加一块磁盘作为储存器？他还开始帮沃兹尼亚克找来零件，最为重要的就是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芯片。
乔布斯打了几个电话，就免费从英特尔得到了一些芯片。史蒂夫就是那样的人，沃兹尼亚克说，他知道怎么跟销售代表说话，我就不行，我太腼腆了。乔布斯开始跟随沃兹尼亚克一起参加佳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他背着显示器帮忙组装。这个会议已经吸引了100多个狂热爱好者，会议地点也转移到了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大礼堂。会议由另一位反主流文化与计算机产业融合的代表人物里·菲尔森施泰因主持，他手拿指示器，态度随意自由。他是工程学院的辍学生，曾经参加过言论自由运动，也是一名反战分子。他也曾为地下报纸伯克利芒刺报写过文章，之后又干回老本行，成了一名电脑工程师。每次会议开场，菲尔森施泰因都会进行一个映射环节，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论，然后由一名指定的爱好者进行正式的演示。随后是随机存取环节，大家随意走动，互相交流。沃兹由于太害羞，通常不会在会上发言，但大家在会议结束后会聚集在他的机器旁，他就会很自豪地演示他的进展。摩尔为这个俱乐部灌输的精神就是交换与分享，而不是做买卖。沃兹说，这个俱乐部的主题就是乐于奉献，帮助他人。这是黑客伦理的一种体现，信息应该是免费的，也不能迷信权威。我之所以设计 Apple One， 就是因为我想把它免费贡献给别人，沃兹尼亚克说。但比尔盖茨不是这么想的。他和保罗·艾伦完成了2台电脑的 Basic 语言编译器后，佳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复制了该编译器，并且在没有付费给他的情况下相互分享，这让盖茨很是惊讶。于是他给俱乐部写了那封著名的信，请大多数业余爱好者们意识到，你们的软件都是偷来的，这公平吗？你们这样做只会让别人不再愿意编写好的软件，谁能承受得起无偿进行专业的工作？如果有谁愿意付钱的话，给我来信，我会很感激。与盖茨类似，史蒂夫·乔布斯也不希望沃兹尼亚克的发明，不管是蓝盒子还是电脑，是免费的。所以他说服了沃兹，让他不要再免费送出他的设计原理图，反正大多数人也没时间来自己搭一台电脑。这是乔布斯的理由。我们为什么不做好主板然后卖给他们呢？这就是他们合作关系的一个写照。每次我设计出一样很棒的东西，史蒂夫就会找到办法来赚钱。沃兹说，他承认他自己绝不会有赚钱的想法。我心里从没有想过要卖电脑。沃兹回忆道，是史蒂夫说的，我们把这些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卖出去一些。乔布斯想到了一个计划，付钱给雅达利公司的一个熟人，让他帮忙绘制电路板，然后制作50张左右。这样的花费是$1000上下，另外还有给设计者的酬劳，他们可以把每块电路板卖$40，利润大概是$700。沃兹不相信他们能把电路板都卖掉，我甚至看不出怎么收回成本。他回忆说，因为银行拒付他的支票，他已经惹恼了房东，现在每个月只能用现金付房租。乔布斯知道怎样说服沃兹，他没有争辩说他们一定能赚钱，而是说这一定会是一次有趣的经历。即便我们赔了钱，我们也能拥有一家公司，乔布斯说。当时他们正开着他的大众汽车转悠。在我们的一生中，至少有这么一次，我们会拥有一家公司。这句话对沃兹尼亚克的诱惑太大了，比变成富人的诱惑还要大。沃兹尼亚克回忆道，想象一下那种情景我就兴奋，2个最要好的朋友创办一家公司，天哪，我立刻就同意了，我怎么可能拒绝？为了筹集所需资金，沃兹尼亚克以$500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惠普65计算器，但是最后买家只给了一半的钱。乔布斯则把自己的大众汽车卖了$1500。当初他父亲就反对他买这辆车，乔布斯也必须承认父亲是对的。事实证明，那辆车的确让人头疼。实际上，买下这辆车的人2个星期之后就回来找乔布斯，说引擎坏掉了。乔布斯同意支付一半的维修费用。虽然有些小挫折，但在把各自微薄的积蓄投入之后，他们现在已经拥有了$1300的运营资本，还有产品设计以及一个计划，
他们就要创立自己的电脑公司了。苹果诞生，既然决定开公司，就要给公司起个名字。乔布斯之前又去了一次团结农场，在那里给格拉文施泰因苹果树剪了枝。沃兹去机场接他，在回洛斯阿尔托斯的路上，两人讨论了好几个名字。他们考虑过一些典型的技术词汇，比如矩阵，或者自己创一个新词，像 X-Take 融合了执行与科技的意思，又或者干脆用个直白又无趣的名字，比方说个人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名字的截止日期是第二天，因为乔布斯准备递交申请文件了。最后乔布斯提议叫苹果电脑公司。我那段时间正在吃水果餐，他解释说，我刚刚从一个苹果农场回来，这名字听上去有意思，有活力，不吓人。苹果削弱了电脑这个词的锐气，还有这能让我们在电话簿上排在雅达利之前。他告诉沃兹，如果到第二天下午还想不到更好的名字，那就用苹果。结果他们真的用了苹果，这是个明智的选择。这个词立刻释放出友好而简洁的信号。这个名字既有一点标新立异，又不会让人觉得古怪。名字里带有一点点反主流文化、返璞归真的气息，又十分美国化。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苹果电脑制造了一种有趣的分裂感。这个名字有点无厘头。麦克马库拉说，他后来成了这家新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他会让你仔细回味，苹果和电脑这两者根本扯不上关系啊。如此一来，就增加了我们的品牌知名度。沃兹尼亚克还没有准备好全身心加入苹果，他骨子里还是惠普的人，至少他是这么想。他还想保留自己在那儿的工作。乔布斯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盟友，一来是要帮助说服沃兹，二来是在自己和沃兹有意见分歧的时候打破僵局。所以他请来了朋友罗恩·维恩，那个曾经开过老虎机公司，后来又在雅达利公职的中年工程师。维恩知道要让沃兹尼亚克离开惠普很困难，当下也没有必要让他离开那儿。当前的关键问题是说服他将他的电脑设计归为苹果公司所有。沃兹对自己设计的电路有一种家长情结，他希望这些电路能有其他应用，或者也可以让惠普使用。韦恩说，乔布斯和我意识到这些电路将会是苹果公司的核心。我们在我的公寓里讨论了2个小时，终于让沃兹接受了这个条件。他的理由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只有和一个伟大的营销人员合作，才有可能被世人所铭记。这就要求沃兹的设计全部专属于这家新公司。乔布斯很高兴，也很感激，因此他将新公司10%的股份赠予了韦恩，让他成了苹果公司的皮特·贝斯特。更为关键的是，当乔布斯和沃兹在某个问题上有分歧时，韦恩可以决定最后的结果。他们2个很不一样，却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韦恩说，乔布斯有时候像恶魔附身一般，而沃兹则像个被天使控制着的孩子。乔布斯有虚张声势的本事，这让他可以做成事情，虽然有时候要操纵别人，他有时候极富魅力，甚至让你着迷，但他也可以冷酷残忍。而沃兹尼亚克却很害羞，有点社交障碍，这让他显得如同孩子般可爱。沃兹在某些方面十分聪明，但他就像个天才白痴一样，跟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就会手足无措。乔布斯说，我们是最佳拍档。乔布斯敬畏沃兹在技术设计方面的才华，沃兹则佩服乔布斯的商业能力，这样相得益彰。我从来都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也不想触怒别人，但史蒂夫就有这个本事，给陌生人打电话，他还能让人家帮他做事。沃兹尼亚克说，他对他认为不聪明的人会很粗暴，但他从没有粗暴地对待过我。即使到了后来，有些问题我给不出让他满意的答案的时候，他也没有粗鲁地对待我。在沃兹尼亚克同意让他的新电脑设计成为苹果公司的财产之后，他还是觉得这些设计应该首先提供给惠普，因为那是他工作的地方。
我觉得在我还供职于惠普的情况下，把我做出的设计告知他们是我的责任。沃兹尼亚克说，这是正确的，也是符合伦理标准的。于是在1976年的春天，他向惠普公司的经理们展示了自己的成果。会上的高级主管对这个设计印象颇佳，也有些难以取舍，但最后他还是说这不是惠普所能开发的，至少就现阶段而言，它还只是业余爱好者的玩具，无法融入公司的高品质细分市场。我很失望，沃兹回忆道，但这也意味着我可以自由地投入到苹果公司的合作关系中去了。1976年4月1日，乔布斯和沃兹去维恩在山景城的公寓起草合作协议。维恩说他有用法律术语书写文件的经验，所以这份3页纸的协议是由他完成的。他的法律术语确实运用得很好，各个段落都是以这样华丽的词藻开头的。在此进一步注意，据此考虑到各方利益分配，但对于股权和利润的分配是简单明了的，45%、45%、10%。协议中还规定，任何超过$100的支出都需要得到至少2名合伙人的同意。此外，各方的责任也都划分明确。沃兹尼亚克主要负责电子工程的执行，乔布斯负责电子工程和市场营销，维恩负责机械工程以及文书工作。乔布斯用小写字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沃兹小心翼翼签上了草体字，维恩的签名是难以辨认的潦草字体。之后维恩就退缩了，乔布斯开始计划介入并花掉更多的钱。维恩便想起了以前自己公司失败的教训，他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过程。乔布斯和沃兹都没有个人资产，但维恩在他的床垫里藏了金币，他担心世界经济崩溃。因为苹果公司是非常简单的合伙人关系，而不是公司体系，所以合伙人个人需要对债务负责任。因此维恩担心潜在的债权人会向自己追债，所以11天之后，他就回到了圣克拉拉的办公室里，带着一份退出声明和一份合作协议修正案。修正案开头写道，经过协议各方的重新评估，维恩将不再以合伙人身份参与公司运作。文件中提到，作为对他持有的10%公司股份的回购，他得到了$800，此后不久又得到了$1500。如果当初他留在了苹果公司并继续持有这10%的股份，那么到2010年底，这些股票的价值大约是$26亿。然而现在他住在内华达州帕朗市的一座小房子里，玩老虎机，靠社会保险金度日。他宣称自己毫不后悔，我做了当时对我最有利的选择。他说，他们2个都是疯狂的家伙，我知道自己的承受能力，我不准备冒那样的险。苹果公司正式成立之后不久，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就共同登台，在佳酿计算机俱乐部进行了一次演示。沃兹展示了他们最新生产出来的一块电路板，描述了上面使用的微处理器、8KB 的内存，以及他编写的 Basic 语言的程序版本。他还强调了关键部件是人性化的键盘，而不再是笨重的、让人困惑的由大堆灯泡和开关组成的面板。然后轮到乔布斯讲话，他指出苹果的产品与二胎不同，所有的关键元部件都已经内置在机器中了。然后他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人们愿意花多少钱来购买这么一台完美的机器？他是在努力让大家看到苹果电脑的惊人价值。这是他在后来几十年的产品发布会上一直沿用的华丽词藻。然而观众并不是很感兴趣。苹果电脑使用的是2流的微处理器，而不是英特尔8080。但是一个重要人物留了下来，想要获得更多信息。他的名字叫保罗·特雷尔。1975年，他开了一家叫 Byte Shop 的电脑商店，就在门洛帕克的国王大道上。1年之后，他已经有了3家店，并且计划将其发展为全国连锁。乔布斯非常兴奋，能给他私下做演示。看看吧，他说，你会喜欢上你看到的东西。特雷尔看后印象深刻，把自己的名片给了乔布斯和沃兹。他说，保持联系。我来跟你联系了。第2天，乔布斯光着脚兴冲冲地走进了 Byte Shop，
他做成了买卖。特雷尔同意订购50台电脑，但是有一个条件，特雷尔并不想要只值$50的印刷电路板，因为顾客买了这个之后还要再去买芯片，然后自己组装。这也许能吸引一些狂热的爱好者，但大多数顾客不愿意这么麻烦，他要的是完全组装好的产品。为此，他愿意每台出价$500，货到付款，现金结账。乔布斯立刻给还在惠普上班的沃兹打了电话。你现在坐着吗？他问。沃兹回答说没有。不管怎样，乔布斯还是把消息告诉了他。我被震惊了，完全震惊了。沃兹尼亚克回忆说，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刻。为了完成订单，他们需要价值$15,000的零部件。在家园高中和他们一起搞恶作剧的艾伦·鲍姆以及他的父亲愿意借给他们$5,000。乔布斯想从洛斯阿尔托斯的一家银行借一些钱，但银行经理看了看他，不出所料拒绝了。他去了哈尔泰克商店，提出拿苹果公司的股权换取一些零部件，但商店老板认为他们只是2个年轻的邋遢小子，也拒绝了。雅达利的奥尔康愿意卖给他们芯片，但必须预付现金。最终，乔布斯说服克拉默电子公司的经理亲自打电话给保罗·特雷尔，确认对方是否真的下了一个$25,000的订单。当时特雷尔正在开会，他听到广播里在叫他，说有紧急来电。乔布斯不停地打电话。克雷默公司的经理对他说，2个衣着邋遢的小子走进自己的店里，挥舞着一张 ByteShop 的订单。订单是真的吗？特雷尔确认了订单的真实性。克雷默商店同意将零件预支给他们，账期为30天。车库工厂，乔布斯一家位于洛斯阿尔托斯的房子成了这50块 Apple One 主板的组装车间。主板必须在30天内送到 ByteShop， 因为零件的付款期限就是30天。所有人都加入了乔布斯和沃兹，还有丹尼尔·科特基和他的前女友伊丽莎白·霍姆斯。他已经脱离了之前加入的邪教组织，以及乔布斯怀孕了的妹妹帕蒂。帕蒂空出来的卧室以及厨房的桌子还有车库都变成了工作地点。霍姆斯曾经上过珠宝课程，所以他被安排焊接芯片。大多数我都做得不错，可是有几个被我滴上了助焊剂，他说。这让乔布斯很不高兴，他埋怨道，我们可没有多余的芯片。事实的确如此。他把霍姆斯调到厨房桌子上去负责记账和文书工作，他自己负责焊接。他们做完一块电路板后就交到沃兹尼亚克手中。我会把装好的主板连接上电视机和键盘进行测试，看看能不能工作，他说。如果能工作的话，我就把它装进盒子里；如果不能的话，我还要找出哪只管脚没插好。保罗·乔布斯也停下了自己修理汽车的副业，这样一来，苹果公司的一帮人就能占用整个车库了。他在车库里放了一张长长的旧工作台，在他刚弄好的石膏板墙上挂了一张电脑示意图，还装了一排贴好标签的抽屉用来放零件。他还用好几台加热灯搭了一个高温箱，这样就可以测试主板在高温下连夜运转的状态。每当他的儿子脾气爆发的时候，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保罗·乔布斯就会把自己的冷静传输给他一些。怎么了？他会说，火烧屁股了。作为交换，他偶尔会把电视机借走，因为这是家中唯一的一台，他要看橄榄球比赛的中场。这时候，乔布斯和科特基就会到外面的草坪上弹吉他。乔布斯的母亲并不介意自己的家被一大堆零件和客人占领，但是儿子越来越怪异的饮食习惯让他很受挫。史蒂夫的饮食强迫症总是招来他的白眼。霍姆斯回忆说，他只想要儿子健康，而史蒂夫却会发表一些奇怪的宣言，比如，我是个果实主义者，我只吃由处女在月光下采摘的叶子。12块组装好的主板经过沃兹尼亚克检验合格后，被乔布斯送到 ByteShop。特雷尔有点吃惊，没有电源，没有外壳，没有显示器，也没有键盘。他期待的可不是这样的产品。但乔布斯死死盯着他，
他只好同意收货付钱。30天之后，苹果公司已经接近盈利状态了。这些主板的实际造价比我们预想的要低，因为我买的零件价格很划算。乔布斯回忆道，所以我们卖给 BetShop 50块主板收回的钱，足够支付100块主板的材料费。通过把剩下的50块卖给朋友和佳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同仁，他们可以真正实现盈利了。伊丽莎白·霍姆斯正式成了苹果的兼职记账员，时薪4美元。他每周从旧金山回来一次，想办法把乔布斯支票簿上的数目移入总账。为了看上去像一家正规公司，乔布斯租用了接听电话服务，所有的留言都会被转给他母亲。罗恩·维恩为公司设计了商标，他使用维多利亚时代插图小说风格的华丽线描，画的是牛顿坐在一棵树下，边框上还引用了华兹华斯的一句诗：一个灵魂永远孤独地航行在陌生的思想海洋。这是略显古怪的一句格言，它其实更加符合罗恩·维恩的自身形象，而不是苹果公司。也许更加贴切的诗句来自华兹华斯对法国大革命发起者的描述：能活在黎明时光是何等幸福，但风华正茂就是人在天堂。正如后来沃兹欣喜谈到的，我想我们参与了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我很高兴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沃兹已经开始思考下一代机器了，所以他们把当时的机型称为 Apple One 苹果1型。乔布斯和沃兹不停地奔走于国王大道，希望电子商店能够出售自己的电脑。除了卖给 BetShop 的50台以及卖给朋友的50台，他们又开始生产100台供给零售商店。果然，他们两人之间又有了矛盾。沃兹想以成本价出售，而乔布斯想好好赚上一笔。乔布斯赢了，他设定了一个零售价，差不多是成本的3倍。在特雷尔和其他商店支付的500美元批发价的基础上，又上涨了 33%， 也就是 666.66 美元。我一直都很喜欢重复的数字，沃兹尼亚克说。我的打电话听笑话服务的号码是2556666。他们两个都不知道，666是圣经启示录中魔鬼的数字。很快他们就遭到了抗议，特别是在当年大热的电影《胸罩》重点突出了数字666之后。2010年，一台原版 Apple One 在佳士得的一场拍卖中以21.3万美元售出。这一台新机器的第一次专题报道出现在1976年7月的界面杂志上。这是一本面向业余爱好者的杂志，现在已经停刊。乔布斯和朋友们还在家中动手组装机器，但报道文章中已经称他为市场总监和前雅达利的私人顾问了，这让苹果听上去像个真正的公司。报道中称，史蒂夫与许多电脑俱乐部进行交流，以掌握这一新兴产业的脉搏，并且还引用了乔布斯的解释：如果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需求、感受和动机，我们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回应，生产出他们所需要的产品。那个时候，除了阿尔泰，他们已经有了新的竞争者，其中最著名的是 MSI8080 和处理器科技公司的 SOL20， 后者是由佳酿计算机俱乐部的里菲尔森·施泰因和戈登·弗伦奇设计的。1976年的劳工节周末，第一届年度个人电脑节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一座陈旧的酒店里举办。酒店位于当时已经开始破败的木板路上，所有人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产品。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搭乘环球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费城，他们将 Apple One 放在一只雪茄箱子里，沃兹正在开发的第2代样机放在另一只箱子里。菲尔施泰因就坐在他们后面一排，他看到 Apple One 后称之十分平庸。这一番评论让沃兹失去了信心。我们听见他们在用很高深的商业术语讲话，他回忆说，用的都是我们从没有听过的类似商业术语的缩略词。沃兹大多数时间都待在酒店房间里研究他的新样机。展览大厅的后面有一张桌子被安排给苹果公司，沃兹太害羞了，根本没勇气站在那里介绍产品。
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科特基从曼哈顿搭乘火车来到了这里，他坚守在桌旁，乔布斯则四处走动，观察竞争对手的情况。他看到的东西并不能打动他，他确信沃兹尼亚克是最好的电路工程师， Apple One 当然也包括他的第二代，在功能上绝对可以击败所有对手。然而 SOL20 拥有更加迷人的外观，它有一个造型优美的金属盒子，附带键盘、电源以及线缆，看上去这才是成年人设计的产品。相比之下， Apple One 就显得和它的发明者一样邋遢不堪。第6章 Apple II 新时代的曙光。一体机。乔布斯在个人电脑节的展厅考察了一番后，意识到 BetShop 的保罗·特雷尔说对了，个人电脑应该以整套设备的形式呈现给消费者。他决定下一代的苹果电脑需要自带一个漂亮的箱子和内置键盘，整合其他关键元素，从电源到软件到显示器。我的想法是制造第一台整合所有部件的电脑，他回忆道。我们的目标客户不再是少数喜欢自己组装电脑，知道如何购买变压器和键盘的业余爱好者，希望电脑拿到手就可以运行的人，其数量是业余爱好者的1000倍。1976年的那个劳工节周末，在酒店房间里，沃兹尼亚克在完善新一代机器的样机，也就是后来的 Apple II。乔布斯希望这台机器能将他们的事业带上一个新的台阶。这台机器只被他们带出过房间一回，那是在某一天的深夜，他们将它带到了一间会议室，连接上彩色投影电视进行测试。沃兹尼亚克有一个绝妙的想法，可以让机器芯片运行出色彩。他想要看看这种方法在一台使用投影仪显示图像的电视机上能否起作用。我想投影仪使用的色彩电路不同，和我的色彩生成方法一起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发生错误。他回忆道，所以我就把 Apple II 连接到了这台投影仪上，结果运行非常完美。他在键盘上一番敲击之后，彩色的线条和螺旋图案就在屏幕上出现了。唯一一个见到 Apple II 的局外人是酒店的技术员，他说他见过所有的机器，但这一台才是他愿意购买的。要生产整套的 Apple II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于是他们考虑将股权出售给更大的公司。乔布斯去找了阿尔奥尔康，希望能得到机会向雅达利的管理层进行推销。奥尔康安排他与公司的总裁乔基南会面，此人相比奥尔康和布什内尔要保守许多。史蒂夫进去向他推销，但是乔根本无法忍受他。奥尔康回忆说，史蒂夫的个人卫生状况让他很不满。当时乔布斯光着脚，还一度把脚搁到了桌子上。我们不但不会买你的东西，基南吼道，还要请你把脚放下来。奥尔康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完了，没戏了。9月，康茂达电脑公司的查克·佩德尔来到乔布斯家中观看他的演示。我们打开了史蒂夫家的车库门，让阳光照射进来。查克走了进来，穿着西装，戴着牛仔帽。沃兹回忆道，佩德尔非常喜欢 Apple II， 他于数周后在公司总部安排了一场演示，公司高层应邀参加。你也许有兴趣花几十万买下我们公司。乔布斯到那儿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沃兹尼亚克记得当时自己被这个荒唐的建议惊得目瞪口呆，但乔布斯坚持要这么做。几天后，康茂达公司打来电话说，他们认为研发自己的电脑更加省钱。乔布斯并不沮丧，他全面考察了康茂达公司后，认为该公司的管理层太卑劣了。对于失去了这笔投资，沃兹尼亚克并不感到遗憾。但是当9个月后该公司推出了他们自己的电脑 Commodore PET 的时候，作为一名工程师，他在感情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那玩意儿让我恶心，他说，他们太急于求成了，所以做出这么一个蹩脚的产品，他们本来可以拥有苹果的。对康茂达公司的出售未果，也让一直暗藏在乔布斯与沃兹尼亚克的冲突浮出水面。他们对苹果公司的贡献真的一样多吗？
他们之间的利益又该如何分配？杰里沃兹尼亚克一直都认为工程师的价值要远超过企业家和营销人员，他觉得大多数钱都应该归他儿子所有。乔布斯来家里做客时，杰里当面向他说出了自己的不满：你不配得到这么多。他告诉乔布斯，你没有做出过任何产品。乔布斯哭了起来，这在他身上是很常见的事情，他历来都不擅长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后也不会擅长。乔布斯告诉沃兹尼亚克，他愿意停止他们的合作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对半分账的话，他对自己的朋友说，你可以全部收为己有。然而沃兹尼亚克比父亲更加了解自己与乔布斯之间的共生关系。如果不是乔布斯的话，他可能还在佳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上免费发放自己设计的电路板的原理图。是乔布斯将他的独创性的设计转化成了蓬勃发展的生意，正如当年的蓝盒子一样，他同意继续保持合作关系。这是个明智的决定。要想让 Apple II 取得成功，需要的不仅仅是沃兹尼亚克杰出的电路设计能力， Apple II 需要成为一台完整的全功能消费产品，这就需要乔布斯施展拳脚了。乔布斯第一步便是请以前的合伙人罗恩·维恩设计一个箱子。罗恩·维恩回忆道，我想他们没什么钱，于是我就做了一款不需要使用工具加工的箱子，普通的五金商店就能制造出来。他的设计结果出来了，一个有机玻璃制成的壳子，附带有金属条以及一扇可以盖住键盘的卷门。乔布斯并不喜欢这个箱子，他想要的是简单又精致的设计，可以让苹果电脑从那些配有笨重的灰色金属箱的电脑中脱颖而出。有一次他在梅西百货的家用电器通道闲逛时，厨艺公司的食品加工机触发了他的灵感。他决定要一个光滑的机箱，由轻便的木质塑料制成。在一次佳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上，他出价$1500，请一名当地的技术顾问杰里·马诺克将这个设计制造出来。乔布斯的着装形象让马诺克有些半信半疑，他要求乔布斯预支报酬，乔布斯拒绝了，但马诺克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几个星期后，他就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发泡成型的塑料箱，整齐简洁，看上去很有亲和力。乔布斯十分激动。接下来是电源的问题，像沃兹尼亚克这样的数字极客是不大会关注电源这种不起眼的部件的，但乔布斯认为这是一个关键部件。具体的说，他想在不使用风扇的情况下供电，这也是他整个职业生涯的一贯追求。计算机内部的风扇有悖于禅意，它们的噪音会让人无法集中精神。乔布斯去雅达利公司咨询奥尔康，他了解老式的电气工程。奥尔康把一个叫罗德·霍尔特的聪明家伙介绍给我，这是个烟不离手的马克思主义者，结过多次婚，精通所有事务。乔布斯回忆，和马诺克以及其他第一次见到乔布斯的人一样，霍尔特打量了他一番，满腹狐疑。我收费很高的，霍尔特说。乔布斯感觉到此人一定物有所值，于是说钱不是问题。他就是这么说服我为他工作了，霍尔特说。他后来加入了苹果公司，成为一名全职员工。霍尔特并没有使用传统的线性电源，而是制造了一个与示波器上使用的相类似的开关电源。这就意味着在1秒钟之内，通断电的次数不是60次，而是上千次。这样电源存储电能的时间就大大减少，散热量也随之减少。那个开关电源和 Apple II 电脑上的逻辑电路板一样，都是革命性的发明。乔布斯后来说，罗德并没有因此得到太多的赞誉，但他应该名垂青史。现在所有的电脑都使用开关电源，而这都是盗用了罗德的设计。尽管沃兹尼亚克天赋异禀，电源设计却非他能力所及。我只大概知道开关电源是个什么东西，沃兹说。乔布斯的父亲曾经教导过他，追求完美意味着即便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对其工艺也必须尽心尽力。乔布斯将这一理念应用到了 Apple II 的内部电路板布局上。
他否决了最初的设计，理由是其中的线路不够直。这种完美主义的激情也让乔布斯更加放纵自己的控制欲。大多数的黑客和业余爱好者都喜欢定制和改装自己的电脑，往上面插上各种部件。对乔布斯来说，这会威胁到无缝的用户体验。沃兹骨子里就是一名黑客，因此他并不认同。他想要 Apple II 带上8个扩展槽，可以让用户随心所欲地插上小型电路板或者外接设备。乔布斯坚持只能有2个扩展槽，一个给打印机，另一个给调制解调器。通常我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但这一次我告诉他，你要是只想要2个扩展槽的话，就自己去做一台吧。沃兹回忆道，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最终总是会想出点东西来加到电脑上的。这场争执以沃兹的胜利告终，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当时我还能有那样的话语权，但我不会一直都有。麦克马库拉，这一切都需要用钱。加工塑料箱子要花费大概10万美元。乔布斯说，实现量产需要差不多20万美元。他又回去找诺兰·布什内尔，想让他投资一笔钱，换取小部分股权。他问我能不能投入5万美元，他会把公司1/3的股权给我。布什内尔说，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拒绝了他。现在想想这件事儿，觉得挺有意思的，当然更多的是欲哭无泪的感觉。布什内尔建议乔布斯去找唐·瓦伦丁试试。唐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曾在国家半导体公司任营销经理，后来创办了风险投资界的先驱企业红杉资本。瓦伦丁穿着蓝色西装和系领扣的衬衫，打着菱纹领带，开着奔驰来到了乔布斯的车库。布什内尔回忆说，瓦伦丁后来给他打电话，半开玩笑半严肃地问，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见那些连人类都算不上的怪胎？瓦伦丁说不记得是否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了，但他承认自己当时觉得乔布斯的样子和身上的气味都很怪异。那时候史蒂夫努力要成为反主流文化的化身，瓦伦丁回忆说，他留着一撮胡子，非常消瘦，看上去就像胡志明。当然，如果仅仅以貌取人，瓦伦丁也不可能成为硅谷的顶尖投资者。让他烦恼的是，乔布斯对市场营销一窍不通，而且满足于到各个电子商家挨家叫卖这种销售模式。如果你想要我给你投资的话，瓦伦丁告诉他，你必须找一个合作伙伴，这个人要了解销售，还要能写商业计划书。当有长者给乔布斯建议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愤怒，有时候又显得很热切。在瓦伦丁面前，他表现出的是后者。给我3个推荐人选吧，他回复说。瓦伦丁照做了。乔布斯见了这3个人，并与其中一个一拍即合。这个人叫麦克马库拉，他在苹果公司未来20年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马库拉当时才33岁，但已经处于退休状态。之前他先后公职于仙童公司和英特尔。英特尔上市之后，他凭着股票期权赚了几百万。他是个谨慎而又精明的人，作为高中时期的体操运动员，每一步行动都力求精准。同时他还精于定价策略、销售网络、市场营销以及财务。在享受自己新赚来的财富时，尽管已经有所克制，但还是显得极尽奢华。他先是在太浩湖边给自己建了一座房子，之后又在伍德赛德的山区建了一座超大豪宅。他第一次去乔布斯的车库与其会面时，没有像瓦伦丁那样开深色奔驰，而是开着一辆锃亮的金色科尔维特敞篷车。我到车库的时候，沃兹就在工作台边，他立刻就开始展示 Apple II。 马库拉回忆说，我没有太关心他们2个的长头发，而是被桌上的东西吸引了。头发什么时候都可以剪嘛。乔布斯立刻就喜欢上了马库拉。他个子不高，在英特尔的时候寻求晋升市场营销的最高职位遭遇过失败。我觉得这些都让他很想去证明自己。他的正直和公正也给乔布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可以看得出来，即便他有能力骗你，他也不会那么做。他有很强的道德意识。沃兹尼亚克也对他印象颇佳。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他说，更棒的是，他真的很喜欢我们的产品。马库拉向乔布斯提议一起撰写商业计划书。如果计划书很好，那我就投资，马库拉说。如果不好的话，你也免费得到了我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乔布斯开始在傍晚拜访马库拉家，考虑各种方案，整夜的谈话。我们做了很多设想，比如有多少家庭会拥有个人电脑。好几个晚上我们都工作到凌晨4点。乔布斯回忆说，最终大部分的计划书是由马库拉完成的。史蒂夫会说，我下次把这一部分带给你，但他一般都不能准时完成，所以只好我来做。马库拉的计划中设想了一些方法来开拓业余爱好者以外的市场。他谈到了将电脑带入寻常百姓家，推广到普通人当中，用来做一些诸如记录食谱、记账这样的事情。沃兹回忆说，马库拉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2年之后我们就会成为一家财富500强的公司。他说，这是一个产业的萌芽，10年一遇的机会。苹果公司最终用了7年时间才跻身财富500强，但马库拉的预言中蕴含的精神得到了证实。马库拉成为拥有公司1/3股权的合伙人。作为回报，他主动提出为公司提供高达25万美元的信用贷款。苹果成了股份有限公司，马库拉、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3人各持26%的股份，剩下的股份保留用以吸引未来投资者。他们3个在马库拉家游泳池边的小屋会面，签订了协议。我当时想，麦克也许再也见不到自己那25万美元了。我很钦佩他敢于承受这种风险。乔布斯回忆道，那时候有必要说服沃兹尼亚克全职加入苹果公司了。为什么我不能一边在这里工作，一边保留惠普的职位作为我的铁饭碗呢？沃兹问道。马库拉说，这样是行不通的。他给了沃兹几天时间做决定。创办一家公司，我觉得很不安稳，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要督促周围的人去做事，还要对他们加以控制。沃兹回忆说，很久之前我就决定了，我永远都不想当发号施令的人。于是他跑到马库拉的小屋，宣布自己不会离开惠普。马库拉耸了耸肩，说好吧。但乔布斯非常沮丧，他给沃兹打电话，对他好言相劝，还让朋友帮忙去说服沃兹。他又哭又叫，大发雷霆，甚至还跑到沃兹的父母家痛哭流涕，寻求杰里·沃兹尼亚克的帮助。这时候沃兹的父亲意识到，利用 Apple II 真的可以狠狠赚上一大笔，于是他站到了乔布斯这边。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家，我开始接到父母、兄弟和很多朋友打来的电话。沃兹回忆说，他们每个人都跟我说，我的决定是错误的，但这些没有起到丝毫作用。接着，艾伦·鲍姆，高中时代巴克鱼苗俱乐部的好友，给他打电话了。你真的应该放手一搏，艾伦说。他说，如果沃兹全职加入了苹果，并不一定非要进入管理层，还可以继续当工程师。那正是我想听到的，沃兹尼亚克说。我可以待在组织架构的最底层，当一名普通的工程师。他给乔布斯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准备好入伙了。1977年1月3日，新的公司苹果电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了。他买断了9个月前乔布斯和沃兹成立的旧公司的全部股权，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那个月，佳酿计算机俱乐部在会员中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在181名拥有个人电脑的人中，只有6个人拥有苹果的产品。但是乔布斯深信不疑， Apple II 会改变这一局面。马库拉对于乔布斯来说是一个父亲般的人物，他像乔布斯的养父一样迁就他的强烈意愿，但最终却像他的生父一样抛弃了他。风险投资人亚瑟罗克说，马库拉和史蒂夫之间就是一种父子关系。马克拉开始向乔布斯传授市场和销售方面的经验。麦克真的非常照顾我，乔布斯说，他的观念与我也十分一致。他强调说，你永远不该怀着赚钱的目的去创办一家公司，你的目标应该是做出让你自己深信不疑的产品，创办一家生命力很强的公司。马库拉把自己的原则写在了一页纸上，标题为苹果营销哲学，其中强调了3点。第一点是共鸣，就是紧密结合顾客的感受。
我们要比其他任何公司都更好地理解使用者的需求。第二点是专注。为了做好我们决定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拒绝所有不重要的机会。第三点也是同样重要的一点原则，有一个让人困惑的措辞，灌输。这涉及人们是如何根据一家公司或一个产品传达的信号来形成对它的判断。人们确实会以貌取物，他写道，我们也许有最好的产品、最高的质量、最实用的软件等。如果我们用一种潦草马虎的方式来展示，顾客就会认为我们的产品也是潦草马虎的。如果我们以创新的专业的方式展示产品，那么优质的形象也就被灌输到顾客的思想中了。在乔布斯的职业生涯中，他比任何一位商业领袖更加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他聚焦于一系列核心产品，一直十分关注，有时甚至过度关注营销策略、产品形象乃至包装的细节。当你打开 iPhone 或者 iPad 的包装盒时，我们希望那种美妙的触觉体验可以为你在心中定下产品的基调。他说，这是麦克教我的。里吉斯·麦肯纳。新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将硅谷杰出的公关人员里吉斯·麦肯纳招致麾下。麦肯纳来自匹兹堡的一个工人大家庭，外表的魅力掩盖了他骨子里的冷酷坚韧。大学辍学的他曾先后供职于仙童公司和国家半导体公司，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公关和广告公司。他有2项专长，一是把对他的客户进行独家专访的机会留给自己熟识的记者，二是策划令人难忘的广告方案，为诸如微芯片这样的产品提升品牌知名度。其中有为英特尔打造的一系列色彩绚烂的杂志广告，以疾驰的赛车和扑克筹码为主要元素，取代了以往枯燥的性能图表。这些引起了乔布斯的注意，他致电英特尔公司询问广告的设计方，他被告知了这样一个名字，里吉斯·麦肯纳。我问他们里吉斯·麦肯纳是什么，乔布斯回忆说，他们告诉我是一个人的名字。乔布斯打去了电话，却未能直接与麦肯纳通话。他的电话被转给了一个叫做弗兰克·伯奇的业务经理，此人只想把乔布斯打发走。之后乔布斯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来。最终伯奇同意了，驱车前往乔布斯的车库与之会面。他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想法，天哪，这个人肯定是个怪胎，我跟这个小丑待在一起的时间越短越好，但是又不能显得无礼。之后当他见到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的乔布斯时，有2件事触动了他。第一，他是个异常聪明的年轻人。第二，他侃侃而谈的东西我一句都听不懂。于是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获邀去拜访麦肯纳本人，他的名片上就是这么写的。这一次一贯羞涩的沃兹尼亚克变成了刺儿头，麦肯纳瞥了一眼沃兹正在写的关于苹果公司的文章，提出文章的技术性太强，需要修改的生动一些。我不想任何公关人员碰我的稿子，沃兹恶狠狠地说。于是麦肯纳让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但史蒂夫立刻给我打了电话，说他想再跟我见一面。麦肯纳说，这一次他是一个人来的，我们聊得很投机。麦肯纳让自己的团队为 Apple II 设计宣传册，团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掉罗恩·维恩设计的维多利亚木板画风格的华丽标识，因为它不符合麦肯纳色彩斑斓、活泼顽皮的广告风格。于是艺术指导罗布·亚诺夫被指派去设计一个全新的标识，不要设计成可爱风格的，乔布斯命令道。亚诺夫想出了2个版本，都是简单的苹果图标，一个是完整的苹果，另一个则是被咬了一口的苹果。第一个看上去太像樱桃了，于是乔布斯选择了第2个。乔布斯还挑选了另一个版本，其中的苹果由6种颜色的水平色条构成，在大地的绿色和天空的蓝色中间夹着另外4种绚丽的颜色。但这一版的印刷费用也因此大大提高了。在宣传册顶端，麦肯纳放了一句格言，这句话被普遍认为出自利奥纳多·达芬奇，也成为了乔布斯设计理念的决定性准则：至繁归于至简。首次盛大的产品发布会， Apple II 的发布时间选在首届西海岸电脑展览会期间。
该展会将于1977年4月在旧金山举办。展会的组织者是一名佳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中坚会员吉姆·沃伦。乔布斯在得到展会的信息之后，立刻为苹果公司预定了一个展位。他想确保得到展厅最前端的位置，这样就可以用最盛大的方式来发布 Apple II。于是他预先支付了$5000，这让沃兹大感震惊。史蒂夫认为这是我们的重要发布。沃兹尼亚克说，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有很棒的电脑，我们是一家很棒的公司。这是马库拉的营销准则的一次实际应用，通过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把你和产品的卓越品质灌输给他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尤其是发布新产品的时候。因此对苹果公司的展区位置，乔布斯下足了功夫。其他的参展商用的都是普通的桌子和硬纸板做的牌子，苹果则用上了盖着黑色天鹅绒的柜台，以及一大块背光式的有机玻璃，上面印着亚诺夫新设计的公司标识。他们展示的是仅有的3台 Apple II 成品，但在周围堆满了空的包装箱，这样就显得他们拥有充足的存货。送到展会的电脑箱子上都有细小的污点，这让乔布斯大为光火。他让为数不多的几名员工把这些污点都打磨掉。灌输工作甚至还扩展到了给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穿衣打扮上。马库拉让他们去见一个旧金山的裁缝，定做了3件套西装，但2人穿上之后显得有点滑稽，就好像小孩子穿着晚礼服一样。马库拉解释了我们必须怎样盛装打扮，以怎样的形象登台亮相，以及怎样举手投足。沃兹尼亚克回忆说，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至于漂亮的米黄色箱子内的 Apple II， 显得既牢固结实又亲切友好，完全不像其他展台上那些镀着金属的丑陋机器，或者干脆裸露的电路板。苹果在这次展会上接到300份订单。乔布斯还遇到了一个日本的纺织品制造商水岛聪，后来此人成为了苹果在日本的第1位经销商。然而华丽的服装和马库拉的谆谆教导都无法阻止闲不住的沃兹搞些恶作剧。他展示的一个程序会根据人们的姓氏来猜测国籍，然后冒出一些跟种族有关的笑话。他还自己印制并分发恶作剧的小册子，介绍一种新型的名叫扎尔泰的电脑，附上了各种从别的广告上抄来的夸张言辞，诸如想象一辆有5个轮子的汽车。乔布斯轻易地信以为真，甚至还因为 Apple II 在和扎尔泰的对比中不相上下而颇感自豪。直到8年后，沃兹将一份镶了框的宣传册送给乔布斯做生日礼物，他才意识到当年是谁制造了这场闹剧。麦克斯科特，苹果现在是一家真正的公司了，拥有一批员工，获得了信贷额度，每天都要承受来自顾客和供应商的压力。公司甚至最终搬出了乔布斯的车库，进驻库比蒂诺的史蒂文斯西大道上租来的办公室，这里距离乔布斯和沃兹读高中的地方仅仅1英里。乔布斯并没有从容地承担自己身上日益增加的责任，他一直都是喜怒无常，令人生厌的。还在雅达利公司的时候，他的行为招致自己被赶出办公室，只能上晚班，但在苹果公司这是不可能的。他变得越来越专横，批评人的话也越来越尖锐。马库拉说，他会告诉别人，那个设计看起来就是一坨狗屎。他对待沃兹尼亚克手下的年轻程序员兰迪·威金顿和克里斯·埃斯皮诺萨的方式尤为粗暴。史蒂夫会走进来，很快地扫一眼我做的东西，然后告诉我那全是垃圾，而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威金顿说道，他当时刚高中毕业。乔布斯的个人卫生问题也依然存在，尽管各种证据摆在面前，但他还是坚信他的素食习惯意味着他不需要使用香体剂，也不需要经常洗澡。我们把他请出门外，让他去洗个澡，马库拉说。开会的时候还不得不看着他的脏脚。有时候为了缓解压力，乔布斯会把他的脚泡在马桶里，让同事们颇感不适。马库拉不愿意再面对这些问题了，他决定聘请麦克斯科特为公司的总裁，对乔布斯加以管束。马库拉和斯科特于1967年的同一天加入仙童公司，2人的办公室相邻，生日也是同一天，
所以每年还一起庆祝生日。1977年2月，斯科特步入32岁。在他们的生日午餐上，马库拉邀请他成为苹果公司的新任总裁。从履历上看，斯科特是个完美的人选。当时他正管理着国家半导体公司的一条生产线，身为管理者却充分了解工程学，这是他的一大优势。然而他自身却有一些问题，他超重，饱受痉挛和健康问题的折磨，神经高度紧张，以至于闲逛的时候都会紧攥着拳头。他有时候还十分爱争辩，在跟乔布斯过招的时候，这可能是好事儿，也可能是坏事儿。沃兹尼亚克十分赞成雇佣斯科特，和马库拉一样，他也厌恶解决那些由乔布斯引起的矛盾。不出所料，乔布斯对这一决定十分抵触。我当时才22岁，我知道自己还没做好准备管理一家真正的公司，他说，但苹果就是我的孩子，我不想放弃它。失去控制权对他来说是异常痛苦的。在鲍勃的大男孩汉堡，沃兹最喜欢的餐厅，和美好地球餐厅，乔布斯的最爱的午饭桌上，乔布斯就这个问题斗争了很久，最终他极不情愿地同意了。麦克斯科特人称斯科蒂，以便将他和麦克马库拉区别开。他有一个主要的职责，管住乔布斯。这一任务通常是在乔布斯喜欢的会面方式中进行的，一起散步。我们第一次散步，我就告诉他要多洗澡。斯科特回忆说，他说作为交换，我必须看他的关于果蔬饮食的书，并且将其视为减肥的一种方法。斯科特一直没能接受果蔬饮食，也没减轻多少体重，而乔布斯在个人卫生问题上也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史蒂夫坚持每周只洗一次澡，他坚信只要自己还在坚持果蔬饮食，一周洗一次就足够了。斯科特说，乔布斯喜欢控制别人，但不喜欢被控制，但斯科特就是过来管束他的，这注定会成为他跟斯科特之间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当乔布斯发现斯科特是少数几个不会屈服于他的意志的人之一时。史蒂夫跟我之间的问题就是我们谁更顽固，这可是我的强项。斯科特说，他必须受到管制，但他显然不喜欢那样。正如乔布斯后来所说，我朝斯科蒂吼的次数是最多的。早期的一次争议出现在员工编号的分配问题上，斯科特把1号给了沃兹，2号给了乔布斯。不出所料，乔布斯要求当1号。斯科特说，我不会让他得逞的，那样只会让他更加自负。乔布斯大发脾气，甚至痛哭流涕。最终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想要当0号。斯科特在员工编号这件事上妥协了，但美国银行的工资系统中要求员工编号必须是正整数，所以乔布斯还是2号。除了个人性格外，两人之间还有更加实质性的分歧。杰伊·埃利奥特有一次在餐厅偶遇乔布斯，继而被苹果公司雇佣。他注意到了乔布斯的显著特点，他的执着是一种对产品的激情，对于完美产品的激情。而麦克斯科特从不会让对完美的追求凌驾于产品的实用性之上。Apple II 机箱的设计便是例证之一。苹果曾经在潘通公司的帮助下确定所用塑料的颜色，该公司有超过2000种不同的米黄色，没有一种能让史蒂夫满意。斯科特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他想要创造一种全新的颜色，我不得不阻止他。在调整机箱设计的过程中，乔布斯花了好几天时间，苦苦思索边角应该多圆润。我根本不关心它到底多圆润，斯科特说，我只想赶快确定下来。另一场争论是关于工程师使用的工作台，斯科特想要标准的灰色，而乔布斯坚持要定制纯白色的。这一切最终导致两人在马库拉面前摊牌，争夺采购订单的签署权。马库拉站在了斯科特这一边，乔布斯还坚持要改变对待顾客的方式，他想让 Apple II 有1年的保修期。这个想法让斯科特目瞪口呆，因为保修期一般只有90天。在他们对此问题的一次争论中，乔布斯又一次潸然泪下。他们在停车场散步以平复心情，斯科特再次屈服了。沃兹尼亚克开始反感乔布斯的处事风格。沃兹说，史蒂夫对别人太苛刻了，我想让我们公司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都能愉快工作，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乔布斯则觉得沃兹尼亚克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他非常幼稚。乔布斯说，
他开发出了一个很棒的 Basic 版本，但之后就是没能认真编写我们需要的浮点 Basic。最后我们不得不和微软做交易，他太不专注了。但性格上的冲突暂时还没有到失控的地步，主要是因为公司的运营状况不错。身为一名分析师，本罗森撰写的通讯报道对科技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成了 Apple II 的热情歌颂者。一名独立开发者编写出了第一款供个人电脑使用的电子制表和个人财务程序 VisiCalc。 在一段时间内，这款程序只能在 Apple II 上运行，这使得 Apple II 成了企业和家庭有理由购买的一样产品。公司开始吸引有影响力的新投资者。风险投资界的先驱亚瑟·罗克第一次见到马库拉派来的乔布斯时，并未被他打动。他看起来好像刚从印度见完导师回来，罗克回忆说，闻起来也是。但在仔细考察了 Apple II 之后，罗克投资了，并且加入了苹果的董事会。在接下来的16年中，各种型号的 Apple II 共售出了接近600万台。相比其他电脑， Apple II 真正开创了个人电脑产业。沃兹尼亚克应得到历史的铭记，因为是他设计出了 Apple II 中令人赞叹的电路板和相关的操作软件。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个人发明之一。但是乔布斯把沃兹的电路板整合成了一台完美的机器，加上了电源和漂亮的箱子，也是他创办了这家依靠沃兹的电脑而迅速崛起的公司。正如里吉斯·麦肯纳后来说的，沃兹设计出了一台伟大的机器，但如果没有史蒂夫·乔布斯的话，这台机器到今天还只能陈列在业余爱好者的商店里。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将 Apple II 看作是沃兹尼亚克的发明，这激励着乔布斯去追求下一次伟大的革新，属于他自己的革新。第7章，克里斯安和丽莎，被遗弃者。乔布斯高中毕业那年的夏天，他和克里斯安·布伦南开始同居。从那之后，布伦南就在乔布斯的生活中进进出出。1974年，乔布斯从印度回来之后，两人在罗伯特·弗里德兰的农场度过了一段时光。史蒂夫邀请我去那儿的，那时候我们年轻自由，无忧无虑。他回忆说，那里有一种能量注入我心中。在他们搬回洛斯阿尔托斯之后，两人的关系基本上变成了普通朋友。乔布斯住在家中，在雅达利上班，布伦南住在一间小公寓里，很多时间都待在以川弘文的禅宗中心。到1975年初，他开始跟两人共同的朋友格雷格·卡尔霍恩交往。他跟格雷格交往，但偶尔又会回到史蒂夫身边。伊丽莎白·霍姆斯回忆说，这种现象当时在我们中间很正常，我们的约会对象都是换来换去的，毕竟是70年代嘛。卡尔霍恩和乔布斯、弗里德兰、科特基以及霍姆斯一起就读于里德学院。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深深沉迷于东方精神之中。中途退学后，他加入了弗里德兰的农场，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个8英尺宽、20英尺长的鸡舍，将它放置在一堆煤渣砖上，又在笼子里搭了个卧铺，就这样把它改造成了一处小房子。之后他就住了进去。1975年春天，布伦南搬进鸡舍与卡尔霍恩同住。第2年，他们决定去印度进行自己的朝圣之旅。乔布斯建议卡尔霍恩不要带布伦南同去，说他会妨碍他的精神探索，但最终两人还是一同前往了。他说，史蒂夫的印度之旅深深触动了我，让我想亲身去体验一番。这是一段非常虔诚的旅程，从1976年3月开始，持续了将近1年。他们一度用光了所有的钱，于是卡尔霍恩便搭车去了伊朗，在德黑兰教英语，布伦南则待在印度。卡尔霍恩的教学工作结束之后，他们分别搭便车前往阿富汗会合。那时候的世界是另外一个样子。一段时间后，两人的关系破裂了。他们从印度返回的时候也没有同行。
到1977年夏天，布伦南又搬回了洛斯阿尔托斯，在以川弘文的禅宗中心的空地上搭帐篷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乔布斯已经搬出了父母的房子，和丹尼尔·科特基一起在库比蒂诺的郊区租下了一间月租金$600的房子。那是一个奇怪的场景，两个自由奔放的嬉皮士住在一栋被他们称为郊区牧场的房子里。房子有4间卧室，我们有时候会把其中一间租给各种各样疯狂的人。有一段时间还租给了一个脱衣舞女。乔布斯回忆道，科特基不明白乔布斯为什么不自己买套房子，因为当时他已经有那个经济实力了。我觉得他是想有个伴儿吧，科特基推测。尽管布伦南与乔布斯的关系断断续续，但他很快也搬进了他们的房子。这样一来，房间的分配问题就成了一出闹剧。房子分成2个大房间和2个小房间，毫无疑问，乔布斯霸占了最大的一个房间，而布伦南既然他并没有和史蒂夫同居，搬进了另一个大房间。剩下的2个房间小得像是给婴儿住的，我一个都不想要，于是我就搬进了客厅，睡在一块泡沫垫子上。科特基说，他们把一个小房间变成了冥想和服迷幻药的地方，就像他们在里德学院的时候在阁楼上开辟的那块空间。房间里堆满了苹果电脑包装箱里用的泡沫填充物。邻居家的小孩经常会过来玩，我们就把孩子们往泡沫上扔，非常有意思。科特基说，但后来克里斯安带了几只猫回来，他们会往泡沫上撒尿，于是我们只能把泡沫全扔掉了。同住一个屋檐下，克里斯安·布伦南和乔布斯有时候会激情重燃。几个月后，她怀孕了。在我怀孕前，史蒂夫和我的关系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5年。他说，我们不知道怎样在一起，也不知道怎样分开。1977年的感恩节，格雷格·卡尔霍恩搭便车从科罗拉多州来拜访他们。布伦南把怀孕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之前史蒂夫和我复合了，现在我怀孕了，但我们的关系又开始时断时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卡尔霍恩注意到乔布斯对此毫不关心，他甚至还想劝说卡尔霍恩留下来和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去苹果公司工作。史蒂夫根本不管克里斯安和她怀孕的事情。他说，他有时候会非常关心你，但之后又完全不管不顾。他的性格中有一面冷漠的吓人。当乔布斯不想为一件事情分散注意力的时候，他就会完全忽略它，就好像此事完全不存在一样。有时候他不仅能对别人扭曲现实，甚至也能对自己扭曲现实。在布伦南怀孕这件事上，他就简单的让自己置身事外。遭到质问的时候，他就说并不知道自己是孩子的父亲，尽管他承认自己和布伦南上过床。我不确定那就是我的孩子，因为我确信跟他上过床的不止我一个人。他后来告诉我，她怀孕的时候，我们俩都不算是真正的交往，她不过是住在我们的房子里而已。布伦南确定孩子就是乔布斯的，那段时间他没有跟格雷格或其他男人有过交往。他是在骗自己呢，还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我认为他就是不愿去想这事儿或承担责任。科特基猜测，伊丽莎白·霍姆斯同意这一说法。他考虑过到底要不要承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但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他对人生有其他规划。结婚自然更不用考虑。我知道他不是我想娶的那个人，我们在一起不会快乐，婚姻也不会维系太久。乔布斯后来说，我希望他能把孩子留掉，但他有些不知所措。他反复思考之后打算留下孩子。其实我也不知道他的决定到底是怎样的，我想是时间替他做出了决定吧。布伦南告诉我，留下孩子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说他赞成堕胎，但并没有逼迫我。有趣的是，鉴于自己的身世，乔布斯却坚决反对一种做法。布伦南说，他强烈反对我把孩子送人领养。还有一个讽刺的巧合，乔布斯和布伦南当时都是23岁。
而乔安妮·席贝尔和阿卜杜勒·法塔赫·钱德里也是在23岁时有了乔布斯。乔布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但他已经从养父母那里知道了一些情况。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年龄上的巧合，所以他没有影响到我和克里斯安对此事的讨论。他后来说，他否认自己沿袭了生父在23岁那年逃避现实和责任的行事风格，但承认这个颇为讽刺的巧合让他十分震惊。当我发现乔安妮也是23岁怀上我的时候，我想，天哪！乔布斯和布伦南之间的关系急速恶化。克里斯安会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说史蒂夫和我联合起来对付他。科特基回忆说，史蒂夫就会笑笑，并不把他当回事儿。布伦南后来也承认自己当时情绪不是很稳定，他开始摔盘子、扔东西，在家里乱丢垃圾，还用炭笔在墙上写些粗俗的话。他说乔布斯的麻木不仁一直激怒着他。他是个性格明朗的人，但十分冷酷，真是很奇怪的性格组合。科特基被夹在了两人中间。丹尼尔不是个无情的人，他是受到了史蒂夫行为的影响。布伦南说，他有时候会对我说，史蒂夫对待你的方式不对，但也会和史蒂夫一起嘲笑我。罗伯特·弗里德兰拯救了他。他听说我怀孕了，就让我立刻到农场去，在那儿把孩子生下来。他回忆说，我于是去了。伊丽莎白·霍姆斯和其他朋友当时还住在农场里，他们找了一个俄勒冈州的助产士来帮他接生。1978年5月17日，布伦南产下了一个女婴。3天之后，乔布斯飞到农场看望他们，顺便帮孩子起名。公社里的惯例是给孩子起一个带有东方精神的名字，但乔布斯认为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坚持要给他起一个符合美国文化的名字。布伦南也同意这一点，他们给他起名丽萨·尼克尔·布伦南，并没有让他随乔布斯的姓。之后乔布斯就返回苹果公司上班去了。布伦南说，他不想和孩子或者我扯上任何关系。他和丽萨搬到了门洛帕克，住在一户人家后面又小又破的房子里。因为布伦南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打官司争取抚养费，所以他们母女靠政府救济金生活。最终，圣马特奥县起诉了乔布斯，试图证明他和孩子的亲子关系，并让他承担经济责任。起初，乔布斯下定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他的律师们想让科特基作证，称自己从未见过他们上床。同时，他们还想搜集证据，以证明布伦南当时还跟别的男人发生过关系。我曾经在电话里对史蒂夫吼道：“你知道那不是真的。”布伦南回忆道：“他想让我带着孩子出现在法庭上，然后证明我是个荡妇，任何人都可能是孩子的父亲。”丽萨出生1年之后，乔布斯同意进行亲子鉴定。布伦南一家对此感到很吃惊，但乔布斯知道苹果公司即将上市，最好在此之前把事情解决掉。DNA 测试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乔布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了测试。我曾经看到过关于 DNA 测试的介绍，我很乐意进行测试，把事情搞清楚。他说，结果是决定性的。报告显示，亲子关系的可能性是 94.41%。加州法院判决乔布斯开始支付每月385美元的抚养费，签署协议承认亲子关系，并偿还5856美元的政府救济金。他享有探视权，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没有行使这项权利。即便法院已经做出了判决，乔布斯有时还是会歪曲事实。他最后在董事会上把整件事告诉了大家。亚瑟·罗克回忆道，但他一直坚称他不是孩子父亲的概率非常大，他有点妄想。他告诉《时代》杂志的记者迈克尔·莫里茨，只要分析一下数据就会发现，全美国 28% 的男性都有可能是孩子的爸爸。这种论断不但是错误的，还是荒谬可笑的。更糟糕的是，后来克里斯安·布伦南听说了乔布斯的言论，他误以为乔布斯是在夸张地形容他可能跟全美国 28% 的男人上过床。他就是想把我描绘成一个荡妇。他回忆说，他在我身上打上荡妇的标签，这样他就不用负责任了。多年以后，乔布斯对自己当时的表现十分懊悔，
平生罕见地承认了如下事实。我真希望当时以另一种方式处理整件事情。那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做一个父亲，所以没有勇敢地面对。但是当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她是我女儿的时候，我绝没有怀疑过。我同意提供她的抚养费直到她18岁，还给了克里斯安一笔钱。我在帕洛奥图找了一处房子，装修好，然后让他们免费住在里面。他母亲送他去最好的学校读书，费用也是由我来承担的。我努力把事情做好，但如果让我重来一次的话，我肯定会做得更好。这一场官司结束之后，乔布斯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尽管没有脱胎换骨，但在有些方面他确实成熟了许多。他戒掉了迷幻药，不再奉行严格的素食主义，也减少了花在禅修上的时间。他开始剪时髦的发型，到旧金山的高档服装店威尔克斯巴什福德购置西装和衬衫。他还和里吉斯麦肯纳的一名员工开始了一段正式的恋爱关系。这个女人名叫芭芭拉·亚辛斯基，是一个有波利尼西亚和波兰血统的美女。当然，乔布斯的骨子里还留有几分孩子般的叛逆。他和亚辛斯基、科特基三人喜欢到斯坦福大学附近的280号洲际公路边的费尔特湖里裸泳。乔布斯还买了一辆1966年产的宝马 R602 摩托车，在车把上挂上了橙色流苏。他还是很惹人讨厌，他瞧不起餐厅里的女侍者，经常把食物退回并称之为垃圾。1979年，在公司的第一次万圣节派对上，他穿上袍子扮成了耶稣基督，自认为这是带有些许讽刺意味的有趣行为，但却遭致诸多白眼。即使在他刚刚开始的居家生活中，他也表现出一些怪癖。他在洛斯加托斯山区买下了一间不错的房子，在家中布置了一幅马克思·费尔德·帕里什的画，一台勃朗咖啡机和双立人刀具。但由于他在挑选家具的时候太过挑剔，家中大多数地方还是空的，没有床，没有椅子，也没有沙发。在他的卧室里，中间放着一张床垫，旁边有镶在相框中的爱因斯坦和马哈拉杰吉的照片，地上还有一台 Apple II。 第8章，施乐和丽萨，图形用户界面。一个新孩子。Apple II 的问世把苹果公司从乔布斯家的车库推向了一个新兴产业的顶峰，它的销量急剧上升，从1977年的2500台猛增到1981年的21万台。但是乔布斯并没有满足， Apple II 不可能长盛不衰，而且他知道，无论自己如何从电源线到机箱对其进行包装，人们永远都只会将它视为沃兹尼亚克的杰作。他需要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不仅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需要一件在宇宙中留下印记的作品。最初，他希望 Apple III 能承担这个角色。Apple III 内存更大，屏幕可以一行显示80个字符，而不是40个，并且能区分大小写字母。沉浸在对工业设计的狂热中的乔布斯，严格限定了机箱的尺寸和形状，并拒绝任何人对其进行修改。即便是在工程师往电路板上增加了更多的部件之后，其结果是附加的小电路板因连接不稳定而频繁失灵。1980年5月 Apple III 上市，但销量惨淡。工程师兰迪·威金顿总结道， Apple III 有点像集体狂欢时怀上的孩子，事后大家都头疼得厉害，至于这个野孩子，人人都说不是自己的。那个时候，乔布斯已经疏远了 Apple III 项目，正焦急地想办法创造出更加与众不同的东西。起初他想过用触摸屏，但后来又泄气了。一次触摸屏技术的演示会上，他迟到了，坐立不安地待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打断了正在演示的工程师，很无理地说了句谢谢你们。工程师们被他弄糊涂了。你想要我们离开吗？其中一个问道。乔布斯说是的，然后就痛斥同事们浪费了他的时间。之后，他和苹果公司从惠普雇来了2名工程师，设计一台全新的电脑。乔布斯为新电脑挑选的名字能让最迟钝的精神病医生也闻之一振，然后恍然大悟。丽萨，其他电脑也有以设计者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但是丽萨是被乔布斯抛弃的女儿，
他甚至还没有完全承认那孩子是自己的。他这么做也许是出于内疚吧。安德烈亚·坎宁安说，他当时供职于里吉斯麦肯纳公司，负责丽萨项目的公关事务。我们要把丽萨视为一个缩略词，想出和它对应的一句短语，这样就可以宣称这不是以乔布斯女儿的名字来命名的。他们把这个缩写逆推，得到了本地集成系统架构。尽管这个短语毫无意义，它还是成了丽萨这个名字的官方解释。工程师们私下把这个名字解释为丽萨编造的愚蠢缩写。多年以后，当我向乔布斯问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坦率地承认，这很显然是以我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丽萨被定位成一台售价$2000的电脑，采用16位微处理器，取代了 Apple II 上使用的8位微处理器。沃兹当时仍在 Apple II 项目中埋头苦干，因为缺少了他的才华，工程师们开始制造一台中规中矩的电脑。他使用传统的文本显示，也无法释放微处理器的强大性能去完成激动人心的任务。这款产品日渐显现出它的平庸，乔布斯开始失去耐心了。然而，一个叫比尔·阿特金森的程序员给这个项目注入了一些活力。他是神经系统科学专业的博士生，也尝试过不少迷幻剂。最初受邀加入苹果时，他拒绝了。但是后来苹果公司给他寄去一张不可退票的机票，于是他决定用上这张机票，让乔布斯设法说服他。我们正在创造未来。在长达3个小时的劝说接近尾声时，乔布斯表示，想象一下在海浪的最前端冲浪是什么感觉，一定很兴奋刺激吧。再想象一下在浪的末尾学狗刨游泳，一点意思都没有。来苹果吧，你可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于是阿特金森入伙了。蓬松的头发和长长的胡子并不能掩盖阿特金森脸上的活力。他拥有沃兹的创造天赋和乔布斯追求卓越产品的热情。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开发一个程序，该程序可以自动拨打道琼斯的服务热线获取报价，然后挂断电话，以此来追踪股票投资组合。我必须尽快完成，因为一本杂志刊登的 Apple II 广告上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丈夫在厨房的餐桌旁盯着满是股价图表的 Apple II 屏幕，而妻子正对着他微笑。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程序，所以我必须创造一个。接下来他又成功地将 Pascal 语言移植到 Apple II 上，这是一种高级编程语言。乔布斯起初很抵制 Pascal， 因为他觉得 Apple II 有 Basic 就足够了，但他告诉阿特金森，既然你对这个有这么大的热情，我就给你6天时间来证明我是错的。阿特金森做到了，从此乔布斯对他很是尊敬。到1979年的秋天， Apple II 的潜在继任者已经有了3种机型，有命运凄惨的 Apple 4瑞，还有已经开始让乔布斯失望的丽萨项目，另外一个是乔布斯当时还不知道的一个小项目。这个项目致力于制造一款廉价的电脑，研发代号为安妮，开发者名叫杰夫·拉斯金，他曾是位教授，还教过比尔·阿特金森。拉斯金的目标是制造价格低廉，就像家用电器一样的大众电脑，整合了电脑、键盘、显示器和软件的全功能设备，并且拥有图形界面。他试图让苹果的同事们关注一家优秀的研究中心，这一家研究中心就坐落在帕洛奥图，是图形界面技术的先驱。施乐 Park， 施乐公司的帕洛奥图研究中心常被叫做施乐 Park， 它成立于1970年，目的是为数字领域的创想提供成长环境。这里距离康涅狄格州的施乐公司总部3000英里，无论是好是坏，这里都脱离了总部的商业压力。在这里工作的诸多梦想家中，有一位叫艾伦·凯的科学家，他的2句格言深得乔布斯认同：遇见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亲手创造未来，以及对待软件严肃认真的人应该制造自己专属的硬件。凯推出了小型个人电脑的理念，他称之为动态笔记本，使用简便，即便是小孩子也能轻松操作。于是施乐帕克的工程师们开始研发友好的用户图形界面，以取代电脑屏幕上那些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命令行和 DOS 提示符。
他们想到可以把桌面的概念应用到屏幕上，屏幕上会有很多文件和文件夹，用户可以移动鼠标来点击自己想要使用的内容。图形用户界面，英文缩写为 GUI 的发展，也受到了当时施乐帕克另一个先锋概念位图显示的推动。那个时候大多数电脑还是基于字符的，你在键盘上输入一个字符，计算机就会在屏幕上显示那个字符，通常是荧光绿色的字符衬上深色的背景。因为字母、数字和符号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这样的显示方式并不需要大量的电脑代码或是很强的处理器性能。位图显示则相反，屏幕上的每一个像素都是由电脑内存控制的。要在屏幕上显示某些内容，比如一个字母，电脑就要控制每个像素的明暗，如果是彩色显示的话，则要控制每个像素的颜色。这会占用大量的系统资源，但是能够支持绚丽的图像、字体和惊人的显示效果。施乐帕克开发的电脑样机，比如奥图电脑，采用了位图显示和图形界面。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 Smalltalk 也是如此。杰夫·拉斯金认为这些特性是电脑产业的未来，于是他开始催促乔布斯和苹果的其他同事去施乐帕克考察一番。拉斯金却遇到了麻烦，乔布斯认为他是个让人难以忍受的理论家，用乔布斯的原话来说，就是个糟糕透顶的白痴。因此拉斯金只好找来自己的朋友阿特金森，让他去说服乔布斯关注一下施乐帕克的研究进展。因为在乔布斯不是天才就是白痴的分类中，阿特金森是属于天才这一边的。拉斯金不知道的是，乔布斯正在进行一项更为复杂的交易。施乐的风险投资部门想要参与苹果公司在1979年夏天进行的第二轮融资。乔布斯开出了条件，如果你们愿意揭开施乐帕克的神秘面纱，我就同意你们投资100万美元。施乐公司接受了，同意向苹果展示其新技术。作为回报，他们能以每股10美元的价格购买10万股苹果公司的股票。1年之后，苹果公司上市，施乐花100万美元购买的股票已经价值1760万美元。但在这场交易中，苹果公司获益更多。乔布斯和同事们在1979年12月参观了施乐帕克的技术成果，但乔布斯觉得自己看到的并不是全部，于是几天之后又得到了一次更加全面的展示。拉里·特斯勒是奉命进行展示的施乐科学家之一，他对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工作成果非常兴奋，因为这些从来都得不到远在东部的老板们的赏识。但另一名展示者阿黛尔·戈登堡对于公司愿意把自己最宝贵的科研成果拱手示人感到震惊。那么做是无比愚蠢、彻底疯狂的。我想尽办法阻止乔布斯获取太多信息，他说道。第一次展会上，戈登堡得逞了。乔布斯、拉斯金以及丽萨团队的负责人约翰·库奇被带到大厅，在那里，一台施乐的奥图电脑已经准备就绪，只给他们展示了很有限的几个应用，最主要的是一个文字处理程序。戈德堡回忆说，乔布斯并不满意，他致电施乐总部，要求得到更多信息。于是几天之后，他又一次造访了施乐帕克。这次他带来了一个更为庞大的团队，包括比尔·阿特金森和曾经在施乐帕克工作过的苹果程序员布鲁斯·霍恩。这两个人都知道该寻找什么。戈德堡说，我上班后发现公司里很喧闹，有人告诉我乔布斯和他的一群程序员正在会议室里。施乐的一名工程师在展示那个文字处理程序的更多细节，想以此应付他们，但乔布斯越来越不耐烦了，他不停地喊，别说这狗屁玩意儿了。施乐的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向乔布斯展示部分核心技术，但仅仅是一点点。他们同意特斯勒展示一下编程语言 Smalltalk， 但只能展示非机密版本，这就足够让他眼花缭乱了。他不会知道我们还有机密部分的。团队负责人这么告诉戈德堡，但他们错了。阿特金森和其他人都读过施乐帕克发表的论文，所以他们知道自己并没有得到全部信息。乔布斯给施乐风投部门的负责人打电话抱怨，远在康涅狄格的公司总部立刻打来了电话，命令施乐帕克向乔布斯和他的团队展示全部成果。戈德堡愤然离场。
当特斯勒真正开始展示全部的成果时，苹果的一群人都惊呆了。阿特金森盯着屏幕检查每一个像素，他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特斯勒都能感觉到他呼出来的气扑到自己脖子上。乔布斯跳了起来，兴奋地挥舞着胳膊，他跳来跳去的，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看清楚整个演示。但事实证明他是看到了的，因为他不停问问题。特斯勒说，我每展示一部分，他都会发出惊叹。乔布斯反复说自己不敢相信施乐还没有把这项技术商业化。你们就坐在一座金矿上啊，他叫道。我真不敢相信施乐竟然没有好好利用这项技术。Smalltalk 的演示展现了3项惊人的成果。第一项是电脑之间如何实现联网，第二项是面向对象编程是如何工作的。但乔布斯和他的团队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图形界面和为图显示屏幕吸引了，仿佛蒙在我眼睛上的纱布被揭去了一样。乔布斯后来回忆，我看到了计算机产业的未来。历时2个多小时的施乐帕克会面结束之后，乔布斯开车带着比尔·阿特金森返回位于库比蒂诺的苹果公司。他车开得很快，思维转动得很快，嘴上说的也很快。就是他了，他喊道，把每一个字都说得铿锵有力。我们要把它变成现实。这是他一直以来寻找的突破，将电脑推广到普通人家，让人们享受到埃奇勒建造的房屋一般美好又廉价的设计，以及厨房电器一般的简易操作。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多久？乔布斯问。我不确定，阿特金森回答，也许6个月吧。这个预测过于乐观了，但也激发了大家的动力。伟大的艺术家窃取灵感。苹果公司对施乐帕克的这次技术盗窃，有时被形容为工业史上最严重的抢劫行为之一。乔布斯偶尔也会骄傲地承认这一说法。归根结底，我们只是想尽量了解有史以来最棒的发明，然后将它运用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他有一次说，毕加索不是说过吗？好的艺术家抄袭创意，伟大的艺术家窃取灵感。在窃取伟大的灵感这方面，我们一直都是厚颜无耻的。乔布斯认同的另一个说法是，与其说是苹果公司实施了抢劫，不如说是施乐公司自己酿下了苦果。他们就是一帮白痴，根本没有意识到电脑的巨大潜力。他如此形容施乐的管理层。在这场计算机产业最伟大的胜利中，他们被打败了。施乐本可以称霸整个计算机产业的。以上2种说法都有道理，但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如同 T.S. 艾略特所说的，概念与产物之间投射着一道影子。在创新的过程中，新颖的想法只是一部分，具体执行也同样重要。乔布斯和他的工程师们对在施乐帕克看到的图形界面技术进行了巨大改进，然后又将技术付诸实践，而施乐公司永远无法实现。比如说，施乐的鼠标有3个按键，结构复杂，每只造价300美元，移动不够平滑。乔布斯在第2次造访施乐帕克之后没几天，就找到了 Ideal 一家当地的工业设计公司。他告诉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迪安·霍维，自己想要一种简单的只有1个按键的，造价只要15美元的鼠标，而且他要能在塑料面板和我的牛仔裤上正常使用。霍维答应了。得到提升的并不仅仅是细节，还有整个概念。施乐帕克的鼠标并不能用来在屏幕上拖拽窗口，而在苹果工程师们设计出的界面上，用户不仅可以任意拖拽窗口和文件，还可以将它们拖到文件夹中。施乐的系统中，不管是调整窗口的大小，还是更改文件的扩展名，用户都必须选择一条指令后才能执行操作。苹果的系统将桌面的概念转化为了虚拟现实，允许用户直接触摸操作、拖拽和移动文件。苹果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每天都受到乔布斯的鞭策，他们协同工作，完善了桌面概念，添加了漂亮的图标和位于窗口顶端的下拉菜单，以及双击鼠标打开文件和文件夹的功能。施乐的管理层并没有忽略他们的科学家在帕克创造出来的东西，事实上，他们的确尝试过利用这些研究成果。
而这一过程恰恰证明了为什么好的执行力和杰出的创意同样重要。在苹果的丽萨和麦克电脑问世之前，早在1981年，施乐就推出了他们的施乐之星。这台电脑上运用了图形用户界面、鼠标、位图显示、窗口以及桌面概念，但它运行缓慢，保存稍大一点的文件就耗费数分钟，价格昂贵，零售价高达16595美元，且主要瞄准的是计算机网络化的企业市场。它的销售情况十分不好，仅仅卖出去了3万台。施乐之星刚刚发布，乔布斯和他的团队就去一家施乐经销商那里查看情况，但他觉得这台机器毫无价值。他告诉同事们根本犯不着花钱买一台。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他回忆说，我们看得出来施乐没能把产品做好，但我们可以，而且价格要便宜得多。几个星期之后，乔布斯给施乐之星团队的一位硬件设计师鲍勃·贝尔维尔去了电话，你这一辈子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垃圾。乔布斯说，干脆来为我工作吧。贝尔维尔同意了，一起跳槽的还有拉里·特斯勒。乔布斯十分兴奋，开始插手丽萨项目的日常管理。当时该项目的负责人是曾经的惠普工程师约翰·库奇。乔布斯完全忽略了库奇的存在，直接与阿特金森和特斯勒通气，灌输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关于丽萨的图形界面设计。他会在任何时间给我打电话，凌晨2点或者早上5点。特斯勒说，我喜欢这样，但是丽萨项目的头们不高兴了。乔布斯被要求停止月季管理，他安分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又按捺不住了。阿特金森认为应该把屏幕的深色背景换成白色的，这引起了一次重大冲突。屏幕背景色的改变可以实现阿特金森和乔布斯都想要的一个特性 WYSIWYG， 这是所见即所得的缩写。你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什么样，打印出来就还是什么样。硬件团队一片哀嚎。阿特金森回忆说，他们说这样的话就必须使用一种持久性差且闪烁严重的磷光体。阿特金森只好搬来乔布斯帮忙，乔布斯自然站在了他的一边。硬件团队抱怨连连，但之后还是实现了这个功能。乔布斯本人算不上是个工程师，但他十分擅长评估别人的答案。他能看得出来工程师是心存戒备还是缺乏自信。阿特金森的伟大功绩之一，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对他习以为常，感觉不到他的神奇，就是实现了屏幕上窗口间的重叠。这样一来，上面的窗口就叠在了下面的窗口上。这一功能让人们可以像堆叠桌子上的文件纸张一样移动屏幕上的窗口。在你移动上面的窗口时，下面的窗口就会被隐藏起来或者被显示出来。当然，在电脑屏幕上并没有层层像素隐藏在你看到的画面下，所以在你看到的上面的窗口之下并没有隐藏的窗口。制造窗口重叠的假象需要编写复杂的代码，其中运用到了区域这样一个概念。阿特金森强迫自己一定要做出这个效果，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施乐帕克见过这个功能，而实际上施乐帕克的人从来没能实现这个功能。他们后来还对阿特金森完成这一壮举表示了震惊。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无知者无畏了，阿特金森说，正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任务是如此困难，我才得以完成它。阿特金森拼命工作，以至于一天早上，他在恍惚之中开着一辆科尔维特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差点送命。乔布斯立刻驱车前往医院探望。阿特金森恢复意识后，乔布斯对他说，我们很担心你。阿特金森苦笑了一下，回答道，不用担心，我还记得那些区域。乔布斯还狂热地追求页面滚动的平滑度。当你滚动浏览一个文件时，文件内容不应该一行一行的滚动，而应该十分平滑地予以呈现。他固执地认为，界面上的任何东西都要给使用者留下好印象。阿特金森说，他们还想要一个可以操纵光标向任意方向移动的鼠标，而不仅仅是上下左右。这就需要使用一个滚球，而不是通常使用的2个轮子。一个工程师告诉阿特金森，
这样的鼠标是不可能批量生产的。阿特金森在吃晚饭的时候向乔布斯抱怨了这件事儿。等他第二天上班时，发现那名工程师已经被乔布斯解雇了。接任的工程师见到阿特金森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出那种鼠标。”阿特金森和乔布斯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挚友，大多数晚上都在美好地球餐厅一起吃饭。但约翰·库奇和丽萨团队中的其他专业工程师们，大多都是惠普工程师那种类型的传统保守之人，痛恨乔布斯插手丽萨项目，也被他不断的侮辱所激怒。双方在观念上也有冲突。乔布斯想要制造面向大众的电脑，操作简单，价格低廉，适合普通人使用。他回忆说，像我这样的人，我们想要制造适合大多数人的电脑，而那帮和库奇一样在惠普干过的人，他们的目标是企业市场。我们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拉锯战。斯科特和马库拉一心要给苹果公司带来秩序，也越来越担心乔布斯制造分裂的行为。于是1980年9月，他们秘密策划了公司的重组。库奇成为 Lisa 项目不容置疑的管理者，乔布斯失去了对以自己女儿命名的电脑的控制。他同时被解除了研发部门副总裁的职务，被任命为董事会的非执行主席。也就是说，他依然代表苹果公司的公众形象，但手中再无实权。这深深刺痛了乔布斯的心。我很难过，感觉被马库拉遗弃了。他说，他和斯科蒂觉得我无法胜任 Lisa 项目的管理工作，这件事儿让我愤恨了很久。第9章，上市，名利双收。期权纷争。1977年1月，马库拉加入了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的生意，将这两个新手创立的事业转变成了苹果计算机公司。当时他们对公司的估价是5309美元。过了不到4年，他们认为公司上市的时机到了。苹果公司造就了自1956年福特汽车之后，超额认购最为火爆的首次公开募股。到1980年12月底，苹果的估值已高达 17.9 亿美元，没错，是亿。这也让300个人变成了百万富翁。丹尼尔·科特基却不在其中。他一直都是乔布斯的挚友，两人一起读大学，一起去印度，一起待在团结农场，一起经历了克里斯安·布伦南的怀孕风波。苹果公司还在乔布斯的车库时，他就加入了公司。到公司上市时，他仍然以时薪员工的身份在那里工作。但是他的级别不够高，无法获得 IPO 之前奖励给员工的股票期权。我完全相信史蒂夫，我想他会像我以前照顾他那样照顾我，所以我没有催促他。科特基说，苹果公司方面对此给出的理由是，科特基是一名领时薪的技术人员，不是领固定薪水的工程师，而只有全职的工程师才可以得到期权奖励。然而即便如此，他也完全有资格获赠一些发起人股。但乔布斯对此十分冷漠。史蒂夫就是忠诚的反义词。苹果公司早期的工程师，一直与乔布斯保持着朋友关系的安迪·赫兹菲尔德说，他完全处在忠诚的对立面，他总会抛弃那些和自己亲近的人。科特基决定守在乔布斯的办公室外，当面请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每次碰面，乔布斯都对他置之不理。最让我难过的是，史蒂夫从没跟我说过我没有资格得到期权。科特基说，作为朋友，他有义务告诉我。我问到关于股票的事情，他就让我去跟我的经理谈。IPO 之后过了大约6个月，科特基终于鼓起勇气冲进乔布斯的办公室，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当他走进办公室后，乔布斯的冷漠让他惊呆了。我气疯了，大哭了起来，再也说不出话来。科特基回忆道，我们的友谊在那一刻彻底破裂了，太伤心了。设计出电源的工程师罗德·霍尔特分到了很多股票期权，他试图让乔布斯改变主意。我们必须为你的朋友丹尼尔做点什么，他说，并且建议他们两人从自己的期权中拿出一部分送给科特基。霍尔特说，你给他多少，我就给他多少。乔布斯说，好的，我什么都不给他。
沃兹尼亚克在处理此事的态度上，自然是与乔布斯截然不同的。在苹果的股票公开上市之前，他就把自己期权中的2000份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40名中层员工，大多数受益人都赚到了足够买一套房子的钱。沃兹尼亚克为自己和新婚妻子买下了一幢梦幻般的屋子，但他很快与她离婚，并得到了房子。后来他又把自己的股份赠予了那些在他看来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员工，包括科特基、费尔南德斯、威金顿和埃斯皮诺萨。所有人都喜欢沃兹尼亚克，在他的慷慨捐赠之后更是如此。但很多人也同意乔布斯对沃兹的评价，认为他极其天真幼稚。几个月后，公司的公告板上出现了一张联合慈善总会的海报，画面上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有人在海报上涂鸦道1990年的沃兹。乔布斯可不天真，在 IPO 之前，他已经和克里斯安·布伦南签好了协议。乔布斯是此次 IPO 的公众形象，他也帮助挑选了负责 IPO 的2家投资银行，一家是传统的华尔街公司摩根士丹利，另一家是旧金山的汉布里克特奎斯特。这并不是一家传统的投行，当时的服务只针对部分领域。摩根士丹利当时是极端保守的公司，史蒂夫对他们公司的人十分无礼。比尔·汉布里克特回忆说，尽管苹果的股票必然会迅速暴涨，但摩根士丹利计划将股价定为每股18美元。我们把这只股票定价为18美元，接下来会怎么样？他问那些银行家，你们难道不会把这只股票卖给你们的优质客户吗？如果卖的话，那你怎么可以收取我7%的佣金？汉布里克特意识到体系中存在着基本的不公平，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 IPO 之前通过反向竞拍来为股票定价。苹果公司在1980年12月12日的早晨上市了，银行家们最终定下的股价是22美元一股。当天收盘时，股价已经涨到了29美元。乔布斯赶到汉布里克特奎斯特的办公室观看了开市，在25岁这一年，他的身家达到了2.56亿美元。老兄，你发财了。在史蒂夫·乔布斯的一生中，他贫穷过，也富裕过，既做过亿万富翁，也尝过破产的滋味，所以他对待财富的态度是很复杂的。他是个反对物质主义的嬉皮士，但他把朋友准备免费送出的发明转化成了获利的工具。他是佛教禅宗的狂热信徒，在印度进行过朝圣之旅，但之后又认定创业才是自己的使命。然而很奇怪的是，这些特性在他身上并没有彼此矛盾，而是完美交织在一起。他对一些实体物质有着强烈的喜好，尤其是那些设计优雅、工艺精湛的物品，比如保时捷和奔驰汽车，双立人刀具和勃朗电器，宝马摩托车和安塞尔亚当斯的摄影作品，贝森朵夫钢琴和邦奥路芬的音响设备。但不管多么富有，乔布斯居住的房子从来都是朴实低调的，家中摆设之简单，即便一个震颤派的教徒看了也会自惭形秽。他出行的时候从不会有浩浩荡荡的随行人员，他也没有个人助理，甚至从未雇过保镖。他买下一辆豪华轿车，但从来都是自己开。马库拉邀他一起买里尔喷气式飞机的时候，他拒绝了。不过后来他要求苹果公司给他购置了一架湾流飞机。和自己的父亲一样，乔布斯在和供应商讨价还价的时候态度也十分坚定，但他不允许对利润的追求凌驾于他对制造伟大产品的狂热之上。在苹果公司上市30年后，他回顾了当年一夜暴富的感受。我从来没有为钱担心过，我成长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所以我从没担心过会挨饿。我在雅达利公司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个还不错的工程师，所以我知道自己肯定可以维持生计。我读大学和在印度的时候，自己选择了过苦日子，尽管后来我开始工作了，我还是过着十分简单的生活。我经历过贫穷，那种感觉很美好，因为我不用为钱担忧。后来我变得特别有钱了，还是不用为钱担心。我看到苹果公司的一些人大赚一笔后就觉得自己要过不同的生活，
他们买下劳斯莱斯汽车和许多房子，每一所房子都有管家，然后再雇一个人管理所有的管家。他们的妻子去做整形手术，把自己变得稀奇古怪。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这太疯狂了。我答应过自己，不会让钱毁了我的生活。乔布斯并不是一个特别乐善好施的人，他曾短暂地创立过一个基金会，但发现负责管理基金会的那个家伙十分烦人，总是谈及做慈善的新方法以及如何运用捐赠。乔布斯开始轻视那些总是把慈善挂在嘴边，或是认为自己可以彻底改变慈善事业的人。早些时候，他曾悄悄送出一张$5000的支票，帮助成立拉里·布里连特的塞瓦基金会。该基金会致力于帮助穷人对抗疾病。乔布斯甚至同意了加入其董事会。但在一次会议上，乔布斯与董事会中一位著名的医生发生了争执。乔布斯认为基金会应该雇佣里吉斯·麦肯纳来帮助筹款以及处理公关事务，但这位医生提出了异议。这次争议以乔布斯在停车场痛哭流涕结尾。第二天晚上，在感恩而死乐队为塞瓦基金会举办的慈善音乐会的后台，乔布斯与布里连特重归于好。然而在苹果完成 IPO 之后，布里连特带着几位董事会成员，包括维维·格里维和杰里·加西亚，来到苹果公司募集善款的时候，乔布斯并没有满足他们。相反，他努力说服他们，自己之前捐赠了一台 Apple II 和 VisiCalc 程序，可以帮助基金会简化他们计划中的针对尼泊尔民众失明情况的调查。乔布斯最慷慨的一次个人赠与是送给自己的父母保罗·乔布斯和克拉拉·乔布斯的。他送出了价值约$75万的股票，老两口出售了其中一部分，用以偿还洛斯阿尔托斯的房子的抵押贷款。他们的儿子也回到家中庆祝，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没有背负贷款。乔布斯回忆道，他们请来了几个朋友到家中开派对，那场面太温馨了。但他们并没有考虑换一套好点的房子，他们对那个没有兴趣。乔布斯说，他们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他们唯一的奢侈举动就是每年都乘坐公主号邮轮度假。据乔布斯说，穿越巴拿马运河的那条航线是爸爸的最爱，因为这会让他想起自己在海岸警卫队的时候，他们的船穿越巴拿马运河驶往旧金山退役的情景。苹果公司的成功使乔布斯声名远播。1981年10月，公司成为第一家将乔布斯搬上封面的杂志。这个人永远改变了商业世界，杂志上如此宣称。封面上的乔布斯留着整齐的胡子和时髦的长发，穿着牛仔裤和白衬衫，还有一件有些过于光滑的西装。他靠在一台 Apple II 上，用他从罗伯特·弗里德兰那里学来的迷人眼神直视着镜头。杂志文章写道，史蒂夫·乔布斯说话的时候是极富热情的，他能预见未来，也正在努力创造未来。接下来是《时代》杂志，他在1982年2月推出了一个关于年轻企业家的专题报道，封面上是一幅乔布斯的画像，依然带着他极富魅力的眼神。故事中写道，乔布斯实际上单独开创了个人电脑产业。由迈克尔·莫里茨撰写的人物简介中写道，6年前这家公司还窝在乔布斯父母家中的卧室和车库里。在他的带领下，该公司有望在今年实现$6亿的销售额，而乔布斯才不过26岁。作为管理人员，乔布斯有时候对待下属脾气暴躁、严苛无情。他自己也承认，我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尽管已经名利双收了，但乔布斯还是把自己看作一个反主流文化的孩子。有一次访问斯坦福大学的课堂时，他脱下了自己的威尔克斯巴尔福德西装和鞋子，坐在桌子上盘腿打坐。学生们问了一些诸如苹果的股价何时会上涨之类的问题，乔布斯一概置之不理，而是开始讲对于未来产品的激情，比如某一天造出一台和书本一样小的电脑。渐渐的，不再有人问商业方面的问题了。乔布斯开始向这些衣冠整齐的学生提问：你们中还有多少人是处男处女？他问道。下面有人不安地傻笑。你们中有多少人尝试过迷幻药？笑声更大了。只有1-2个人举起了手。后来乔布斯对这一代的孩子颇有微词，在他看来，
这群孩子比他那一代的人更加物质主义，更加追求名利。我上学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的那股思潮刚过，实用主义、目的性很强的社会风气还没有盛行。他说，现在的孩子根本不愿意用理想主义的方式来思考，连接近理想主义都谈不上。他们自然不会让现今的任何哲学问题占用他们太多的时间，因为他们要忙于学习自己的商科专业。他说，自己那一代人就不一样，20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之风仍然影响着我们。我认识的与我年龄相仿的人中，大多数人的心里都永远打上了理想主义的烙印。第10章，麦克诞生了。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杰夫·拉斯金的宝贝。杰夫·拉斯金是那种能让史蒂夫·乔布斯着迷或者是厌烦的人。事实证明，两者他都做到了。拉斯金是个很有哲学家范儿的人，有时幽默顽皮，有时又呆板沉闷。他学习过计算机科学，教过音乐和视觉艺术，管理过一家室内歌剧院，还组织过街头剧场。他1967年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提出，计算机应该拥有图形界面，而不是基于文本的界面。他在厌倦了教书之后，就租了一只热气球，飞到校长家上空，大声喊出了自己的辞职决定。1976年，乔布斯找人为 Apple II 编写操作手册。他给当时已经拥有一家小型咨询公司的拉斯金打了电话。拉斯金来到乔布斯的车库，看到了在工作台上埋头苦干的沃兹尼亚克，并被乔布斯说服，接受了以$50的报酬为他们编写操作手册。后来，拉斯金以全职形式加入了苹果公司，任出版部门的经理。他有一个梦想，就是为大众制造价格低廉的电脑。1979年，他说服了麦克马库拉，成为了小规模研发项目安妮的负责人。然而，拉斯金认为用女人的名字命名电脑带有性别歧视的意味，所以他更换了项目代号，用的是自己最喜欢的一种苹果的名字麦克。但为了避免与音频设备制造商麦克实验室的名字冲突，他故意改变了拼写方式，于是新电脑的名字变成了 Macintosh， 简称麦克。拉斯金预想中的电脑售价$1000，像家用电器一样操作简单，并且将屏幕、键盘和电脑本身整合为一体。为了降低成本，他计划使用5英寸的小屏幕，以及非常便宜、性能也很落后的微处理器摩托罗拉6809。拉斯金自诩为哲学家，他不断地把自己的想法记录在本子上，并称之为麦克之书。他还会偶尔发表一些宣言，其中之一叫做数以百万计的电脑，开头就表达了他远大的志向。如果个人电脑的称谓真正名副其实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家庭都应该拥有一台。从1979年到1980年初，麦克项目一直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每隔几个月他就会面临被解散的命运，但每一次拉斯金都能让马库拉善心大发，项目也就因此而能得以延续。他的研究团队只有4名工程师，办公地点在苹果公司以前的办公楼，紧邻美好地球餐厅，跟公司新建的主楼隔了几个街区。办公室里堆满了玩具和无线电遥控的飞机模型，拉斯金的最爱，看上去就像个为极客们打造的日托中心。大家会时不时地停下手中的工作，玩一场组织松散的nerf球游戏。正如安迪·赫斯菲尔德回忆的，这让大家都在自己的办公区域四周围上了纸板做成的挡板，以便在游戏的时候提供遮挡。这么一来，办公室看上去就像个用纸板围成的迷宫。团队中的明星是一个叫伯勒尔·史密斯的年轻工程师，他有一头金发，长着一张娃娃脸，内心却严肃认真。他自学成才，十分崇拜沃兹尼亚克编写的代码，自己也想做出一些耀眼的成就。阿特金森在苹果的服务部门发现了在那里工作的史密斯，惊叹于他随时想出补救方法的能力，于是将他推荐给了拉斯金。史密斯后来饱受精神分裂症的折磨，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还是将自己疯狂的热情投入到夜以继日的工作中，并展现了完美的工程天赋。
乔布斯十分赞赏拉斯金的想象力，但并不同意他为了降低成本而牺牲产品性能。1979年秋季的一天，乔布斯告诉拉斯金，集中精力把他反复念叨的终极完美的产品做好就行，你不用担心价格，只要把电脑的性能列出来就好。乔布斯告诉他。作为回应，拉斯金送上了一份充满讽刺的备忘录，其中列出了当时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功能：高分辨率彩色屏幕，无需使用色带，能以每秒1页的速度打印彩色图像的打印机，可以不受限地访问 ARPA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网络，还能够识别语音和合成音乐，甚至可以模拟卡鲁索与摩门大教堂合唱团共同演唱并伴有各种混音效果的场景。备忘录最后总结道，漫无边际地列出期待的性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设定一个价格目标和相应的一系列性能，同时还必须关注当下以及不远的未来的科技。换句话说，乔布斯认为只要对产品有足够的热情就可以扭转现实，但拉斯金对此并不认同。因此他们两人之间注定会有冲突，尤其是乔布斯在1980年9月被逐出 Lisa 项目后，他开始寻找其他能让自己创造辉煌的地方。不可避免的，他的目光落到了 Mac 项目上。拉斯金志在为大众制造一台拥有简单图形界面和简洁设计的廉价电脑。此番宣言触动了乔布斯的心灵。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一旦乔布斯盯上了 Mac 项目，拉斯金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史蒂夫开始将他的想法灌输给我们，杰夫陷入了苦闷的思考之中，会有怎样的结果一目了然。麦克团队的成员乔安娜·霍夫曼回忆说，第一次冲突是关于拉斯金钟爱的低性能微处理器摩托罗拉6809，这是一次理念之争。拉斯金打算将麦克价格控制在$1000以下，而乔布斯下决心建造一台完美无比的机器。于是乔布斯开始强烈要求麦克换上性能强劲的摩托罗拉68000，这也是当时 Lisa 使用的微处理器。1980年圣诞节前，在没有告知拉斯金的情况下，乔布斯给了伯勒尔史密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设计一台使用摩托罗拉68000的样机。就像自己的偶像沃兹尼亚克一样，史密斯不分昼夜地投入到了任务当中。工作了3个星期，在编程中运用了各种惊人的创举。在他成功之后，乔布斯如愿让所有 Mac 换上了摩托罗拉68000，拉斯金只能郁闷地重新计算 Mac 的成本。还有更大的麻烦等着拉斯金，他想要的那款廉价微处理器无法完全驾驭那些炫目的图形、窗口、菜单、鼠标等，这均是他们在施乐帕克见过的东西。当初正是拉斯金说服大家去参观了施乐帕克，而且他本人也很喜欢位图显示和窗口的概念，但是他并不迷恋那些漂亮的图形和图标，也很反感用鼠标取代键盘的想法。项目里的一些人过于追求用鼠标完成所有操作了。他后来埋怨说，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滥用图标。在所有的人类语言中，图标都是一种很让人费解的符号。人类发明表音文字是有原因的。拉斯金以前的学生比尔·阿特金森这次站到了乔布斯的阵营中，他和乔布斯都想使用更强大的处理器，以支持绚丽的图形效果和鼠标的运用。史蒂夫不得不把这个项目从杰夫手里夺走。阿特金森说，杰夫是个很坚定很固执的人，史蒂夫把项目夺过来是正确的，世界得到了一件更好的产品。乔布斯和拉斯金之间的分歧不仅仅只是在产品理念上，他们的个性也水火不容。我认为他是那种喜欢发号施令的人，拉斯金曾经说，我感觉他不值得信赖，他受不了别人发现他的不足，他也不喜欢那些不将他奉若神明的人。乔布斯对拉斯金也很不屑。杰夫非常的自命不凡，乔布斯说，他对界面并没有太多了解，所以我决定从他的人马里挖来几个精兵强将，比如阿特金森，再让我手下的几个人加入进来，接管整个项目，
然后造出一台低价版的 Lisa。我可不想制造一堆垃圾。团队中的一些人觉得与乔布斯共处实在太困难了。正是乔布斯给整个团队带来了压力、权力争斗和激烈的冲突，而不是化解这些让人分心的事情。1980年12月，一名工程师在交给拉斯金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很喜欢和他交谈，也很仰慕他的思想、实用性的观点和充沛的精力，但我觉得他提供不了我需要的那种充满信任、支持和氛围轻松的工作环境。但其他很多人意识到，尽管乔布斯有喜怒无常的毛病，但他非凡的魅力和团队影响力都足以引领大家改变世界。乔布斯告诉员工，拉斯金只是一个空想家，而自己是一个实干家，他会在1年之内完成 Mac 项目。很明显，从 Lisa 项目中被逐出后，他需要证明自己，而竞争可以进一步激励他。他公开与约翰·库奇打赌，宣称麦克会在 Lisa 之前完工，赌注是$5000。我们能够造出一台比 Lisa 更便宜也更好的电脑，而且我们能更快完成它。他告诉团队里的人，拉斯金原定于1981年2月举办一场全公司范围的自带午餐的研讨会，但乔布斯为了树立自己在项目组的权威，宣布取消了这场研讨会。然而那天拉斯金碰巧走过会议室，发现里面坐了上百人在等着自己发言。乔布斯根本没有把取消研讨会的决定通知项目以外的其他人，于是拉斯金就走进去发表了一番讲话。这件事导致拉斯金向麦克·斯科特递交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备忘录。斯科特又一次陷入了艰难的境地。身为公司的总裁，他又要去管束那个喜怒无常的联合创始人兼大股东了。备忘录的标题是为何史蒂夫·乔布斯工作，拉斯金写道。他是个糟糕透顶的管理者。我一直都很喜欢史蒂夫，但我发现自己无法为他工作。乔布斯经常错过预定安排，这个人尽皆知，几乎已经流传成笑话了。他总是不经过思考就行动，而且判断力很差。他不给别人应得的赞扬。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你告诉他一个新想法，他会立刻攻击这个想法，说它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愚蠢的，并且告诉你研究它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光这个就已经很糟糕了，但如果他听到的是一个好点子，他很快就会到处宣传，就好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样。他喜欢打断别人的讲话，从不耐心倾听。那天下午，斯科特叫来了乔布斯和拉斯金，让他们在马库拉面前摊牌。乔布斯开始喊叫，他和拉斯金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两人谁都无法为对方工作。当年在 Lisa 项目上，斯科特选择了支持库奇，这一次他认为最好能让乔布斯赢一次，毕竟麦克只是个小规模的开发项目，而且办公地点在别处，这样一来就可以让乔布斯离开公司总部了。于是拉斯金被要求休假，他们想要迁就我，给我找点事情做，我觉得挺好。乔布斯回忆，对我来说就好像回到了当年的车库一样，我有了自己的小团队，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拉斯金遭到驱逐，看起来也许不是很公平，但事后证明，这对麦克项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拉斯金想要的机器内存小，处理器差，使用的是磁带储存，没有鼠标，图形效果也很糟糕。与乔布斯不同，他也许可以将价格压到将近$1000，也许可以帮助苹果公司赢得市场份额，但他永远也达不到乔布斯的高度。乔布斯创造并推广的电脑改变了整个个人电脑产业。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看，如果当年按照拉斯金的思路发展，会是怎样的结果。拉斯金后来受雇于佳能公司，制造了他一直想要的电脑，就是佳能猫。这是一个彻底的败笔。阿特金森说，没人想要它。史蒂夫将麦克变成了简洁版的 Lisa， 它不单单是消费类电子设备，更是一个运算平台。德式古塔。拉斯金离开后没几天，乔布斯就出现在安迪·赫斯菲尔德的小隔间里。安迪是 Apple II 团队的一名年轻工程师，有着一张娃娃脸和顽童般的行为举止，就像他的朋友伯勒尔·史密斯一样。
赫斯菲尔德回忆说，他的大多数同事都很害怕乔布斯，因为他动不动就会发怒，而且他喜欢把心中所想毫无顾忌地说出来，通常都是很难听的话。但赫斯菲尔德还是因为他的到来而感到兴奋。你很棒吗？乔布斯一走进来就问道。我们麦克团队只想要真正有才华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足够好。赫斯菲尔德知道怎样回答。我告诉他是的，我觉得自己很棒。乔布斯离开后，赫斯菲尔德继续自己的工作。那天下午，他注意到乔布斯正在小隔间外盯着自己看。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乔布斯说，你现在是麦克项目的成员了，跟我来。赫斯菲尔德回答说，他还需要几天来完成手头正在忙的 Apple II 产品。还有什么比制造麦克更重要的事情吗？乔布斯问道。赫斯菲尔德解释说，他要把他的 Apple II 上的 DOS 程序弄好，然后交给某人。你这么做就是浪费时间。乔布斯说，谁在乎 Apple II 啊？用不了几年 Apple II 就会消亡了。麦克才是苹果公司的未来，你现在立即开工。说完，乔布斯一把拔掉了 Apple II 的电源线。赫斯菲尔德一直在弄的代码也毁了。跟我来，乔布斯说，我带你去你的新办公桌。乔布斯开着他的银色奔驰，载着赫斯菲尔德和他的电脑等所有物品，来到了麦克项目的办公室。这就是你的新办公桌，他说着，把他带到了伯勒尔史密斯隔壁的工位。欢迎来到麦克团队。赫斯菲尔德打开抽屉后才发现，那张桌子是拉斯金的。事实上，拉斯金离开得太匆忙，有几个抽屉里还塞满了他的杂物，包括一些飞机模型。1981年春天，乔布斯在为自己的麦克团队招兵买马。他招募成员的首要标准就是要对产品有激情。有时候他会把应试者带入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台被布盖住的麦克样机，然后他会像变戏法一样把布揭开，观察对方的反应。如果他们两眼放光，立刻拿起鼠标开始操作，史蒂夫就会微笑着雇佣他们。安德利亚·卡宁安回忆说，他就是想看到他们喊出一声哇。布鲁斯·霍恩是施乐帕克的一名程序员，他的一些朋友比如拉里·特斯勒决定加入麦克项目后，霍恩也考虑过加入，但另一家公司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还有15000美元的签约奖金。乔布斯在一个周五的晚上给他打了电话，你明天早上必须到苹果公司来，他说，我有很多东西要给你看。霍恩照做了，乔布斯也借此机会成功地将他招至麾下。史蒂夫如此痴迷于制造一台让人拍案叫绝的设备，并想凭借它来改变世界。霍恩回忆说，他强大的人格魅力让我改变了主意。乔布斯向霍恩完整展示了塑料外壳是怎样铸造成型的，又怎样以完美的角度拼装在一起，以及内部的电路板看上去有多漂亮。他想要我看到整个项目必定会取得成功，方方面面都已经考虑周全了。我说，哇，这种对产品的狂热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于是我就签约了。乔布斯甚至还尝试了让沃兹尼亚克重新入伙。他后来告诉我，沃兹那时候已经做不出什么成绩了，这让我很不满。但我又想管他呢，要是没有他的聪明才智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但是就在他刚开始让沃兹对麦克产生兴趣的时候，沃兹在圣克鲁兹驾驶着他新买的单引擎比奇飞机尝试起飞时，飞机坠毁了，他差点丧命，并因此丧失了部分记忆。乔布斯陪他在医院里度过了一段时间，但当沃兹康复后，他觉得是时候离开苹果公司了。在从伯克利退学10年后，他决定重返校园，拿到自己的学位，并以洛基·浣熊·克拉克的名字登记入学。为了给整个项目打上自己的印记，乔布斯决定项目名称不应该再使用拉斯金最爱的苹果种类了。在各种访谈中，乔布斯一直把电脑比作思想的自行车，人类创造了自行车，从而让自己的移动比秃鹰还要高效。与之类似，电脑的发明也将让人们的思维效率大为提高。于是有一天，乔布斯宣布从今以后麦克更名为自行车。然而这一决定并不受欢迎，
伯乐尔和我认为这是我们听说过的最愚蠢的事情，我们都拒绝使用新名字。赫茨菲尔德回忆道。不到1个月，这个变更名字的想法就被放弃了。到1981年初，麦克团队已经扩展到了差不多20人。乔布斯觉得他们该有个更大的办公区了，于是他们都搬到了一栋棕色墙面的双层建筑的2楼，这里和苹果公司的主楼大约隔了3条街。新办公室紧邻一家德士古加油站，因此被称为德士古塔。丹尼尔·科特吉尽管仍在为股票期权的事情伤心，还是被招来给几台样机连接电路。著名的软件工程师巴德·特里布尔设计的开机启动画面是一句亲切的 “Hello”。乔布斯觉得办公室里需要更有活力一点，于是让他们去买一套立体声音响。趁他还没改主意，伯勒尔和我立刻跑出去买回了一台银色卡式立体声音响。赫茨菲尔德回忆说，乔布斯很快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在赢得了与拉斯金之间的麦克团队管理权之争的几个星期后，他又为将麦克斯科特从苹果公司总裁的位置上赶下来贡献了一臂之力。斯科特已经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他时而横行霸道，恃强凌弱，时而又会鼓励下属培养员工。他冷酷无情地推行了一轮裁员之后，终于失去了员工中大多数人的支持。除此之外，他也开始遭受一系列肉体上以及精神上的病痛折磨，包括眼部感染以及间歇性嗜睡症。在斯科特前往夏威夷度假期间，马库拉召集了公司的高层，询问是否应该开除斯科特。大多数人，包括乔布斯和约翰库奇在内，都表示同意。于是马库拉接管工作，成为公司不怎么管事的临时总裁。如此一来，乔布斯发现自己可以完全不受约束地在麦克项目中为所欲为了。第11章，现实扭曲立场，以自己的游戏规则行事。安迪·赫茨菲尔德加入麦克团队后，另一名软件设计师巴德·特里布尔给他介绍了项目的基本情况，让他知道了还有大量工作尚未完成。乔布斯希望项目能在1982年1月之前完工，也就是说只剩不到1年时间。这太疯狂了，赫茨菲尔德指出，不可能的。特里布尔说，乔布斯是不能接受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发生的。能最好的形容这种情况的就是星际迷航里的一个术语。特里布尔解释道，史蒂夫拥有现实扭曲立场。赫茨菲尔德有些疑惑，特里布尔便进一步解释道，有他在的时候，现实都是可塑的，他能让任何人相信几乎任何事情。等他不在的时候，这种立场就会逐渐消失，但这种立场让我们很难做出符合实际的计划。特里布尔回忆说，自己是从星际迷航中著名的一集《宇宙动物园》中学来的这个短语。在那一集中，外星人通过极致的精神力量建造了新世界。他说，他使用这个短语既是一种称赞，也是一种警示。陷入史蒂夫的扭曲立场中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也正是这种立场让他可以真正的改变现实。起初，赫茨菲尔德认为特里布尔一定是夸张了，但在对乔布斯进行了2个星期的观察后，他有了切身感受。现实扭曲立场是几种因素的混合，其中包含了极富魅力的措辞风格、不屈的意志和让现实屈从于自己意图的热切渴望。他说，赫茨菲尔德还发现没有人可以避开这股力量的影响。他说，让人惊奇的是，即使你敏锐地意识到了现实扭曲立场，它还是可以在你身上产生作用。我们经常讨论有没有方法可以屏蔽这个立场，但一段时间之后，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只能认为它是一种自然力量。有一次，乔布斯宣布办公室冰箱里的苏打水都会被替换成奥德瓦拉牌有机橙汁和胡萝卜汁。之后团队里就有人制作了一批 T 恤，前面写着现实扭曲立场，背后写着它藏在果汁里。在某种程度上，称之为现实扭曲立场，只是为描述乔布斯喜欢说谎的性格换了种好听的说法。但事实上，它是一种更复杂的掩饰行为。乔布斯会断言一些事情，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事件，或者是叙述一场会议上某人提出了一个观点，
但完全不考虑事实是什么。这源自他对现实的有意蔑视，不光是对别人，也对他自己。他可以欺骗他自己，比尔·阿特金森说，这就让他可以说服别人相信他的观点，因为他自己已经接受并吸收了这个观点。当然，很多人都会扭曲现实，当乔布斯这么做的时候，通常都是一种策略，意在实现某个目的。天性诚实的沃兹尼亚克就惊叹于这种力量的效果。当他对于未来有一些不合常理的想法时，比如当他告诉我只用几天时间就能设计出打砖块游戏的时候，他的现实扭曲立场就会起作用。你意识到那是不现实的，但他就是有办法让它变为现实。当麦克团队的成员们陷入乔布斯的现实扭曲立场时，他们就好像被催眠了一样。他让我想起了拉斯普京。戴比·科尔曼说，他会死死地盯着你，眼睛一眨不眨，哪怕他端给你一杯毒药，你也会乖乖地喝下去。但是和沃兹尼亚克一样，他也认为现实扭曲立场是充满力量的。他让乔布斯激励自己的团队，在掌握的资源远不及施乐及 IBM 的情况下，改变了计算机产业的进程。那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扭曲。他说，你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你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不可能完成的。现实扭曲立场的根源在于乔布斯内心深处不可动摇的信念，世界上的规则都不适用于他，这在他身上是有迹可循的。小时候他就经常可以让现实屈服于自己的欲望，叛逆与固执在他的性格中根深蒂固。他觉得自己很特别，他是被上天选中的，他是觉悟者。他认为有一些人是很特别的，比如爱因斯坦、甘地以及他在印度遇到的那些导师，而他就是其中之一。赫斯菲尔德说，他跟克里斯安讲过这些，有一次他甚至暗示我，他是受到过上天启示的。这些话就像是从尼采口中说出来的。乔布斯从没有研究过尼采，但他的天性与尼采的一些思想不谋而合，对权力的渴望以及超人的特殊本性。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道，精神现在拥有了自己的意志，被世界所驱逐的人终于赢得了自己的世界。如果现实与乔布斯的意愿不一致的话，他就会忽略现实。他的女儿丽萨出生时，他就是这么做的。多年以后，当他第一次被诊断患上了癌症时，他也是这么做的。即使平时一些小小的叛逆行为，比如汽车不装牌照，或者将车停在残疾人停车位上，他也表现得好像完全不受规则和现实的约束。乔布斯的世界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二元的分类体系。换言之，他采用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人要么就是觉悟的，要么就是饭桶。人们的工作成果要么是最棒的，要么就是完全的垃圾。麦克的设计师比尔·阿特金森在这样的二分法中获得的总是积极的评价。他有如下描述，在史蒂夫手下工作太难了，因为神与白痴之间的两极分化太严重了。如果你是神，你就高高在上，存在于神坛上，绝不能犯错误。我们当中被认为是神的那些人，比如说我，都知道自己实际上也是凡人。我们也会做出糟糕的工程设计，也会像任何人一样吃饭放屁，所以我们总是害怕会被赶下神坛。而那些被认为是白痴的人，他们其实也是辛勤工作的杰出工程师，但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永远都得不到赏识，永远无法摆脱白痴的身份。但这样的分类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尤其是当乔布斯的看法是关于想法而不是关于人的时候，他有时会很快推翻自己先前的判断。特里波尔在向赫斯菲尔德介绍现实扭曲立场时特别叮嘱他，乔布斯就像高压交流电一样善变，他告诉你某些东西是糟糕的或者绝妙的，并不代表他明天还会这么想。特里波尔解释说，如果你告诉他一个新想法，他通常会告诉你，他认为这个想法很愚蠢，但之后如果他真的喜欢上了这个想法，1个星期之后他会找到你，然后把你的想法再提出来，就好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样。这种脚尖旋转技巧的大胆程度，即便是迪亚吉列夫看了也会眼花缭乱。赫斯菲尔德说，
如果他的一个论点没能说服别人，他会娴熟地切换到另一个论点。有时候他会突然把你的观点占为己有，甚至都不承认自己曾有过不同的想法，这会让你猝不及防。布鲁斯·霍恩是和特斯勒一起从施乐帕克跳槽到苹果的程序员，他就多次亲历了这样的事情。某一天，我会跟他提一个自己的想法，他会说那太疯狂了。霍恩说，到下一周他会跑过来跟我说，嘿，我有个很棒的主意，而那正是我的主意。我跟他说，史蒂夫，1个星期之前我就跟你说过这个了。他就会说，知道了，然后继续讲下去。乔布斯的大脑电路中似乎缺少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可以调节在他脑中闪现的冲动观点的峰值。于是在跟他打交道的过程中，麦克团队运用了音频上的一个概念，低通滤波器。在乔布斯向大家灌输观点时，他们学会了将他的高频信号的振幅减小，如此一来就可以平滑地输出数据集，并且为他不断变化的态度提供一个让人不那么紧张的平均值。几个星期后，赫茨菲尔德说，我们就学会了怎样低通过滤他的信号，以及如何不对他的极端态度做出反应。乔布斯做出这些极端的行为，是因为他缺乏情感上的敏感性吗？不，恰恰相反，他的情感理解能力是超强的，他有着超乎凡人的阅人能力，可以看出他人心理上的优势弱点，他能在别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直击对方心灵的最深处，他凭直觉就能看出一个人是在说谎还是真的知道一些事情，这让他成为了哄骗、安抚、劝说、奉承、威胁他人的大师。他就是有这种特异功能，能准确地知道你的弱点是什么，怎样能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怎样能让你畏缩。霍夫曼说，这是那些知道如何操纵他人、极富魅力的人身上的共同特质。你知道他能摧毁你，这就让你感觉自己变弱了，你渴望得到他的认可，然后他就可以把你推上神坛，并彻底拥有你。安鲍尔斯成为应对乔布斯的完美主义、韧性及强硬性格的专家。他曾是英特尔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但自从嫁给了其联合创始人鲍勃·诺伊斯，鲍尔斯就开始退居二线。1980年，他加盟苹果公司。每当乔布斯发脾气时，他都会给予安慰，俨然一位母亲的角色。他会去他的办公室关上门，态度柔和地告诫他，我知道。他说，好吧，那么请别再这样做。他会坚持到。鲍尔斯回忆说，他会消停一阵儿，但大约1个星期后，我就会再次接到电话。他发现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志向高远，如果人们无法达到他的要求，他根本无法忍受，他无法控制自己。我能理解为什么史蒂夫会生气，他通常是正确的，但这确实伤人，这造就了一个令人恐惧的氛围。他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但这并没有帮助他调整自己的行为。乔布斯与鲍尔斯夫妇成了密友，乔布斯甚至可以随时去他们位于洛斯阿图斯山丘的家中拜访。他能听到他的摩托车从远处驶来，并说，史蒂夫要来吃晚饭了。有一阵子，这里成了乔布斯的第2个家。他是如此聪慧，也如此缺少爱。他需要一位成熟的父亲一般的角色的陪伴，鲍勃就是，而我则成为了母亲一样的角色。乔布斯的苛责与尖锐也有一些好处，那些没有被他摧毁的人都变得更为强大，他们能更好地完成工作，既是出于畏惧，又是渴望取悦他，也是意识到自己身上背负着这样的期待。他的行为让你在情感上饱受折磨，但如果你能挺过去，他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霍夫曼说，有时候你可以对抗乔布斯，这样的话不但可以幸存下来，还能茁壮成长，但这并不总能成功。拉斯金尝试过，短时间内他成功了，但之后还是被摧毁了。但如果你平静而自信，如果乔布斯审视你一番后认为你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就会很尊重你。
多年来，无论是在他的私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涯中，他的核心圈子里聚集的都是真正的强者，而不是谄媚者。麦克团队也深知这一点。从1981年开始，他们每年都会将一个奖项颁发给最能勇敢面对乔布斯的人。这个奖在一定程度上是个玩笑，但也有认真的成分。乔布斯知道这个奖，并且还很喜欢他。第一年，该奖被授予了乔安娜·霍夫曼。她来自一个东欧难民家庭，脾气火爆，意志强硬。比如有一天，他发现乔布斯以一种完全扭曲事实的方式更改了他的市场规划。他愤怒地冲向他的办公室。他回忆说，在我上楼梯的时候，我就告诉他的助理，我要拿把刀插进他的心脏。公司的法律顾问阿尔·艾森斯塔特跑过来制止了他，但史蒂夫听我说完后做出了让步。霍夫曼在1982年再一次赢得了这个奖项。我记得我当时很羡慕乔安娜，因为她敢于面对史蒂夫，而我却没那个胆子。那一年加入麦克团队的黛比·科尔曼说，然后1983年我赢得了那个奖项，我认识到我必须坚守自己的信念。乔布斯也很尊重这种做法。从那以后，我开始得到晋升，最终他成为制造部门的负责人。一天，乔布斯冲进了阿特金森手下一名工程师的小隔间，说出了自己常说的那句话，这是狗屎。阿特金森回忆说，那个家伙回答，不，这其实是最好的方法。然后他向史蒂夫解释了自己在工程方面做的一些权衡。乔布斯败下阵来。阿特金森告诉他的团队，乔布斯的话不能照字面理解，需要转化一下。我们把这是狗屎解读为一个问句，他真实的意思是告诉我这为什么是最好的方法。但这个故事的结尾让阿特金森也觉得很有教育意义。最终那名工程师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实现乔布斯之前指责的那个功能。正因为史蒂夫挑战了他，他才找到了更好的方法。阿特金森说，这意味着你可以反驳他的意见，但也应该认真听他说的话，因为他通常都是正确的。乔布斯这种攻击性的言行，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他的完美主义的驱使。他无法容忍那些为了让产品及时面世，或为了压缩成本而做出合理妥协的人。他不会在产品上做出妥协。阿特金森说，他是个控制欲极强的完美主义者。如果哪个人不愿意把产品做到完美，那他就是笨蛋。举例来说，1981年4月，在西海岸电脑博览会上，亚当·奥斯本发布了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便携式个人电脑。它并不出众，屏幕只有5英寸，内存也不大，但运行状况尚可。正如奥斯本那句著名的宣言，够用就好了，多出来的功能都是浪费。乔布斯认为这个想法很可怕，好几天的时间里，他都在嘲笑奥斯本。这家伙就是不明白。他走在苹果公司的走廊里，还反复骂道，他不是在创造艺术品，而是在制造垃圾。一天，乔布斯走进了拉里·凯尼恩的办公隔间，他是负责麦克电脑操作系统的工程师。乔布斯抱怨说开机启动时间太长了。凯尼恩开始解释，但乔布斯打断了他。乔布斯问道，如果能救人一命的话，你愿意想办法让启动时间缩短10秒钟吗？凯尼恩说，也许可以。于是乔布斯走到一块白板前开始演示，如果有500万人使用 Mac， 而每天开机都要多用10秒钟，那加起来每年就要浪费大约3亿分钟，而3亿分钟相当于至少100个人的终身寿命。这番话让拉里十分震惊。几周过后，乔布斯再来看的时候，启动时间缩短了28秒。阿特金森回忆说，史蒂夫能看到宏观层面，从而激励别人工作。受到乔布斯的影响，麦克团队也充满激情的要制造一部完美的产品，而不仅仅是可以赚钱的产品。乔布斯认为自己是艺术家，他鼓励设计团队的人也把自己当成艺术家。赫斯菲尔德说，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打败竞争对手，也不是狠赚一笔，而是做出最好的产品，甚至比最好的还要好一点。乔布斯还带领团队去曼哈顿大都会博物馆参观蒂芙尼的玻璃制品展览，
因为他觉得大家可以从路易斯·蒂芙尼创造出可以量产的伟大艺术品这个例子中获益匪浅。我们谈论到这些玻璃制品并不都是路易斯·蒂芙尼亲手制作的，但他成功地将自己的设计传授给了别人。巴德特里波尔回忆道，我们对自己说，既然我们要制造产品，就把它做得漂亮点吧。他所有这些暴躁恶劣的行为都是必要的吗？也许不是，而且这些行为也并非都是合乎情理的，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激励他的团队。尽管麦克电脑后来被证明是一件伟大的产品，但由于乔布斯的鲁莽干预，他的生产进度已远远落后，预算也严重超支。受到残酷对待的员工在感情上也很受伤，大多数人都已心力交瘁。史蒂夫用不着让员工如此恐惧，也可以让他们为团队做出他的贡献。沃兹尼亚克说，我喜欢更加耐心一点，不要有那么多矛盾冲突。我觉得一家公司可以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果麦克项目是以我的方式运行的话，事情可能会一团糟。但我想，如果能把我们两人的风格中和一下的话，结果会比只用史蒂夫的方式要好一点。然而，尽管乔布斯的行事风格有时让人士气全无，但他有时也会激励人心。他给苹果的员工们注入了持久的热情，让他们去创造革命性的产品，也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完成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们制作了 T 恤，上面写着我爱每周工作90小时。出于对乔布斯的畏惧以及想取悦他的强烈愿望，他们的工作都超出了自己的预期。虽然乔布斯禁止团队为了降低麦克成本或是赶进度而在产品上做出让步，但这也同时阻止了一些看似合理实则粗劣的折中方案。多年以来，我认识到，当你拥有真正优秀的人才时，你不必对他们太纵容。乔布斯后来解释说，你期待他们做出好成绩，你就能让他们做出好成绩。最初的麦克团队让我知道，最顶级的人才喜欢一起工作，而且他们是不能容忍平庸作品的。你到那个麦克团队里随便找个人问问，他们会告诉你，那些痛苦都是值得的。大多数人确实这么认为。他会在开会的时候大喊，你这个蠢货，你从来就没有把事情做对过。戴比·科尔曼回忆道，类似的事情好像每个小时都会发生，但我还是认为能够和他并肩作战，我真的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第12章，设计大道至简。包豪斯式的美学标准。和大多数在埃奇勒建造的房子中长大的孩子不同，乔布斯了解这些房子，也知道他们好在哪里。他喜欢为改变混乱繁杂而生的现代简约主义这样的概念。他还喜欢听父亲讲述不同的汽车上纷繁的设计细节。所以从苹果公司建立之初，他就相信杰出的工业设计，多彩简单的标识以及 Apple II 使用的雅致时髦的机箱，可以突出自己的公司，也让公司的产品显得与众不同。在公司搬出乔布斯的车库后，第一个办公场所在一栋小建筑里，这里还有索尼公司的一处销售办事处。索尼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令人难忘的产品设计而闻名，所以乔布斯经常到他们的办公室去研究宣传材料。他走进来，邋里邋遢的抚弄着产品宣传册，指出一些产品设计上的特点。曾在那儿工作的丹·卢因说，时不时的他还会问我能把这个册子拿走吗？到1980年，乔布斯把卢因聘请到了苹果公司。从1981年6月起，乔布斯开始参加在阿斯彭举办的1年1度的国际设计大会。这一时期，他对暗色调、工业气息十足的索尼风格的喜爱逐渐减弱。那年会议的焦点是意大利风格，出席的有建筑师兼设计师马里奥·贝里尼、电影制片人贝纳多·贝托鲁奇、汽车制造商塞尔吉奥·平尼法瑞纳和菲亚特汽车公司的女继承人政治家苏珊娜·阿涅利。我就是去膜拜那些意大利设计师的，就好像电影《告别昨日》中的孩子膜拜意大利自行车手一样。乔布斯回忆说，那次会议真是一个奇妙的启示。
在阿彭斯，乔布斯接触到了包豪斯运动中干净实用的设计理念，这一理念深受赫伯特·拜尔的推崇，被他运用到了建筑、家居房屋、无衬线字体排印以及阿斯彭研究所的家具上。拜尔和他的导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以及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一样，也认为艺术和应用工业设计之间不应该有区别。包豪斯拥护的现代主义国际风格告诉人们，设计应该追求简约，同时具有表现精神。他通过运用简洁的线条和形式来强调合理性和功能性。密斯和格罗皮乌斯宣扬的准则中就包括上帝就在细节之中和少即是多。正如埃奇勒的房屋一样，艺术性和大规模生产的能力结合到了一起。1983年的阿斯彭设计大会上，乔布斯发表了一篇主题演讲，题为“未来绝对不会和过去相同”，公开阐述他对包豪斯风格的拥护。演讲在一个巨大的音乐帐篷中举行，乔布斯称赞了包豪斯风格的简单朴素，也预言了索尼风格的消亡。当下工业设计的潮流就是索尼的那种高科技感，要么是金属灰色，要么就涂成黑色，加一些怪异的设计。他说，这么做很容易，但不够好。他提出了一个源自包豪斯风格的替代方案，更加忠实于产品的功能和本性。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产品科技感十足，然后用上简单干净的包装，让科技感一目了然。我们会把产品放在小包装盒里，让它们看上去纯白漂亮，就像博朗生产的电器一样。他反复强调，苹果公司的产品会是干净而简洁的。我们会把产品做得光亮又纯净，能展现高科技感，而不是一味使用黑色、黑色、黑色，满是沉重的工业感，就像索尼那样。他朗声说道，我们的设计思想就是极致的简约，我们追求的是能让产品达到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品质。我们管理公司设计产品、广告宣传的理念就是一句话，让我们做的简单一点，真正的简单。苹果奉行的这一原则也在它的第一版宣传册上凸显出来，至繁归于至简。乔布斯认为，简约化设计应与产品的简单易用性结合起来。设计上的简单并不总能带来操作上的简易，有时候设计的太漂亮、太简化，用户用起来反而不会那么得心应手。我们做设计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产品特性一目了然。乔布斯告诉一群设计专家，举个例子，他高度赞扬自己为Mac电脑创造的桌面概念。人们直观上就知道该怎么处理桌面。你走进办公室，桌子上有一堆文件，放在最上面的就是最重要的。人们知道怎样转换优先级。我们在设计电脑的时候引入桌面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就是想充分利用人们已经拥有的这一经验。那个周三的下午，在乔布斯演讲的同时，另一场演讲正在一个小型会议室里进行。发言人是23岁的林英。前一年的11月份，林英设计的越南战争纪念碑在华盛顿落成，他也因此一举成名。乔布斯和他成了亲密的朋友，并邀请他访问苹果公司。有林英这样的人在身边的时候，乔布斯会有些羞怯，于是他找来了戴比·科尔曼，带着林英参观。我和史蒂夫一起工作了1个星期，林英回忆说，我问他为什么电脑看上去就像笨重的电视机，为什么你们不把它做得薄一点，为什么不做成平板的便携式电脑？乔布斯回答说，那正是他的目标，只是现在技术还没有成熟。那一时期，乔布斯觉得工业设计领域没有多少令人兴奋的事情。他有理查德·萨珀设计的一盏台灯，这是他很欣赏的一个作品。同时他还喜欢伊姆斯夫妇设计的家具，以及迪特尔·拉姆斯设计的博朗产品。但没有人能像当年的雷蒙德·洛伊和赫伯特·拜尔2位大师一样，推动工业设计领域的发展。工业设计界真的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尤其是在硅谷，而史蒂夫急切盼望改变这一局面。林英说，他的设计理念是造型优美、
但不能华而不实，同时还要充满乐趣。他崇尚极简派的设计风格，这源自他作为一名佛教禅宗信徒对简单的热爱。同时他又竭力避免因过度简单而让产品显得冷冰冰的，要保留产品的趣味感。他对待设计充满热情，极其严肃，同时也带有一点玩乐精神。随着乔布斯设计鉴赏力的不断提升，他开始尤其青睐日式风格，还渐渐地和三宅一生及贝聿铭这样的明星人物进行更多接触。他的禅修经历对此有很大影响。我一直都认为佛教，尤其是日本的佛教禅宗，在审美上是超群的。他说，我见过的最美的设计就是京都地区的花园，这一文化的产物深深打动了我，而它们都直接源自佛教禅宗。像保时捷那样，杰夫拉斯金设想中的麦克电脑就像一只四四方方的手提箱，可以将键盘翻起来盖住屏幕，从而合上电脑箱。乔布斯接管项目之后，他决定牺牲便携性，改用一个不会占用太多桌面空间的独特设计。他把一本电话簿扔到众人面前，然后宣布，电脑占用的桌面面积不能超过这本电话簿。这让一群工程师吓傻了眼。于是设计团队的杰里马诺克和他雇来的天才设计师大山特里开始研究一个方案，将屏幕放到机箱的上方，再用上可拆卸的键盘。1981年3月的一天，安迪·赫茨菲尔德吃完饭回到办公室，发现乔布斯正站在一台麦克样机旁，和公司的创意总监詹姆斯·费里斯激烈地争论着。我们要设计出一个经典的外形，不会过时的那种，就像大众的甲壳虫汽车一样。乔布斯说，受他父亲的影响，他对经典车型的外形轮廓十分赞赏。不对，费里斯说，外形应该性感诱人，就像法拉利那样。法拉利也不对，乔布斯反驳，应该更像保时捷。这么说并不奇怪，乔布斯当时就拥有一辆保时捷928。费里斯后来离开了苹果公司，到保时捷担任广告经理。一个周末，比尔·阿特金森来了，乔布斯把他带到外面去欣赏那辆保时捷。他告诉阿特金森，伟大的艺术品不必追随潮流，他们自身就可以引领潮流。他还十分欣赏奔驰汽车的设计。多年来，他们把汽车的线条做得更加柔和，但细节之处的用心依然清晰可见。一次他在停车场周围散步时说，这正是我们要在麦克电脑上实现的目标。大山特里拟出了一个初步的设计方案，并制作了一个石膏模型。麦克团队的成员们聚集到一起观看展示，然后发表自己的看法。赫茨菲尔德大赞可爱，其他人似乎也很满意，但乔布斯却给出了猛烈的批评。这造型太方方正正了，必须再多一些曲线美的感觉。第一个倒角的半径要再大一点，斜角的尺寸我也不太喜欢。他把刚刚熟练掌握的工业设计术语用上了，其实指的就是电脑相邻两个面之间的弯曲过渡。但紧接着乔布斯还是给出了一句响亮的称赞，他说，这是一个开始。每1个月左右，马诺克和大山特里都会将这样的流程重复一次，当然是根据乔布斯前一次的批评进行了改进。每次最新的模型都会像变戏法一样现出庐山真面目，而前几次的模型则在它旁边一字排开。这不仅有助于大家对改进之处给予评价，也能防止乔布斯坚称自己的某条建议或意见被忽视了。到第4个模型的时候，我已经很难看出它跟上一个之间的不同了，赫茨菲尔德说。但史蒂夫总是很挑剔，也很肯定地说他喜欢或者讨厌某个细节，而他说的东西是我几乎察觉不到的。一个周末，乔布斯去了帕洛奥图的梅西百货，又开始研究各种电器，特别是厨艺公司的产品。周一，他冲进办公室，让设计团队去买了一台厨艺公司的电器，然后根据它的轮廓、曲线和斜角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建议。于是大山特里尝试了一种新的设计，但看上去就像是一台厨房电器。乔布斯觉得行不通，这让整个进程停顿了1个星期。最终乔布斯还是批准了麦克的机箱设计。
乔布斯一直坚信电脑的外形必须富有亲和力，所以他不断的改进，看上去就像一张人脸。磁盘驱动器安装在屏幕的下方，使得整台机器比大多数电脑都要狭长，使人联想到一张脸。靠近底座的一块凹进去的地方就像是下巴。乔布斯还把顶端的塑料边框变得更细，这样麦克就不会像 Lisa 那样有个克鲁马努人般的额头，外形更加好看。这款苹果机箱的设计专利属于史蒂夫·乔布斯、杰里·马诺克和大山特里。虽然这个设计不是史蒂夫亲手画出来的，但正是他的思想和灵感成就了这个设计。大山特里后来说，老实说，在史蒂夫告诉我们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电脑的亲和力指的是什么。乔布斯对于屏幕上显示的内容也同样痴迷。有一天，比尔·阿特金森兴奋地冲进德式古塔，他刚刚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算法，可以在屏幕上快速画出圆和椭圆。要在屏幕上画圆，通常需要计算平方根，而68000微处理器并不支持这个功能。但阿特金森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因为他发现一组奇数序列相加可以得到一组完全平方数序列，例如1+3等于4， 1+3加5等于9等等。赫茨菲尔德回忆说，在阿特金森演示的时候，所有人都震惊了，除了乔布斯。圆和椭圆挺好的，他说，不过要是能画出带圆角的矩形，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我们用不着这个，阿特金森说道。他解释那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想把图形程序做得精简一点，能满足基本的需要就可以了，他回忆道。圆角矩形到处都有啊，乔布斯说着跳了起来，显得更加激动。你就看看这个房间里，他指出白板、桌面和其他一些东西都是带圆角的矩形。你再看看外面，就会发现更多，基本上哪儿都有。他把阿特金森拖出去转了一圈，指着车窗广告牌和街道指示牌给他看。走了3条街，我们发现了17处这样的例子。乔布斯说，走到哪里我都能指出来。后来他完全信服了。最后直到他指着一个禁止停车的标识牌时，我说，好了，你说对了，我认输。圆角矩形也要成为我们电脑上的基本要素。正如赫茨菲尔德回忆的，第二天下午，比尔回到了德式古塔，脸上带着大大的笑容。他在演示中可以飞快地画出漂亮的圆角矩形。在 Lisa 和麦克以及后来几乎所有的苹果电脑中，对话框和窗口都带上了圆角。还在里德学院的时候，乔布斯旁听了书法课，从而爱上了各种衬线字体和无衬线字体，以及合适的字句和行距。在我们设计第一台 Mac 电脑的时候，当年的记忆都冒了出来。他后来在谈及书法课的时候说，因为 Mac 采用了位图显示，它可以支持无数种字体，从优雅的到古怪的，然后在屏幕上逐个像素地显示出来。为了设计这些字体，赫茨菲尔德招募了来自费城郊区的高中好友苏珊·卡雷。在给这些字体命名时，他们采用了费城梅因莱恩区火车线路上车站的名字：欧弗布鲁克、梅里昂、阿德莫尔和罗斯蒙特。乔布斯觉得这一过程十分有趣。一天傍晚，乔布斯路过他们那里，也开始给字体想名字，那都是些从没有人听说过的小地方。他抱怨说，应该用世界级的大城市来命名，因此字体被重新命名为芝加哥、纽约、日内瓦、伦敦、旧金山、多伦多和威尼斯。马库拉和其他一些人从来都无法欣赏乔布斯对于版面设计的痴迷。他对于字体的了解很让我们惊讶，而且他一直坚持要设计好看的字体。马库拉回忆说，我一直说字体，难道我们就没有更重要的事情了吗？事实上，Mac上的各种漂亮的字体，再结合激光打印技术和强大的图形功能，推动了桌面出版产业的诞生，也成为了苹果公司的盈利点。同时，它也让普通人，不管是中学校报记者，还是编辑 PTA、家长和教师联谊会、时事通讯的母亲，都享受到了掌握字体知识带来的奇异乐趣，
而这种乐趣之前只有印刷工人、满头白发的编辑和其他跟油墨打交道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卡雷也开发了图标，例如放置被删除文件的垃圾箱，图标也体现了图形界面的内涵。他和乔布斯很合得来，因为他们都喜欢简约设计，也都想让Mac成为一台充满创意的电脑。他通常在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过来，他回忆说，他总想知道最新的进展，他品味一流，对视觉细节的判断也很准确。有时候乔布斯会在星期天早上过来，所以卡雷那个时间段都会去上班，好向他展示最新的成果。他会时不时地遭到否定。他设计了一个兔子图标，用来表示增加鼠标的点击速率，但遭到了乔布斯的反对，理由是这个毛茸茸的生物看上去太娘娘腔了。乔布斯在窗口、文件以及屏幕顶端的标题栏上也耗费了大量精力。他要求阿特金森和卡雷反复修改，因为他对标题栏的样子总是不满意。乔布斯不喜欢 Lisa 上使用的标题栏，因为它们太黑太粗糙了。他希望Mac上的标题栏能够更加平滑，再有些细条纹。我们做了20种不同的标题栏才让他满意。阿特金森回忆说，卡雷和阿特金森曾一度抱怨说，乔布斯在标题栏的修改上耗费了他们太多时间，而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乔布斯大发脾气，你能想象一下每天都要看着他是什么感觉吗？他吼道，这不是件小事儿，这是我们必须做好的事儿。克里斯·埃斯皮诺萨找到了一个方法，既可以满足乔布斯对设计的要求，又可以满足他疯狂的控制欲。苹果公司还在车库里办公的时候，埃斯皮诺萨就是沃兹尼亚克的助手之一。在乔布斯的劝说下，他从伯克利退了学。乔布斯的理由是，学习的机会有很多，但研发Mac的机会只有一次。他自己决定在电脑上设计一款计算器程序。大家都聚到一起，看克里斯向史蒂夫展示程序。他屏住了呼吸，等待史蒂夫的反应。赫茨菲尔德回忆说，这只是个开始。乔布斯说，但基本上来说很烂，背景颜色太深，一些线条的粗细不对，按键也太大了。根据乔布斯提出的批评，埃斯皮诺萨日复一日地对程序进行完善，但每次展示的最新版本都会受到新的批评。最终，在一个下午，乔布斯再次出现的时候，埃斯皮诺萨展示了他灵机一动做出的解决方案。史蒂夫·乔布斯自己动手做的计算机程序，这个程序允许用户改变线条的粗细、按键的大小、阴影、背景及其他属性，从而实现计算机外观的调整和个性化。乔布斯没有只顾着笑，他开始认真地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计算器的外观。大约10分钟后，他终于得到了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毫无疑问，他的设计出现在了最终问世的Mac上，并在之后15年的时间里一直作为标准使用。尽管乔布斯关注的重点在Mac电脑上，但他还是寻求为所有的苹果产品创造统一的设计风格。于是在杰里马诺克和非正式团体苹果设计协会的帮助下，乔布斯组织了一次选拔赛，为苹果挑选世界级的设计师。如同博朗公司的迪特尔拉姆斯一样，这个计划命名为白雪公主。起这个名字并不是因为对白色的偏爱，而是因为比赛中需要选手设计的产品是以7个小矮人的名字命名的。最终的赢家是德国设计师哈特穆特·艾斯林格，他曾负责设计了索尼特立龙电视的外观。乔布斯飞到巴登符腾堡州的黑森林地区与他会面。给乔布斯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艾斯林格的激情，还有他开着奔驰以超过100英里的时速狂奔的勇猛精神。艾斯林格虽然是德国人，但他提出苹果产品的 DNA 中应该有土生土长的美国基因，有独特的加利福尼亚风情，就像好莱坞和音乐一样，有一点叛逆，还有自然散发的性感魅力。他的指导思想是形式追随情感，这套用了那句众人皆知的形式追随功能。他制作了40个模型来阐述这一概念。当乔布斯看到这些模型的时候，他宣布，对，就是这样。白雪公主的外观立即被运用到了 Apple II 上，
白色的机箱，紧致的圆润曲线，既能散热又起到装饰作用的细密通风槽。乔布斯给艾斯林格提供了一份签约合同，前提条件是他必须搬到加州居住。两人握手达成协议，用艾斯林格不那么谦虚的话说，那次握手开启了工业设计史上最为决定性的一次合作。艾斯林格的公司青蛙设计1983年年中在帕洛奥图成立，并从苹果公司得到了一份每年120万美元的大合同。从那时起，所有的苹果产品上都可以见到这句自豪的宣言：加利福尼亚设计。乔布斯从父亲身上学到，充满激情的工艺就是要确保即使是隐藏的部分也要做得很漂亮。这种理念最极端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之一，就是乔布斯会仔细检查印刷电路板。电路板上有芯片和其他部件，深藏于Mac的内部，没有哪个用户会看到它，但乔布斯还是会从美学角度对它进行评判。那个部分做得很漂亮，他说，但是看看这些存储芯片真难看，这些线靠得太近了。一名新手工程师打断他，并声称这有什么关系，只要机器能运行起来就行，没人会去看电路板的。乔布斯的反应和往常一样，我想要它尽可能好看一点，就算它是在机箱里面。优秀的木匠不会用劣质木板去做柜子的背板，即使没人会看到。几年之后，在Mac电脑上市后的一次访谈中，乔布斯再一次提到了当年父亲对他的教导。如果你是个木匠，你要做一个漂亮的衣柜，你不会用胶合板做背板。虽然这一块是靠着墙的，没人会看见，你自己知道它就在那儿，所以你会用一块漂亮的木头去做背板。如果你想晚上睡得安稳的话，就要保证外观和质量都足够好。在麦克马库拉的影响下，乔布斯意识到漂亮的产品包装和展示也同样重要。人们会因为封面设计而评判一本书的优劣，也会凭借Mac的包装盒来判断它的好坏。所以乔布斯为Mac电脑的包装选择了全彩设计，并不断对其进行改善。他让大家重做了50次。阿兰·罗曼斯回忆说，他是Mac团队的成员之一，后来娶了乔安娜·霍夫曼。用户一打开包装，这些东西就会被扔进垃圾箱，但他还是执着于包装的式样。对于罗斯曼来说，这显得有点本末倒置。一方面，大把的钱被花在了昂贵的包装上；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在存储芯片上压缩成本。但对于乔布斯来说，要让Mac在性能和外观上都给人惊艳的感觉，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最终的设计方案敲定后，乔布斯把Mac团队的成员都召集到一起，举行了一个仪式。他说，真正的艺术家会在作品上签上名字。于是他拿出一张绘图纸和一支3伏笔，让所有人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些签名被刻在了每一台Mac电脑的内部，除了维修电脑的人，没有人会看到这些名字。但团队里的每个成员都知道那里面有自己的名字，就如同每个人都知道那里面的电路板已经被设计得尽善尽美了。乔布斯一个一个叫出大家的名字，让他们签名。伯乐特·史密斯是第一个，乔布斯等到了最后，其他45个人都签过名后，他在图纸的正中间找到了一个位置，用小写字母潇洒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他以香槟向大家祝酒。在这样的时刻，他让我们觉得自己的成果就是艺术品，阿特金森说。第13章，制造 Mac， 过程就是奖励。竞争。1981年8月 IBM 推出了他们的个人电脑，乔布斯让自己的团队买了一台，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款很糟糕的产品。克里斯·埃斯皮诺萨称其性能低下，毫无创新。这话不无道理，他使用的是过时的命令行提示符，屏幕也只能显示字符，而不是图形界面的位图显示。苹果的员工显得过于自信了，他们没有意识到企业的技术经理也许更愿意从 IBM 这样的老牌企业购买产品，而不愿从他们这家以水果命名的公司购买什么。IBM 发布个人电脑的那天，
比尔盖茨恰巧在苹果公司的总部参加一场会议，他们看上去根本不在意。他说，他们用了1年时间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有一件事展露出了苹果公司狂妄的自信。他们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一幅整版广告，标题是欢迎 IBM 真的。他把即将来临的电脑产业大战定位成了2家公司之间的竞争，生气蓬勃而又叛逆的苹果和老牌巨头 IBM。而当时和苹果公司表现同样出色的康茂达公司、坦迪公司以及奥斯本则被归入了不相干公司的行列。乔布斯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喜欢把自己看作一位对抗邪恶帝国的反抗者，一名与黑暗力量做斗争的绝地战士或佛教武士。IBM 是他的完美陪衬。乔布斯把即将到来的产业战争看作商业竞争和精神较量的结合体。如果因为某个原因我们酿下大错， IBM 战胜了我们，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们将进入计算机领域长达20年的黑暗时代。他告诉一个采访者，一旦 IBM 控制了市场，他们几乎总是会停止创新。即使30年后的现在，在回顾那场竞争时，乔布斯还是把它当作神圣的改革运动。IBM 本质上就是最差状态下的微软公司，他们不是创新的力量，而是邪恶的力量。IBM 就像 AT&T、微软或者谷歌一样。对于苹果公司来说，不幸的是，乔布斯还将矛头对准了麦克的另一个竞争对手，苹果公司自家生产的 Lisa。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原因。他曾经遭到过 Lisa 项目的驱逐，现在他要打败他。乔布斯还认为，良性的竞争也是一种激励下属的方法。正因如此，他才跟约翰库奇赌$5000，坚称麦克会在 Lisa 之前上市。问题是，良性竞争逐渐升级成恶性竞争。乔布斯总是把自己手下的一帮工程师描绘成酷小孩，与 Lisa 团队那群惠普工程师风格的无趣之人形成鲜明对比。更实质性的问题是，他当初放弃了杰夫·拉斯金生产廉价低性能便携电脑的计划，将麦克重新定义为拥有图形用户界面的台式机。这样一来，麦克就成了小尺寸版本的 Lisa， 很有可能削弱 Lisa 的市场影响力。当乔布斯敦促伯勒尔·史密斯围绕摩托罗拉68000微处理器来设计 Mac， 并让 Mac 的运行速度超过了 Lisa 时，这一状况就变得愈加真实。负责管理 Lisa 电脑应用软件的拉里·特斯勒意识到，让许多软件在2款机器上共用是相当重要的。于是，为了促成2个团队间的合作，他安排史密斯和赫茨菲尔德来到了 Lisa 的工作区，演示一下 Mac 的样机。25名工程师聚到了一起，认真聆听演示内容。刚进行到一半，门被猛然推开了，冲进来的是里奇·佩奇，他负责 Lisa 的大部分设计工作，是个性格冲动的工程师。麦克会毁了 Lisa 的，他大吼道，麦克也会毁了苹果公司。史密斯和赫茨菲尔德都没有做出回应，于是佩奇继续咆哮，乔布斯想要毁了 Lisa， 就因为我们没让他来管。他说着好像要哭出来一样。没人会买 Lisa 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麦克就要问世了，但你们根本不在乎。他冲出房间，猛地关上了门，但过了一会儿又闯了进来。我知道这不是你们的错，他对史密斯和赫茨菲尔德说，史蒂夫·乔布斯才是问题所在，告诉史蒂夫，他正在毁掉苹果公司。乔布斯的确把麦克变成了 Lisa 的低价竞争者，并且使用的是 Lisa 不能兼容的软件。更糟糕的是，这2款机器与 Apple II 都不兼容。没有人全面管理苹果公司，也就没有人能管得住乔布斯。彻底的控制。乔布斯不愿意让 Mac 兼容 Lisa 的架构，并不只是出于竞争或复仇目的，还有一个形而上层面上的原因，就是他对于控制权的迷恋。他认为一台电脑要真正做到优秀，其硬件和软件必须紧密相连。如果一台电脑要兼容那些在其他电脑上也能运行的软件，它必定要牺牲一些功能。他认为最好的产品是一体的，是端到端的。
软件是为硬件量身定做的，硬件也是为软件度身定制的。正因为此，才使得麦克有别于微软以及之后谷歌的安卓所创造的环境。麦克上使用的操作系统只能在自己的硬件上运行，而微软和安卓的操作系统可以在许多不同厂家制造的硬件上运行。乔布斯是一个固执的杰出艺术家，他不希望看到自己创造的东西被二流的程序员给糟蹋了。ZDNet 的编辑丹·法伯写道，这就好像街边的某个人在毕加索的画作上涂了几笔，或是改写了鲍勃迪伦的歌词一样。到后来，乔布斯软硬件结合的一体化产品理念也让 iPhone、iPad 和 iPad 从诸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这一理念造就了伟大的产品，但这并不总是占领市场的最佳战略。从最初的 Mac 到最新的 iPhone， 乔布斯的系统一直都是封闭的，用户无法对其进行干预或修改。Mac 信徒一书的作者利安德·卡尼说，乔布斯当初和沃兹尼亚克争论是否应该在 Apple II 上设置扩展槽，从而允许用户在电脑主板上插入扩展卡来增加一些新功能时，就表现出了他心中那种控制用户体验的强烈愿望。沃兹尼亚克在那场争论中获得了胜利。Apple II 上有8个扩展槽，但这一次这台电脑是属于乔布斯的，不是沃兹尼亚克的。Mac 电脑不会有扩展槽，用户甚至都不能打开机箱碰到主板。对于业余爱好者或者黑客来说，这就少了很多乐趣。但对乔布斯来说， Mac 是为大众设计的，他想让用户的体验是可控的。他不希望看到有人往扩展槽里随便插上电路板，以破坏他的优雅设计。这反映了他喜欢掌控一切的个性。贝里·卡什说，卡什于1982年被乔布斯聘请到苹果担任市场策划，成了德士古塔的常驻员工。史蒂夫在谈到 Apple II 的时候会抱怨说，我们没有控制权，只能看着那些人对他做疯狂的事情，我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他甚至设计了专门的工具，这样的话用户就无法使用常规的螺丝刀来打开机箱。我们要把它设计成只有苹果员工才能打开的产品，乔布斯告诉卡什。乔布斯还决定取消 Mac 键盘上的光标方向键，要移动光标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鼠标，这就迫使一些传统用户必须适应鼠标的指向和点击这样的操作。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么做，和其他的产品开发者不一样，乔布斯不相信顾客永远是正确的。如果他们抵制使用鼠标的话，那他们就错了。这又一次证明，乔布斯把制造伟大产品的激情摆在了比迎合消费者的欲望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取消方向键还有另一个好处，也是坏处。它迫使苹果公司以外的软件开发商们针对 Mac 的操作系统编写专门的程序，而不是编写一个通用的程序，从而能安装到不同的电脑上。这有助于应用软件、操作系统和硬件设备间的紧密的垂直整合，而这正是乔布斯所钟爱的。将 Mac 的操作系统授权给其他厂家，进而允许别人能制造出 Mac 的仿制品，这样的提议对于渴望端到端整体掌控局面的乔布斯来说是极为反感的。新上任的 Mac 营销总监麦克莫里精力充沛，他在1982年5月交给乔布斯的机密备忘录中提出了一份授权计划。我们希望 Mac 的用户环境可以成为行业标准，他写道。但这其中有一个障碍，如果想要使用这个用户环境，就必须购买 Mac 的硬件。很少有公司，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可以创造并维持一个无法与其他厂家共享的行业标准。他建议将 Mac 的操作系统授权给坦迪公司。莫里认为，坦迪旗下的 Radio Shack 商店拥有的客户群与苹果公司不同，所以不会严重影响苹果产品的销售。但以乔布斯的天性，他必然反对这样的计划。他无法想象自己的完美创作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最终 Mac 依照乔布斯的标准，仍然作为一个封闭的用户环境存在。但正如莫里所担心的，在一个到处都是 IBM 兼容机的世界里， Mac 想要守住行业标准的地位，将会遭遇重重困难。年度机器
随着1982年临近尾声，乔布斯开始相信自己将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一天，他和《时代》旧金山分部的总编迈克尔·莫里茨一同出现在德士古塔。他还鼓励同事们接受莫里茨的采访，但最终乔布斯并没有登上该杂志封面。《时代》将计算机选为了年终刊的主题，并称之为年度机器。和主题报道一起的有一篇乔布斯的介绍，是根据莫里茨的报道由杰伊·科克斯撰写的，而科克斯以往只是负责摇滚乐信息方面的编辑。文中写道，他有高超的推销技巧，他的盲目信仰甚至让早先的基督教殉道者都嫉妒不已。正是他，史蒂夫·乔布斯开启了个人电脑产业。这是一篇内容十分丰富的文章，但也不乏粗糙之处，以至于莫里斯本人在他写了一本关于苹果公司的书，又进入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和唐瓦伦丁成了合伙人之后，也予以驳斥，并抱怨说自己的报道被一个来自纽约、日常工作是记录摇滚音乐界不羁生活的编辑断章取义，还添加了一些八卦消息。那篇介绍文章中引用了巴德特里布尔关于乔布斯现实扭曲立场的言论，还提到乔布斯有时候会在会议上突然哭起来。最精彩的一句引用也许来自杰夫·拉斯金，他说乔布斯可以成为杰出的法兰西国王。让乔布斯沮丧的是，杂志公开了一件事儿，他有一个被他抛弃的女儿丽萨·布伦南。就是这篇文章提到了乔布斯说过的那句话，全美国 28% 的男性都有可能是孩子的爸爸。这激怒了克里斯安。乔布斯知道是科特基把丽萨的事情告诉了杂志，他在麦克团队的办公区当着一群人的面痛斥了科特基。时代的记者问我，乔布斯是不是有个叫丽萨的女儿？我说当然是。科特基回忆说，朋友是不会让朋友否认自己是一个孩子的父亲的，我不会让我的朋友这么混蛋，否认自己是个父亲。他真的很生气，觉得受到了冒犯，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背叛了他。但真正伤害了乔布斯的是，他终究没能被选为年度人物。正如他后来告诉我的，时代已经决定要让我成为年度人物了。当时我才27岁，所以我真的很在意这件事儿，我觉得那很酷。他们派迈克尔·莫里茨来写篇文章，我们两个同龄，而我当时事业已经非常成功了，我能看得出来他对我很是嫉妒。他又恰好掌握了有利条件，所以他写了一篇恶毒的诽谤文章。纽约的编辑们看到这篇文章后说，我们不能让这种人当年度人物。这真的让我很伤心。不过也是个很好的教训，他告诉我永远不要为了那样的事情过分激动，因为媒体就像马戏团一样，他们用联邦快递把杂志寄给了我。我记得当时拆开包装的时候，满心希望在封面上看见自己的脸，结果却是个电脑的雕像。我还想怎么回事，然后我看了那篇文章，写得太糟糕了，我真的哭了出来。事实上，没有理由相信莫里茨当时嫉妒乔布斯，或者故意想进行不公正的报道。乔布斯也从没有被定为年度人物，尽管他自己希望是那样。那一年，编辑们，我也在其中，只是资历较浅，早就决定刊登计算机而不是某个人了。而且他们提前几个月就委托著名的雕塑家乔治·西格尔制作一件艺术品，作为折页封面上的图像。雷凯夫当时是杂志的一名编辑。我们从没有考虑过乔布斯，他说，你无法把电脑比作人，所以那是我们第一次决定选用一个无生命的物体。请西格尔做雕塑是件大事儿，我们从没有想让某个人出现在封面上。1983年1月，苹果公司发布了丽萨电脑，比麦克早了整整1年。乔布斯在和库奇的这场赌局中输掉了5000美元。尽管乔布斯并不是丽萨团队的一员，他还是以苹果董事长及形象代言人的身份前往纽约为丽萨做宣传。乔布斯从自己的公关顾问里吉斯·麦肯纳那里学会了如何以戏剧化的方式限量派发独家专访的机会。
来自指定媒体的记者按次序一个个被带进他在卡莱尔酒店的套房，对他进行采访。房间里的桌子上摆着一台丽萨电脑，周围用切花装饰着。宣传计划要求乔布斯专注于介绍丽萨，不要谈及麦克，因为对麦克的猜测可能损害丽萨的销售。但乔布斯没能控制住。根据那天对他的采访而写成的大多数报道，包括刊登在《时代》、《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以及《财富》上的，都提到了麦克。今年晚些时候，苹果公司将推出一款性能稍弱、售价更低的 Lisa 版本，即麦克电脑。财富报道说，乔布斯将亲自领导那个项目。商业周刊引用了乔布斯的话，麦克问世后将成为全世界最不可思议的电脑。他还坦诚，麦克和 Lisa 是无法兼容的，这就像是在发布 Lisa 的同时给他送上了死亡之吻。 Lisa 确实慢慢的消亡了，不到2年他就停产了。它太贵了，我们试图把它卖给大公司，但我们擅长的是出售给个人用户。乔布斯后来说，不过这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Lisa 刚刚面试几个月，有一件事情就很明显了，那就是苹果公司必须把希望寄托在麦克身上。我们当海盗吧。随着麦克团队的不断扩大，他从德士古塔搬到了位于班德利大道的苹果公司主办公区，并于1983年年中在班德利3号楼安顿下来。那里有一个可以玩电子游戏的现代化中庭大厅，游戏都是由伯勒尔·史密斯和安迪·赫斯菲尔德挑选出来的，还有一套东芝的 CD 音响系统，配上了马丁·洛根扬声器和100张 CD 光盘。从大厅就能看到软件小组的员工，他们的办公区域被玻璃围住，看上去就像待在鱼缸里一样。厨房里每天都备有奥德瓦拉果汁。逐渐的，中庭里的玩物越来越多，最醒目的就是一架贝森朵夫钢琴和一辆宝马摩托车。乔布斯觉得这些东西可以让员工迷上简洁高雅的工艺风格。乔布斯对招聘流程有着严格的控制，目的是招到具有创造力、绝顶聪明又略带叛逆的人才。软件小组会让应聘者玩史密斯最爱的电子游戏《守护者》，乔布斯会问一些他常问的古怪问题，以考验求职者在突发状况下的思维应变能力，以及他们的幽默感和反抗精神。有一天，他和赫茨菲尔德·史密斯一起面试一个应聘软件经理的人。这个人一走进来，身上的保守和刻板气息就显露无遗，很明显无法管理鱼缸里的那群天才。乔布斯开始无情地捉弄他。你是几岁失去童真的？乔布斯问。应聘者听得一头雾水。你说什么？你还是处男吗？乔布斯问道。应聘者坐在那儿，显得格外紧张不安。于是乔布斯换了个问题。你服用过多少次迷幻药？赫茨菲尔德回忆说，那个可怜的家伙满脸通红，于是我试图转移话题，问了他一个很直白的技术问题。但是当应聘者开始唠唠叨叨地回答问题时，乔布斯打断了他。哥哥，哥哥，哥哥，哥哥。他发出这样的声音，一旁的史密斯和赫茨菲尔德也都笑了起来。我想我不适合这份工作。那个可怜的人说着就起身离开了。乔布斯虽然有很多让人讨厌的行为，但他也能给自己的队伍注入团队精神。在把别人贬得一文不值之后，他又能找到办法激励他们，让他们觉得成为麦克项目的一员是一项美妙的事情。每半年，他都会带着团队的大部分人去附近的一处度假胜地举行为期2天的集思会。1982年9月的那次集思会是在蒙特雷附近的帕加罗沙丘进行的。大约50名麦克团队成员坐在小屋里，面朝着壁炉。乔布斯坐在他们前面的一张桌子上，他小声地说了一会儿话，然后走到一个画架旁，开始逐一列出自己的想法。第一条是绝不妥协，这一条在日后的岁月里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大多数技术团队都会妥协。另一方面，麦克最终要成为乔布斯和他的队伍所能做出的最酷毙了的产品，但他又不能再花上16个月才上市，远远晚于计划时间。提出一个计划中的完工日期后，他告诉他们，即便错过上市日期，也不能粗制滥造。
换作愿意做出妥协的项目经理，也许会敲定一个完工日期，之后不得再做出任何改动。但乔布斯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另一句名言就是直到上市，产品才能算是完工。另一张纸上写下了一句公案一样的短语，他后来告诉我，那是他最爱的一句格言，上面写的是过程就是奖励。他喜欢强调，麦克团队是一支有着崇高使命的特殊队伍。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会回顾这段共同度过的时光，对于那些痛苦的时刻，只是过眼云烟，或者付之一笑。他们会把这段时光看作人生中奇妙的巅峰时刻。演讲的最后，有人问乔布斯是否想做一些市场调查，看看顾客的需要。不，乔布斯回答，因为在看到我们的产品之前，顾客并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然后他拿出了一个日记本大小的装置，问道：你们想看点好东西吗？他翻开之后，大家发现那是一台可以放在腿上使用的电脑，键盘和屏幕结合在一起，就像笔记本一样。他说，这是我的梦想，希望我们能在80年代中晚期造出这种电脑。他们正在创建一家基业长青的公司，一家创造未来的公司。接下来的2天，各团队的负责人和颇具影响力的计算机行业分析师本·罗森都发表了演讲。晚上的时间就用来举行泳池派对和跳舞。到最后，乔布斯站在众人面前发表了一番独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里的50个人所做的工作将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他说道，我知道我可能有一点难以相处，但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有趣的事情。多年之后，当时观众中的大多数人想到乔布斯的那句有一点难以相处时，都会笑起来，并且都同意他的说法，能深远地影响世界，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乐趣。接下来的一次集思会是在1983年1月底，Lisa 发布的当月，会议的调子有了转变。4个月前，乔布斯在他的挂图上写下了绝不妥协。这一次，他的格言变成了真正的艺术家总能完成作品。火气一下子被拱了起来。阿特金森未能得到在 Lisa 发布时接受采访的机会，他冲进乔布斯的酒店房间，威胁要辞职。乔布斯努力安抚，但他根本不吃这一套。乔布斯发怒了，我现在没时间处理这个。他说，我还有60个员工全身心投入在 Mac 项目上，他们在等着我去开会呢。说完，他就径自走开，去给自己的忠实员工们演讲了。乔布斯发表了一通振奋人心的演讲，宣称他已经就使用 Mac 这个名字一事和 Mac 音频实验室解决了纷争。事实上，当时此事仍然在谈判之中，但那样的时刻需要乔布斯略略施展他的现场扭曲立场。他拿出一瓶矿泉水，象征性地给台上的样机施了洗礼。阿特金森在很远的地方就听到了巨大的欢呼声，他叹了口气，也加入到了人群中。接下来的派对上有泳池裸泳，有沙滩上的篝火，还有整晚播放的音乐。嘈杂的声音以致让卡梅尔的海滩酒店要求他们再也不要光顾了。几个星期之后，乔布斯设法让阿特金森被评为了苹果特别员工，这意味着加薪、获得股票期权以及自主选择项目的权利。此外，公司还同意，当麦克启动阿特金森创作的画图程序时，屏幕上都会显示 Mike Paint， 作者比尔·阿特金森。1月份的集思会时，乔布斯的另一条著名言论是：当海盗，不要当海军。他想给自己的团队灌输叛逆精神，让他们像侠盗一样行事，既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又愿意去窃取别人的灵感。就像苏珊·卡雷说的，他的意思是，我们的团队里要有一种叛逆的感觉，我们能快速行动，做成事情。为了庆祝乔布斯几周之后的生日，团队在通往苹果公司总部的马路边买下了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史蒂夫，28岁生日快乐，过程就是奖励，海盗们贺。麦克团队最酷的程序员之一史蒂夫·卡普斯认为，需要为这种新的精神升起一面海盗旗。他拿了一块黑布，让卡雷画成一面骷髅旗，骷髅所戴的一只眼罩被他画上了苹果的标识。一个周日的深夜，
卡普斯爬到了新落成的班德利3号楼的楼顶，在建筑工人留下的一个脚手架支柱上升起了那面海盗旗。这面旗帜高高飘扬了几个星期，后来丽萨团队的成员在一次深夜突袭中偷走了它，并给麦克团队送去了一张索取赎金的通知。卡普斯为了把旗子抢回来，带人偷袭了丽萨团队，并成功地从一个负责看管海盗旗的秘书手中夺回了它。一些心态成熟的人担心乔布斯的海盗精神正在逐渐失控。升海盗旗这件事儿真的非常愚蠢，亚瑟罗克说，这是在告诉公司的其他人，他们不够出色。但乔布斯喜欢这样，一直到麦克项目完成，他始终让那面海盗旗烈烈招展。我们很叛逆，我们想让大家知道这一点，他回忆说。麦克团队的资深成员意识到，他们可以勇敢地面对乔布斯，如果他们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乔布斯就能容忍反对的声音，甚至微笑面对，表达赞赏之情。到1983年，那些最熟悉他现实扭曲立场的人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如果必要，他们可以不动声色地忽略他的命令。如果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乔布斯就会欣赏他们的叛逆态度和敢于无视权威的意愿，毕竟他自己就是如此。迄今为止，乔布斯的叛逆精神影响最重大的一次事件，是在为麦克选择磁盘驱动器这件事上。当时苹果公司有一个部门是生产大容量存储设备的，他们开发了一套磁盘驱动系统，代号催机。它可以读写那些纤薄精致的 5.25 英寸软盘。年长一些的读者，那些还记得模特催机是谁的人，一定还能回想起那种软盘。但到了1983年春天，丽萨准备上市的时候，催机系统的高故障率已经很明显了。因为丽萨还带有一个硬盘驱动器，所以对他来说情况并不算太糟。但麦克没有硬盘，所以他就面临着危机。麦克团队开始感到惊慌了。赫斯菲尔德说，我们只用了一个催机系统作为软盘驱动器，又没有硬盘可以备用。1983年1月，在卡梅尔的那次度假中，他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戴比·科尔曼把催机系统故障率的数据给了乔布斯。几天之后，乔布斯开车来到苹果公司在圣何塞的工厂，视察催机的生产过程。生产中的每一个流程都有超过一半的产品不合格。乔布斯愤怒了，他气得满脸通红，开始咆哮，气急败坏地说要开除那儿的所有员工。麦克工程团队的负责人鲍勃·贝尔维尔镇定地把他带到了停车场，在那儿和他一边散步一边讨论替代方案。有一个办法也是贝尔维尔一直在探索的，就是使用索尼公司刚刚研发的新型 3.5 英寸磁盘。这种磁盘被包裹在更加牢固的塑料中，小小到可以塞进衬衫口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使用日本的一家小供应商阿尔卑斯电子公司生产的索尼 3.5 英寸磁盘的仿制品。这家公司一直为 Apple II 供应磁盘驱动器。阿尔卑斯电子公司当时已经获得了索尼的技术授权，如果他们能及时生产出自家版本的驱动器的话，价格将便宜不少。乔布斯和贝尔维尔以及苹果的资深员工罗德·霍尔特，帮乔布斯设计 Apple II 第一款电源的人，一起飞到了日本，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从东京乘坐高速列车前往阿尔卑斯电子公司的工厂，那里的工程师甚至连一件可以使用的样机都没有，只有一个未完工的模型。乔布斯觉得不错，但贝尔维尔对这种状况感到震惊。他认为阿尔卑斯电子公司绝不可能在1年之内将它准备就绪，然后应用到 Mac 上。接着他们又参观了另外几家日本公司。乔布斯举止十分粗鲁，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去跟那些身穿深色西装的日本经理会面。对方按照惯例郑重地递给乔布斯一些小礼物，但这些礼物经常被他丢在一边，他也从没有回赠过礼物。工程师们列队欢迎他，向他鞠躬，然后恭敬地送上自己的产品供他检查，而他只会冷笑一声。乔布斯既讨厌他们的产品，又讨厌他们的谄媚。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他在一家工厂的时候厉声问道，这就是一块垃圾，随便找个人做出来的驱动器都比这个好。
虽然接待方的大多数人都对他的举止感到震惊，但有一些人似乎被他逗乐了。他们事先听说过关于他令人生厌的作风和鲁莽行为的传闻，现在总算亲眼见识了。参观的最后一站是坐落在东京一片死气沉沉郊区的索尼工厂。在乔布斯看来，这家工厂很杂乱粗鄙，很多工作都靠手工完成，他痛恨这一点。回到酒店后，贝尔维尔主张使用索尼的磁盘驱动器，因为他们已经可以直接用到 Mac 上了。乔布斯不同意，他决定跟阿尔卑斯电子公司合作，自己生产驱动器，同时命令贝尔维尔停止与索尼的一切合作。贝尔维尔认为最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掉乔布斯，他向麦克马库拉解释了情况，马库拉悄悄告诉他，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短时间内准备好一款磁盘驱动器，但是不要告诉乔布斯。贝尔维尔在自己的顶级工程师们的支持下，向索尼的一位高管提出，让索尼的磁盘驱动器准备好应用在 Mac 电脑上，万一阿尔卑斯电子公司无法按时供货，苹果公司就会转用索尼的产品。于是索尼把开发这款驱动器的工程师加本秀年派到了苹果公司。加本毕业于普渡大学，幸运的是他对于这项秘密任务充满了幽默感。每当乔布斯离开公司办公室前去视察麦克团队工程师的时候，基本上是每天下午，他们都会赶紧找个地方让加本藏起来。有一次，乔布斯恰巧在库比蒂诺的一处报刊亭遇到了加本，并且认出了他，两人在日本见过，但乔布斯并没有起疑心。最险的一次是有一天，乔布斯出人意料的急匆匆来到麦克团队的办公区，而当时加本正坐在一个办公隔间里。麦克的一名工程师一把抓住他，指了指清洁间，快点，躲到里面去，拜托，现在就去。赫斯菲尔德回忆说，当时加本一脸迷惑，但还是跳起来一头冲进了清洁间。他在里面待了5分钟，直到乔布斯离开。事后，麦克团队的工程师们向加本道歉。没关系，他回答道，但美国的商业习惯真是非常奇怪，太奇怪了。贝尔维尔的预言变成了现实。1983年5月，阿尔卑斯电子公司承认，至少还需要18个月才能生产出索尼驱动器的仿制品。在帕加罗沙丘休假时，马库拉追问乔布斯打算怎么办。最终，贝尔维尔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说自己可能有阿尔卑斯驱动器的替代产品，并且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乔布斯困惑了一会儿，但很快就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在库比蒂诺遇到索尼的顶尖磁盘设计师。你这个混蛋！乔布斯冲口而出，但语气中并没有愤怒，他咧开嘴笑了起来。赫斯菲尔德说，乔布斯在知道了贝尔维尔和其他工程师背着他做的事情后，收起了自己的傲慢，感谢他们没有服从自己的命令，做了正确的事儿。毕竟，如果是乔布斯遇到这样的状况，他也会这么做。第14章，斯卡利来了，百事挑战。求爱。麦克马库拉从来就没想过要当苹果公司的总裁，他喜欢设计自己的新房子，驾驶自己的私人飞机，靠股票期权过着豪华的生活。他并不喜欢裁决纠纷，也不喜欢领导一群很难伺候的自我主义者。他之前被迫赶走了麦克斯科特，然后很不情愿地当上了总裁，但他答应过妻子，这份差事只是暂时的。到1982年底，马库拉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差不多2年，妻子给他下了最后通牒，马上寻找接班人。虽然跃跃欲试，但乔布斯知道自己还没有能力管理公司，他很高傲，但还是有自知之明的。马库拉也赞成乔布斯的想法，他告诉乔布斯，要担任苹果公司的总裁，他还稍显毛躁和不成熟。于是他们开始在公司以外寻找合适人选。他们最中意的人是唐·埃斯特里奇，他白手起家，创建了 IBM 个人电脑部门，并且开创了这条产品线。尽管乔布斯及其团队对此不屑一顾，但如今 IBM 个人电脑的销量已经超过了苹果。埃斯特里奇为保护团队免受纽约州阿蒙克市 IBM 总部企业文化的影响，将其公司设立在佛罗里达州的博卡拉顿。和乔布斯一样，埃斯特里奇富有上进心，能启发灵感，
才思敏捷，还有一点叛逆。而和乔布斯不同的是，他能够让别人觉得他的一些绝妙想法也是他们的。乔布斯飞到博卡拉顿，开出了100万美元薪水，外加100万美元签约奖金的条件，但是埃斯特里奇拒绝了他。埃斯特里奇不是那种会投敌的人，而且他也愿意做机构的一部分，喜欢做海军而不是海盗。乔布斯讲述的当年用蓝盒子盗打电话的故事，让埃斯特里奇觉得很不舒服。当别人问起他在哪儿工作时，他喜欢从口中说出 IBM 这个名字时的感觉。于是乔布斯和马库拉找来社交广泛的企业猎头格里罗奇，帮他们另择人选。他们决定不局限在技术高管这个圈子里，他们需要的是一位懂得广告宣传和市场研究的消费产品营销专家，得有大企业人士的风范，能在华尔街吃得开。罗奇将目光锁定在当时最红的消费产品营销奇才百事公司百事可乐部门总裁约翰·斯卡利的身上。他的百事挑战系列推广活动在广告宣传方面曾经取得了巨大胜利。乔布斯在给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学生们演讲时，听到了一些关于斯卡利的好评。斯卡利之前也曾在这个班做过演讲，于是乔布斯告诉罗奇，他很乐意见见斯卡利。斯卡利的背景和乔布斯很不一样，他母亲是曼哈顿上东区一位很有身份的夫人，出门会戴上白手套。他父亲是一位体面的华尔街律师。斯卡利被送到圣马克学校读书，后来在布朗大学获得了本科学位，在沃顿商学院获得了商学学位。作为一名富有创新力的营销和广告专家，他在百事公司步步高升，但对产品开发和信息技术却没有什么热情。斯卡利为了看望他和前妻所生的2个10几岁的孩子，飞到洛杉矶过圣诞节。他带孩子们去了一家电脑商店，那里产品营销的糟糕状况让他觉得非常惊讶。孩子们问他为什么这么感兴趣，他说他正打算北上库比蒂诺会见史蒂夫·乔布斯。孩子们惊叹不已，尽管是在电影明星聚居地长大的，但对他们来说，乔布斯才是真正的名人。这让斯卡利对于去苹果公司担任乔布斯老板的事情格外上心。斯卡利初到苹果公司总部时，那里平时的办公室和轻松的氛围让他大吃一惊。大多数人都穿着随意，甚至没有百事公司的维护人员穿得正式。他说道，午餐时，乔布斯静静地拨弄着盘子里的沙拉，但当斯卡利提出大多数主管都觉得计算机带来的麻烦要比其用处多的时候，乔布斯突然用一种传道式的口吻说，我们想要改变人们使用计算机的方式。在回程的飞机上，斯卡利理了理自己的想法，最后写出了一份长达8页的备忘录，内容是关于向消费者和企业主管推销电脑的。这份备忘录里的一些内容虽然还很简单，里面全是加了下划线的短语、图表和方框，但却意味着斯卡利对设法销售比汽水更有意思的东西产生了热情。他的建议里有这样一条：投资店内营销，让顾客知道苹果公司的产品有丰富他们生活的潜力，从而吸引顾客。他喜欢使用下划线。他仍然不愿离开百事，但是乔布斯激起了他的兴趣。我被这位年轻的急性子的天才征服了，我觉得更深入地了解他将会很有意思。他回忆说，因此斯卡利同意在乔布斯下次来纽约的时候再次同他会面。而那天恰好是1983年1月在卡莱尔酒店举行丽萨电脑发布会的时候。一整天的记者会后，苹果公司的人惊奇地看到一位意外造访的客人。乔布斯松了松领带，向大家介绍了斯卡利，称他为百事公司的总裁和一位潜在的大公司客户。在约翰库奇展示丽萨电脑的时候，乔布斯时不时地突然插进来补充评论，频繁地称赞丽萨在改变人机互动的本质方面具有革命性且不可思议，这是他最喜欢的2个词。接着他们前往4季餐厅，这家餐厅由密斯·凡德罗和菲利普·约翰逊设计，优雅与力量并存，恍若人间天堂。乔布斯一边吃着特制的素食，一边听斯卡利介绍百事公司在营销方面取得的成功。斯卡利说，百事新一代营销活动销售的不仅是一种产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乐观的人生态度。我觉得苹果公司有机会创造苹果新一代，
乔布斯热情地赞同了斯卡利的说法。另一方面，百事挑战宣传活动旨在聚焦产品，结合广告、活动和公关来造势。乔布斯说，发布一款新产品能引起举国沸腾，这正是他和里吉斯·麦肯纳希望苹果公司能做到的。谈话结束时已近午夜，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一个夜晚。在回卡莱尔酒店的路上，乔布斯对陪在身边的斯卡利说道：“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而当斯卡利最终回到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的家中时，他难以入睡。跟乔布斯打交道要比跟装瓶工谈判有趣多了，这刺激了我，唤起了我心中压抑已久的成为一名思想建筑师的愿望。他后来说道，第二天早晨，罗奇给斯卡利打电话说，我不知道你们俩昨晚都干了些什么，但是我告诉你，史蒂夫·乔布斯可高兴坏了。求贤之旅仍在继续，斯卡利摆出一副你很难聘请到我，但又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姿态。2月的一个星期六，乔布斯到东部拜访斯卡利，坐着豪华轿车来到格林尼治。他看到斯卡利新盖的房子极尽奢华，落地窗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但是他欣赏的还是那扇重达300磅的定制橡木门，安装非常讲究，平衡性也很好，手指轻轻一推就打开了。乔布斯对此非常着迷，因为他跟我一样是个完美主义者。斯卡利回忆说，斯卡利感到乔布斯身上有一种明星般迷人的气质，而他认为自身也具有这种特质，这种迷恋的感觉不太正常。斯卡利平时都开着一辆凯迪拉克，但是意识到客人的品味，他借了妻子的奔驰 450SL 敞篷车，载着乔布斯去参观百事公司占地144英亩的奢华总部，这和苹果公司的简朴风格大相径庭。对于乔布斯来说，这彰显了充满活力的新兴科技公司和财富500强公司之间的差别。车子载着他们弯弯曲曲地穿过修剪整齐的田地和一座雕塑花园，这里有罗丹、摩尔、考尔德和贾科梅蒂的作品。来到一座由爱德华·达雷尔斯通设计的混凝土玻璃建筑，斯卡利的大办公室配有波斯地毯、9面窗户，一座小型私人花园，一间隐匿的书房和独立卫生间。乔布斯参观公司健身中心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主管们有一个带按摩浴池的专用区域，这太奇怪了。他说，斯卡利马上表示同意。他说，实际上我是反对这样划分的，我有的时候也会去员工区锻炼。他们再一次会面是几周后在库比蒂诺，当时斯卡利刚从夏威夷参加百事一家瓶装公司的会议回来，途经这里，麦克电脑营销经理麦克莫里负责带领团队迎接斯卡利的访问，但他并不了解这一次会面的真正意图。在未来几年里，百事公司最终可能会购买成千上万台麦克电脑。莫里在给麦克团队成员的一份备忘录中欣喜地写道，去年1年里，斯卡利先生和某位乔布斯先生成为了朋友。斯卡利先生被认为是行业中顶级的营销专家之一，因此让我们好好招待他吧。乔布斯希望和斯卡利分享他对麦克电脑的兴奋之情。这款产品对我来说比我做过的任何事情都重要，乔布斯说道。我希望你成为苹果公司以外第一个见到他的人。他变戏法一般从塑料袋里拿出麦克样机进行演示。斯卡利觉得乔布斯和他的电脑一样令人难以忘怀，他看上去更像是一名演出主持人，而不是商人，每一步都计划好了，就好像排练过一样，恰到好处。乔布斯事先让赫斯菲尔德和他的手下们准备了一个电脑屏幕欢迎画面，好让斯卡利开心。他真的很聪明，乔布斯说，你无法相信他有多聪明。乔布斯解释说，斯卡利可能会为百事采购很多麦克电脑，这听起来有点可疑。赫斯菲尔德回忆说，但他和苏珊·卡雷还是制作了一个显示画面，带着百事公司和苹果公司标识的瓶盖和罐子在屏幕上一跃而出。赫斯菲尔德十分兴奋，甚至在演示的时候挥舞起了胳膊，但是斯卡利并没有什么热情。他问了几个问题，似乎并不是很感兴趣。赫斯菲尔德回忆说，他最终变得对斯卡利毫无好感，他是个不可思议的骗子，从头到尾都在装模作样。他后来说道，
他装作对技术很感兴趣的样子，但其实他并不感兴趣。他是个搞营销的，这就是搞营销的人的本质，靠装模作样赚钱。乔布斯于3月来到了纽约，向斯卡利发起了猛烈攻势。事情的发展到了关键时刻，我真的觉得你很合适。乔布斯在和斯卡利散步穿过中央公园的时候说，我希望你来和我一起工作，我能在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乔布斯曾结识过一些忘年交，知道怎样利用斯卡利的自负和不安全感。他的话奏效了，我被他征服了。斯卡利后来说，史蒂夫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对于创新，我们都富有激情。斯卡利对艺术史很感兴趣，于是他带乔布斯走向大都会博物馆。他想试试乔布斯，看他是否真的愿意向别人学习。我想看看他在自己没有涉猎过的领域里的学习能力如何。斯卡利回忆说，他们漫步在希腊和罗马古迹之间，斯卡利详细解释着公元前6世纪的早期雕塑和1个世纪后的伯里克利时代的雕塑有什么区别。乔布斯喜欢学习在大学从未学过的这些历史典故，因此他似乎沉浸其中了。我觉得自己真的像个老师，在教一个聪颖的学生。斯卡利回忆说，斯卡利又一次沉溺在幻想里，他认为他们俩很相像。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我那时也没有耐心，固执、傲慢、冲动。我的脑子里总是充满了新鲜的想法，装不下任何其他的事情。我也不能容忍那些做事达不到我要求的人。他们继续着这次长时间的漫步。斯卡利透露说，他度假的时候会带着自己的写生簿去巴黎左岸画画。如果没有成为生意人，他会成为一名艺术家。乔布斯回答说，如果不和计算机打交道，他可能会在巴黎做一名诗人。他们继续沿着百老汇大街走，来到第49街的殖民地音像店。乔布斯把自己喜欢的音乐介绍给斯卡利，包括鲍勃迪伦、琼贝兹、埃拉菲茨杰拉德和温德姆希尔唱片公司的爵士乐歌手的作品。然后他们又一路返回到中央公园西路和第74街交汇处的圣雷默。乔布斯当时正计划在这里购买一幢2层的塔式顶楼公寓。在公寓的一个露天平台上，事情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斯卡利当时紧贴着墙，他恐高。首先他们谈了钱的问题。我告诉他，我需要100万美元的薪水，100万美元的签约奖金，如果最后成不了，还要100万美元离职补偿。斯卡利说，乔布斯答应了这些条件，就算我自掏腰包，我们都得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你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人。我知道对于苹果公司来说你是完美的，而苹果公司应该得到最好的人才。接着他补充说，他还从没有为自己真正钦佩的人工作过。然而他知道斯卡利交给他的东西将会是最多的。乔布斯看着斯卡利，眼睛一眨不眨。他一头浓密的黑发给斯卡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卡利最后还是有一点犹豫，他试探性地提议说，也许他们应该只做朋友，那样他可以作为局外人给乔布斯提出建议。只要你在纽约，我都希望能和你在一起。斯卡利后来讲述了接下来那个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史蒂夫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在一段沉重的尴尬的沉默之后，他向我抛出了一个问题，让我几天都无法释怀。你是想卖一辈子糖水呢，还是想抓住机会来改变世界？斯卡利感觉就像有人往他的肚子上狠狠揍了一拳。除了默许，他无言以对。他有一种非凡的能力，永远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能够很好地判断一个人，并知道该说些什么来赢得那个人的心。斯卡利回忆说，4个月来，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无法说不。冬日的太阳开始西沉，他们离开公寓，穿过公园，回到了卡莱尔酒店。蜜月，马库拉最后说服斯卡利接受了50万美元的薪水和同等数额的奖金。斯卡利到达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正好赶上了1983年5月苹果公司管理人员在帕加罗沙丘的祭祀会。尽管他只带了一套深色西装，其余的都丢在了格林尼治的家中，但仍然很难适应苹果公司轻松的氛围。在会议室前方，乔布斯坐在地板上，盘着腿，光着脚，心不在焉地玩着脚趾。斯卡利试着提出一个方案，
他们将讨论如何区分他们的产品 Apple II、Apple III、Lisa 和 Mike， 以及是否应该围绕产品线、市场或者职能来组织公司。结果这次讨论慢慢变成了自由交换观点、提出抱怨和进行争辩的一次活动。乔布斯一度攻击 Lisa 项目组，说他们制造了一个失败的产品。是啊，有人回击说，你们的 Mac 还没有发布呢，你为什么不等到自己的产品问世以后再来批评别人？斯卡利吓了一跳，在百事公司没有人会这样反驳董事长。接着众人开始责怪起史蒂夫来，这让斯卡利想起以前从一位苹果公司广告业务员那里听来的笑话。苹果和童子军有什么不同？答案是童子军有大人管着。就在大家争吵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小地震，房屋开始发出隆隆声。快到海滩去，有人喊道。于是所有人都冲出门向海边跑去，然后又有人喊道，上一次地震引发了海啸，于是大家又转过身往回跑。优柔寡断、意见冲突、自然灾害，这些都预示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斯卡利后来说，不同产品团队之间的竞争是很残酷的，但是也有开心的一面，比如海盗旗引发的那场闹剧。乔布斯自夸他的 Mac 小组一周工作90个小时，戴比·科尔曼还制作了许多连帽运动衫，上面炫耀地印着我爱每周工作90小时。这促使 Lisa 团队制作了一些衬衫进行回应，上面印着一周工作70小时，但产品已面世。Apple II 团队虽然乏味枯燥，但盈利却不少，于是他们写道，一周工作60小时，赚钱养活 Lisa 和 Mike。乔布斯轻蔑地将 Apple II 团队的人称为克莱兹戴尔马，一种拉重物的马。但是他心里明白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真正拉动苹果这辆马车的也只有这些驼马。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乔布斯邀请斯卡利和他的妻子丽兹来家中共进早餐。他和当时的女友芭芭拉·亚辛斯基住在洛斯加托斯一栋漂亮而寻常的都铎建筑风格的房子里。亚辛斯基是个聪慧矜持的美丽女子。丽兹带了一个平底锅来，做了素食煎蛋卷。乔布斯当时已经慢慢脱离了严格的素食主义。很抱歉，房子里的家具不多。乔布斯道歉说，我还没抽出时间来买家具。他一直以来就有这样一个癖好，对工艺有着严格的标准，而且崇尚斯巴达式的简朴，这让他不愿意购买任何他不喜欢的家具。他有一盏蒂芙尼台灯，一张年代久远的餐桌和一台连接着索尼特立龙电视的激光影碟机。但是房内没有沙发和椅子，取而代之的是泡沫塑料制成的垫子。斯卡利微微一笑，误以为那跟他职业生涯早期在凌乱的纽约城公寓里疯狂的斯巴达式的生活相似。乔布斯向斯卡利坦言，他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就会死去，因此他需要尽快取得成就，在硅谷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都很短。那天早上围坐在桌旁的时候，乔布斯告诉斯卡利，我们或许只有机会做几件真正伟大的事情，并把它们做好。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必须趁着自己年轻，多取得一些成就。在他们建立友情的最初几个月里，乔布斯和斯卡利每天都会聊很多次。史蒂夫和我成了知己，就像永远的伴侣一样，斯卡利说道。我们通常只说半句话或半个短语就够了。乔布斯不断讨好斯卡利，他每次造访斯卡利，跟他探讨一些问题时都会说，你是唯一能理解的人。他们反复告诉对方，在一起共同工作是多么快乐。事实上，他们这些话说的太多了，多的甚至令人担心。一有机会，斯卡利就会寻找自己和乔布斯的相似之处，并指出来。我们志趣相投，因此能够说出对方没说完的话。史蒂夫会在凌晨2点钟打电话叫醒我，跟我聊他突然想到的一个点子。嗨，是我。他会这样对一个迷迷糊糊拿起电话的人说，他毫无恶意，只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当时是几点。很奇怪，我以前在百事的时候也干过这种事儿。史蒂夫会把他第二天早上要做的一个演示拆得七零八落，删除一些幻灯片和文字。而我早年在百事的时候也这么做过，试着将公众演讲变成一个重要的管理工具，
身为一名年轻的主管，我那时总是急不可耐的要把事情做完，并且常常觉得要是自己来做，肯定比别人做得更好。史蒂夫同样如此。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在看一部电影，而史蒂夫在片中扮演的就是我。我们俩异乎寻常的相似，这推动着我们之间那种令人惊叹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这是一种自我欺骗，迟早会酿成灾祸。乔布斯很早就察觉到了这点。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不同。乔布斯说，他来了几个月之后，我就开始认识到这点。他学东西并不快，而他想提拔的人往往都是些笨蛋。然而乔布斯知道，他可以加深斯卡利心中认为他俩很相似的看法，以此来操纵斯卡利。而他对斯卡利操纵的越多，就越是看不起斯卡利。麦克团队里一些精明的旁观者，比如乔安娜·霍夫曼，很快就意识到正在发生的状况，并预料到这种局面会使乔布斯和斯卡利之间本就不可避免的破裂来得更猛。史蒂夫让斯卡利觉得自己很杰出。他说，斯卡利之前从没这样觉得，他被冲昏了头脑，因为史蒂夫把许多他并没有的特点都加在了他身上。这样史蒂夫就把斯卡利搞得晕头转向，让斯卡利对他更加着迷。然而当斯卡利并不符合所有这些评价的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时，史蒂夫的现实扭曲立场已经为事件的爆发埋下了隐患。斯卡利的热情最后也冷却下来，他正试图管理一家功能紊乱的公司，而他的管理存在一个弱点，那就是他总想取悦别人。而这个问题在乔布斯身上并不存在。简单的说，斯卡利是个很有礼貌的人，而乔布斯不是。因此当他看见乔布斯粗鲁地对待自己的同事的时候，他会有些畏缩。我们晚上11点会去麦克项目的办公楼，他回忆说，他们会把代码拿给他看，有时候他甚至看都不看一眼，拿过来就立刻扔回给他们。我就问他，你怎么这样就把人家否定了？他会说，我知道他们能做得更好。斯卡利试着教导他，你得学会控制情绪。有一次他对乔布斯说，乔布斯表示同意，但是他天生就无法过滤自己的情绪。斯卡利开始相信，乔布斯善变的个性和对人飘忽不定的态度深深根植于他的心理构成中。或许这反映出他性格里有轻微的两极化。乔布斯的情绪波动很大，他有时候欣喜若狂，有时候又低沉沮丧，有时候他会没有任何征兆地开始严厉斥责别人。斯卡利就得让他平静下来。20分钟以后，我会接到另一个电话，让我过去，因为史蒂夫又在发脾气了。他说道，他们第一次产生重大分歧是在给麦克电脑定价时。按照最初的设想，麦克的售价将是$1000，但由于乔布斯对设计进行了更改，成本提高了，于是计划售价又被调整为$1995。然而当乔布斯和斯卡利开始为盛大的发布和营销工作制定计划时，斯卡利认为他们需要将售价再提高$500。对于斯卡利来说，营销成本就像其他任何生产成本一样，需要计入售价。乔布斯愤然拒绝了，这会破坏我们所有的理念，他说道。我想让它成为一次革命，而不是努力榨取利润。斯卡利说，这是个很简单的选择。他可以保持$1995的售价，也可以拿营销预算去举办一场盛大的产品发布会，但二者只能选其一。有个坏消息，乔布斯告诉赫茨菲尔德和其他工程师，斯卡利坚持要求我们将麦克的定价从$1995上调至$2495。果不其然，工程师们大为震惊。赫茨菲尔德指出，麦克是为像他们自己这样的人设计的，定价过高将会违背他们的立场。于是乔布斯向他们承诺，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他得逞的。但最后还是斯卡利获胜了。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25年，但当乔布斯回忆起当时的决定时，他依然非常气愤。这是麦克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然后微软才得以占领市场。他说道，这个决定让他感到他正在失去对自己的产品和公司的掌控，而这就如同把猛虎逼入角落一样危险。第15章，麦克电脑的发布在宇宙中留下印记。
真正的艺术家总能完成作品。1983年10月，苹果公司在夏威夷举行销售会议，乔布斯上演了一出根据电视节目《约会游戏》改编的小品剧，掀起了会议的高潮。乔布斯扮演主持人，3位单身汉嘉宾分别是比尔·盖茨和另外2位软件领域的高管米切尔·卡普尔和弗雷德·吉本斯。开场音乐演奏完毕，3位嘉宾就座。盖茨看上去就像个高2的学生。他说，微软期望1984年全年收入的一半都来自为Mac电脑研发的软件。台下750名苹果销售人员对他的话报以热烈掌声。乔布斯胡子刮得很干净，精神饱满。他笑着问盖茨是否认为Mac电脑的新操作系统会成为行业的新标准之一。盖茨答道，要创建新标准，并非只做出一点不同的东西就够了，而是需要真正全新且能抓住人们想象力的东西。在我见过的所有机器中，只有Mac电脑符合这一标准。尽管盖茨当时这样表示，但是微软正逐渐褪去苹果主要合作者的身份，而更多的以竞争对手的姿态出现。微软仍将继续为苹果公司编写应用软件，如 Word， 但是其快速增长的那一部分收入则来自为 IBM 个人电脑编写的操作系统。1982年，苹果个人电脑 Apple II 的销量为 27.9 万台， IBM 个人电脑及其同类产品共售出24万台。但1983年的数据则呈现了大逆转， Apple II 电脑销量42万台， IBM 个人电脑及其同类产品销量130万台，而 Apple III 电脑和 Lisa 电脑都彻底失败。就在苹果销售人员抵达夏威夷参加销售会议时，商业周刊当期的封面报道凸显了这一形势转变，其标题为个人电脑赢家是 IBM。 文章详细介绍了 IBM 个人电脑的崛起，对市场主导权的争夺已经结束。商业周刊宣布，通过惊人的闪电出击， IBM 用2年的时间获取了超过 26% 的个人电脑市场份额，同时预计到1985年，该公司将占领全球一半的市场。除此之外， IBM 兼容机还将占据 25% 的市场份额。这一切都令将在3个月后，即1984年1月发布的 Mac 电脑压力更大，它将成为扭转败局的关键。在销售会议上，乔布斯决定全力以赴，一决高下。他走上台，历数 IBM 自1958年以来的所有失误，然后声音里带着可怖的意味开始描述 IBM 正如何试图主宰整个个人电脑市场。难道让 IBM 主宰整个电脑产业吗？难道让 IBM 控制整个信息时代吗？难道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的描述会成真吗？话音刚落，一块屏幕徐徐落下，播放了一段专为 Mac 电脑制作的广告片。这则即将推出的60秒广告有点科幻电影的意味。在数月之后，这则广告注定要名垂史册。但当时，它肩负着重振苹果公司销售人员低落士气的目的。一直以来，乔布斯都将自己想象成一个抗击黑暗势力的反叛者，并从中获取能量。现在他也这样激发自己的团队。不过当时还有一个障碍，赫兹菲尔德和其他工程师必须完成 Mac 电脑的编程工作，而程序已定于1月16日周一交付运行。距离交付日只剩下1周的时候，工程师们认为他们无法按时完成工作，程序还存在一些毛病。当时乔布斯正在曼哈顿的君悦酒店为媒体沟通会做准备，因此同工程师们的电话会议就定在周日上午进行。软件经理镇定地向乔布斯说明了情况，赫斯菲尔德和其他人都围着电话屏息凝神。他们只要求将期限延长2周，公司可以先给经销商一个演示版软件，只要新程序在当月月底完成，就能马上进行替换。片刻沉默之后，乔布斯并没有生气，相反，他用冰冷阴沉的语气告诉工程师们，他们真的很棒。事实上，这些人的确非常棒，乔布斯相信他们能够搞定，我们绝不会推迟。他郑重声明。电话另一头，班德利大楼工作间的工程师们都倒吸了一口气。这个东西你们已经做了好几个月了，再多2个星期也不会有很大差别，
你们还是赶快把它做完，我会在1周后将你们的程序交付运行，上面会标有你们的名字。好吧，我们得完成它。史蒂夫·卡普斯说道。他们确实做到了。又一次，乔布斯用自己的现实扭曲立场，让团队成员完成了自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周五，为熬过最后3个通宵，兰迪·威金顿带来了一大包巧克力口味浓缩咖啡豆。1月16日周一早晨8点半，乔布斯来到公司，发现赫斯菲尔德趴在沙发上几近昏睡。他们聊了聊剩下的一些小毛病，乔布斯认为这并不成问题。赫斯菲尔德拖着疲惫的身子钻进自己的蓝色大众高尔夫，车牌 MACWIZ， 开车回家睡觉。过了一会儿，苹果公司位于弗雷蒙的工厂开始生产印有彩色条纹苹果标识的盒子。乔布斯曾称，真正的艺术家总能完成作品，现在他们名副其实。1984广告片。1983年春，乔布斯开始计划麦克电脑的发布。他希望那部广告片能和自己所创造的产品一样，富有革命性，令人惊奇。我想要一种能让人们当场停下来观看的东西，他说道。我想要的是一声惊雷。这个任务落在了 Charterday 广告公司的肩上。该公司在收购了里吉斯麦肯纳的广告业务后，拿下了苹果公司的合同。负责这项工作的是里克劳。他身材瘦高，皮肤晒成了棕色，胡须浓密，头发蓬乱，喜欢憨笑，双眼熠熠放光。他是 Charterday 广告公司洛杉矶威尼斯海滩分部的创意总监。克劳经验丰富，为人风趣，看似散漫却很专注。他与乔布斯之间的合作持续了30年。当时，克劳和他的2位团队成员，文案史蒂夫·海登和艺术总监布伦特·托马斯一直在玩味着一句反驳乔治·奥威尔小说的话。这就是为什么1984不会变成1984。乔布斯很喜欢这句话，并让他们加以演绎，用于麦克电脑的发布当中。于是他们编写了一个60秒广告的故事脚本，看上去有点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广告讲述了一个反叛的年轻女子从奥威尔式思想警察的追捕中逃脱。当老大哥正在大屏幕上进行控制人心的讲话时，他将大锤砸向屏幕。这个广告抓住了个人电脑革命的时代精神。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反主流文化人士，认为计算机是奥威尔式的政府和大企业用于消除人们个性的工具。但20世纪70年代末，电脑也被视作能够释放个人能量的工具。这则广告恰恰抓住了后一种心态，将麦克电脑塑造成为个人自由而战的斗士。面对邪恶的大企业意欲统治世界并实行完全的精神控制，唯有苹果这家冷静、反叛、英勇的公司能够阻止它。乔布斯喜欢这个创意，事实上，这一则广告的观念与他有着特殊的共鸣。乔布斯幻想自己是一个反叛者，他招入麦克团队的人都充满了黑客气质和海盗精神。他喜欢将自己与这种价值观联系起来。尽管乔布斯离开位于俄勒冈州的苹果社区，创办了苹果公司，但他仍然希望别人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反主流文化的人，而非大企业文化的代言人。然而在内心深处，乔布斯意识到自己正日益摒弃黑客精神。有些人甚至指责乔布斯出卖了黑客精神。当沃兹尼亚克秉承佳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准则，免费分享自己对 Apple One 电脑的设计时，乔布斯坚持将产品主板卖给俱乐部的成员。尽管沃兹尼亚克不愿意，但乔布斯想让苹果成为一家商业公司，让它上市，而不是无偿地向曾在车库里一起奋战的朋友分发股票期权。现在乔布斯要推出麦克电脑，他很清楚这一产品违背了黑客信条的许多原则。麦克电脑的价格过高，不设插槽，这样电脑爱好者就无法插入自己的扩展卡或在主板上添加自己期望的新功能。他甚至将麦克电脑设计成一个无法从外部进入的电脑，光是打开塑料外壳就需要用到特殊工具。麦克电脑是一个封闭和受控的系统，它更像是老大哥设计的东西，而非出自黑客之手。因此，乔布斯希望通过1984广告片向自己和世界重新确立他所希冀的自我形象。
广告中的女主角是意图挫败老大哥世界的反叛者，她穿着纯白色背心，上面印着一台 Mac 电脑。刚刚凭借《银翼杀手》一片大获成功的雷德利·斯科特被乔布斯启用，作为广告片的导演。乔布斯借此可以将自己和苹果公司与那个时代的赛博朋克精神联系起来。通过这则广告，苹果公司能够在那帮想法与众不同的叛道者和黑客之中获得认同，而乔布斯也能重塑自己的形象。斯卡利最初看到故事脚本时持怀疑态度，但乔布斯坚持认为他们需要具有革命性的东西。他得以拿到一笔空前的预算，75万美元来拍摄广告。广告预计在超级碗赛上首映。雷德利·斯科特在伦敦完成了广告片的拍摄。为了表现群众如痴如醉聆听老大哥在屏幕上讲话的场面，他找来了数十个真正的光头来拍摄这一幕。女主角的扮演者是一位女子铁饼运动员。广告片以金属灰色调为主，渲染了一种冷漠的工业环境背景。斯科特以此诱发人们联想到《银翼杀手》的反乌托邦氛围。当老大哥在屏幕上宣布我们必胜时，女主角的锤子击碎了屏幕，一切都在一阵闪光和烟雾中消失。乔布斯在夏威夷销售会议上展示这段广告时，人们激动不已，于是他决定在1983年12月的董事会会议上播放这则广告。广告播放完毕，会议室的灯重新亮起来后，所有人都沉默了。梅西百货公司加利福尼亚分公司的 CEO 菲利普·施莱因趴在桌子上，马库拉静静地凝视前方。一开始别人还以为他是被这则广告的力量所折服，但接着他问道：有谁想另找一家广告公司？斯卡利回忆说，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自己看过的最差的广告片。斯卡利此时信心全无，他让 Charterday 公司廉价卖掉已经买下的2个广告时段，一个60秒，另一个30秒。乔布斯为此愤怒不已。一天晚上，沃兹尼亚克溜达到麦克办公楼。此前的2年时间里，他一度淡出苹果公司，在苹果的工作并不固定。乔布斯逮住他说：过来看看这个东西。他找来一台录像机，开始播放1984广告片。我一下子被镇住了。沃兹回忆说，我认为它是最了不起的东西。乔布斯告诉他，董事会决定不在超级碗大赛中播放这则广告。沃兹尼亚克就开始询问广告时段的价钱。乔布斯说要80万美元。在一贯的善意冲动下，沃兹尼亚克立即提出，好吧，如果你愿意出一半钱，我就付另一半。不过他最终根本无需出这一半的钱。广告公司把30秒的广告时段卖掉了，但是出于消极反抗的心理，他们没有出售那个时长60秒的广告时段。我们告诉苹果公司60秒的卖不掉，而事实上我们根本试都没试，利克劳说道。斯卡利也许是为了避免同董事会和乔布斯摊牌，于是决定由负责营销的比尔·坎贝尔来考虑怎么做。坎贝尔曾担任过橄榄球教练，他决定用这60秒的广告时间放手一搏。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争取一下，他告诉自己的团队。第18届超级碗大赛中，突击者队和红人队比赛的第3节刚开始，占优势的突击者队就触底得分，但是电视没有及时重播这一得分画面，相反，全美的电视屏幕突然诡异地黑屏了足足2秒钟。接着屏幕上开始出现一幕可怕的黑白画面，一支队伍踩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音乐前进。超过9600万人观看了这则和以往任何广告都不一样的片子。广告的结尾处，人群惊恐地看着老大哥消失。此时旁白平静地念叨：1月24日，苹果电脑公司将推出 Mac 电脑，你将明白为什么1984不会变成1984。这则广告红极一时。当天晚上，美国3大电视网和50个地方电视台都播放了关于该广告的新闻，让他在前 YouTube 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病毒式的旺盛生命力。这则广告最终被电视指南和广告时代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商业广告。爆炸式宣传。多年来，史蒂夫·乔布斯已成为产品发布大师。以麦克电脑的发布为例，雷德利·斯科特的惊人广告仅仅是产品发布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媒体报道。乔布斯知道如何激发媒体进行爆炸式宣传。
这种宣传方式威力强大，会像连锁反应一样越来越疯狂。只要有重要的产品发布，乔布斯就会重复使用这一方法。从1984年的 Mac 电脑到2010年的 iPad 发布都是如此，这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他就像一个魔术师，能够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相同的伎俩，即便记者们已经目睹多次，也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有一些窍门是他从里吉斯·麦肯纳那里学来的。麦肯纳擅长引导和激发自负的记者，但是在如何挑起记者的兴奋之情，操纵新闻工作者的竞争本能和通过透露独家新闻获得丰厚回报方面，乔布斯也有着自己的直觉。1983年12月，他带着自己的天才工程师安迪·赫斯菲尔德和伯勒尔·史密斯前往纽约拜访《新闻周刊》，想让对方写一篇关于创造麦克电脑的小伙子们的报道。在进行了麦克电脑的演示之后，他们被带上楼与凯瑟琳·格雷厄姆见面。格雷厄姆是媒体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对所有新生事物都充满莫大的兴趣。之后，《新闻周刊》杂志派遣自己的科技专栏作家和一位摄影师前往帕罗奥图去见赫斯菲尔德和史密斯。最后发表的报道共4页，其中介绍了这2位工程师，溢美之情尽显。此外，还配上2人在家中的图片，令他们看上去就像是新时代的天使。文章对史密斯接下来的打算也做了引述：我想要打造90年代的计算机，明天就开始。文章还描写了2人的那位老板的反复无常和领袖魅力。乔布斯有时会发怒，高声为自己的想法辩护，但并不会动不动就咆哮。乔布斯认为光标键已经过时，有传言称他曾因员工坚持表示苹果电脑应该有光标键而威胁要开除对方。但是当乔布斯处于最佳状态时，他是魅力和急躁的奇特融合体，时而含蓄，时而酷毙了。而酷毙了正是他最喜欢用来表达自己激情的短语。当时还在《滚石》杂志工作的科技作家史蒂芬·列维来采访乔布斯，乔布斯立即要求该杂志将麦克团队登在封面上。简·温纳同意换下英国著名歌手斯汀，而让一群电脑狂人登上封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列维如此认为，他是对的。乔布斯带列维去吃披萨，谈论对麦克电脑团队的报道。滚石杂志的处境岌岌可危，净登些烂文章。他正在拼命发掘新的话题和受众。麦克电脑就是滚石的救命稻草。列维反驳说，滚石杂志事实上很好，并问乔布斯最近真的读过滚石吗？乔布斯说自己在飞机上读了上面一篇关于 MTV 的文章，他认为这篇文章就是一坨狗屎。列维回答说，那正是自己写的文章。值得赞扬的是，乔布斯并没有转换话题停止评论，尽管他确实换了个目标，开始抨击《时代》杂志1年前对他的肆意捏造。接着在谈论麦克电脑的时候，他又变得豁达了。他表示，人类一直都在从超前的知识进步中获益，并且在使用超前者所研发出来的东西，能够创造出在人类经验和知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东西，是一种美妙和令人欣喜若狂的感觉。列维的报道并没有登上滚石的封面，但是后来乔布斯参与的所有主要产品的发布，无论是在 Next、皮克斯，还是多年后重回苹果公司，都登上了《时代》杂志、《新闻周刊》或《商业周刊》的封面。发布会，1984年1月24日，和同事完成麦克软件的那个早晨，安迪·赫斯菲尔德到家时已精疲力尽。他想自己或许会在床上至少躺上1天，但是当天下午仅仅睡了6个小时后，他就开车回到了办公室。他想要确认软件是否存在问题，而大多数同事也和他一样，他们正躺在地板上，昏昏沉沉，但又兴奋不已。这时候乔布斯走了进来。嘿，赶紧起来，还没完呢，他说道。我们需要为麦克电脑做一个演示。乔布斯计划在一大群观众面前戏剧性地揭开麦克的面纱，并且想在电影《烈火战车：鼓舞人心》的主题曲中向人们展示机器的特性。这周末就要完成，为预演做好准备，他补充道。赫斯菲尔德回忆说，办公室里的人听了他的话都抱怨起来。但是我们讨论了一阵子，就意识到
如果能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肯定很有意思。麦克的发布仪式定在8天之后的1月24日，与苹果年度股东大会同期举行，地点在迪安扎社区学院的弗林特礼堂。除了电视广告和疯狂的媒体预热，发布仪式也是其新产品发布的一个组成部分。乔布斯能将新消费产品的发布变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产品在一片热闹与喧嚣中正式揭晓，观众推崇备至，记者也被兴奋席卷。赫斯菲尔德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壮举，在2天时间内编了一个音乐播放器程序，让电脑能够播放《烈火战车》的主题曲。但乔布斯听过后觉得很糟糕，于是他们决定用录音代替。另一方面，乔布斯完全被语音发声器所折服，这个程序能够将文本转变为迷人的电子语音。他决定以此作为演示的一部分。我要 Mac 成为第一台可以自我介绍的电脑。乔布斯邀请1984广告的文案史蒂夫·海登来撰写脚本。史蒂夫·卡普斯设法让 Mac 这个词在屏幕上以大字体滚动展示，苏珊·卡雷则设计出了开场画面。在发布仪式前夜的预演中，这一切都没能顺利进行。乔布斯讨厌动画在屏幕上滚动的方式，不断要求做出调整。此外，他对舞台灯光也不满意。他让斯卡利在礼堂的不同座位上感受各种调整带来的效果，并给出意见。斯卡利从来没有对舞台灯光的变化考虑过多，也没想过自己要不断给出调试意见，就像病人要告诉眼科医生哪个镜片能更清晰地看到视力表一样。预演和调试持续了5个小时，直到深夜。斯卡利回忆说，他把人都逼疯了，发言展示中有一点问题，他都要对舞台工作人员发火。我当时都以为我们没法为第2天上午的展示做好准备。最主要的是，乔布斯为自己的演示很是焦躁。斯卡利自认为是个优秀的作家，于是他建议乔布斯对讲稿做一些改动。据回忆，乔布斯对此有些烦躁，但是2人的关系当时仍然很好。乔布斯不断赞扬和激励斯卡利，我觉得你就像沃兹和马库拉一样。他告诉斯卡利，你就像苹果公司的又一个创始人，他们创立了苹果，但是我和你在创造未来。斯卡利欣然接受了乔布斯的鼓舞。多年后，他仍然能复述乔布斯的这些话。次日上午，可容纳2600人的弗林特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乔布斯穿着一件蓝色双排扣西装，里面是一件笔挺的白衬衫，打着浅绿色领结。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在后台等待活动开始时，乔布斯对斯卡利说，我真的很紧张，你可能是唯一知道我对这次发布会感受的人。斯卡利抓住他的手，握了片刻，低声祝他好运。作为苹果公司的董事长，乔布斯首先登台，宣布股东大会正式开始。他用自己的方式开场，我想用鲍勃·迪伦20年前的一首歌来开场。他笑了笑，然后低下头开始诵读《时代在变》的第2段。在诵读这10行歌词时，他的声音高亢，语速很快，直至结尾。此刻的失败者终将胜利，因为时代在变。这首歌让乔布斯这位千万富豪董事长保持住了自己反主流文化的自我形象。他最喜欢的版本来自迪伦与琼贝兹的一场现场演唱会，1964年万圣节在林肯中心交响音乐厅举行。他还有这场演唱会的盗版录音带。接着斯卡利上台汇报苹果公司的营收状况，他枯燥无味的讲话让观众们开始变得烦躁不安。终于，他以一段富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话收尾。在苹果公司过去9个月的时间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有机会与史蒂夫·乔布斯发展一段友谊。他说道，我们之间所建立的默契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乔布斯再次上台，灯光暗了下来。他用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喊出了在夏威夷销售会议上的战斗口号。1958年 IBM 错过了收购一家羽翼未丰的公司的机会。这家小公司发明了一种被称为静电复印的新技术。2年后，施乐公司诞生了， IBM 从此追悔莫及。
观众都笑了起来。这段话赫斯菲尔德在夏威夷和其他地方都听过，但是此刻再度聆听，觉得更富激情，倍感震撼。在历数了 IBM 的其他失误后，乔布斯语风一转，加快了节奏，谈到了当前的状况。如果到了1984年 IBM 想占有一切，苹果被视为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希望。经销商最初张开双臂欢迎 IBM， 现在他们害怕 IBM 主宰和控制未来。他们回到了苹果的怀抱，认为苹果能够保障自己在未来的自由。IBM 想占有一切，苹果是他控制整个产业的最后一道障碍。他正把枪口指向苹果。我们能让 IBM 主宰整个电脑产业吗？我们能让 IBM 控制整个信息时代吗？乔治·奥威尔的描述会成真吗？随着他的发言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观众们从喃喃低语转为热烈鼓掌，最后开始疯狂的欢呼和高喊着回应。但他们还没来得及回答关于奥威尔的问题，整个礼堂就陷入了黑暗。随即1984电视广告出现在屏幕上。广告播映结束后，全场起立，欢声雷动。天生就知道如何激荡人心的乔布斯穿过黑暗的舞台，走向一张小桌子，桌上摆着一个布包。现在我要亲自向各位展示Mac电脑，他说道。接下来你们在大屏幕上所看到的画面都是这个包里的东西实现的。他拿出电脑、键盘和鼠标，熟练地组合起来。在观众的又一阵掌声中，他从衬衣口袋里拿出了一张新的 3.5 英寸软盘。烈火战车的主题曲开始响起，麦克屏幕上的图像被投影到大屏幕上。有那么一瞬间，乔布斯屏住了呼吸，因为昨晚的演示从未成功，但是现在一切运行的完美无缺。麦克的字样在屏幕上横向滚动，接着下方出现了酷毙了的字样，就像用手慢慢写上去一样。观众安静了片刻，尚未从这美妙的展示中回过神来。在寂静中可以听到有人倒抽气的声音，然后一系列屏幕截图开始接连快速出现。比尔·阿特金森的 QuickDraw 图形程序包之后，屏幕上紧接着就展现了不同字体、文件、图表、图画、象棋比赛、电子表格，以及一张乔布斯的渲染图。图中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台 Mac 电脑。展示结束后，乔布斯笑着介绍了一个新玩意儿。最近关于 Mac 我们已经说的很多了，但是今天有史以来第一次，我要让 Mac 自己说话。说完，他怡然地推到电脑后，按下鼠标。麦克发出了轻颤但可爱的低沉声音，他成了第一台介绍自己的电脑。你好，我是麦克，从包里面出来的感觉真好。他致以开场白，要说这台电脑有什么不会做的事儿，那就是还不知道应当在观众爆发疯狂欢呼和尖叫的时候停顿一下。他继续快速独白，我还不习惯公开演讲，但我想要和大家分享自己第一次见到 IBM 大型机时的感想。千万不要相信一台你搬不动的电脑。欢呼声又一次响起，几乎淹没了麦克的最后几句话。显然我能说话，但是现在我想要坐下来聆听。接下来让我非常自豪地请出一个人，他就如同我的父亲一样，史蒂夫·乔布斯。礼堂里一片喧闹，人们又蹦又跳，疯狂地挥舞着拳头。乔布斯缓缓地点了点头，双唇紧闭，但笑得很开心。接着他低下头开始哽咽，掌声持续了将近5分钟。当天下午，麦克团队回到班德利3号楼后，一辆卡车开进了停车场。乔布斯把所有团队成员都召集起来。卡车里是100台全新的麦克电脑，每一台都配有一个个性化的名牌。史蒂夫为每位团队成员逐个送上一台电脑，同他们微笑握手，其余的人就在周围欢呼。赫斯菲尔德回忆道，麦克电脑的诞生过程令人精疲力尽，许多人都被乔布斯可恶粗暴的管理风格伤害过。但是无论拉斯金还是沃兹尼亚克，亦或是斯卡利或公司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创造出麦克电脑。它也不可能诞生于常规的市场调查组和产品设计团队。
麦克发布当天，来自大众科学的一位记者问乔布斯做过什么类型的市场调研工作。乔布斯语带嘲讽的回应：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在发明电话之前做过任何市场调研吗？第16章，盖茨与乔布斯当轨道相交，因麦克而合作。在天文学中，当两颗星体轨道交织，由于引力相互作用，就会出现双星系统。在人类历史上也有类似情形，同领域两位超级巨星之间的关系与竞争，谱写出他们所属的时代之音。例如20世纪物理学界的两位巨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尼尔斯·波尔，以及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20世纪70年代末，人类步入了个人电脑时代。在其发展的头30年中，出现了两位重量级人物，他们都生于1955年，都中途辍学，精力充沛。他们演绎了个人电脑领域的双星系统。这就是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尽管两人对技术和商业的融合都抱有相似的雄心，但是他们背景不同，个性迥异。盖茨的父亲是西雅图一位杰出的律师，母亲是一名民众领袖，并担任众多著名机构的董事。他就读于当地最好的私立学校湖滨中学，并从此走上技术极客的道路。但盖茨绝对称不上反叛者、嬉皮士或灵性追寻者，也不是反主流文化人士。他没有做过蓝盒子去盗用电话线路，而是为学校编写排课程序。在这个程序的帮助下，他得以和自己心仪的女孩上同样的课程。他还为当地交通管理部门编写了一个车辆技术程序。进入哈佛大学之后不久，盖茨决定辍学，但并非因为要跟随印度灵性导师寻求觉悟，而是为了创立自己的软件公司。与乔布斯不同，盖茨懂计算机编程，他更务实，更有原则，且拥有很强的分析处理能力。乔布斯则更相信直觉，更浪漫，并且在技术实用化、设计愉悦感和界面友好方面有着更高的天分。乔布斯狂热地追求完美，以至于他为人非常苛刻。他的管理主要依靠自身的领袖魅力和肆意的激情。盖茨做事更有条理，他会频繁召开产品评估会议，并在会上精准地切入问题核心。乔布斯和盖茨都可能做出粗鲁无礼的举动，但是盖茨的无理刻薄通常并不针对个人，更多的是出于对技术的深刻理解，而非情感上的麻木不仁。在职业生涯的早期，盖茨似乎就和那些典型的极客一样，有些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倾向。乔布斯会用能灼伤人的眼睛盯着对方，而盖茨有时会无法与人进行眼神接触，但他很富有人情味儿。他们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比对方聪明，但是史蒂夫总体上认为与自己相比，别尔稍逊一筹，尤其在品味和风格上。安迪·赫茨菲尔德说道。比尔瞧不起史蒂夫，则是因为史蒂夫不会编程。从两人结识起，盖茨就被乔布斯所吸引，并有些嫉妒他蛊惑人心的能力，但同时他也认为乔布斯极其古怪，而且作为一个人有着奇特的缺陷。盖茨反感乔布斯的无理以及他的那种倾向，不是觉得你狗屁不如，就是在试图引诱怂恿你。而在乔布斯看来，盖茨太狭隘。乔布斯曾说，如果他年轻的时候服过迷幻药，或是进行一些禅修，那他整个人的心胸就会更为开阔。个性和性格上的差异终究使他们走上了对立面，并引发了数字时代的根本分离。乔布斯是个完美主义者，渴望掌控一切，并且很享受艺术家这种不妥协不让步的性情。他和苹果公司将硬件、软件和内容无缝整合，铸成一体。这种数字化战略堪称典范。盖茨则是商业和技术领域里精明务实、深谋远虑的分析师。他愿意将微软的操作系统和软件授权给各种不同的制造商使用。两人相识30年后，虽有些勉强，但盖茨还是对乔布斯产生了一丝敬意。他真的对技术了解不多，但他有一种惊人的天赋，知道什么东西能成功。盖茨说道。但反过来，乔布斯从来没有充分肯定过盖茨的长处。比尔基本上缺乏想象力，也从没创造过什么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他更适合像现在这样做慈善，
而不是留在技术领域。乔布斯是这么说的，尽管他的说法并不公允，他只是无耻地盗用别人的想法。当苹果开始着手研发麦克电脑时，乔布斯前去拜访盖茨。微软曾为苹果的 Apple II 电脑编写过一些应用程序，其中包括名为 Multiplan 的电子表格程序。这一次，乔布斯想鼓动盖茨和微软为其即将推出的麦克电脑编写更多程序。坐在盖茨位于西雅图华盛顿湖边的会议室中，乔布斯勾画出一幅诱人的图景。加利福尼亚的某家自动化工厂将会大批量生产界面友好的大众电脑。在他的描述中，硅元件被送进工厂，完整的麦克电脑鱼贯而出。微软团队因此给该项目取了个代号叫沙，他们甚至又把它演绎成了一句话的缩略词：史蒂夫的神奇新机器。盖茨创立微软是源于为阿尔泰计算机编写 BASIC 语言版本。BASIC 是 Beginner's All-Purpose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 的缩写，即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代码，是一种编程语言，非技术人员能够用它更容易地编写出可以跨平台运行的软件程序。乔布斯希望微软为麦克电脑编写 BASIC 程序，因为尽管乔布斯多次敦促，沃兹尼亚克从未改进 Apple II 的 BASIC 语言版本，以提高处理浮点数的能力。此外，乔布斯还希望微软能为麦克电脑编写一些应用程序，如文字处理软件、图表和电子表格程序。当时乔布斯已功成名就，盖茨还只是个跟班。1982年，苹果公司的年销售额达10亿美元，而微软只有3200万美元。盖茨签下了合同，除 BASIC 程序外，还为苹果公司开发图形界面版本的软件、全新的电子表格软件 Excel 和文字处理程序 Word。盖茨当时常去库比蒂诺观看 Mac 操作系统的演示，但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看到的东西有多了不起。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史蒂夫运行了一个应用程序，不过就是一些东西在屏幕上跳来跳去。他回忆说，这是唯一能够在他们机器上运行的应用程序，当时 MacPaint 还未完成。此外，乔布斯的态度也令盖茨反感，我们此行有点被诱骗的诡异感觉。史蒂夫说，我们也不是真的需要你们，我们正在做的这个东西很伟大，它还处于保密状态中，这是他自己惯用的销售方式，潜台词是我不需要你，但可能会让你参与进来。麦克团队的海盗们也觉得盖茨令人难以忍受。你会发现比尔盖茨不是个很好的听众，他不能忍受任何人向自己解释某个东西如何运作，他要抢在别人前面提出他对这个东西如何运转的推断，猜想他觉得这个是怎么运作的。赫斯菲尔德回忆道，他们向盖茨展示麦克电脑的光标如何不闪烁而能在屏幕上流畅地移动。盖茨发问，你们用什么硬件来绘制光标？赫斯菲尔德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他们只依靠软件就实现了这个功能。他回答说，我们没有用任何特殊的硬件。盖茨不信，坚持认为必须有某种特殊硬件的支持，光标才会出现这样的移动效果。麦克团队的一位工程师布鲁斯·霍恩后来说，你还能跟这样的人说什么呢？这件事让我明白，盖茨不是那种能够理解或欣赏麦克电脑简洁之处的人。尽管两队人马互有戒心，但想到微软为麦克电脑制作图形界面软件，这一合作能将个人电脑带入一个新境界，双方都非常兴奋。他们前往一家豪华餐厅吃饭庆祝。微软很快组建了一个大型团队负责这个项目。我们在Mac项目上的人比苹果公司的还多，盖茨说道。他们有大约14-15个人，我们有将近20人。我们真的把命都压在这上面了。尽管乔布斯觉得他们没什么品味，但微软的程序员们非常坚持不懈。他们一开始做出的应用程序很糟糕，乔布斯回忆说，但是他们坚持努力，越做越好。最后，乔布斯对 Excel 非常喜爱，以至于和盖茨做了个秘密协议。如果微软在未来2年的时间里只为 Mac 做 Excel， 而不开发 IBM 个人电脑版本，那么乔布斯就同意撤掉 Mac 电脑的 BASIC 团队，而无限期使用微软开发的 BASIC 程序。盖茨很精明，他接受了这一提议，而此事却激怒了苹果公司遭到解散的 BASIC 团队，也让微软在日后的谈判中获得了优势。盖茨和乔布斯暂时结下了良好的关系。
那年夏天，他们前往威斯康星州日内瓦湖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参加行业分析师本·罗森举办的一个会议。当时没人知道苹果正在开发图形界面。盖茨回忆，当时所有人好像都觉得 IBM 个人电脑就是一切，这样很好。但是史蒂夫和我就暗自得意，嘿，我们也有个好东西。当时他也多多少少透露出我们在做什么了，但没有人真正理解。盖茨成了苹果公司的常客，他说每次聚餐我都去，已经成了那儿的一份子了。盖茨很喜欢频繁地造访库比蒂诺，在苹果公司，他有机会观察乔布斯和雇员们古怪的交流方式，以及乔布斯的执着。史蒂夫用自己超级蛊惑人心的方式，宣称麦克将如何改变世界，疯了似的让人们超负荷工作，气氛异常紧张，人际关系也很复杂。有时乔布斯上一秒还很兴奋，下一秒就开始与盖茨分享自己内心的恐惧。我们周五晚上出去吃饭的时候，史蒂夫还在大谈一切都很好，第二天他就一定会说，哦，该死，我们就要卖这玩意儿，哦天哪，我得提高价格，抱歉这样对你，但是我的团队都是一群白痴。施乐公司推出施乐之星电脑时，盖茨见识到了乔布斯的现实扭曲立场。一个周五，苹果和微软团队共进晚餐，乔布斯问盖茨施乐之星卖了多少，盖茨回答说600台。第二天，乔布斯全然忘了盖茨刚刚告诉大家施乐之星售出了600台，当着盖茨和整个团队的面说施乐之星卖了300台。这时他的整个团队成员们开始看着我，好像在说，你要不要告诉乔布斯他在瞎扯淡。盖茨回忆，我没趟那浑水。还有一次，乔布斯及其团队成员到微软参观，并在西雅图网球俱乐部吃晚餐。乔布斯开始宣扬Mac机器和软件将非常易于使用，根本就用不着使用手册。他那样子就好像在说，如果有人想过Mac应用程序要配上使用手册，那这人一定是天大的白痴。盖茨说，我们这边就在想，他是认真的吗？是不是该告诉他，我们有人正在做使用手册。一段时间过后，苹果和微软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问题。双方最初的计划是将微软的一些应用程序，如 Excel、Chart 和 File 打上苹果的标识，并且和 Mac 进行捆绑销售。乔布斯推崇一体化的系统，这样一来，计算机从包装盒里拿出来就能直接使用。他还打算在 Mac 上预装苹果自己开发的软件 Mac Paint 和 Mac Write， 每台电脑上的每个应用能给我们带来$10的收入，盖茨说道。但是这种方式令软件制造领域的竞争对手很不舒服，如莲花公司的米切尔·卡普尔。此外，当时微软的一些软件程序可能会迟些才能完成，因此乔布斯援引合同中的某个条款，决定不预装微软的软件，这样微软就得努力把自己的软件直接卖给消费者。盖茨对此并没有太多抱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乔布斯反复无常，自己已经习惯了这一点。而盖茨当时也在猜想，或许这种分拆实际上对微软有好处。如果单独销售软件，我们能赚更多。盖茨表示，如果你愿意相信自己能获得不错的市场份额，那事情发展成这样反倒更好。后来，微软把软件卖给了其他各种平台，并在开始为 IBM 个人电脑开发文字处理软件 Word 后，立即停止赶工 Mac 版的 Word 软件。乔布斯退出捆绑销售的决定，最终让苹果比微软更受伤。Mac 版本的 Excel 软件发布时，乔布斯和盖茨共同在纽约绿苑酒店餐厅参加媒体答谢晚宴。当被问及微软是否会为 IBM 个人电脑开发 Excel 软件时，盖茨没有透露他和乔布斯的契约，只是说以后可能会。乔布斯拿过麦克风，开玩笑地说，我相信以后我们都会死。图形用户界面之争。从与微软打交道的第一天开始，乔布斯就在担心微软会盗用 Mac 电脑的图形用户界面，并开发自己的版本。微软正在开发 DOS 操作系统，并授权给 IBM 和兼容电脑使用。DOS 系统采用老式的命令行界面，会显示出小而呆板的系统提示符，如 C:#。乔布斯及其团队担心微软会抄袭 Mac 的图形界面的思路，
安迪·赫茨菲尔德注意到，微软方面的联系人就 Mac 操作系统如何运作询问了太多细节问题，这令苹果更感忧虑。我跟史蒂夫说，我怀疑微软打算抄袭 Mac。 赫茨菲尔德回忆说，但是他并不那么担心，因为他觉得就算有 Mac 作为范本，微软也没有能力做出像样的操作系统。但事实上，乔布斯也感到担心，非常担心，只是不想表现出来。他的担忧不无道理。盖茨相信图形界面是未来的方向，他觉得微软完全有权像苹果一样，仿照施勒帕克所开发的东西，开发自己的图形界面。后来盖茨坦率地承认，我们多少是这么想的。我们也看好图形界面，我们也见识过施勒帕克的成果。麦克最初定于1983年1月发布，在双方最开始的合同中，乔布斯说服盖茨同意1年之内微软不得将任何图形软件卖给其他公司。但对苹果来说不幸的是，他们没有想到麦克会推迟1年发布。因此1983年11月，盖茨宣布微软计划为 IBM 个人电脑开发 Windows 操作系统，此举完全在其权力范围内。Windows 操作系统采用图形界面，有窗口、图标和可以指向并点击的鼠标。盖茨在纽约赫尔姆斯利大饭店主持了一次乔布斯风格的产品发布会，这是微软当时所举办的最豪华的发布活动。当月，他还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计算机分销商展览会上发表了自己的首次主题演讲。盖茨的父亲当时在现场帮忙播放幻灯片展示。在题为“软件人体工程学”的演讲中，他说计算机图形将超级重要，界面将更加友好，鼠标将成为所有电脑的标配。乔布斯对此很愤怒，他知道自己无计可施，微软有权这么做，因为微软答应不做图形操作软件的合同即将到期。尽管如此，他仍然对微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命令麦克贝尔奇叫盖茨马上过来。贝尔奇当时在苹果公司是负责与外部软件公司联系的。盖茨来了，一个人，而且愿意和乔布斯讨论问题。他叫我来是想冲我发脾气，盖茨回忆说。我来到库比蒂诺，就好像自己应该来一样。我告诉他，我们在做 Windows 操作系统。我对他说，我们把整个公司都压在了图形界面上。他们的会面地点在乔布斯的会议室。盖茨发觉自己被10名苹果员工包围着，他们都迫切想看到乔布斯和他对峙。赫茨菲尔德说，史蒂夫开始对比尔大呼小叫的时候，我看得很入迷。乔布斯没有辜负围观员工的期望。你在盗用我们的东西，他叫喊道。我信任你，而你却在偷我们的东西。赫茨菲尔德回忆道。盖茨只是冷静地坐着，直视史蒂夫的眼睛。接着他用刺耳的声音反驳道，好了，史蒂夫，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更接近于这样，我们都有个有钱的邻居叫施勒。我闯进他们家准备偷电视机的时候，发现你已经把它盗走了。后来这段话成了一个经典的反驳。乔布斯的情绪化反应和操控人的技巧在盖茨为期2天的造访中都爆发了出来。两人此次的交涉也清晰地表明，苹果和微软的共生关系就如2只蝎子跳舞，双方都小心翼翼地周旋，他们知道无论谁出刺都会给双方造成问题。在会议室对峙后，盖茨私下平静地向乔布斯演示了研发中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史蒂夫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盖茨回忆道，他完全可以说，他违反了某些协议，但是他没有。他当时说的是，他可真是一堆狗屎。盖茨听了很高兴，因为这样他就有机会暂时让乔布斯平静下来。我说是的，他是坨可爱的狗屎。听盖茨这么一说，乔布斯又百感交集。在这次会面的过程中，他粗鲁无礼至极。盖茨回忆说，接着有那么一会儿他几乎都快哭了，就好像在说，就让我宣泄一下自己的痛楚吧。盖茨则变得非常平静，别人情绪激动的时候对我更有利，因为我比较不容易激动。乔布斯提议2人一起出去好好走走，一般他想要进行严肃谈话的时候都会如此。他们在库比蒂诺的街道上走了很久，
在迪安扎学院来来回回，他们停下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又接着往前走。我们不得不边走边说，但我并不擅长这个，盖茨说道。这个时候他开始说，好吧，只是你们别搞得太像我们做的东西了。乔布斯也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说了，他要确保微软会继续为 Mac 编写应用程序软件。事实上，斯卡利之后曾威胁将微软告上法庭，而微软为了反击，则以威胁停止开发 Mac 版的 Word、Excel 及其他应用程序作为回击。如果微软真的这么做，就会毁掉苹果。因此，斯卡利被迫妥协，签署了一份合同。他同意微软有权在其即将推出的 Windows 系统中使用苹果公司的部分图形功能。作为回报，微软同意继续为 Mac 编写软件，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只允许苹果独家使用 Excel 软件，而不会用于 IBM 兼容机中。事实上，微软直到1985年秋季才发布 Windows 1.0 操作系统。即使花了这么长时间进行开发，它仍然是一款劣质产品。它窗口平铺，缺乏 Mac 界面的简洁。相比之下， Mac 采用的是比尔·阿特金森设计的神奇的重叠窗口截取算法。因此，评论家嘲笑它，消费者唾弃它。然而，就像微软的其他产品一样， Windows 操作系统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后来主宰了个人电脑操作系统领域。乔布斯从未走出这场愤怒，他们完完全全盗用了我们的东西，因为盖茨毫无廉耻。事情发生近30年后，乔布斯这样对我说。盖茨得知后回应道，如果他觉得自己说的是事实，那么他还真是走进了自己的现实扭曲立场。从法律意义上来说，盖茨没错。多年来，此案的法律裁决都判定盖茨无错。而在现实情况中，盖茨的说法也很合理。尽管苹果公司签署了合同，有权使用自己在施乐帕克看到的东西，但其他公司也必然会开发出相似的图形界面。正如苹果公司所发现的，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现实中，计算机界面设计的外观和感觉都很难受到保护。不过乔布斯的沮丧之情也可以理解，苹果公司一直以来在执行上更富创新，更有想象力，也更有品味，而且他们的设计也更好。但是虽然一开始微软只做出了一系列粗制滥造的复制品，它最终还是赢得了操作系统之争。这一事实说明世界并非完美，最好最创新的产品并非总是赢家。这也致使乔布斯在此事10年后对微软大肆批判。虽然他说的话多少有点夸张，但也有几分道理。微软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品味，一点儿都没有。他说，并不是狭义上的没有品味，而是广义上的，他们没有独到的见解，也不会在产品中注入多少文化。因此，我想自己之所以感到难过，并不是因为微软成功了，我对他们的成功没有异议，大部分都是他们应得的。我难过的是，他们做的确实只是三流产品。第17章，伊卡洛斯，凡升起的，春风得意。1984年1月，麦克电脑的发布使得乔布斯的名气如日中天。他的一次曼哈顿之行便是佐证。当时他应邀参加小野洋子为儿子肖恩·列侬举办的派对，并送给9岁的肖恩一台麦克电脑。肖恩很喜欢。艺术家安迪·霍沃尔和司机哈林当时也在。他们如此着迷于自己通过麦克做出来的东西，以致当代艺术几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折。在用过 Quick Draw 软件之后，霍沃尔自豪地惊呼：“我画了个圈儿。”霍沃尔坚持要乔布斯也送一台麦克给摇滚明星米克·贾格尔。当乔布斯和比尔·阿特金森一同来到贾格尔的联排别墅时，贾格尔有些疑惑，他并不太知道乔布斯是谁。后来乔布斯告诉自己的团队，我觉得他一定是嗑了药，要么就是脑残了。不过贾格尔的女儿杰德立刻喜欢上了这台电脑，并开始用 MacPaint 软件画画，于是乔布斯把电脑送给了他。乔布斯买下了曼哈顿中央公园西街圣雷默公寓顶楼的复式住宅。他曾带斯卡利看过这处房产，又聘请了贝聿铭公司的詹姆斯·弗里德对其进行翻修。
但是由于对细节一贯挑剔，他从未搬进去过。后来他把这处公寓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波诺。他还在伍德塞德购置了一幢老式西班牙殖民地风格的豪宅，有14间卧室，可以俯瞰帕洛奥图。这一幢豪宅最初由美国铜矿大亨丹尼尔·考恩·杰克林建造，乔布斯搬了进去，但从未着手进行装修。在苹果公司，乔布斯的地位也开始恢复。斯卡利并未设法削弱乔布斯的权力，相反给了他更多控制权。负责 Lisa 电脑和 Mac 电脑的部门合并了，由乔布斯管理。他正步步高升，春风得意，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圆熟。事实上，当乔布斯站在 Lisa 团队和 Mac 团队成员面前，告诉大家将如何进行合并时，他展示出的近乎粗鲁的直言不讳让人记忆深刻。乔布斯表示，合并后的所有高层职位都将由他所率领的 Mac 部门中的领导者担任，而 Lisa 电脑部门1/4的员工都会被裁员。你们失败了，他直视着 Lisa 团队的人说道，你们是二流团队，二流队员，这里许多人都是二流或3流队员，因此今天我们遣散你们其中一部分人，让你们有机会在硅谷的兄弟公司工作。比尔·阿特金森同时供职于 Lisa 团队和 Mac 团队，他觉得这种合并方式不仅冷酷无情，而且不公平。这些人工作非常努力，他们是杰出的工程师，他说道。但是乔布斯坚持认为，如果你想建设一个由一流队员组成的团队，就必须敢下狠手。这是他从麦克团队中总结出的重要管理经验。这个道理很简单，团队扩张时，如果吸收了几名二流队员，他们就会招来更多二流队员，很快你的团队里甚至还会出现3流队员。他回忆道，麦克的经验告诉我，一流队员只喜欢同一流队员合作，这就意味着你不能容忍二流队员。当时乔布斯和斯卡利相信彼此之间的友谊依然牢固，他们经常热情洋溢地频繁表达对彼此的喜爱，看上去就像赫曼·赫卡里走出来的一对高中情侣。1984年5月，斯卡利加入苹果1周年，为了庆祝，乔布斯为他在黑羊餐厅举行晚宴，那是库比蒂诺西南丘陵一带的一家高雅餐厅。让斯卡利吃惊的是，乔布斯还叫来了苹果公司的董事会、高层管理人员，甚至一些来自东海岸的投资者。在鸡尾酒会上，大家都向斯卡利表示祝贺。他回忆道，史蒂夫神采奕奕地站在人群中，不住地点头，露齿微笑。晚宴开始时，乔布斯以一句夸张的祝酒词为晚宴做了开场白。对我来说，最快乐的日子有2个，一个是麦克上市之时，另一个是约翰·斯卡利同意加入苹果公司的那天。他说道，今年是我整个人生中最棒的一年，因为我从约翰那里学到了很多。接着，他送给斯卡利一本当年大事记的影集。作为回应，斯卡利也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过去1年与乔布斯搭档的欣喜之情。他的结束语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难忘，虽然原因各异。苹果公司只有一个领导者，他说，那就是史蒂夫和我。他眼光望向房间的另一端，与史蒂夫目光交错，看到他脸上的笑容，当时就好像我们彼此心有灵犀一样，斯卡利回忆道。但是他也注意到亚瑟·罗克和其他一些人的古怪表情，或许甚至是怀疑的神色。他们担心乔布斯正完全控制着斯卡利。他们雇佣斯卡利是为了控制乔布斯，然而现在很明显，控制权却在乔布斯手上。斯卡利非常渴望得到史蒂夫的认可，以至于他无法对史蒂夫保持强硬态度。罗克后来回忆道，对斯卡利来说，让乔布斯高兴并听从他的专业意见，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策略。他认为这样比采取对立的态度要好，这没错。但是他未能认识到，在乔布斯的天性里，控制权不能共享。乔布斯天生就不知道什么是服从，他开始愈发强烈地表达自己对公司运营的看法。例如，在1984年的公司经营战略会议上，乔布斯逼迫苹果公司的市场和销售部门通过竞标的方式获得为各产品部门的服务权。这就意味着，比如麦克小组不能决定使用苹果的销售团队，转而需要创建一支自己的销售队伍。没有人赞成这种做法，
但是乔布斯不断努力，想要通过这个方案。人们指望我来掌控局面，让乔布斯坐下闭嘴，但我没有这么做。斯卡利回忆说，会议不欢而散。他听到有人低声说，为什么斯卡利不让他闭嘴？乔布斯决定在弗雷蒙建一家最先进的工厂，用来生产麦克。这是他的审美激情和控制天性越发达到极致。他想要把机械设备也涂成明亮的色调，就像苹果的彩虹标识一样。但是他在颜色选择上花了太多时间，以至于苹果公司的生产总监马特·卡特最后决定就用原来的米色或灰色。乔布斯去工厂参观时，又下令把机器重新喷刷成他想要的鲜艳色彩。卡特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这都是些精密设备，重新喷刷可能会造成问题。卡特说的没错，一台最贵的机器被喷成亮蓝色后，就再也无法正常工作了。他被人戏称为史蒂夫的遗作。最后卡特辞职了，跟他抗争太费精力了，而且常常是为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我受够了，他回忆道。乔布斯找来麦克团队的财务主管戴比·科尔曼接任卡特的职位。科尔曼精力充沛，为人和善。前文说过，麦克团队有一个对抗乔布斯最佳人物年度大奖，科尔曼曾赢得该奖，但他也知道如何在必要的时候迎合乔布斯的奇想。苹果公司的艺术总监克莱门特·默克通知科尔曼说，乔布斯想把墙都刷成纯白色。科尔曼反对说，工厂不能刷成纯白色，那样到处都会是灰尘和脏东西。默克的回复是，对史蒂夫来说多白都不过分。科尔曼最后只好随他去了。纯白色的墙壁，亮蓝色、黄色或红色的机器，整个工厂车间看上去就像亚历山大·考尔德的作品展。科尔曼这样描述。当被问及为何对工厂的外观如此重视时，乔布斯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持追求完美的激情。我回到工厂去，戴上一只白手套检查灰尘。我发现到处都是灰尘，机器上、机架顶部、地板上，然后就叫戴比清理。我跟他说，我们要一尘不染，这让戴比非常恼火。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干净，而我当时也无法说明这个原因，明白吗？在日本所看到的东西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十分钦佩日本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团队精神和纪律意识，而这也是我们的工厂所缺少的东西。如果我们连保持工厂一尘不染都做不到，那么也无法让所有机器都保证运转。一个周日的早晨，乔布斯把自己的父亲带到了工厂。保罗·乔布斯一向很讲究，要确保自己的工艺严格，工具也要摆放整齐。史蒂夫很自豪地向父亲展示自己也能做到这样。科尔曼当时也陪同参观，史蒂夫当时高兴得不得了。他回忆说，他很自豪地向他父亲展示自己的这一创造。乔布斯向父亲解释工厂的运作方式，保罗似乎很欣赏。他触摸了每一样东西，感觉非常喜欢。他们看起来是如此干净，如此完美。乔布斯则一直看着他。不过当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夫人达尼埃尔·密特朗来工厂参观时，气氛就不那么融洽了。密特朗夫人对古巴很欣赏，那次她是陪同丈夫来进行国事访问的。乔布斯让乔安娜·霍夫曼的丈夫阿兰·罗斯曼来做翻译。密特朗夫人通过自己的翻译人员就工厂的工作条件问了很多问题，而乔布斯却一直在解释自己先进的机器人和技术。乔布斯谈论了准时生产制计划后，密特朗夫人却开始询问工人的加班工资。乔布斯很恼火，于是开始描述自动化如何帮助自己压低了劳动成本。他知道这个话题会让他不高兴。工人的活很重吗？他问道。他们有多少休假时间？乔布斯按捺不住了。如果他对工人的福利这么感兴趣，他对密特朗夫人的翻译说，告诉他随时欢迎他来这儿工作。翻译听了脸色苍白，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罗斯曼介入进来，用法语说，夫人，乔布斯说感谢您的到访及您对工厂的兴趣。乔布斯和密特朗夫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而那位翻译顿时感到如释重负。事后，乔布斯开着奔驰车驶上高速公路，准备回库比蒂诺。一路上对罗斯曼对待密特朗夫人的态度感到异常愤怒，
当时车速超过每小时100英里，一名警察拦下了车，准备开罚单。几分钟后，警察正潦草地书写罚单，乔布斯按起了喇叭。有什么问题吗？警察问道。乔布斯回答说，我赶时间。令人惊讶的是，那位警察并没有生气，而只是照常开完罚单并警告，如果乔布斯的车速再超过每小时55英里并被抓住，就要进监狱。结果警察刚离开，乔布斯就重新回到高速路上，再次加速到每小时100英里。他肯定认为常规对自己无效，罗斯曼对此惊叹不已。在麦克电脑发布几个月后，乔安娜·霍夫曼陪同乔布斯前往欧洲，他也见识到了同样的情形。他非常令人讨厌，觉得自己可以不受任何事情的束缚。他回忆说，在巴黎的时候，他已经安排好与法国的软件开发商们进行正式晚宴，但是乔布斯突然决定不去了。他扔下霍夫曼独自上车，说自己要去拜访艺术家福龙。结果他的缺席让开发商们很生气，都不愿意跟我们握手，霍夫曼说道。在意大利的时候，乔布斯打一见面就不喜欢苹果公司在当地的总经理，一位肉乎乎圆嘟嘟的男士。他以前在传统行业工作，乔布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自己对其团队及销售策略都不以为然。你不配销售麦克，乔布斯冷冷地说。不过比起他挑选的餐厅来说，这位倒霉的经理受到的对待还算是好的了。乔布斯点了一份素食，但服务员还是殷勤周到地往他盘子里倒上了含有酸奶油的酱料。乔布斯的反应令人讨厌至极，以至于霍夫曼不得不靠威胁来阻止他。他低声对乔布斯说，如果他再不冷静下来，就把自己的热咖啡倒在他腿上。欧洲之行中，最根本的分歧集中在销售预测上。在其现场扭曲立场的影响下，乔布斯总是让自己的团队做出更高的预测。在最初撰写麦克商业计划时，他这样做过，但这份计划最后又反过来给他带来了麻烦。在欧洲的时候，他又故伎重演，不停地威胁欧洲的经理们，只有拿出更高的预测数据才能得到他的拨款。经理们坚持实事求是，霍夫曼不得不从中进行调和。行程最后，我整个身子都不由自主地颤抖，霍夫曼回忆道。此次欧洲之行，乔布斯第一次见到了让·路易·加西，苹果公司的法国经理。加西是少数几个成功对抗乔布斯的人，他对事实有自己的见解。加西后来评论道，对付他的唯一方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过来更狠地威胁他。当乔布斯像通常一样威胁说，如果不调高销售预测，他就会削减对法国公司的拨款时，加西彻底怒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抓住他的衣领，叫他少来这套，然后他就退缩了。加西说道，我以前也是个火气大的人，是个混球，所以我也能看出史蒂夫身上的这种性格。不过乔布斯能游刃有余地收放自己的个人魅力，这让加西印象深刻。密特朗发起了大众信息技术计划，宣扬普及大众电脑，技术领域的各种学术专家都前来参与其中，如马文明斯基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在法国时，乔布斯在布里斯托酒店面对该计划的参与者发表了演讲，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图景。如果法国所有的学校都配备电脑，这个国家将会出现多大的进步。巴黎也唤醒了乔布斯的浪漫心情。加西和尼葛洛庞蒂都曾讲过乔布斯在那里为艺人憔悴的故事。一落千丈，麦克电脑刚发布时引发了一阵热潮，但到1984年下半年，其销量就开始急剧下滑。问题是根本性的，这是一台虽然精美却运行缓慢、动力不足的电脑，再多的宣传也无法掩盖它的缺点。它的美丽之处在于，其界面看上去像一间阳光明媚的游戏室，而不是一块闪烁着绿色字幕和呆板命令行的幽暗屏幕。然而这也造成了 Mac 最大的弱点，采用文本方式显示，一个字符只占用不到一个字节，而 Mac 采用像素方式显示用户想要的优雅字体，这样每个字符所需要的内存就比前者多出20-30倍。Lisa 电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将内存扩展至1000K 以上，而 Mac 的内存只有 128K。 另一个问题在于没有内置硬盘驱动。乔安娜·霍夫曼曾坚持要使用内置硬盘作为储存设备，
乔布斯因此称他为施乐偏执狂。Mac 只有一个软盘驱动器，你如果想要复制数据，有可能会落下肘关节发炎的毛病，因为你得来回装卸软盘。此外 Mac 没有风扇，这是乔布斯武断顽固的又一佐证。他觉得风扇会增大电脑的噪音，没有风扇散热造成了很多组件故障，便让 Mac 赢得了米色烤面包机的绰号。而这一绰号显然无异于提高产品的流行度。Mac 电脑外形诱人，因而在发布的头几个月销量非常好，但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款电脑的局限后，销量便逐渐减少。霍夫曼后来感叹道，现实扭曲立场可以作为一种鞭策，但最后总是要被现实打破的。1984年底，Lisa 电脑销量几乎为零， Mac 的销量跌至每月1万台以下。乔布斯在绝望之下做出了一个低劣而又不合规矩的决定，他决定在库存的 Lisa 电脑上安装 Mac 仿真程序，并作为新产品出售，命名为 Mac XL。 由于 Lisa 电脑已停产且不会再投入生产，因此乔布斯这次要做自己都不看好的东西，就有点反常。我很愤怒，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什么 Mac XL。 霍夫曼说道，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剩下的 Lisa 电脑都卖出去。它卖得很好，但接下来我们不得不停止这个可怕的骗局，我也因此辞职了。这种负面情绪在苹果公司1985年1月的广告中也有所体现。这次的广告试图再次激起人们反对 IBM 的情绪共鸣，就像1984广告那样。不幸的是，这两则广告之间有一个根本区别。1984广告以一种英勇乐观的基调结束，但是这次里克劳和杰伊恰特写的新故事脚本名为《驴鼠》，内容则是身着深色西装被蒙住双眼的企业管理者迈向悬崖，走向死亡。从一开始，乔布斯和斯卡利就感到不安，这个故事似乎无法传达出苹果正面和光辉的形象，相反，只会侮辱购买过 IBM 电脑的每一位企业管理者。乔布斯和斯卡利要求广告公司想想其他创意，但广告公司拒绝了。其中一位员工说，你们去年还不想要1984广告呢。根据斯卡利的说法，里克劳补充道，我会把自己的全部名声和一切都压在这个广告上。然而当雷德利·斯科特的弟弟托尼把广告拍出来后，这个创意显得更糟了。行尸走肉般的经理们朝着悬崖前进，口中唱着葬礼版的白雪公主插曲，嘿嚯嘿嚯。而枯燥的电影制作使得这部广告片比故事脚本还要沉闷。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然要放这么个广告来羞辱全美国的商务人士。戴比·科尔曼看过广告后冲乔布斯吼道。营销会议上，他站起来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广告的无比厌恶之情。我郑重其事地在乔布斯桌上放了一封辞职信，信是在我的 Mac 电脑上打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广告对企业管理者是一种侮辱，我们可是刚刚才在个人电脑领域立足。不过乔布斯和斯卡利屈从于广告公司的意愿，在美国超级碗大赛中播放该段广告，两人一同前往斯坦福体育场观看比赛。同行的还有斯卡利的妻子丽兹，他受不了乔布斯以及乔布斯情绪亢奋的新女友蒂娜·莱德斯。在这场沉闷比赛的第4节的尾声时，苹果公司的广告播出了，球迷们抬头看着大屏幕，几乎没有反应。而在整个美国范围内，大多数反馈都是负面的。他侮辱了苹果的目标用户群。一家市场调研公司的总裁告诉财富杂志，苹果公司的销售经理随后建议，公司可能需要在华尔街日报上买个版面进行道歉。杰伊恰特则威胁道，如果苹果敢这么做，他的广告公司就会买下旁边的版面，为苹果的道歉广告道歉。同年1月，乔布斯前往纽约接受1对1的记者采访，期间表露出自己对该广告和苹果公司整体现状的不安。像以前一样，里吉斯麦克纳公司的安迪·卡宁安负责乔布斯在卡莱尔酒店的安排和后勤。乔布斯到达酒店后，命令卡宁安重新布置一遍套房，而当时已是晚上10点，第二天就要接受采访。另外，他觉得钢琴摆放的位置也不对，草莓也不是他想要的品种，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不喜欢房间里摆放的花，他想要马蹄莲。我们为马蹄莲到底长什么样大吵了一场，卡宁安说道。
我知道马蹄莲是什么，因为我结婚的时候就用过，但是他坚持要另一种类型的百合花，还说我很蠢，因为他认为我不知道真正的马蹄莲什么样。于是卡宁安只好出去买。幸好这里是纽约，他这么晚还能买到乔布斯要的那种百合花。房间重新布置好后，乔布斯又开始挑剔他的穿着。这一身套装好恶心，他对他说。卡尼安知道乔布斯有时会爆发出无名怒火，因此他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你看，我知道你在生气，我也知道你的感受，他说。你知道个屁，乔布斯吼道。我的感受你知道个屁呀！30岁，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宣称绝不能相信30岁以上的人的那代人来说，30岁是一个里程碑。1985年2月，为了庆祝自己的30岁生日，乔布斯在旧金山圣弗朗西斯酒店的宴会厅举办了一场非常正式但又搞怪的派对。来宾被要求打黑领带、穿网球鞋，约有1000人应邀出席。请柬上写着，有句古老的印度谚语是这样说的：在人生的头30年里，你培养习惯，在后30年，习惯塑造你。过来跟我庆祝我的30岁吧。宴会上有一桌坐的都是软件业巨头，包括比尔盖茨和米切尔·卡普尔。另一桌坐着乔布斯的老朋友，如伊丽莎白·霍姆斯。他还带来了一位身着燕尾服的女伴儿。安迪·赫茨菲尔德和伯勒尔·史密斯穿着租来的礼服，脚上踩着松软的网球鞋。一旁旧金山交响乐团演奏着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两人伴着音乐起舞的样子使这场派对更加令人难忘。由于鲍勃·迪伦拒绝了邀请，派对上献唱的是埃拉·菲茨杰拉德，他主要唱自己的传统曲目，偶尔也会改编一下曲目，如将伊帕内马姑娘唱成库比蒂诺小伙。他要听众点歌，乔布斯就点了几首，最后他用一首慢节奏的生日快乐结束了表演。斯卡利走上台，提议为技术领域最重要的远见者干杯。沃兹尼亚克也走上台，送给乔布斯一个相框，里面装着一张1977年西海岸电脑博览会上子虚乌有的扎尔泰电脑宣传单。Apple II 电脑就是在该展会上发布的。唐·瓦伦丁对乔布斯10年间的转变感到惊奇。他以前就跟胡志明似的，认为绝不能相信任何一个30岁以上的人，现在却和埃拉·菲茨杰拉德一起给自己办了个这么棒的30岁生日宴会。他说道，许多人都为这个挑剔的家伙准备了特别的礼物。例如黛比·科尔曼就为乔布斯找到了第1版《最后的大亨》，这是弗兰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一部小说。乔布斯却将所有礼物都留在了酒店房间里。这个行为虽奇怪，但也与他的性格相符。乔布斯一件礼物都没拿回家。沃兹尼亚克和一些苹果公司的元老没有吃派对上的山羊乳干酪和鲑鱼慕斯。派对结束后，他们聚在一起去丹尼餐厅吃饭。一个艺术家到了30-40岁还能做出惊人的东西来，这是很罕见的。乔布斯对作家戴维·谢菲说道，言语中流露出渴望之情。谢菲于乔布斯30岁生日的当月，在《花花公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言语亲密的长篇访谈。当然，有些人天生就有求知欲，永远像小孩一样对生命充满敬畏。但是这种人很少。这次采访涉及许多话题，但是在变老和面对未来的问题上，乔布斯给出了最尖锐的反思。你的想法会在自己的头脑中创建出模式，就像脚手架一样。大脑中的化学反应时刻出思维的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陷入这些模式，就像唱片上的针槽，并且再也出不来了。我会永远保持与苹果的关系，我希望这一生能让自己的生命历程和苹果的命运彼此交错，就像编织一幅挂毯那样。可能我会离开苹果几年，但我终究是会回来的，而这就是我可能想要做的事情。关于我，应该谨记的关键一点就是，我仍然是个学生，我仍然在新兵训练营。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富有创造性，像艺术家一样，就不能常常回顾过去。不管你做过什么，以前是怎么样，你都必须心甘情愿地接受一切。
并将一切抛诸脑后。外界越是试图强化你的形象，你就越难继续做一名艺术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艺术家要说再见，我得走了，我要疯了，我要离开这里，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在某处休隐。也许之后他们又会重新出现，变得有些不同。乔布斯说出这番话，似乎是有预感自己的生命将很快改变。也许他的生命历程确实会与苹果的命运彼此交错，也许他这时候应该将过去的自己抛诸脑后，也许是时候说再见，我得走了，然后重新回来，带着不同的思考方式。出埃及记。1984年麦克发布后，安迪·赫斯菲尔德休了一段时间假，他需要重新充电，并远离自己的上司鲍勃·贝尔维尔。赫斯菲尔德不喜欢他。有一天，他得知乔布斯给麦克团队的工程师每人发放了最高5万美元的奖金，他们团队工程师的工资此前一直没有 Lisa 团队的高。于是他找到乔布斯要自己的那一份。乔布斯回复说，是贝尔维尔决定休假的人没有奖金。赫斯菲尔德后来听说这其实是乔布斯的决定，于是来找乔布斯对峙。最开始乔布斯含糊其辞，后来又说好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又对事情有什么改变呢？赫斯菲尔德说，如果乔布斯扣着奖金不发是为了让他回来，那么出于原则他根本就不会回来。乔布斯态度软化了，这却给赫斯菲尔德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在休假快结束时，赫斯菲尔德与乔布斯约好共进晚餐。他们从办公室出来，走过几个街区，来到了一家意大利餐馆。我真的想回来，他告诉乔布斯，但是现在情况好像真的很糟糕。乔布斯隐约有些心烦意乱，但是赫斯菲尔德继续说下去。软件开发团队士气彻底低落，几个月都没做出什么东西来。伯勒尔也非常沮丧，年底之前就会走人。这时乔布斯打断了他，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道。麦克团队现在很棒，我正在享受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你已经跟我们完全脱节了。他的眼神里透露出极为挖苦的意味，但又试图表现自己是被赫斯菲尔德的评论逗乐了。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那我觉得自己肯定没法回来了。赫斯菲尔德闷闷不乐地说，我想要回归的那个麦克团队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了。麦克团队必须成长，你也一样。乔布斯回应道，我希望你回来，但是如果你不愿意，那也随你，反正你也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样重要。因此赫斯菲尔德没有回来。1985年初，伯勒尔史密斯也准备离开苹果，但他又担心，如果乔布斯试图说服他留下，那么自己就很难离开。乔布斯的现实扭曲立场太强大了，史密斯难以抗拒。于是他同赫茨菲尔德一起商量如何冲破乔布斯的现实扭曲立场。我想到了。有一天，他告诉赫茨菲尔德说，我想到了一个完美的辞职方法，能抵抗他的现实扭曲立场。我会走进史蒂夫的办公室，解开裤子，在他的办公桌上小便。对这种事儿，他还能说什么呢？这方法肯定能行。而麦克团队打赌，即便再勇敢，伯勒尔史密斯也没胆量这么做。在乔布斯生日聚会前后，他终于决定要豁出去了。他同乔布斯约好了见面。当史密斯走进乔布斯的办公室时，他惊奇地发现乔布斯笑得很开心。你真的要那么做吗？真的要那么做吗？乔布斯问他。他已经听说了史密斯的这一计划。史密斯看着乔布斯，我真的有必要这么做吗？如果万不得已，我会的。乔布斯看了他一眼，史密斯又觉得确实没必要这么做，于是他的辞职并没有那么戏剧化，而且他离开的时候拿到了很好的报偿。很快，另一位了不起的麦克工程师布鲁斯·霍恩也决定离开。当他跟乔布斯告别的时候，乔布斯说，麦克的所有问题都是你的错。霍恩回答道，好吧，史蒂夫，事实上麦克的许多好处也是我的错，我还得像疯了似的把这些好处都给弄进去。没错，乔布斯认可了这一回应。如果你留下，我就给你15000股股票。霍恩拒绝了。乔布斯于是又展现出温柔的一面。
好吧，给我个拥抱，他说。于是他俩拥抱在一起。不过当月最轰动的新闻还是苹果公司创始人之一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的离开。也许是因为个性不同，这两位创始人之间从未有过激烈的冲突。沃兹尼亚克仍然充满梦想和童趣，乔布斯比以往更加紧张易怒。但是在苹果的管理和战略问题上，两人有着根本的分歧。当时沃兹尼亚克低调地在 Apple II 部门做中级工程师，作为公司的招牌人物，他很谦卑，并尽可能地远离管理和公司政治。在他看来，有理由相信乔布斯并不欣赏 Apple II， 而 Apple II 电脑仍然是苹果公司的摇钱树，而且1984年圣诞期间，其销量就占公司产品销量的 70%。 公司里其他人也认为 Apple II 团队的成员不重要。他后来说道，尽管在当时 Apple II 是我们公司多年来销量最大的产品，而且未来几年它仍然可能是最畅销的机型。沃兹尼亚克甚至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与性格不相符的事儿。有一天，他拿起电话打给斯卡利，痛斥他在乔布斯和麦克部门浪费了太多注意力。沮丧万分的沃兹尼亚克决定悄然离去，创办一家新公司，制造自己发明的万能遥控器。有了这个装置，用户只需通过几个简单的按钮就能控制家里的电视机、立体声音响和其他电子设备。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 Apple II 部门的工程师主管，但他觉得自己并不那么重要，没必要通知别的部门，也没必要告诉乔布斯和马库拉。因此，直到看到《华尔街日报》报道，乔布斯才第一次得知此事。当记者致电时，沃兹尼亚克真诚坦率地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他说是的，自己觉得苹果公司怠慢了 Apple II 部门，苹果的发展方向已经严重错误，并持续5年了。他表示，不到2周后，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一同前往白宫，时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授予他们首届国家技术奖章。里根引用第19任总统拉瑟福德·海斯初次见到电话时所说的一句话：一项惊人的发明，但是谁想要用这个东西呢？然后打趣道，我觉得他当时可能弄错了。鉴于沃兹尼亚克离开苹果公司的尴尬情形，苹果公司之后并未举行庆祝晚宴，斯卡利或其他高层也没有来华盛顿。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在领奖之后一起出去散步，在一家三明治店吃了些东西。沃兹尼亚克回忆说，他们亲切地聊了聊，对他们之间存在分歧的问题避而不谈。沃兹尼亚克想让自己和苹果公司友好的分手，这是他的风格。于是他同意以兼职的方式代表公司出席活动和展览，薪酬是$2万。这种渐渐疏远方式很得体，但是乔布斯心里就没有那么舒服了。在华盛顿领奖几周后的一个周六，乔布斯前往哈特穆特·艾斯林格在帕洛奥图的新工作室，后者的青蛙设计公司为了处理苹果公司的设计而搬到了这里。乔布斯碰巧在那里看到了一些草图，是该公司为沃兹尼亚克的新遥控器设计的，他暴跳如雷。苹果公司同青蛙设计公司的合同中有一条写着，苹果公司有权禁止青蛙设计公司为其他公司做计算机相关产品的设计。乔布斯援引了这一条款，我通知他们。乔布斯回忆说，我们不能接受他们做沃兹的项目。华尔街日报得知此事后联系上了沃兹尼亚克，后者像往常一样坦率真诚。他说乔布斯在惩罚他。史蒂夫·乔布斯恨我，可能是因为我针对苹果说的话。他告诉记者，乔布斯这种行为显得很小气，但他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他知道产品的外观和风格就是产品品牌的一部分。其他人不像乔布斯这样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沃兹尼亚克的设备和苹果公司的产品使用同一种设计语言，就可能会让人误会他的设备是苹果公司的。这并非私人恩怨。乔布斯告诉《华尔街日报》，解释说自己想要确保沃兹尼亚克的遥控器不会像苹果生产的东西一样。我们不想看到自己的设计语言用在别的产品上。沃兹得找到自己的资源，他不能利用苹果的资源，我们不能给他特殊待遇。至于青蛙设计公司已经为沃兹尼亚克做了的东西，乔布斯表示愿意个人支付这笔费用。
但即便如此，该公司的管理者也都吃了一惊。乔布斯要求青蛙设计公司把为沃兹尼亚克设计的图纸交给自己或毁掉，对方拒绝了。乔布斯不得不向他们发送信函，援引苹果公司的合同权利。青蛙设计公司的设计总监赫伯特·法伊弗冒着激怒乔布斯的风险，公开驳斥乔布斯关于同沃兹尼亚克的争端并非私人恩怨的说法。他这是仗势欺人。法伊弗对《华尔街日报》说，他们之间有私人问题。听说了乔布斯的所作所为后，赫尔茨菲尔德异常气愤。他家离乔布斯的住处大约相隔12个街区，即使在他离开苹果后，乔布斯有时也会顺路去他家坐坐。我对于沃兹尼亚克遥控器的事非常气愤，以至于乔布斯后来到我家来，我都没让他进门。赫兹菲尔德说道，他知道自己错了，但是试图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合理化。也许在他自己的现实扭曲立场里，他能做得到。而沃兹尼亚克即便是生气的时候，也像泰迪熊一样温顺。他换了一家设计公司，甚至同意继续留任苹果公司做发言人。摊牌1985年春，1985年春，乔布斯和斯卡利之间出现了裂痕，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只是业务上的分歧，譬如斯卡利意图维持Mac的高价来达到利润最大化，而乔布斯则想要让它的价格更实惠。另一些就是奇怪的心理因素，源自他们最初对彼此的狂热和不现实的迷恋。斯卡利苦苦渴求乔布斯的喜爱，而乔布斯则渴望在斯卡利身上获得父亲和良师益友般的感觉。当两人的热情开始降温时，就产生了情绪上的反弹。但是造成两人之间裂痕日益加深的根本原因仍在他们自己身上。对乔布斯来说，问题在于斯卡利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懂产品的人，他没有努力，也没有显示出自己有能力理解苹果公司所做产品的精妙之处。相反，斯卡利觉得乔布斯太过沉迷于细微的技术调整和设计细节，这只会适得其反。他过去做的工作是销售汽水和零食，产品的配方在很大程度上与自己无关，他对产品也没有天生的热情，而这正是乔布斯所能想象的最深重的罪孽之一。我试图教会他工程上的细节，乔布斯后来回忆说，但是他不知道产品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一段时间以后，这种培养变成了争论，但我知道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产品就是一切。他觉得斯卡利很愚蠢，但斯卡利渴望得到乔布斯的喜爱，并且产生了自己和他很相似的幻觉，这更加剧了乔布斯对他的蔑视。而斯卡利觉得问题出在乔布斯身上，当乔布斯不再处于求爱期或有所图时，就常常很令人讨厌。他粗鲁、自私，并且对其他人没有好脾气。斯卡利经历过寄宿学校和大客户销售工作的打磨，他觉得乔布斯的行为粗鲁可比，其程度就和乔布斯鄙视他对产品细节缺乏激情一样。斯卡利能和善关切、彬彬有礼地对待错误，乔布斯则做不到。有一回，他们计划与施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比尔·格拉文会面，斯卡利恳请乔布斯到时候不要失礼。然而刚一就座，乔布斯就跟格拉文说，你们这些家伙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会面不欢而散。对不起，但我控制不住自己，乔布斯告诉斯卡利，这只是许多类似情况中的一例。正如雅达利公司的阿尔·奥尔康后来评论的，斯卡利想让别人高兴，并会顾及人际关系，史蒂夫对此则不屑一顾，但他对产品的关注又是斯卡利永远达不到的。而且乔布斯会侮辱任何一个算不上一流队员的人，以避免苹果出现太多的笨蛋。董事会对于两人关系的动荡越发警觉。1985年初，亚瑟·罗克及其他一些心怀不满的董事对他们俩进行了严厉的训诫。他们告诉斯卡利，本来应该由他来运营公司，他应该用更大的权力履行苹果公司的职责，少花心思同乔布斯交好。他们告诉乔布斯，他应该解决Mac部门内部的混乱状况，而不应该告诉别的部门如何做好本职工作。之后乔布斯回到办公室，在自己的电脑上打着，我不再批评公司其他部门，我不再批评公司其他部门。
1985年3月，麦克电脑的表现持续令人失望，其销量只有预测的 10%。乔布斯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生气，或是在大厅里训斥其他人。他的情绪起伏更大，对周围人的辱骂也更甚。中层主管们开始起来反抗他。营销主管麦克莫里在一个行业会议上与斯卡利私下会面，两人走向斯卡利的酒店房间时，乔布斯看到了，于是要求一起去。莫里叫他不要跟过来。莫里告诉斯卡利，乔布斯正在造成严重的破坏，必须把他从麦克部门的管理层踢走。斯卡利回答说，自己还没有到要和乔布斯摊牌的地步。莫里后来直接给乔布斯发了一份备忘录，批评他对待同事的方式，并谴责其人身攻击式的管理方式。有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两人之间的问题似乎存在某种解决的可能。乔布斯开始着迷于一种平板显示屏技术，这是帕洛奥图附近的伍德赛德设计公司研发的。管理这家公司的是一位名叫史蒂夫·基钦的古怪工程师。另一家创业公司做出的触摸屏也让乔布斯兴致很浓。利用这种技术，用户可以直接用手指控制设备，而无需鼠标。这两种技术可能有助于实现乔布斯创造麦克书的愿景。在和基钦的一次散步中，乔布斯在门洛帕克附近看到一幢建筑，并说道，他们可以开设一处科研基地，以实现这些想法。它可以叫苹果实验室，由乔布斯来管理，这样他又能重回带领小团队开发伟大新产品的喜悦之中。斯卡利对这种可能性感到高兴，这将使乔布斯回到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并且能让他远离库比蒂诺，不再给公司造成破坏，从而可以解决两人之间的大部分管理问题。他还物色了一个候选人，让·路易·加西替代乔布斯担任麦克部门的管理者。加西是苹果公司在法国的主管，曾在乔布斯造访法国时与之对抗。他乘飞机前往库比蒂诺，并表示只要能保证自己管理整个项目，而不是在乔布斯手下工作，他就会接受这份工作。董事会成员之一梅西百货的菲尔·施莱因竭力说服乔布斯，他如果能发明新产品并激励一个充满激情的小团队会更好。但经过一番思考，乔布斯认为这并非他想走的路。他拒绝将控制权弃让给加西，后者明智地回到了巴黎，以躲开无可避免的权力冲突。在这个春季之后的日子里，乔布斯摇摆不定，他有时想要维护自己作为企业管理者的身份，甚至写下备忘录，要求取消免费饮料和头等舱航空旅行的福利，以节省开支。有时候他又想离开，去管理新的苹果实验室研发团队。当年3月，莫里发出了另一份备忘录，并标明请勿流传，发送给了多位同事。过去90天里，苹果公司出现如此多的混乱、恐惧和运转失常，是我在苹果这3年里从未见过的。他在开头这样写道，普通员工觉得我们就是一艘没有舵的船，在迷雾中漂流。莫里曾两头倒，有几次他还与乔布斯密谋诋毁斯卡利，但是在这份备忘录中，他把错误归咎于乔布斯。无论公司的运转失常是原因还是结果，史蒂夫·乔布斯现在都在掌控着一个看似坚不可摧的权力基础。3月底，斯卡利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乔布斯，他应该放弃麦克部门的管理权。一天傍晚，他走进乔布斯的办公室，为了让两人的会面更加正式，他还带上了人力资源总监杰伊·埃利奥特。没有人比我更钦佩你的才华和远见，斯卡利开场道。他以前也说过这样的奉承话，但这次显然后面会出现一个但是来打断这些赞美。事实确实如此，但是这真的行不通，他说道。被但是打断的恭维话又继续下去。我们彼此之间已经发展出深厚的友谊，他继续说道，有些自作多情，但是我对你管理麦克部门的能力失去了信心。斯卡利还斥责乔布斯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把他当笨蛋。乔布斯看上去惊呆了，说出了一句无关轻重的质疑，意思是在这方面斯卡利应该多给他点帮助和指导。
你得花更多时间与我相处。他说。接着他开始回击，他说斯卡利对电脑一无所知，管理公司一塌糊涂，并且自从斯卡利进苹果公司以来，就不断地令自己失望。然后乔布斯又出现了第3个反应，他哭了起来。斯卡利则坐在那儿咬指甲。我会把现在的情况反映给董事会，斯卡利说道。我会建议他们让你离开Mac部门的管理岗位。我希望你知道这些。他力劝乔布斯不要抵抗，并同意去开发新技术与产品。乔布斯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转过身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斯卡利。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做，他说。如果你做了，会毁掉公司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乔布斯的行为出现了很大波动。他一会儿说自己要离开公司总部去管理苹果实验室，一会儿又开始争取支持去推翻斯卡利。刚同斯卡利示好，转眼又在背后大肆抨击斯卡利。有时候这种反复会发生在同一天晚上。一天晚上9点，他打电话给苹果公司法律总顾问阿尔·艾森斯塔特，说自己对斯卡利失去了信心，需要艾森斯塔特的帮助来说服董事会炒掉斯卡利。而2个小时后，他又一个电话吵醒斯卡利，对他说：你很了不起，我只想要你知道我喜欢跟你合作。4月11日的董事会会议上，斯卡利正式提出自己想要乔布斯离开Mac部门负责人的职位，并专注于新产品开发。接着，最顽固、最独立的董事会成员亚瑟·罗克说话了，他受够他们2个人了。在过去1年里，斯卡利没胆量负责指挥管理，而乔布斯则像个任性的小孩。董事会需要替他们解决这一争端，为此董事会将跟他们分别进行谈话。斯卡利离开了会议室，这样乔布斯可以先陈述。乔布斯坚持认为斯卡利才是问题所在，说斯卡利不懂电脑。罗克的回复则是对乔布斯的训斥，他怒吼道：乔布斯这1年的所作所为很愚蠢，而且他无权管理一个部门。即便是乔布斯最坚定的支持者梅西百货的菲尔施莱因，也试图劝乔布斯优雅退位，去为公司管理研究实验室。轮到斯卡利单独与董事会见面时，他发出了最后通牒：你们可以支持我，那我就负起掌管公司的责任，否则我什么也做不了。你们只能再去给苹果找一个新的 CEO 来。斯卡利说，如果获权，他不会贸然行动，但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安抚乔布斯进入新的角色。董事会一致支持斯卡利，他有权在自己认为正确的时机将乔布斯革职。此时乔布斯正在会议室外等着，他完全明白自己要输了。看到老同事德尔约克姆，乔布斯走过去与他拥抱。董事会做出决定后，斯卡利试图与乔布斯和解。乔布斯要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慢慢过渡，斯卡利同意了。当天晚上，斯卡利的行政助理南尼特·巴克霍特打电话给乔布斯，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乔布斯还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精神沮丧。斯卡利已离开了，乔布斯就过来同巴克霍特交谈。他对于斯卡利的态度又开始疯狂地摇摆。约翰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他说道。他背叛了我。然后他又换了另一种态度，认为自己或许应该花些时间来修复同斯卡利的关系。约翰的友谊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觉得自己也许应该这样做，专注于我们的友谊。策划政变。乔布斯并不习惯别人对自己说不。1985年5月初，他来到斯卡利的办公室，要求给他更多时间来证明自己能够管理麦克部门。乔布斯表示，他将证明自己是个运营人才。斯卡利没有让步，乔布斯接着又直接挑战对方，叫斯卡利辞职。我觉得你真的已经乱了阵脚。乔布斯对他说，你来苹果的第1年确实挺好，一切都很美妙，但是后来出问题了。一向平和的斯卡利回击了，他指出乔布斯没能完成 Mac 的软件，没能开发出新机型，也没能赢得新顾客。2人的会面演变成了一场关于谁是更烂的管理者的争吵。乔布斯走后，斯卡利转了个身，背对着办公室的玻璃墙落下了眼泪。
玻璃墙外都是围观他们争吵的人。5月14日，周二，麦克团队向斯卡利和其他苹果公司领导者进行季度回顾报告。事情至此达到高潮，乔布斯仍然没有放弃该部门的控制权。他目中无人地带领麦克团队来到董事会会议室，他和斯卡利开始就麦克部门的使命发生冲突。乔布斯认为这个团队的任务就是销售更多的麦克电脑，斯卡利说他应该服务于苹果公司的整体利益。和往常一样，苹果公司的部门之间几乎没有合作。麦克团队当时正计划开发新的磁盘驱动器，这种驱动器不同于 Apple II 团队正在做的那个。根据会议记录显示，两人的辩论持续了整整1个小时。之后，乔布斯介绍了其团队正在进行的项目，一款更强大的 Mac， 这款机器将取代已经停产的 Lisa 电脑，以及一款名为文件服务器的软件。Mac 电脑用户可以通过该软件在网络上共享文件，但斯卡利首次得知这些项目都会推迟发布。他冷酷地批评了莫里的营销业绩、鲍勃·贝尔维尔错过的工程期限，以及乔布斯的整体管理状况。虽然如此，乔布斯还是在报告会结束时当着所有其他人的面要求斯卡利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让他证明自己能够管理一个部门。斯卡利拒绝了。当晚，乔布斯带领麦克团队在伍德赛德的尼娜咖啡馆吃晚饭，让路易·加西当时也在苹果公司总部。因为斯卡利要他来准备接管麦克部门，乔布斯邀请加西一起吃晚饭。鲍勃·贝尔维尔举杯祝酒，敬我们这些真正明白史蒂夫·乔布斯所构想的世界的人。这句话是回应那些以乔布斯所构想的世界来诋毁乔布斯的人的。其他人离开后，贝尔维尔陪乔布斯坐在他的奔驰车里，鼓励他发起战斗，同斯卡利抗争到底。乔布斯精于操控别人，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哄骗和迷惑其他人而不觉羞愧。但是他并不善于算计和搞阴谋，尽管有些人不这么看，他不愿意也没耐心与别人交心。史蒂夫从不玩办公室政治，天生就不会，后天也没去想。杰伊·埃利奥特指出，此外他天性傲慢，不屑于溜须拍马。例如，他在试图争取德尔约克姆的支持时，会不由自主地说，自己在运营管理方面比约克姆在行得多。几个月前，苹果公司已经获得了向中国出口电脑的许可。乔布斯收到邀请，需要动身去中国。到人民大会堂签署协议的日期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之后。斯卡利决定自己去签协议，乔布斯表示没问题。乔布斯计划利用斯卡利不在公司的时间发动政变。在临近阵亡将士纪念日的1周时间内，他同许多人分享了自己的计划。约翰在中国的时候，我要发动政变，他告诉麦克莫里。关键7天，1985年5月，5月23日周四，在麦克部门的高层例会上，乔布斯向核心成员讲述了自己推翻斯卡利的计划，还画了一张图表，以说明自己将如何重建公司。他还向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杰伊·埃利奥特透露了这个计划。埃利奥特直言这个阴谋不会得逞。埃利奥特曾和一些董事会成员谈过，力劝他们支持乔布斯，但他发现大多数董事都站在斯卡利一边。苹果公司的大多数高级职员也是一样。尽管如此，乔布斯执意要将这个计划进行到底。他甚至还在去停车场的路上将自己的计划透露给了加西，而加西来这里正是为了接替他的工作。我把这事儿告诉了加西，这是个错误。乔布斯多年后自我挖苦道。当晚，苹果的法律总顾问阿尔·艾森斯塔特在自己家为斯卡利夫妇和加西夫妇举办了一个小型烧烤聚会。当加西告诉艾森斯塔特乔布斯的密谋时，艾森斯塔特建议他通知斯卡利，史蒂夫正在策划阴谋，想要发动政变除掉约翰。加西回忆说，在阿尔·艾森斯塔特家，我用食指轻轻指着约翰的胸口说，如果你明天出发去中国，就会被取代。史蒂夫正密谋除掉你。5月24日周五，斯卡利取消了自己的中国之行。
决定在周五上午的苹果公司高级职员大会上与乔布斯对峙。乔布斯迟到了，他发现自己平时的座位被人占了。他平时坐在会议桌的一头，旁边是斯卡利，于是他挑了个最远的位置坐下。他穿着量身定做的威尔克斯80福德西装，看起来精神饱满。斯卡利面色苍白，向大家宣布自己取消了今天的日程安排，来此解决所有人心中的问题。我注意到你想把我赶出公司，他说道，眼睛直视乔布斯。我想问问你，这是真的吗？乔布斯没料到会这样，但是他从不羞于诚实地表达自己，尽管这样很残忍。他眯着眼，眨都不眨地盯着斯卡利。我觉得你对苹果公司有害，而且我认为你是管理公司的错误人选。他语调冰冷，不慌不忙地回答道，你真的应该离开苹果，你不知道如何经营，也从来没有经营过公司。他指责斯卡利不理解产品开发流程，接着他又抛出了一句尖刻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话，我要你来是为了助我一臂之力，可是你从来没有帮到过我。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斯卡利终于发火了。他小时候有过口吃，但已经20年没犯了，现在他又结巴起来。我不信任你，我也不能容忍缺乏信任，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当乔布斯声称在经营企业方面他比斯卡利更好时，斯卡利决定赌一把。他让房间里的所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投票，他通过这个聪明的举动赢了。乔布斯回忆道，这一件事在25年后仍然让他觉得痛楚。当时是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斯卡利说，我还是史蒂夫，你们选吧。他设计了这整件事儿，从而让人觉得选我的人肯定是白痴。突然，纹丝不动的旁观者们骚动起来。德尔约克姆不得不第一个发言，他说自己欣赏乔布斯，希望他能继续在公司发挥一定的作用。虽然乔布斯盯着他，但是约克姆鼓起勇气总结说，他尊重斯卡利，并会支持他管理公司。艾森斯塔特直面乔布斯，说了差不多的话，他欣赏乔布斯，但是支持斯卡利。里奇斯麦肯纳是一位外部顾问，他坐在一群高级职员中间，回答更直接。他看着乔布斯，说他还没有准备好管理公司。这句话他之前也对乔布斯说过。其他人也支持斯卡利。对于比尔·坎贝尔来说，这个抉择尤为艰难。他很欣赏乔布斯，但又并不特别欣赏斯卡利。当告诉乔布斯自己有多欣赏他时，坎贝尔的声音抖了一下。虽然决定支持斯卡利，但是他敦促乔布斯和斯卡利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并让乔布斯在公司里担任别的职位。你不能让史蒂夫离开苹果，他告诉斯卡利。乔布斯看上去都快崩溃了。我想我知道大家的立场了。他说完，冲出了房间，没有人追上去。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召集了麦克团队共事已久的心腹成员，忍不住开始哭泣。他说自己有必要离开苹果。当他快走出办公室的门时，戴比·科尔曼拦住了他。他和其他人劝他静下心来，不要轻举妄动。他应该在周末重组团队，也许能想到办法阻止苹果公司分裂。斯卡利被自己的胜利击毁了。他像一个受伤的战士走进阿尔·艾森斯塔特的办公室，并要他一起去兜兜风。当他们坐上艾森斯塔特的保时捷时，斯卡利悲叹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继续做下去。艾森斯塔特询问他是什么意思，斯卡利回答说，我想我会辞职。你不能，艾森斯塔特抗议道，苹果会垮的。我打算辞职，斯卡利重申道，我觉得自己不是管理苹果的正确人选。艾森斯塔特回答说，我觉得你这是在逃避，你得勇敢地面对它。然后他开车把斯卡利送回了家。斯卡利的妻子丽兹很惊讶地看到丈夫在中午就回来。我失败了，她神色落寞地对丽兹说。丽兹是个心理不稳定的女人，她从来都不喜欢乔布斯，也不赞赏丈夫对乔布斯的迷恋。因此在听说发生了什么事儿后，她跳上自己的车，一路加速来到乔布斯的办公室。得知乔布斯已经前往美好地球餐厅，她又赶到那里。
在停车场，乔布斯正同戴比·科尔曼及其他麦克核心成员走下车来。丽兹径直走到他面前。史蒂夫，能和你谈谈吗？他说。乔布斯惊呆了。你知不知道，能认识到约翰·斯卡利这样好的人是多么难得？他质问道。乔布斯避开了他的目光。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难道就不能看着我的眼睛吗？他问。乔布斯照做了，老练的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他。丽兹反而退却了。算了，别盯着我了，他说道。当我看大多数人的眼睛时，我能看到他们的灵魂，可我看你的眼睛时，只看到一个无底洞，一个空洞，一个死区。说完，他就走了。5月25日，周六，麦克莫里当天来到乔布斯位于伍德赛德的住所，向他提供一些建议。莫里劝乔布斯应该考虑接受产品架构师的职位，启动苹果实验室项目，离开总部。乔布斯似乎愿意考虑这个建议，但首先他得和斯卡利和解。于是乔布斯拿起电话向斯卡利伸出了橄榄枝，这令斯卡利感到惊讶。乔布斯询问明天下午能否见个面，一起在斯坦福大学的山上散步。以前两人关系和睦的时候，他们经常这样散步，也许走一走，他们就能把事情解决掉。乔布斯不知道斯卡利已经同艾森斯塔特说过要辞职，但是当时这已经不重要了。一夜之间，斯卡利已经改变了主意，他决定留下来。尽管前一天两人大吵一架，但他仍然渴望乔布斯能喜欢自己。于是他同意第二天下午见面。如果说乔布斯当时真的在准备调和彼此之间的矛盾，那么这个想法并没有在他当晚想看的电影中体现出来。他和莫里准备看电影，结果乔布斯选了《巴顿将军》，一部永不投降的将军的史诗。但是他把巴顿将军的录像带借给父亲了。乔布斯的父亲曾为巴顿将军的部队运送过士兵，于是两人开车到乔布斯的父母家去取录像带，但是家里没人，乔布斯也没有钥匙。他们环视这幢房子，看有没有门窗没上锁，但最后还是放弃了。音像店里也没有巴顿将军，最后他们不得不勉强看了《危险女人心》。5月26日，周日，按照计划，当天下午，乔布斯和斯卡利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后面碰头。两人在起伏的丘陵和马场上走了几个小时。乔布斯重申了自己的请求，他认为自己应该在苹果公司担任一个运营职位。这一次，斯卡利的立场很坚定，不停地说不行。斯卡利劝乔布斯带领自己的小团队接受产品架构师的职位，但是乔布斯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他觉得这会让自己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领导者。乔布斯无视现实，建议斯卡利让权给自己。如果这话不是出自乔布斯之口，肯定会令人惊讶。你来当董事长，我来当总裁兼 CEO， 为什么不这样呢？他说道。乔布斯说这话的时候，一副非常认真的模样。斯卡利惊呆了。史蒂夫，这个提议完全没有意义。斯卡利回复道。接着，乔布斯又提议他们一起分担管理公司的责任，他来处理产品方面的问题，斯卡利则负责营销和商业上的问题。董事会不仅让斯卡利有了底气，他们还命令斯卡利让乔布斯服从。公司只能由一个人掌管，他回答说。董事会支持的是我，而不是你。最后他们握了握手，乔布斯又一次同意考虑接受产品架构师的职位。开车回家的路上，乔布斯拐到了麦克马库拉家，马库拉不在家，于是乔布斯就留了个口信儿，让他第二天晚上到自己家来吃晚饭。乔布斯还邀请了他在麦克团队的心腹，他希望他们能够说服马库拉，让他明白支持斯卡利是愚蠢的。5月27日，周一，这一天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天气晴朗温暖。麦克团队的戴比·科尔曼、麦克莫里、苏珊·巴恩斯和鲍勃·贝尔维尔提前1小时来到乔布斯位于伍德赛德的家中，这样他们就能够一起商量一下对策。夕阳西下时，他们坐在院子里。科尔曼表示，乔布斯应该接受斯卡利的提议，担任产品架构师，帮助创办苹果实验室。莫里也曾这样劝过乔布斯。在所有心腹人员中，科尔曼是最愿意讲求实际的。
在新的组织计划中，斯卡利安排他管理制造部门，因为他知道科尔曼忠于的是苹果，而不仅仅是乔布斯。其他一些人则更为强硬，他们想要劝服马库拉支持他们的重组计划，让乔布斯管理公司，或者至少让他保留对产品部门的控制权。马库拉到了之后，表示同意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过有一个条件，乔布斯必须保持安静。我非常想听听麦克团队的想法，但不想看到乔布斯怂恿他们叛乱。马库拉回忆说，入夜后气温下降，他们走进装修简陋的屋里，围坐在壁炉边。乔布斯的厨师做了全麦素式披萨，摆在牌桌上。马库拉则慢慢吃着本地种植的阿尔森樱桃，这是乔布斯贮存的，放在一个小木箱里。为了不让谈话变成牢骚会，马库拉让大家集中于非常具体的管理问题，例如制作文件服务器软件时是什么造成了问题，以及为什么麦克电脑的分销系统没有对需求改变做出反应。大家说完后，马库拉直截了当地拒绝支持乔布斯。我说过，我不会支持他的计划，一切到此为止。马库拉回忆表示，斯卡利才是老板，他们都疯了，情绪激动，聚在一起密谋反抗，但这不是做事情的方式。与此同时，斯卡利这一天里也在征求意见，他是否应该屈从于乔布斯的要求。几乎所有他咨询过的人都声称，有这种想法简直是疯了。即便只是问出这种问题，也让人觉得斯卡利在踌躇。他仍然在绝望中渴望乔布斯的垂青。我们支持你，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告诉他，我们希望你能展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你不能让史蒂夫重回运营岗位。5月28日周二，在大家的支持下，斯卡利挺直了腰杆。马库拉告诉斯卡利，乔布斯前一天晚上试图推翻他，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斯卡利怒火中烧。这天上午，他走进乔布斯的办公室与他对峙。斯卡利表示自己已经同董事会谈过，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他希望乔布斯离开，然后他开车前往马库拉家，向他阐述自己的重组计划。马库拉问了些细节问题，最后祝福他。返回办公室后，斯卡利又给其他董事会成员打了电话，只是想确认他们仍然支持自己。他成功了。当时斯卡利打给乔布斯，想让他明白现在的状况。董事会已经最后通过了斯卡利的重组计划，并将于当周开始实施。加西将接手乔布斯心爱的麦克团队以及其他产品，乔布斯将不掌管任何团队。斯卡利仍有和解之意，他告诉乔布斯可以继续留在苹果担任董事长兼产品架构师，但不履行任何运营职责。但此时，即便是成立一个研发小组，例如苹果实验室，都已经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了。一切终成定局。乔布斯意识到自己不可能翻案，也无法再扭曲现实。他泣不成声，开始给比尔·坎贝尔、杰伊·埃利奥特、麦克·莫里和其他人挨个打电话。乔布斯打到莫里家的时候，莫里的妻子乔伊斯正在打越洋电话。接线员打断了他的电话，说有一个找莫里的紧急电话。乔伊斯告诉接线员说，但愿这电话真的重要。没错，他听到乔布斯的声音。莫里接过了电话，听到乔布斯正在哭。结束了，他说，然后挂断了电话。莫里担心乔布斯太过伤心，可能做出什么鲁莽之事，于是他回拨过去，电话那头没人接。于是莫里开车去了伍德赛德，他敲了敲乔布斯家的门，没人应答。于是他绕着屋子走了走，爬上屋外比较高的台阶，往卧室里看。在一个没有家具的房间里，乔布斯躺在一张床垫上，他开门让莫里进来，两个人一直聊到黎明。5月29日周三，乔布斯终于拿到了一盘巴顿将军的录像带，并在当天晚上重温了一遍。但是莫里阻止了他再次发起另一场抗争。相反，他劝乔布斯周五来公司，听斯卡利宣布重组计划，做好士兵而不是叛军司令，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像一块滚石。乔布斯悄悄地溜进了坐席的后排，看斯卡利向苹果员工们解释公司重组计划。有很多人瞥见了他，
但鲜有人向他打招呼，更没人过来跟他热络。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斯卡利，即使多年后，斯卡利也仍然记得史蒂夫蔑视的目光。他的目光很坚毅，斯卡利回忆道，就像穿筋透骨的 X 射线，直击你柔软脆弱的地方。斯卡利站在讲台上，假装没有注意到乔布斯。有那么一瞬，他回想起两人的一次愉快旅行。那是1年前，他们前往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拜访乔布斯心目中的英雄埃德温·兰德。他被赶出了自己创办的宝利来公司。当时乔布斯带着厌恶之情跟斯卡利说，他不过是损失了几百万，他们就把他赶出了公司。现在斯卡利反思道，自己正在夺走乔布斯的公司。斯卡利继续自己的演讲，仍然无视乔布斯。他将组织结构图展示了一遍，介绍加西将负责整合后的麦克和埃伯兔团队，并出任新负责人。图表上有一个孤立的小方框，写着董事长一职，却没有连接到任何其他部门和个人，甚至也没有与斯卡利的名字连上。斯卡利简要提到，乔布斯将在这个职位上发挥全球架构师的作用。说到这里时，他依旧无视乔布斯的存在。介绍完毕，全场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赫斯菲尔德从朋友处得知了这个消息后，驱车回到了苹果总部。这是他离职后第一次回来，他想要对这位昔日的老战友表达自己的同情。我还是难以想象董事会居然赶走了史蒂夫，虽然他有时候会很难相处，但很明显他是苹果公司的心脏和灵魂。赫斯菲尔德回忆道，埃伯兔部门一些反感史蒂夫的人似乎扬眉吐气了，还有一些人觉得这次动荡是个人升迁的机会，但是大多数苹果员工对于未来感到忧虑、沮丧和不确定。赫斯菲尔德一度以为乔布斯可能会同意创办苹果实验室，他曾设想如果这样的话，自己会回来为他工作，但是这个设想并未实现。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乔布斯都待在家里，拉下百叶窗，电话直接转入答录机，只见自己的女友蒂娜·莱德斯。鲍勃·迪伦的磁带一放好几个小时不停，尤其是《时代在变》这一首。16个月前，他向苹果公司的股东揭开麦克的面纱时，朗诵了这首歌的第2段歌词。歌词的结尾很棒，此刻的失败者终将胜利。周日晚上，安迪·赫斯菲尔德和比尔·阿特金森以及前麦克团队的一小组人来到乔布斯家，想为他驱散阴霾。乔布斯隔了好一会儿才给他们开门，把他们带进了厨房边上的一个房间，这是他家为数不多的有家具的角落。在莱德斯的帮助下，他给他们端上了自己叫来的速食外卖。到底发生了什么？赫斯菲尔德问道。真的有这么糟吗？不，是更糟。乔布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比你能想象的更糟糕。他指责斯卡利背叛自己，并表示只有自己能管理苹果公司。乔布斯抱怨他的董事长角色完全是名誉性质的，他被赶出自己在班德利3号楼的办公室，搬进一个几近空旷的建筑，他戏称他为西伯利亚。赫斯菲尔德将话题转向以前的快乐日子，他们开始怀念过去。迪伦在那一周刚发布了一张新专辑《皇帝讽刺剧》，赫斯菲尔德给乔布斯带了一张，在他家的高科技唱片机上播放。最著名的一曲是《当夜幕降临》，充满启示录的意味，似乎很适合这个夜晚。但是乔布斯并不喜欢，觉得它几乎和 disco 一样。乔布斯沮丧地认为，自从《路上的血迹》这张专辑后，迪伦就在走下坡路。于是赫斯菲尔德将唱针移到了最后一首歌曲《黑眼睛》，没有电子乐的伴奏，只有吉他和口琴，回荡着迪伦一个人的歌声。这首歌节奏缓慢，感情哀伤。赫斯菲尔德本以为这能让乔布斯想起他所喜爱的迪伦的早期作品，但乔布斯同样不喜欢这首歌，也不想再听这张专辑里的其他歌曲。乔布斯过激的反应不难理解，对他而言，斯卡利一度曾是个父亲般的人物，麦克马库拉也是，亚瑟罗克亦然。而那个星期，他们3个都抛弃了他。小时候被拒绝的深切感受，
再次笼罩了他。乔布斯的朋友兼律师乔治·莱利说道，这是他个人负面信念的一个深层部分，这种信念定义了他是谁。当乔布斯被马库拉和罗克这样父亲般的人物拒绝后，他再次感到自己被抛弃了。我觉得自己像被人猛击了一样，没有空气，无法呼吸。多年后，乔布斯这样回忆说，失去亚瑟·罗克的支持让乔布斯尤为痛苦。亚瑟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乔布斯多年后回忆道，他庇护着我。罗克给他讲过歌剧，与妻子托尼在旧金山和阿斯彭招待过他。乔布斯从来都不是个喜欢送礼物的人，但他偶尔会给罗克买些礼物，例如他去日本的时候，就给罗克买了一台索尼随身听。我记得有一次驾车去旧金山，我跟他说，天哪，美国银行的大楼真丑。他就说，不，它是最好的，然后继续为我讲解，而他当然是对的。即便是多年后讲述起这件事儿，乔布斯的眼中都会满含泪水。他选择了斯卡利而不是我，这真的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从来没想过他会抛弃我。更糟的是，他心爱的公司现在正掌握在一个他认为是笨蛋的人手上。董事会认为我不会运营公司，这就是他们做出的决定，乔布斯说道。但是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应该将我和斯卡利分开处理。就算他们觉得我还不够格管理苹果，也应该解雇斯卡利。尽管内心的悲伤渐渐消失，乔布斯对于斯卡利的愤怒、被背叛的感觉却更为深刻。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试图打圆场。1985年夏末的一天晚上，鲍勃·梅特卡夫邀请斯卡利和乔布斯来自己在伍德赛德的新家做客。梅特卡夫在施勒帕克的时候，与人共同发明了以太网。这是个可怕的错误，他回忆道。约翰和史蒂夫就坐在房间的两端，一句交流也没有。我才意识到自己没法修复他们之间的裂痕。史蒂夫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但在待人方面也可能是个十足的混蛋。斯卡利告诉一些分析师，乔布斯与苹果公司没有关系，尽管这个人的头衔是董事长，这又加剧了两人关系的恶化。从运营的角度来看，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都没有乔布斯的事儿。斯卡利说道，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他直率的评论震惊了在座的分析师，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乔布斯想，或许跑去欧洲能有所帮助。于是6月，他动身去巴黎，在苹果的一场活动中致辞，并参加了美国副总统乔治 H.W. 布什的晚宴。不久，他又从法国直接去了意大利，和女友在托斯卡纳的山间开车兜风。乔布斯还买了一辆自行车，可以自己一个人骑出去玩。在佛罗伦萨，乔布斯沉浸在当地的建筑和建筑材料的质地中。尤其难忘的是铺路石，他们都来自托斯卡纳小镇附近费伦佐拉的一家采石场 El Casen。 这些石头有着沉静的蓝灰色，颜色饱满悦目。20年后，他决定大部分大型苹果店的地面就要用来自 El Casen 采石场的砂岩铺设。Apple II 电脑当时刚刚进入俄罗斯市场，因此乔布斯又前往莫斯科，并在那里偶遇阿尔艾森斯塔特。由于苹果公司一些必要的出口许可没有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乔布斯和艾森斯塔特于是同商务专员一起在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拜访了麦克莫文。莫文警告他们说，美国法律严格禁止与苏联共享技术。乔布斯很恼火，在巴黎的贸易展上，副总统老布什刚刚鼓励过他把计算机引入苏联，以掀起自下而上的革命。他们在一家以烤串闻名的格鲁吉亚餐厅吃晚饭，席间乔布斯继续宣泄不满。这明显是对我们有利，你怎么能说违反了美国法律呢？他质问莫文。俄罗斯人有了麦克以后，就能打印他们所有的报纸了。在莫斯科，乔布斯还显示了自己争强好胜的一面。他坚持谈论托洛茨基，一位充满领袖魅力的革命家，失宠后被开除出党，最后被斯大林下令暗杀。跟随乔布斯的克格勃特工曾一度建议乔布斯应当降低自己对这个话题的热情。
你不应该谈论托洛茨基。他说，我们的历史学家已经研究了他的情况，我们已经不再承认他是伟人了。但这样的提醒并没有用。当他们前往国立莫斯科大学面对计算机专业学生进行演讲时，乔布斯仍以对托洛茨基的赞扬作为开场。他是乔布斯所能认同的革命家。7月4日，乔布斯和艾森斯塔特参加了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的国庆聚会。在写给大使亚瑟·哈特曼的感谢信中，艾森斯塔特指出，乔布斯计划来年在俄罗斯更积极地拓展业务。我们初步计划在9月重返莫斯科。斯卡利希望乔布斯变成一位全球架构师。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愿望几乎一度成真，但它最终并没有发生。一场巨变即将在9月拉开序幕。第18章 Next 自由的普罗米修斯。海盗汽船。在一次由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举办的午宴上，乔布斯结识了生物学家保罗·伯格。伯格是诺贝尔奖得主，闲谈中对他讲述了基因拼接和重组领域取得的进展。乔布斯喜欢摄取信息，尤其是和知识渊博的人在一起的时候。1985年8月，乔布斯从欧洲回来，正在琢磨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他打电话给伯格，询问能否再聚一次。他们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散步，最后在一家小咖啡店里吃午饭，探讨问题。伯格向乔布斯解释了在生物实验室做实验的困难程度。做一个实验并获得结果可能需要数周时间。为什么不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实验呢？乔布斯问道。这样不仅你自己能够更快地开展实验，而且终有一天，美国的微生物学新生都会用到保罗·伯格的基因重组软件。伯格解释说，对于大学实验室来说，具备这种能力的计算机太贵了。突然间，乔布斯就为这种可能性兴奋起来。伯格回忆说，他想到要创办一家新企业，他年轻富有，要为自己今后的生活找点事儿做。乔布斯一直以来都在拜访学者，询问他们对计算机工作站的潜在需求。自1983年以来，他就开始对此产生兴趣。当时他造访布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向他们展示Mac电脑，却被告知，在大学实验室里，需要比这强大得多的机器才能做出些有用的东西。学术研究人员的梦想是拥有一台强大的个人工作站。作为Mac部门的负责人，为了生产这种计算机，乔布斯推出了一个新项目，该项目被戏称为大 Mac， 将采用 Unix 操作系统和友好的 Mac 界面。但是1985年夏天，乔布斯被逐出Mac部门后，他的继任者让·路易·加西便取消了这一项目。事情发生后，乔布斯接到了里奇·佩奇悲愤的控诉电话。佩奇之前一直在设计大Mac的芯片组。乔布斯被解除管理职务后，不满的苹果员工曾陆续找他谈话，力劝他创办一家新企业来拯救他们。佩奇正是其中之一。劳工节的周末，创办新公司的计划开始酝酿。乔布斯同原Mac软件主管巴德特里布尔谈话，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创建一家公司，专门生产强大的个人工作站。他还邀请到其他2位Mac部门员工工程师乔治·克罗和总监苏珊·巴恩斯加盟。这2人一直都在考虑辞职。新团队还有一个关键的职位空缺，一个可以向高效营销新产品的人。很明显，这一职位的合适人选是丹·卢因。他曾在索尼工作，早在1980年，乔布斯就聘请了卢因。卢因在苹果工作时组织过一个高校联盟，向多家大学批量出售Mac电脑。丹·卢因的名字虽然比丹尼尔 ·M. 卢因少了2个字母，但却拥有克拉克·肯特般轮廓鲜明的外貌，普林斯顿式的优雅，以及大学游泳队明星成员的魅力。尽管背景不同，卢因和乔布斯却有着共同的兴趣。卢因的大学毕业论文对鲍勃·迪伦和魅力型领导力进行了研究，而乔布斯对这2个话题都有所了解。卢因的高校联盟对Mac团队来说是个天赐良机，但是乔布斯离开后，卢因很泄气，
比尔·坎贝尔也将营销部门进行了重组，降低了高效直销的重要性。劳工节那个周末，卢因本打算给乔布斯打电话，结果乔布斯先打了过来。他驱车来到乔布斯那空荡荡的豪宅，与他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创办新公司的可能性。卢因对此很兴奋，不过还没准备好做出任何承诺。在接下来的一周，他要同比尔·坎贝尔前往奥斯汀，他想在那儿之后再做决定。从奥斯汀回来后，卢因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决定加入。这个消息来的正是时候。9月13日，苹果公司即将召开董事会会议。尽管乔布斯名义上仍然是该公司的董事长，但自从失去实权后，他就再没有参加过苹果公司的任何会议。他打电话给斯卡利，说自己要参加这一天的董事会会议，并要求在议程最后加上一项董事长报告。他没有告诉斯卡利自己要报告什么，斯卡利以为他会对最新的重组进行批评。相反，到乔布斯发言时，他向董事会描述了自己创办新公司的计划。我想了很多，现在是时候继续我的生活了。他以此开始自己的发言。很明显，我该做些什么了。我才30岁。然后他根据已经准备好的便签，描述了自己的计划，为高等教育市场开发一款计算机。他承诺，新公司不会同苹果公司存在竞争关系，并且只会带走少数非关键员工。他提出辞去苹果公司董事长一职，但希望仍能与苹果公司合作。乔布斯提议，也许苹果愿意购买其产品的经销权，或者授权新公司的产品使用 Mac 软件。对于乔布斯可能会聘请苹果员工，麦克马库拉颇有微词。你凭什么带走任何一个人？他质问乔布斯。别生气，乔布斯向他及董事会其他成员保证，我要带走的都是些级别很低的员工，你们不会想念他们的，况且他们反正都要辞职了。董事会最初表示希望乔布斯的新公司能一切顺利。私下讨论后，董事们甚至提议苹果公司可以向这家新公司注资，占10%的股份，并且让乔布斯仍然留在苹果公司董事会。当晚，乔布斯连同5名反叛的海盗又一次在他家见面吃晚饭。乔布斯愿意接受苹果公司的投资，但是在座的其他人认为这样做不明智。他们还一致认为最好现在马上一起辞职，这样就能和苹果公司一刀两断了。因此乔布斯写了一封正式信函，告知斯卡利将要辞职的5位员工的姓名，并附上自己精巧的小写签名。第二天一早，乔布斯就开车前往苹果公司，赶在7点半的员工会议之前将这封信交给了斯卡利。史蒂夫，这些都不是低级别职员。斯卡利读完信后说道。好吧，但这些人早晚都会辞职，乔布斯回答说。他们会在今天上午9点之前递交辞职信。从乔布斯的角度来看，自己是诚实的。这5位准备弃船的员工并非部门经理，也不是斯卡利高层团队的成员。事实上，他们都觉得公司的重组削弱了自己的权利，但在斯卡利看来，这些都是重要的员工。佩奇是苹果公司的资深员工，卢因是苹果在高等教育市场的关键人物，而且他们知道大麦克计划。虽然该计划已被束之高阁，但是这仍然属于专有信息。不过斯卡利看上去很乐观，他没有驳回这一提议，而是询问乔布斯是否会留在董事会。乔布斯表示自己会考虑一下。7点半，斯卡利走进会议室，告诉自己的高级职员团队公司里将有哪些人要离开。会场一片哗然，大多数人认为乔布斯违反了董事长的职责，并且对公司表现出惊人的不忠。据斯卡利回忆，坎贝尔当时大喊道，我们应该曝光他的欺诈行为，这样苹果公司的人就不会继续把他当作救世主。尽管坎贝尔后来成了乔布斯真正的拥护者和董事会成员里的支持者，但他承认自己那天早上的确火药味十足。我非常愤怒，尤其是他要带走丹·卢因。坎贝尔说，卢因已经同高校建立了关系，他总是嘟囔和史蒂夫共事多么难，可现在却要走人。事实上，坎贝尔气地走出会议室，往卢因家里打电话，
卢因的妻子说他正在洗澡，坎贝尔就说我等着。几分钟后，他说卢因还在洗，坎贝尔又说了一遍我等着。卢因最后终于接了电话，坎贝尔问他乔布斯说的是不是真的，卢因承认是的。坎贝尔听了什么都没说，便挂了电话。在感受到高级职员的愤怒后，斯卡利开始征询董事会的意见。他们同样认为乔布斯曾向他们保证自己不会带走重要员工，如今看来他误导了他们。亚瑟罗克尤其感到气愤，虽然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次摊牌，罗克支持斯卡利，但是他已经修复了同乔布斯父子般的关系。就在1周前，他还邀请乔布斯带女友蒂娜莱德斯到旧金山去，这样他和妻子就能见见他。四人在罗克位于太平洋高地的家中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乔布斯当时并没有告诉他自己正在组建新公司，因此从斯卡利口中得知这一消息时，罗克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他来到董事会向我们撒谎。罗克后来怒吼道，他跟我们说他正考虑组建一家公司，而事实上他已经组建好了。他说准备带走几个中层职员，结果却要带走5位资深人士。马库拉的反应虽然较为平和，但也觉得愤怒。他在走之前就偷偷笼络了一批高层管理人员，带走了他们。做事不能这样，这种行为让人不齿。周末，董事会和高级职员说服斯卡利，表示苹果公司将向他的联合创始人乔布斯宣战。马库拉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指控乔布斯直接违反了自己在董事会会议上的声明。他曾表示不会在自己的公司中聘用任何重要的苹果公司员工。这份声明还表示，我们正在权衡应该采取哪些可能的措施。华尔街日报援引比尔·坎贝尔的说法，他对乔布斯的行为感到震惊。该报还引用了另一位不愿具名的董事的话，在我进行过商业合作的企业中，从来没有见过人们如此愤怒。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他意图欺骗我们。同斯卡利会面后，乔布斯觉得事情可能会顺利进行，于是他一直保持沉默。但在读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后，乔布斯觉得自己必须做出反应。他给自己偏爱的几位记者打了电话，邀请他们第2天来自己家，私下通报一些情况。然后他又打给安德烈亚·卡宁安，叫他来帮忙。卡宁安曾处理过乔布斯的宣传事务。我赶到他位于伍德赛德的空屋大宅。他回忆说，发现他和他的5个同事挤在厨房里，而一些记者在外面的草坪上等着。乔布斯告诉他说，自己准备开一个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并把自己想说的一些贬损之词统统告诉了他。卡宁安震惊了，这会给你带来负面影响。他告诉乔布斯，最后他让步了，决定将辞职信副本发给记者，并且在公开场合只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评论。乔布斯觉得辞职信寄到苹果公司就行了，但是苏珊·巴恩斯认为这样会显得太过傲慢，并劝服了他。于是乔布斯驾车前往马库拉家递辞职信，结果发现苹果公司的法律总顾问阿尔·艾森斯塔特也在那儿。他们进行了15分钟的紧张谈话。在乔布斯还没来得及说出些令自己后悔的话前，巴恩斯就上门把他接走了。乔布斯留下了辞职信，这封信是在麦克电脑上写的，并通过新的激光打印机打印了出来。亲爱的麦克，今早的报纸报道，苹果公司正考虑撤去我的董事长职务。我不知道这些报道的消息来源，但是他们对公众具有误导性，对我来说也不公平。你应该记得，在上周4的董事会会议上，我表示自己决定创办一家新公司，并且提出辞去董事长一职。董事会拒绝了我的辞职请求，并要求我将此事推迟1周解决。鉴于董事会对于我成立新公司提议的鼓励，以及苹果公司表示将进行投资，我同意了这个要求。周5，我告诉约翰·斯卡利哪些人将加入我的新公司。他明确表示，苹果公司愿意讨论彼此之间可能的合作领域。随后，公司似乎对我及新公司采取了敌对姿态，因此我必须坚持，请立即接受我的辞职请求。
正如你所知，公司近期的重组让我没有工作可做，甚至无法接触到定期的管理报告。我不过才30岁，希望自己仍然能够有所贡献和成就。我们曾共同做出了一番成就，鉴于此，我希望我们的分离能够友好而不失尊严。你真诚的史蒂文 ·P· 乔布斯，1985年9月17日。当后勤部门的一个家伙去乔布斯办公室整理他的物品时，发现地上有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乔布斯和斯卡利正在热烈交谈，下面的题词是7个月前写的：致伟大的想法、伟大的经历和一段伟大的友谊，约翰。玻璃镜框已被摔碎，乔布斯在离开时把它扔到了地上。从那天起，他再没有跟斯卡利说过一句话。苹果公司宣布乔布斯辞职的消息后，其股价立刻上涨了$1，涨幅接近 7%。 东海岸的股东总是担心这些不靠谱的加利福尼亚人来经营公司。一位科技股票通讯的编辑解释说，现在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都走了，这些股东都松了口气。然而雅达利公司的创始人10年前便成为乔布斯良师益友的诺兰·布什内尔对《时代》杂志表示，他们会非常想念乔布斯。苹果的灵感将从哪里来？百事可乐味道的苹果还能续写全部的美妙传奇吗？经过几天努力，双方仍然未能达成一致。斯卡利和苹果公司董事会决定起诉乔布斯，称其违背受托义务。该诉讼清楚地列出了乔布斯被指控的罪状。作为苹果公司的董事长和领导者，乔布斯理应忠于苹果公司的利益，但他却不顾对苹果公司负有的受托义务。 A. 暗中计划组建一家公司与苹果公司竞争。 B. 暗中策划其竞争性公司不正当地利用苹果公司的计划来设计、开发和营销新一代产品。 C. 暗中挖走苹果公司的重要员工。当时乔布斯拥有650万股苹果股票，占该公司的 11%， 价值超过$1亿。他立即开始卖出自己的股票，仅仅5个月，他就将所有的苹果股票都卖掉了，只留下了1股。这样如果自己愿意，就能参加股东会议。愤怒让乔布斯拼命想要创建一家以苹果为对手的公司，怎么运作都可以。他对苹果很气愤。刚加入新公司的乔安娜·霍夫曼表示，苹果在教育市场已经很强，新公司针对该市场只是因为史蒂夫的报复之心和愤懑之情，他这么做都是为了复仇。当然乔布斯并不这么认为，我没有任何挑衅的意思。他对新闻周刊说，乔布斯再次把自己最偏爱的记者邀请到伍德赛德的家中，这一次他没有叫安迪·卡宁安过来劝自己保持谨慎。他驳斥了苹果公司指控他不正当的从苹果公司引诱5名员工。这些人都给我打过电话，他告诉那群在他的空屋子里来回转悠的记者，他们早就考虑离开苹果公司，他们在苹果公司已经不被重视了。他决定与新闻周刊合作一篇封面报道，说出自己的故事。他在这次采访中真情流露，我最擅长的就是发现一批天才，然后和他们一起创造东西。他告诉新闻周刊说，他表示自己对苹果会永远怀有感情。我会永远记得苹果，就像所有男人都会记得自己爱上的第一个女人那样。但是如果有必要，他也会反抗苹果公司的管理层。如果有人公开说你是贼，那你就得做出回应。苹果公司威胁控告乔布斯的行为太过分，也令人伤心。这表明苹果不再是一家拥有自信、充满叛逆精神的公司。很难想象，一个市值$20亿、拥有4300名员工的公司会竞争不过6个穿牛仔裤的人。为了反击乔布斯，斯卡利找到沃兹尼亚克，劝他站出来说话。沃兹尼亚克从来没有控制欲和报复心，但是他也从不犹豫，诚实地谈论自己的感受。史蒂夫是一个会侮辱人、伤害人的家伙。他的话登上了那一周的《时代》杂志。他透露，乔布斯曾打过电话找他，要他加入自己的新公司。这本来是狡猾的一招，用以进一步打击苹果公司当前的管理层。但沃兹尼亚克表示自己不想成为这种游戏中的一部分。他也没有回复乔布斯的电话。
根据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沃兹尼亚克讲述了乔布斯曾经以可能会与苹果产品造成竞争为幌子，阻止青蛙设计公司参与他的远程遥控器项目。我期待他们能做出伟大的产品，我也祝愿他成功，但是我不信任他的人品。沃兹尼亚克告诉这家报纸。靠自己。对于史蒂夫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我们解雇他，叫他滚蛋。亚瑟罗克后来说道，许多人也认为这种严厉的爱会让乔布斯更明智、更成熟，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离开苹果后，在自己创建的新公司里，乔布斯能够释放自己的所有天性，无论好坏，他自由了。结果是一系列炫目的产品，但都遭遇了市场失败的重挫，这才是真正的经验学习。他后来的巨大成功，并非因为在苹果的下台，而是下台后华丽的失败。他得以放纵的第一个天性便是对设计的热情。他为新公司选择的名称相当简单 ，Next。为了让其更加与众不同，乔布斯决定需要设计一个世界级的标识。于是他设法找到企业标识大师保罗·兰德。当时这位出生于布鲁克林的平面设计师已经71岁。他曾设计出商界最知名的一些标识，包括君子杂志、IBM、西屋电器、美国广播公司以及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兰德当时已与 IBM 签订了合作协议。IBM 公司的管理者表示，兰德为另一家计算机公司设计标识显然会造成冲突。于是乔布斯拿起电话打给 IBM 的 CEO 约翰·埃克斯。埃克斯当时不在，乔布斯非常执着，最后联系到了 IBM 的副董事长保罗·里佐。2天后，里佐发现要拒绝乔布斯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于是许可了兰德为乔布斯的新公司设计标识。兰德飞到了帕洛奥图，和乔布斯一同走了走，听取了他的构想。乔布斯说，计算机将是一个立方体，他喜欢这种形状，完美而简单。因此兰德决定将标识也做成立方体效果，并且倾斜28度，活泼漂亮。乔布斯询问兰德能否做出几个备选方案来供自己考虑。兰德表示自己从不为客户做不同的备选方案。我解决你的问题，你付钱给我。他告诉乔布斯，我设计出来的东西你用也行，不用也罢，都得付钱给我，但是我不做备选。乔布斯很钦佩这种想法，他对此也有同感。于是乔布斯做出了赌博般的决定，以10万美元的巨额让兰德为新公司设计一个标识。我们的关系非常清楚，乔布斯说，他具有艺术家的纯粹品质，但精于解决商业问题。他外表强硬，像个倔老头，但是内心就和泰迪熊一样。这是乔布斯所给予过的最高评价之一，艺术家的纯粹品质。兰德只用了短短2周就完成了工作。他再次飞到帕洛奥图，来到乔布斯在伍德赛德的家中，送上了设计结果。他们先是共进晚餐，然后兰德递给了乔布斯一个小册子，典雅别致，色泽明快，里面描述了自己的构思过程。册子的最后一页，兰德呈现了自己选择的标识。从设计、色彩搭配和定位来看，这个标识就是运用对比原则的杰作。他的小册子中写道，倾斜角度活泼漂亮，它充满了随和友善、圣诞贴纸般的自然，以及橡皮图章式的权威感。Next 这个词被分成了2行，填补了立方体的立面，只有 E 是小写，从整个词中脱颖而出。兰德的小册子将 E 解释为教育、卓越， E 等于 MC 平方。要预测乔布斯对于某个东西的反应通常很难，他可能会认为它很低劣，也可能觉得它很杰出，但你绝对猜不到他会是哪一种反应。但是面对兰德这样的传奇设计师，乔布斯很有可能接受他的创意。乔布斯盯着最后一页，抬头看了看兰德，拥抱了他。不过他们有一个小分歧，兰德在字母 E 上使用了暗黄色，而乔布斯希望能改成更为明亮和传统的黄色。兰德用拳头猛击桌子说，我做这行已经50年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乔布斯妥协了。公司现在不仅有了新的标识，还有了个新名字，它不再叫 Next， 而变成了 Next。
其他人也许还不明白重视标识的必要，更不会为了一个标识花上10万美元。但对于乔布斯来说，一个好的标识意味着 Next 正在以世界级的感觉和身份起步。尽管他还没有设计出自己的第一款产品，马库拉曾教过他，一家伟大的公司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必须映射出自己的价值观。从这一点来看，这个标识简直酷毙了。作为免费赠品，兰德同意为乔布斯设计个人名片。兰德提出一个方案，要设计一种色泽艳丽的名片，乔布斯对此很是喜欢。但是在 Steven P. Jobs 这个名字中，字母 P 后面的缩写符位置问题上，两人产生了长久而激烈的分歧。兰德想把缩写符的位置靠右放一点，这样用签字印刷的时候，这个符号就会比较清晰。史蒂夫比较喜欢缩写符离 P 更近一点，就放在 P 的曲线下，比较适合数字排版。就这样，一件小事情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论。苏珊·卡雷回忆道，这一次乔布斯占了上风。为了将 Next 的标识完全体现在真实的产品中，乔布斯需要一位值得信任的工业设计师。他和几位备选者谈了谈，但是没有人比他推荐给苹果公司的巴伐利亚狂人哈特穆特·艾斯林格更合适。艾斯林格的青蛙设计公司在硅谷设有工作室。由于乔布斯的缘故，艾斯林格和苹果公司签订了合同，收入颇丰。说服 IBM 公司允许保罗·兰德为自己设计 Next 的标识，是乔布斯相信现实能被意志扭曲的一次小小奇迹。然而与接下来说服苹果允许艾斯林格为 Next 的工作相比，这一次算是很容易的事情了。但这并没有阻止乔布斯去尝试。1985年11月初，苹果对乔布斯提起诉讼5周后，乔布斯就写信给艾森斯塔特，诉讼由他发起，要求取消诉讼。我这个周末同哈特穆特·艾斯林格聊过，他建议我给你写一封信，表达我想同他及青蛙设计公司合作 Next 的新产品的原因。乔布斯写道，令人惊讶的是，乔布斯的说法是他自己不知道苹果公司正在做的东西，但是艾斯林格知道。Next 对于苹果公司产品设计的现状和未来都一无所知，我们也不会和其他那些同样对苹果不了解的设计公司合作，因为那样可能会不经意地设计出外观类似的产品。而哈特穆特他们了解苹果，能够确保不会让设计与苹果的产品类似，因此这对苹果公司和 Next 公司都最有利。艾森斯塔特回忆，自己为乔布斯的厚颜无耻瞠目结舌。他对此做出了简短的回复，我曾代表苹果公司表达过担忧，你所从事的业务会利用苹果公司的机密商业信息。他写道，你的信函无论如何无法减轻我的忧虑，事实上它加深了我的担忧，因为你在信中表示自己对苹果公司产品设计的现状和未来一无所知，而这一说法并非事实。更令艾森斯塔特惊讶的地方在于，就在1年前，正是乔布斯本人强迫青蛙设计公司放弃沃兹尼亚克遥控装置的项目。乔布斯意识到，为了同艾斯林格合作以及各种其他原因，必须解决苹果公司提起的诉讼。幸运的是，斯卡利愿意考虑撤销诉讼。1986年1月，他们达成庭外和解，不涉及经济损失。为了回报苹果公司放弃诉讼， Next 公司同意了种种限制条款，其产品将作为高端智能终端直接销售给高校，而且 Next 公司不能在1987年3月之前推出产品。苹果公司还坚持 Next 的机器不能使用与 Mac 兼容的操作系统。后来的情况表明，如果当时苹果公司的要求刚好相反，会对自身更为有利。诉讼解决后，乔布斯继续游说艾斯林格，直到这位设计师决定逐步终止与苹果公司的合同。1986年底，青蛙设计公司终于能够同 Next 合作了。艾斯林格坚持完全的自由，就像保罗·兰德一样。有时候你必须对史蒂夫采用大棒政策。他表示，和兰德一样，艾斯林格是一位艺术家，所以乔布斯也愿意放任他自由设计，其他人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乔布斯命令计算机必须是绝对完美的立方体，每条边都正好1英尺长，
每个角都是90度。他喜欢立方体，它们庄严但也有玩具的感觉。但是 Next 立方体是乔布斯式功能适应形式的例子，而非形式适应功能。本来电路板能够很好的契合传统的披萨饼盒的形状，但在 Next 电脑这里，为了适应立方体的结构，电路板必须重新配置和安装。更糟的是，完美的立方体生产起来也很困难。大部分模具铸造出来的零件都不是纯直角，而是会稍微超过90度，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把零件从模具中拿出来。就像平底锅锅沿的角度稍微超过90度，煎饼会比较容易拿出来一样。但是艾斯林格下令不能有这种拔模棱角，不能破坏立方体的纯粹和完美。乔布斯对此表示狂热支持，因此每一面都必须分开制作，使用价格65万美元的模具，在芝加哥的一家专业机器加工厂制作。乔布斯对于完美的热情已然失控，当他注意到模具在机箱底盘上留下的微小细纹时，他就会飞到芝加哥，说服铸模工人重铸，直到完美。而这种微小瑕疵是其他任何计算机制造商都能接受的。大部分铸模工人都想不到会有名人专程飞来找自己。Next 项目的一位工程师戴维·凯利指出，乔布斯还让这家公司购买了一台价值15万美元的砂光机，用来除去模具面相交处的所有细纹。乔布斯坚持镁合金外壳应该是亚光黑色，而这样如果有瑕疵就会更明显。凯利还得设法做出曲线优美的显示器支架。乔布斯坚持要让显示器有俯仰角度调整功能，这使得这项任务难上加难。你会想要发出理智的声音，凯利告诉商业周报。但是当你跟他说史蒂夫这样做太贵了，或者不可能做得到时，他就会说你真够没劲儿的。他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思想狭隘的人。因此凯利及其团队日夜奋战，想尽办法将每一个美学奇想变成可行的产品。一位前来应聘营销部门职位的应聘者看到乔布斯掀开罩在机器上的盖布，露出有优美线条的显示器支架，上面放了个煤渣砖一样的东西，以后显示器将会放在这个上面。在这位造访者百思不得其解的眼神的注视下，乔布斯激动地把俯仰角度调整的功能演示了一遍。他已经以个人名义申请了这项专利。乔布斯一直认为，产品看不见的地方也应该和露在外面的部分一样精美，就像他的父亲教他修建篱笆时那样。当他发现自己在 Next 可以不受约束时，就任由自己在这方面走向极端。乔布斯要求机器内部的螺丝一定要有昂贵的镀层，甚至坚持把立方体的内部也涂成亚光黑色，即便只有维修人员才能看得到。乔诺切拉当时为《君子》杂志写稿，记述了乔布斯在 Next 的员工会议上强烈的情绪表现。如果说他坐着开完了员工会议就不太准确，因为乔布斯从来没有耐着性子做到会议结束。他控制局面的途径之一就是不断地动来动去。这一刻他还跪在自己的椅子上，下一分钟就懒散地窝在椅子里了。过了一会儿又干脆离开椅子，开始在身后的黑板上狂涂乱画。他有很多怪癖，包括咬指甲，还有用他那令人胆怯的认真劲儿盯着说话的人。他的手不知为何有些发黄，总是在焦躁地移动。最让诺切拉震惊的是，乔布斯可以说是故意表现的缺乏人际交往技巧。当别人说出乔布斯认为愚蠢的意见时，要他对此不发表意见简直是不可能。他似乎早有准备，急迫地想要贬低羞辱他人，以显示自己更聪明。例如，当丹·卢因拿出一份组织结构图时，乔布斯转了转眼珠，这些东西狗屁不是。他最终插话道，不过他的情绪仍然喜怒无常，就像在苹果公司时一样，一会儿把人捧成英雄，过一会儿又把人贬成笨蛋。一位财务人员来到会议室，乔布斯慷慨地称赞他在这个项目上的工作非常非常出色。但是前一天乔布斯才对他说过，这笔交易跟垃圾没什么两样。Next 最初的10名员工中就有一位是室内设计师，负责帕罗奥图总部的设计。这是 Next 公司的第一个总部，
虽然乔布斯租下的大楼是新建的，设计也漂亮，但他将内部设施全部拆毁重建，墙壁换成了玻璃，地毯换成了浅色的硬木地板。1989年，奈克斯特公司搬到雷德伍德一个更大的地方时，这一过程再次上演。尽管大楼是全新的，但是乔布斯坚持要将电梯挪走，让大堂显得更为恢宏。在大堂的中心，乔布斯委托贝聿铭设计了一段宏伟的楼梯，看上去就像漂浮在空中一样。承建商表示这个设计没法实现，但乔布斯坚持能够做到，最终也确实建成了。多年后，乔布斯把这款楼梯变成了苹果零售店的特色。奈克斯的计算机。奈克斯的公司成立的最初几个月，乔布斯和丹·卢因四处奔波，常常和其他一些同事一起走访校园，征求意见。在哈佛大学，他们遇见了正在哈维斯的餐厅就餐的莲花软件公司董事长米切尔·卡普尔。当时卡普尔正往面包上涂黄油，乔布斯看着他问道：“你听说过血清胆固醇吗？”卡普尔回答说：“我们来做个交易，你别评论我的饮食习惯，我也不谈论你的性格。”虽然卡普尔只是开玩笑，但他事后的确认为人际沟通不是他的长项。莲花公司最终还是同意为 Next 的操作系统编写电子表格程序。乔布斯想要在机器中预装出色的内容，于是工程师迈克尔·霍利开发了一部电子词典。一天，他发现自己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工作的一位朋友参与了莎士比亚作品集新版的排版，这意味着霍利或许可以拿到他们的排版，而且如果对方同意，就能把这本书装入 Next。于是我打电话给史蒂夫，他说这主意很棒，我们就一起飞到牛津。在1986年春天的一个美丽的日子，他们在牛津郡中心的出版社大楼见面。乔布斯提出一次性支付$2000，且每卖出一台电脑支付给出版社74美分，以获得牛津版莎士比亚作品集的版权。这对你们而言就是轻而易举的收入，乔布斯表示，你们将走在潮流的前列，这是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出版社大体上同意了，然后他们一同前往拜伦曾经驻足的小酒馆，喝啤酒，玩撞柱游戏。到发布时，奈克斯的电脑还将囊括一部字典、一部百科汇编和一部牛津引语词典，这使得奈克斯的电脑成为实现可搜索式电子书概念的先驱之一。奈克斯的电脑没有使用现成的芯片，乔布斯让工程师们设计定制芯片，能够在一个芯片上集成多种功能，这已经够困难的了，而乔布斯还在不断修改他想要的功能。这就使得这一项工作几乎不可能完成。1年后，这成了产品延迟发布的一个主要原因。乔布斯还坚持建设自己的全自动化和未来感十足的工厂，就像他曾经对 Mac 项目的设想一样，他并未从那次经历中学乖。这次他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他强迫症式的不断修改配色方案，机器设备和自动装配线被喷涂了一遍又一遍，墙壁是博物馆式的纯白色，就和麦克工厂一样。工厂里还摆放着价值$2万的黑色皮座椅，修造了一节定制的楼梯，就和 Next 公司总部一样。乔布斯坚持重新配置总长165英尺的装配线上的所有机器，从而在生产时可以让电路板从右向左移动，这样在有人来参观时，站在观景台上就会看到更漂亮的生产流程。原始电路板从装配线的一端进入，20分钟后做好的电路板再从另一端出来，完全无需人工接触。这种流程是学习了日本的看板管理，只有当负责下一个流程的机器能够处理另一个零件时，负责上一个流程的机器才会开始执行自己的任务。对待员工问题上，乔布斯依然十分苛刻。他对施展魅力和公开羞辱这2种方式的运用，在大多数情况下非常奏效。特里波尔回忆道，但有时候也不尽然。工程师戴维·保尔森在 Next 工作的头10个月里，每周工作90个小时，之后他辞职不干了。他回忆说，一个周五下午，乔布斯走进来跟我们说，他对我们所正在做的东西非常之不屑一顾。
新闻周刊采访乔布斯，问他为什么要对员工如此严厉。乔布斯说，这样才会使公司更好。我的一部分责任就是成为一个质量标杆，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适应那种追求卓越的环境。另一方面，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精神和领袖魅力。乔布斯组织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以及外出集思会，还经常请合气道大师来公司参观。他仍然表现出英勇的海盗气质。苹果解雇了 Charter Day 广告公司，他曾做过1984广告，还在报纸上刊登平面广告，上面写着欢迎 IBM， 真的。乔布斯就在华尔街日报买下了一整版版面，宣称恭喜 Charter Day 广告公司，真的，因为我能保证离开苹果后是重生。也许苹果和后苹果生活之间的最大共同点，便是乔布斯的现实扭曲立场。1985年底， Next 在原石滩举行了第一次外出集思会，乔布斯的现实扭曲立场在离开苹果后第一次展现了出来。他对自己的团队断言，第一台 Next 在18个月内就能出货。当时情况已经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一位工程师建议现实一点，将出货期改为1988年。乔布斯驳回了这个提议。世界不会静止不动，如果我们这样做，领先的技术就会把我们甩下，而我们已经做出来的东西就不得不被扔进垃圾桶。他争论道。麦克团队的老成员乔安娜·霍夫曼是敢于挑战乔布斯的人之一，他又一次这样做了。现实扭曲具有激励价值，我觉得这很好，他说。当时乔布斯站在白板前，但是出货日期会影响产品的设计，所以在设定这种日期的时候，如果还扭曲现实，就会带来大麻烦。乔布斯不同意。我觉得我们必须赌一把，而且我认为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我们的信誉就会受损。尽管很多人都怀疑之所以不能推迟，是因为目标如果没有实现，就可能资金短缺，但乔布斯并没有提及这个原因。他自己在 Next 公司投了700万美元，但是按照他们当时的资金消耗速度，这笔钱只能撑18个月。如果那时还无法通过出货获得收入，他们就没钱了。3个月后，即1986年初，他们为又一次外出集思会回到了原石滩。乔布斯训话时开场说道，蜜月结束了。到1986年9月，在索诺玛的第3次外出集思会时，看上去 Next 已经走上了财政末路，下一次的集思会遥遥无期。救星佩罗。1986年底，乔布斯向风投公司发出了招股说明书，300万美元可购买 Next 公司10%的股份，也就是说，整个公司的估值为3000万美元。这一数值是乔布斯凭空想出来的。Next 的公司已经消耗了近700万美元，但这笔钱毫无成效，只体现在一个很棒的标识和一些时髦的办公室上，没有收入，没有产品，也没有即将发布产品实现营收的迹象。因此，毫不奇怪，风投公司都没有参与投资。不过，倒是有一位颇具胆量的牛仔为 Next 的公司神魂颠倒。罗斯佩罗是个矮小精干的德克萨斯人，他创办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后以24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通用汽车公司。1986年11月，佩罗碰巧看到了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一部纪录片《创业者》，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乔布斯和 Next 的公司的。佩罗当下就十分欣赏乔布斯及其团队，他看着电视时就说，我会帮助他们完成想法。这句话与斯卡利过去常说的话极其相似。次日，佩罗就打电话给乔布斯提出，如果你需要投资者，给我打电话。乔布斯确实需要，非常需要，然而他也足够冷静，不轻易表露。过了1周，他才回复佩罗的电话。佩罗派了一些自己的分析师来评估 Next， 而乔布斯则谨慎地直接同佩罗打交道。佩罗后来表示，自己人生中的最大憾事之一就是1979年，当年轻的比尔盖茨前来达拉斯拜访时，自己没有收购微软，或是买下大量股份。佩罗打电话给乔布斯的时候，微软刚刚上市，市值10亿美元。佩罗错过了发大财和拥有一番有趣历险的机会，因此他非常不愿意再犯下类似的错误。
乔布斯向佩罗提出的价钱比数月前不动声色地向其他不感兴趣的风投公司提出的条件高出3倍。在乔布斯再投入500万美元后，佩罗可以用2000万美元买下 Next 公司16%的股份，这意味着该公司的估值将达到大约 1.26 亿美元。但是钱并不是佩罗考虑的主要因素。同乔布斯会面后，他宣布自己入伙。我挑选骑师，骑师挑选马匹并驾驭他们。他对乔布斯说，你们就是我赌的骑师，因此你们看着办。除了2000万美元的救命钱，佩罗也为 Next 公司带来了同样宝贵的一些品质。他是公司为人乐道、精神昂扬的摇旗呐喊者，给公司带来了信任的氛围。就创业公司而言，这是我在计算机行业25年时间里所见过的风险最小的企业。他告诉《纽约时报》，我们请一些专业人士看了硬件，他们都被镇住了。史蒂夫和整个 Next 的团队是我所见过最厉害的完美主义者。佩罗还出入于社会和商界人士的上流社交圈，这完善了乔布斯的社交网。一次他带着乔布斯前往旧金山参加一个正式的晚宴舞会，这个晚宴是戈登格蒂和安格蒂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举办的。当这位国王询问佩罗自己应该与谁会面时，佩罗立刻介绍了乔布斯。两人很快就进入了佩罗后来所说的兴奋无比的谈话之中。乔布斯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计算机行业的下一波浪潮。最后，卡洛斯一世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乔布斯。怎么了？佩罗问道。乔布斯回答，我卖了一台电脑给他。佩罗走到哪儿都会讲起类似这样的关于乔布斯的许多传奇。在华盛顿的全国记者俱乐部做简短介绍时，他把乔布斯的人生故事夸大成一部恢宏的年轻人历险记。他穷得上不起大学，晚上在自己的车库里工作，摆弄电脑芯片，这是他的爱好。他的爸爸就像诺曼·洛克威尔画中的人物。一天他走进来说，史蒂夫，要么做些能卖的东西，要么就去找份工作。6天后，在父亲为他做的木箱中，第一台苹果电脑诞生了。这个高中毕业生切切实实地改变了世界。这段描述中唯一真实的地方就是关于保罗·乔布斯的，他确实像诺曼·洛克威尔画中的人物。也许最后一句，乔布斯改变世界的那句也是对的。显然佩罗相信自己的故事，和斯卡利一样，他也在乔布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史蒂夫跟我很像，佩罗告诉华盛顿邮报的戴维·雷姆尼克，我们一样的古怪，我们性情相投。盖茨和 Next， 比尔盖茨跟乔布斯就不是性情相投了。乔布斯曾说服盖茨为 Mac 做软件应用，最后给微软带来了丰厚利润，但是比尔盖茨抗拒乔布斯的现实扭曲立场，因此他决定不为 Next 的平台开发专门软件。盖茨会定期到加利福尼亚看 Next 的演示，但是每次他都不以为然。Mac 真的是独一无二，但是我个人不太理解史蒂夫的新电脑有什么特别之处。盖茨对财富杂志表示，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两位彼此竞争的巨头无法做到互相恭敬。1987年夏天，盖茨第一次造访 Next 的公司位于帕洛奥图的总部，乔布斯让他在大堂里等了半个小时。盖茨甚至透过玻璃墙看到了乔布斯只是在里面走来走去的闲谈。我到 Next 喝了最贵的奥德瓦拉牌胡萝卜汁儿，见识了如此豪华的科技企业办公室。盖茨回忆道，带着一丝笑容摇了摇头。我们的会面，史蒂夫迟到了半个小时。根据盖茨的说法，乔布斯的推销说辞很简单。我们曾一起做过 Mac 项目，乔布斯说，结果对你怎么样？非常好。现在我们一起做这个也会非常棒。然而盖茨对乔布斯很粗暴，就像乔布斯对其他人一样。这款机器就是垃圾，他说，光驱的反应时间太长，机箱太他妈贵，整个东西就是胡扯。当时盖茨就决定，微软不会分散其他项目的资源来为 Next 开发应用程序，这样做毫无意义。他还在随后的每次到访中都重申了这一点。
更糟的是，他的一再公开表态，致使其他软件公司也不愿意花时间为 Next 开发软件。为他开发，我会在他上面撒尿，他在信息世界上说。一次，两人碰巧出席同一次会议，并在走廊上遇见。乔布斯开始因为盖茨拒绝为 Next 开发软件而训斥他。等你有市场的时候，我会考虑，盖茨回答说。乔布斯生气了，当着周围所有人的面，他们俩开始大声争吵。阿黛尔·戈登堡回忆说，他是施乐帕克的工程师，当时也在场。乔布斯坚持认为 Next 会是计算机产业的下一波浪潮。然而这次争执跟以往一样，乔布斯越是激动，盖茨就越是一言不发。最后盖茨摇摇头走开了。在两人的争执以及偶尔不情愿地表示出的尊重背后，是基本理念上的差异。乔布斯看好硬件和软件集成的端到端一体化系统，这就致使他要创造出与其他软件和机器都不兼容的计算机。而盖茨推崇不同的公司做出互相兼容的机器，自己以从中获利。这些硬件设备都运行同一个标准的操作系统，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并都能运行同样的软件应用程序，如微软的 Word 和 Excel。 它的产品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不兼容性。盖茨告诉华盛顿邮报说，它不运行任何已有的软件，它是一台超级棒的电脑。如果要我来设计一款不兼容的计算机，我觉得自己做不到它那么好。1989年，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个论坛上，乔布斯和盖茨先后现身，陈述彼此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乔布斯谈到，每隔几年，计算机产业就会出现新的浪潮。麦克电脑借图形界面推出了革命性的新方法。现在 Next 通过将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与采用光盘为存储介质的功能强大的计算机捆绑起来，正在引领新一轮的革命。乔布斯表示，每个大型软件厂商都意识到了自己必须成为新浪潮的一部分，除了微软。轮到盖茨讲话时，他重申，乔布斯控制软件和硬件端到端一体化的系统终究会失败，就像苹果与微软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竞争一样。硬件市场和软件市场是分开的，他说。当被问及乔布斯的方法可能会产生的伟大设计时，盖茨示意大家看看还在台上的 Next 的样机，嘲笑道，如果你想要黑色，我可以给你一罐油漆。 IBM， 乔布斯想出了一记漂亮的柔术招式来对抗盖茨，这一招可能永远改变计算机产业的权力制衡。这需要乔布斯违背自己的本性做两件事儿：授权自己的软件给另一个硬件制造商，并和 IBM 合作。乔布斯的个性有几分务实，虽然不多，但因此他能够克服自己的不情愿，但是他从来没有全心投入一次。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同其他公司的联盟会如此短暂的原因。一切始于一次聚会，一次令人难忘的聚会。1987年6月，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举办了他的70岁生日宴会，共有600位嘉宾出席，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乔布斯从加利福尼亚州赶来， IBM 董事长约翰·艾克斯从纽约州过来。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乔布斯借此机会唱衰微软，并试图让 IBM 放弃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我忍不住告诉他，我认为 IBM 将整个软件战略都压在微软身上，这太冒险了，因为我不觉得微软的软件有多好。乔布斯回忆说。令乔布斯高兴的是，艾克斯回应道，你打算如何帮助我们呢？没过几周，乔布斯就和软件工程师巴德特里布尔出现在 IBM 位于纽约州阿蒙克市的总部。他们演示了 Next， 这令 IBM 的工程师难以忘怀。尤为意义重大的是， Next 的电脑面向对象的操作系统 Next Step 受到了格外关注。 Next Step 会处理很多导致软件开发过程迟缓的琐碎的编程问题。IBM 智能终端部门的总经理安德鲁·海勒表示，他非常欣赏乔布斯，以至于也给自己刚出生的儿子起名为史蒂夫。
双方的谈判一直持续到1988年。期间，乔布斯对于微小的细节频频发怒，在颜色和设计问题上出现分歧时，他会在会议中途离席，只有特里布尔或丹卢因才能令他平静下来。乔布斯似乎分不清 IBM 和微软哪一个令自己更害怕。4月，佩罗决定在自己的达拉斯总部举办调停会议，一项令人震惊的交易就此诞生了。IBM 将获得授权使用 NextStep 软件的目前版本。如果 IBM 喜欢这款软件，还会将它用在自己的一些工作站上。IBM 给 Next 发送了一份125页的合同，乔布斯读都没读就扔掉了。别来这一套，他边说边走出办公室。他要一份简单的只有几页的合同。不到1周，他所要求的合同就送到了。乔布斯希望直到10月份 Next 的电脑隆重推出之前，都不让比尔盖茨知道他与 IBM 的合作。但是 IBM 坚持立即宣布。盖茨得知后怒不可遏，他很清楚，这可能会让 IBM 放弃对微软操作系统的依赖。NextStep 和任何东西都不兼容。他愤怒地对 IBM 的高管说。起初，乔布斯似乎成了盖茨最可怕的噩梦。其他依赖于微软操作系统的电脑制造商也找到乔布斯，让其授权生产 Next 的兼容机和使用 NextStep。其中最著名的是康柏公司和戴尔公司，甚至有公司表示，如果 Next 放弃硬件业务，他们愿意付更高的价钱。这对乔布斯来说难以接受，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他停止了关于生产 Next 的兼容机的商谈，对 IBM 的态度也开始冷淡，这慢慢发展为相互的冷淡。当 IBM 发起该项合作的人离职后，乔布斯来到阿蒙克会见其继任者吉姆·坎纳维诺。在洁净的房间里，两人进行了1对1的谈话。乔布斯提出 IBM 需要支付更多的钱才能继续双方的合作，并得到 NextStep 更新版本的授权。坎纳维诺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他随后也拒绝回复乔布斯的来电，于是之前的合同终止了。Next 公司得到了一笔授权费，但始终没有得到改变世界的机会。1988年10月 Next 发布会，将产品发布变成戏剧作品，乔布斯将这一艺术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Next 电脑全球首发式定于1988年10月12日在旧金山交响乐堂举行。乔布斯想要超越自己，他要澄清质疑。在发布会前几周，他几乎每天都要开车去旧金山，藏身于苏珊·卡雷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里。苏珊·卡雷是 Next 的图形设计师，他为 Mac 设计了最初的字体和图标。由于乔布斯操心发布会的每一个细节，从措辞到绿色背景的色调，所以要由卡雷来帮助准备每一张幻灯片。我喜欢这种绿，他自豪地说。当时他们正在一些工作人员的注视下进行预演。很棒的绿色，很棒的绿色，众人一致低声说道。乔布斯精心制作润色并修改了每一页幻灯片，就好像自己是 T.S. 艾略特，要将埃兹拉·庞德的建议写进荒原一样。所有细节都很重要，乔布斯亲自核查了邀请名单，甚至还有午餐菜单，矿泉水、牛角面包、奶油乳酪、豆芽。他挑选了一家视频投影公司，并支付了6万美元聘用他们负责视听支持。他还聘请了后现代主义戏剧制作人乔治·科茨筹划这次发布会。不出所料，科茨和乔布斯决定采用庄重而极为简单的舞台外观，一个极简主义的舞台，背景是黑色的，桌子上罩着一块黑布，黑色遮布披在电脑上，旁边摆着一瓶简约的花束，完美的黑色立方体将在这种布置下揭晓。由于硬件和操作系统都还没真正完成，有人提议用模拟展示，但乔布斯拒绝了。他决定现场示范，尽管他知道这会像走钢丝而没有安全网一样。3000多人来到了现场，他们在发布会开始前2小时排队进入交响乐堂。大家没有失望，至少这一次展示表演没有令他们失望。乔布斯在台上待了3个小时，他再一次成为《纽约时报》记者安德鲁·波拉克口中的
产品发布界的安德鲁·劳埃德·韦伯，舞台风格和特效技术方面的大师。芝加哥论坛报的维斯·史密斯称 ，Next 的发布会之于产品演示，就像梵蒂冈第2届大公会之于教会聚会一样。很高兴能回来。乔布斯以他一贯的开场白引发了观众的欢呼。他开始述说个人电脑架构的历史，并向现场观众承诺，他们即将见证一个10年中才会发生1次或2次的历史性事件。一个新的架构即将推出，并将改变计算机的面貌。乔布斯说，通过对全美国的大学进行长达3年的调研，公司设计出了 Next 软件和硬件。我们意识到，高等教育行业的人需要的是个人大型主机。同以往一样，他的演讲有些溢美之词。乔布斯说，该产品令人难以置信，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好产品。他甚至称赞机器内部看不到的部件的工艺也很完美。他用手指托着一个1平方英尺大小的电路板，这个电路板将放在 Next 1立方英尺的机箱中。他热情地说道，我希望你们一会儿能有机会看看这个东西，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漂亮的印刷电路板。乔布斯接着展示了这台电脑播放讲话的功能。他播放了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和肯尼迪的《不要问》。他还展示了发送加载音频附件的邮件的功能。他俯下身，对着电脑的麦克风录下了自己的声音。嗨，我是史蒂夫。在这个极富历史性的一天，我发出了这条消息。然后他叫观众给这个消息加上一片掌声，观众们照做了。乔布斯的管理理念之一就是不时地孤注一掷，把公司压在一些新点子或技术上。这样做至关重要。Next 的发布时，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来加以夸耀，采用高容量但速度慢的读写光盘，而不是用软盘来备份数据。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场不明智的赌博。2年前，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乔布斯说道，我们见识到一些新的技术，并决定赌一把。接着，他开始介绍另一个功能，能更好地证明乔布斯的先见之明。我们做出了第一批真正的电子书，他说。他提到电脑里包含了牛津版的莎士比亚和其他大部头。自古腾堡以来，印刷书本的艺术还未出现过进步。有时乔布斯会幽默地展示自己的自知之明，他用电子书演示来取笑自己。有一个词有时会被用来形容我 Machiavelli， 他说道，然后顿了顿。观众们会意地笑了，尤其是那些坐在前排的人，多是 Next 的雇员和原 Mac 团队的成员。接着他把这个词输进了电脑的词典，读出了第一条释义，水星的，与水星有关的或来自水星的。他边把页面往下拉边说，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第3种意思，情绪多变，笑声更多了。如果我们继续往下拉，就能看到他的反义词 Saturnine， 这个词又是什么意思呢？只要双击一下这个词，我们就能马上查到它。来看看，情绪冷淡稳定，行动或改变迟缓，性格阴郁或阴沉。在等待观众的笑声平息之时，乔布斯脸上出现了一点笑容。好吧，他总结道，这么看来，我觉得 Machiavelli 这个词也不是那么糟。掌声过后，他用牛津引语词典展示了更巧妙的一点，关于他的现实扭曲立场观点。他选用的引语来自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当爱丽丝感叹不管自己多么努力尝试，都无法相信不可能的事情，白皇后反驳道，为什么？有时我都来得及在早餐前想通6件不可能的事儿。又是一阵会议的笑声，尤其是前排的观众。这些欢呼声都是糖衣炮弹，为了转移观众对于坏消息的注意力。当宣布新机器的价格时，乔布斯采用了自己在产品演示中的常用伎俩，一口气说出产品众多的特点，将它们描绘成价值成千上万美元的东西，让观众想象这个产品的确价值昂贵。这样抬高观众的心理预期后，他就开始宣布定好的价格，让产品的真实价格看起来比较低。我们打算以每台6500美元的价格卖给高等教育人士。
大厅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来自忠实的追随者。但是他的学术顾问小组一直在努力将价格维持在2000到3000美元，而且他们认为乔布斯也承诺过。他们中有些人震惊了，一旦他们发现可供选购的打印机又得花2000美元，并且由于光驱速度缓慢，最好再配一个外部硬盘，这又需要2500美元时，大家会更吃惊的。而 Next 还有一个令人失望之处，乔布斯只得含糊其辞。明年初我们将会推出 0.9 版，适于软件开发者和勇于尝鲜的终端用户。乔布斯的笑略带紧张，他的意思是，机器和软件的真正发布即 1.0 版不是1989年初。事实上他还没有设定确切日期。乔布斯只是表示 1.0 版将会在1989年第2季度推出。1985年底第一次 Next 外出集思会回来时，乔布斯曾拒绝乔安娜·霍夫曼推后发布日期的提议。他承诺要在1987年初完成机器。现在很明显，这款电脑的发布会要推迟2年多。事实上，发布会结束时气氛也没那么糟糕。乔布斯请来一位旧金山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同台上的 Next 一起演奏巴赫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人群中爆发出欢快的掌声，狂热中人们忘记了价格和推迟发布的不愉快。就在此后，一位记者问乔布斯为什么这款电脑会推迟这么久。乔布斯回答说，并不迟，他领先了时代5年。乔布斯和媒体打交道已经有了自己的标准做法，他给自己钦点的媒体提供独家采访，但条件是把关于他的报道放在封面。不过这一次他的独家手段太过分了，虽然并没有造成真正的伤害。他在产品发布之前答应了《商业周刊》的凯蒂·哈夫纳独家专访的请求，但他又和《新闻周刊》和《财富》杂志达成了同样的协议。然而没想到的是，《财富》杂志的高级编辑苏珊·弗雷克和《新闻周刊》的梅纳德·帕克是夫妻。在《财富》的选题会上，当人们正兴冲冲地谈论乔布斯的独家新闻时，弗雷克说自己碰巧了解到《新闻周刊》也拿到了乔布斯的独家承诺，而且将会比《财富》杂志的报道提前几天出来。结果乔布斯只上了2家杂志的封面，《新闻周刊》称他为芯片先生，并刊出了一张他俯身靠近美丽的 Next 电脑的图片，并宣称这是数年内最激动人心的机器。商业周刊放了一张乔布斯身着深色西装的照片，看上去像个绅士，十指相扣，如同传教士和教授那样。但是哈夫纳尖锐地报道了关于乔布斯对独家新闻的操纵。Next 谨慎地分配着媒体对员工和供应商的采访，通过审查来控制采访报道的内容。他写道，这个策略奏效，但也付出了代价。这种行为显示出史蒂夫·乔布斯自立和无情的一面，也正是这点让他在苹果深受伤害。乔布斯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需要控制权。当宣传炒作平息下来后，市场对 Next 电脑的反应平淡，尤其是它还未上市销售。比尔·乔伊是竞争对手散公司的首席科学家，聪明幽默。他称 Next 为第一款雅皮式终端，这应该是有保留的恭维。比尔·盖茨一如既往地对 Next 进行公开批驳。坦白地说，我很失望。他告诉《华尔街日报》，1981年当乔布斯向我们展示 Mac 的时候，我们真的因此而激动，因为当你把它和别的电脑放在一起时，它不同于以往人们见过的任何机器。Next 电脑不是这样，整体来看，它的大部分功能真的都无足轻重。他说，微软将继续其计划，不为 Next 编写软件。在 Next 发布会后，盖茨给自己的员工写了一封诙谐的邮件，所有现实都被完全搁置。邮件开头写道，回想起这封邮件，盖茨笑着说，这可能是我写过的最好的邮件。1989年年中， Next 电脑终于开始销售了，工厂已经准备好每月生产1万台。结果这款电脑每月的销量只有约400台。漂亮的工厂装配机器人被喷刷得很好，却无事可做，而 Next 还在继续烧钱。
第19章皮克斯技术与艺术相遇。卢卡斯影业的电脑部门。1985年夏天，乔布斯在苹果公司正处于失势中。一天，他和艾伦·凯一起散步，后者曾在施乐帕克工作，此时是苹果公司职员。凯知道乔布斯对创意与技术的交融很感兴趣，于是建议他一同拜访自己的朋友埃德·卡特穆尔。卡特穆尔当时是乔治·卢卡斯电影制片厂电脑部门的负责人。乔布斯他们租了一辆豪华轿车，驾车前往马林郡，来到卢卡斯天行者牧场的边上。卡特穆尔及其小小的电脑部门就在这里，我感到很震撼。回公司以后就试图说服斯卡利把他收购下来。乔布斯回忆道，但是管理苹果公司的那帮家伙对此不感兴趣，而且他们正忙着把我赶出去。卢卡斯影业电脑部门有2个主要组成部分，一个团队研发硬件和软件来使图像数字化，还有一个电脑动画团队制作动画短片，由颇具天赋的卡通爱好者导演约翰·拉塞特负责。卢卡斯当时已经完成了他的《星球大战3部曲》的第1部，正陷入一场争吵不断的离婚案中，他需要卖掉这个电脑部门。卡卢斯叫卡特穆尔尽快找到买家。1985年秋，在一些潜在买家都踌躇不决时，卡特穆尔和联合创始人阿尔维·雷史密斯决定自己买下这个部门并寻找投资者。于是他们打电话找到乔布斯，又安排了一次会面。2人驱车前往乔布斯位于伍德赛德的家中。乔布斯先是抱怨了一通斯卡利的愚不可及和背信弃义，然后提议自己全资买下卢卡斯影业的电脑部门。卡特穆尔和史密斯拒绝了，他们想要一位主要投资者，而不是一个新的所有者。不过很快就有了一个折中办法，乔布斯出资购买多数股票并担任董事长，但由卡尔穆尔和史密斯来运营。我之所以想收购这个部门，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计算机图形。乔布斯后来回忆道，看到卢卡斯影业电脑部门这些人的时候，我意识到在融合艺术与技术的领域，他们走在了其他人前面，而这个领域一直都是我的兴趣所在。乔布斯知道，在未来数年里，计算机将会比现在强大上100倍。他相信这会给动画和逼真的3D 图形带来巨大进步。卢卡斯团队正在研究的问题需要非常强大的计算处理能力，这使我意识到他们必将引领历史。我喜欢这样的发展方向。乔布斯提出的条件是向卢卡斯支付500万美元，然后自己再投入500万美元，从而将这一部门变成独立的公司。这比卢卡斯一直以来所要求的金额低得多。然而时机对乔布斯来说却刚刚好，于是双方决定通过谈判达成交易。卢卡斯影业的 CFO 发现乔布斯傲慢又易怒，在谈判各方即将举行会谈时，这位 CFO 对卡特穆尔说，我们必须建立正确的等级次序。他的计划是将所有人和乔布斯都聚集在一间会议室里，然后这位 CFO 晚到几分钟，以表明他才是主持会议的人。但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卡特穆尔回忆说，史蒂夫在 CFO 缺席的情况下按时开始了这次会议，而当那位 CFO 走进来时，史蒂夫已经掌握了会议的控制权。乔布斯只见过乔治·卢卡斯一面，卢卡斯提醒他说，比起做电脑，这个部门的人更关心制作动画电影。你知道，这些家伙都在拼命做动画，卢卡斯对乔布斯说。卢卡斯后来回忆表示，我确实提醒过他，这个部门基本是按埃德和约翰的计划来展开工作的。我觉得在他看来，买下这家公司是因为他也符合他自己的计划。1986年1月，他们达成了最终协议。协议约定，乔布斯投资1000万美元后，可持有该公司70%的股份，其他股份分配给埃德·卡特穆尔、阿尔维·雷史密斯及其他38名创始员工，包括前台接待。该部门最重要的硬件是皮克斯图像电脑，并且新公司以此命名。最后的问题是在哪里签合同。乔布斯想在自己位于 Next 的办公室，而卢卡斯影业的人想在天行者牧场。最后双方都做出了妥协，在旧金山一家律师事务所会面。有那么一段时间，乔布斯没有进行过多干预。
让卡特穆尔和史密斯自行掌管皮克斯。每个1个月左右，他们会进行一次董事会会议，通常是在 Next 的总部。乔布斯总把焦点放在财务和战略上。然而由于个性使然以及控制本能的驱使，乔布斯很快就变成了强势角色，显然比卡特穆尔和史密斯预想的更为强势。针对皮克斯公司硬件和软件的未来，乔布斯提出了一堆想法，有的合理，有的古怪。而他虽然只是偶尔前往皮克斯的办公室，但每次现身也都能让人心潮澎湃。我从小就加入了南美浸信会，那时我们经常同那些生活腐化但却极具蛊惑力的牧师们一起开培灵会。阿尔维雷·史密斯说，史蒂夫显然深谙此道，深知口舌的力量和语言的网络能让人深陷其中。开董事会会议的时候，大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发出了一套信号：摸鼻子或拽耳朵。如果有人陷入了史蒂夫的现实扭曲立场，我们会用这一招把他拉回现实。乔布斯一直都很欣赏硬件和软件整合的优势，皮克斯的图像电脑和渲染软件就是如此。他还制作出色的内容，如动画、电影和图像，这3种要素都得益于乔布斯将艺术创意和技术的结合。硅谷的人并不尊重好莱坞的创意特质，而好莱坞的人则认为技术人员是那些只需雇佣而无需见面的人。乔布斯后来说道，皮克斯则同时尊重好莱坞和硅谷的文化。最初，皮克斯公司希望硬件能带来收入。皮克斯图像电脑售价 12.5 万美元，主要购买者是动画师和平面设计师。不过这款电脑也在医疗行业和情报领域找到了特殊市场。医疗 CAT 扫描数据能够被转换成3维图形，来自侦察飞机和卫星的信息也能通过该款电脑进行转换。由于要销售给美国国家安全局，乔布斯必须接受安全调查。对于被指派来调查他的 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来说，一定感觉有趣极了。据一位皮克斯高管讲述，有一次调查员打来电话询问毒品使用问题，乔布斯如实回答，丝毫不加掩饰。他会说，我上回用这种毒品是在……偶尔他也会回答，不，他从未用过那种特定毒品。乔布斯要求皮克斯开发一款成本更低的图像电脑，售价在3万美元左右。他坚持由哈特穆尔、艾斯林格进行设计，尽管卡特穆尔和史密斯对其收费价格表示反对。最后，这款新电脑跟皮克斯图像电脑很相似，是一个立方体，中间有一处圆形凹陷，但带有艾斯林格招牌式的纤细纹路。乔布斯想要把皮克斯电脑卖给大众市场，于是他让皮克斯的人员在各大城市开辟销售办事处，办事处的设计由他本人审核通过。他的想法是，有创意的人很快会想到使用这款电脑的各种方法。我认为人是创造性动物，面对工具，他们能想出发明者未曾想过的各种聪明的使用方法。乔布斯后来说道，我觉得这会同样适用于皮克斯电脑，就像 Mac 一样。但是皮克斯电脑从未完全进入普通消费者市场，它们售价太高，专门为之编写的软件应用程序也不多。在软件方面，皮克斯有一个渲染程序，名为雷耶斯，意为渲染你所见的一切，用于制作 3D 图形和图像。乔布斯担任董事长后，皮克斯开发了一种新语言和界面，名为 Renderman。他们期望这款软件能够成为 3D 图形渲染领域的标准，就像 Adobe 公司的 PostScript 至于激光打印那样。乔布斯认为皮克斯的软件也应该像硬件那样尝试进入大众市场，而不是仅限于专业市场。他从来都不满足于只针对企业市场或高端专业市场的做法，他非常沉迷于大众市场产品。皮克斯的营销总监帕姆·科尔文说，他会构造一些宏大的愿景，想象 Renderman 能够怎样为所有人服务。他在会议中不断产生新想法，设想普通用户将如何用它做出惊人的 3D 图形和逼真的图像。皮克斯团队试图劝阻他们认为 Renderman 并不像 Excel 或 Adobe Illustrator 那样易于使用，
这时乔布斯就会走到一块白板前，告诉他们如何把它做得更简单，更便于使用。我们不禁频频点头，兴奋地说：是的，是的，这样很棒。科尔温回忆说，等他走了以后，我们又考虑了一会儿，觉得他想的都是些什么鬼主意。他身上的奇特魅力实在是强大，你和他交谈之后就几乎被洗脑了。后来事实证明，普通消费者对于这种能让他们渲染出逼真图像的昂贵软件并无兴趣， Random 没有成功进入大众市场。不过倒是有一家企业渴望将动画师的绘画自动渲染成彩色图像，用于电影拍摄。罗伊·迪士尼在迪士尼公司发动了一场董事会革命。他是该公司创始人沃尔特·迪士尼的侄子。当迪士尼公司的新任 CEO 迈克尔·艾斯纳问罗伊想要担任什么角色，罗伊表示他想要重振公司历史悠久却日渐衰落的动画部门。他的首轮举措之一就是设法将动画流程计算机化，而皮克斯赢得了迪士尼的这份合同。皮克斯为迪士尼量身定做了一款软硬件套装，名为 CUPS， 即电脑动画制作系统。1988年，这一套设备首次投入使用，负责制作动画片《小美人鱼》中的最后一幕，国王特里同挥别艾丽尔。在此之后， CUPS 就成了迪士尼极为依赖的设备。迪士尼为此又购买了数十台皮克斯图像电脑。动画，皮克斯的数字动画业务制作动画短片的团队最初只是副业，其主要目的是对外展示自己的硬件和软件。约翰·拉塞特负责这个团队的运作，他有着可爱的脸庞和气质，对于艺术的完美追求与乔布斯不相上下。拉塞特出生在好莱坞，从小就喜欢观看周六早间的卡通节目。9年级时，读完记述迪士尼工作室历史的动画的艺术后，他写了一份读书报告。那时的他就明白了自己想要怎样度过一生。高中毕业后，拉塞特进入了由沃尔特·迪士尼创办的加州艺术学院，学习动画专业。暑假和课余时间，他研究迪士尼的档案文件，还在迪士尼乐园的丛林巡航游乐项目做导游。迪士尼乐园的导游经历让他懂得了把握时间和节奏对于讲故事的重要性。在创作一帧一帧的动画时，掌握这一概念很重要，但也绝非易事。拉塞特大学3年级时拍摄的短片《小姐与台灯》为他赢得了学生奥斯卡奖。这部短片借鉴了《小姐与流浪汉》等迪士尼电影，也展露出了他的惊人天才，赋予无生命的东西，譬如台灯，以人的个性。毕业后，他得到了一份注定要从事的工作，在迪士尼制片厂做动画师。但是拉塞特在迪士尼的工作并不顺心。我们一些年轻人想要给动画艺术带来星球大战的水准，但却受到了约束。拉塞特回忆说，我的幻想破灭了，后来卷入了2个上司之间的斗法，动画部门的头解雇了我。1984年，埃德·卡特穆尔和阿尔维·雷史密斯聘请了拉塞特，而星球大战的水准正是出自卢卡斯影业。当时乔治·卢卡斯就已经在担忧电脑部门的成本了，他们拿不准卢卡斯是否真会同意雇佣一位全职动画师，因而拉塞特的职务是界面设计师。乔布斯入驻公司后，拉塞特和他开始分享彼此对于图形设计的激情。我是皮克斯唯一的艺术家，因此和史蒂夫在设计感觉上有很大共鸣，拉塞特说道。他很幽默，很合群，讨人喜欢，爱穿花哨的夏威夷衫，办公室里堆满古董玩具，喜欢吃芝士汉堡包。乔布斯易怒，是个身形瘦削的素食主义者，喜欢简朴整洁的环境，但他们的确十分契合。拉塞特是个艺术家，而艺术家在乔布斯眼里不是英雄就是笨蛋。拉塞特在他眼里显然属于英雄那一类。乔布斯对他恭敬有加，真心钦佩他的才华。拉塞特则理智地将乔布斯视作赞助人，能够欣赏艺术工作，并且知道如何将其与技术和商业进行融合。乔布斯和卡特穆尔决定，为了展示皮克斯的硬件和软件，应该让拉塞特再制作一部动画短片，参加1986年的 SIGGRAPH 美国计算机协会计算机绘图专业组大会，这是计算机图形学界的年度会议。
拉塞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拉索台灯，用作图形渲染的模型，并决定把拉索变成一个栩栩如生的动画角色。一位朋友的小孩给了他灵感，拉塞特又在故事中添加了一个小台灯的角色。拉塞特向另一位动画师展示一些测试真实，对方力劝他用这2个角色讲一个故事。拉塞特表示自己只是在做一部短片，但那位动画师提醒他说，即便几秒钟也能讲述一个故事。拉塞特将这个告诫铭记于心。顽皮跳跳灯最后的成片只有2分多钟，但是他讲述了一个故事。台灯爸爸和台灯孩子把一个球推来推去，后来球爆了，小台灯很伤心。乔布斯非常激动，特意从 Next 公司压力重重的工作中抽身，和拉塞特飞赴 SIGGRAPH 大会。这一年的大会于8月在达拉斯举行。天气太热太闷，我们一走出去就觉得热气像网球拍一样迎面挥了过来。拉塞特回忆说，展会共有1万人参加，一切都让乔布斯很喜欢。艺术创作激励着他，尤其是当他与科技相融合时。电影放映礼堂门口排了长长的队，乔布斯不是那种会乖乖等着进场的人，他3言2语就说服了负责人，让他们先进去。顽皮跳跳灯赢得了观众长时间的起立鼓掌，并被评为最佳影片。哦，哇！乔布斯在结束时欢呼道，我真的懂了，我懂了什么是最重要的。正如他后来解释的，我们的电影不仅仅拥有好技术，而且是唯一有艺术内涵的。皮克斯是在融合艺术与科技，就像麦克曾经做的那样。顽皮跳跳灯获得了奥斯卡提名，乔布斯飞去洛杉矶参加颁奖典礼，最终该短片没能获奖，但是乔布斯从此决心每年都制作一部新的动画短片，尽管这个决定并没有太多商业上的理由。随着皮克斯处境的日益艰难，乔布斯坚持残酷的削减预算，毫不手软。而当拉塞特要求将刚刚省下的钱拿来做下一部电影时，乔布斯却同意了。吸铁小兵。乔布斯在皮克斯的人际关系并非都这么好，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是同阿尔维雷·史密斯，卡特莫尔的联合创始人。史密斯来自德克萨斯州北部农村，在浸信会的熏陶下长大，是个拥有自由精神的嬉皮士，担任电脑图像工程师。他身材高大，笑声爽朗，很有个性，有时也很自负。阿尔维光芒四射，笑容友善，在会议中有一大堆拥护者。帕姆科尔温说道，阿尔维这样的个性可能会触怒史蒂夫，他们都是有远见的人，精力都很旺盛，也都非常自负。阿尔维不愿意像埃德一样息事宁人，无视一些不高兴的事儿。史密斯认为乔布斯的领袖魅力和自负致使他滥用职权，他就像个电视节目中的布道者。史密斯说，他要控制别人，但是我不愿意做他的奴隶，这就是我们发生冲突的原因，而埃德更愿意顺其自然。开会时，乔布斯有时会说一些离谱或不真实的东西来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史密斯特别乐于在这种情况下和乔布斯叫板，他会边笑边说，最后露出得意的笑容，这让乔布斯感到很不爽。有一次董事会会议上，因为新版皮克斯图像电脑的电路板遭遇延期，乔布斯开始训斥史密斯和皮克斯的其他高管。当时 Next 电脑的电路板也推迟了很久，史密斯指出了这一点。嗨，你们的 Next 的电路板更迟呢，所以别对我们大呼小叫了。乔布斯顿时大发雷霆，或者用史密斯的话来说，就是完全不可理喻。当史密斯觉得被攻击或遭遇对抗时，会不由自主地冒出西南部口音。乔布斯于是挖苦着模仿他。这简直就是欺负人，我完全爆发了。史密斯回忆道，我还没反应过来，我们俩就已经面对面了，相隔只有3英寸，彼此朝着对方大吼。乔布斯对于会议中的白板极具控制欲，于是魁梧的史密斯推开他，开始在白板上写画画。你不能这样，乔布斯大喊。什么？史密斯回击道，我不能在你的白板上写字？放狗屁！听到这话，乔布斯摔门而出。史密斯最终辞了职，成立了一家新公司。
制作数字绘图和图像编辑软件。乔布斯拒绝史密斯使用他在皮克斯时编写的代码，这又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敌意。阿尔维最终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卡特穆尔说，但是他这一年的压力都很大，还染上了肺病。最后结果还算不错，微软收购了史密斯的新公司，自己成立的公司一家卖给乔布斯，另一家卖给盖茨，这样的人也只有史密斯了吧。即便在境况最好的时候，乔布斯的脾气也很暴躁，而当皮克斯的3项努力，硬件、软件和动画内容都在赔钱时，乔布斯就越发如此了。我制定了这些计划，结果却得不停地投钱进去。他回忆说，他会责骂皮克斯的人，但还是会给他们开支票。已经被苹果驱逐，又被困在 Next， 他不能接受再一次打击了。为了止损，乔布斯下令进行一轮大规模裁员。他缺乏对待他人的同情心，冷酷地执行了这一决定。正如帕姆·科尔温所形容的，对于要解雇的人，他在感情上和财务上都不留余地。乔布斯坚持裁员立即开始，且不支付遣散费。科尔温拽着乔布斯在停车场周围散步，请求他至少提前2周告知员工们这一消息。好吧，乔布斯回答道，但通知应该倒推回2周生效。卡特穆尔当时在莫斯科，科尔温疯了似的给他打电话。卡特穆尔回来后研究出一个遣散计划，给予被解雇员工微薄的补偿，稍微平息了事态。皮克斯动画团队曾一度试图说服英特尔公司，希望承接对方的部分商业广告制作业务，然而乔布斯没有一点耐性。一次会议上，乔布斯正痛斥英特尔的营销总监，说到一半又拿起电话直接打给英特尔的 CEO 安迪·格鲁夫。格鲁夫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算是乔布斯的老师，他想要给乔布斯上一课。他支持英特尔公司的经理。我支持自己的员工，他回忆道。史蒂夫不喜欢被当作供应商来对待。在乔布斯提出皮克斯应该在如何处理中央处理器性能以及制作 3D 图像方面给英特尔一些建议时，格鲁夫也称得上是乔布斯的导师。英特尔工程师接受了皮克斯的建议，乔布斯便回复邮件说，英特尔应该为此支付皮克斯费用。但对方回答说，关于互相交流有关微处理器的好点子，我们过去没有为此埋单的打算，将来也没有。乔布斯将英特尔的回复转发给格鲁夫，说英特尔在理解电脑图像方面表现得如此让人失望，而他们的回复还极端傲慢。格鲁夫对此做出了严厉的回复，他说，友善的公司和友善之人都互相共享思想。格鲁夫补充说，他经济免费和乔布斯共享思想，乔布斯不应该太唯利是图。我有很多缺点，但我并不忘恩负义，乔布斯回应说，所以我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我们愿意免费提供帮助，感谢你把这么肤浅的道理告诉了我。皮克斯为普通消费者市场，或至少是认同乔布斯对于设计的狂热之情的普通消费者们，创造出了一些强大的软件产品。乔布斯仍然希望在家中创作非常逼真的 3D 图像能够成为桌面排版热潮的一部分。例如皮克斯的 Sharpies 软件，用户能够用它改变 3D 物体的阴影，这样在不同的角度下能以适当的阴影展现出现实物体的模样。乔布斯觉得这个软件很酷，但是大多数消费者觉得这种功能可有可无。乔布斯的激情误导了自己。Sharpies 就是一个例证。该软件拥有如此多神奇的功能，但却缺少乔布斯一项要求的简单性。皮克斯无法与 Adobe 公司竞争，后者做的软件并不像 Sharpies 那样高级，但更简单也更便宜。即使皮克斯的硬件和软件产品线都失败了，乔布斯还是会保护动画团队。对他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拥有魔力的艺术指导，能给予他深层次的情感愉悦。他愿意培养他，为他赌上一把。1988年春，资金实在太紧张了，于是他召集了一次痛苦的会议，宣布全面深度削减开支。会议结束后，拉塞特及其动画团队十分害怕，几乎不敢再向乔布斯要更多的钱来拍摄另一部短片。但最后他们还是提起了这个话题。乔布斯静静地坐着，满脸疑虑。
如果同意这个项目，他就得再从自己腰包里掏出近30万美元。过了一会儿，乔布斯问他们是否已有了故事版。卡特穆尔带他来到动画办公室，拉塞特立即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展示故事版，自己配音，尽情地展现对自己产品的激情。乔布斯被感染了。故事是关于拉塞特的心爱之物经典玩具，他以一个单人乐队玩具小锡兵的视角展开。小锡兵遇见了一个让自己又爱又怕的人类小宝宝，他逃到沙发下后，发现其他玩具也被吓坏了，躲在这里。但是当小宝宝撞到头后哭起来时，小锡兵又爬出来哄他开心。乔布斯表示自己会提供资金。我看好约翰在做的东西，他后来说道，那是艺术，是他关心的东西，也是我关心的东西。我总是同意他的计划。看完拉塞特的单人表演展示后，乔布斯只说了一句话，我只要求一件事儿，约翰，把它做好。吸铁小兵赢得了1988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这是首部获此殊荣的电脑制作动画短片。为了庆祝，乔布斯带着拉塞特和整个制作团队来到绿地餐厅，旧金山一家素食馆。拉塞特抓起放在桌子中央的小金人，举得高高的，向乔布斯敬酒道，你所有的要求便是要我们做一部伟大的电影。迪士尼的新团队 CEO 迈克尔·艾斯纳以及电影部门主管杰弗里·卡岑伯格开始要求拉塞特重回迪士尼。他们喜欢吸铁小兵，认为这种动画故事让玩具拥有生命和人类的情感，还有很大的发挥余地。但是拉塞特感激乔布斯对自己的信任，认为皮克斯才是自己能够开创电脑动画新天地的唯一地方。他告诉卡特穆尔，我可以去迪士尼，在那儿做个总监，或者留在这儿谱写历史。于是迪士尼反过来开始接触皮克斯，希望签署制作协议。无论是从讲故事还是从技术运用的层面上来看，拉塞特的动画短片真的令人叹为观止。卡岑伯格回忆说，我非常努力想让他回到迪士尼，但是他忠于史蒂夫和皮克斯。如果你打不过对方，那么就加入他们。我们决定找出能够加入皮克斯的方法，让他们为迪士尼制作关于玩具的电影。至此，乔布斯已经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了近5000万美元投入皮克斯，占其离开苹果时所拿到钱的1半以上。而 Next 的公司当时还在亏钱，对此他非常精明实际。1991年，乔布斯强迫皮克斯所有员工放弃期权，作为交换，他会再投入一笔私人资金。不过，对于艺术和科技融合所能做出的成就，乔布斯却倾注了浪漫之爱。他曾认为，普通消费者会喜欢用皮克斯的软件来制作 3D 图形，但现实并非如此。这种错误的想法很快便被他直觉上的先见之明所取代。那就是自1937年迪士尼公司拍出《白雪公主》后，再没有比让艺术和数字技术相融合能给动画电影带来更大变革的了。乔布斯表示，回首过去，如果自己能了解的更多，就会更早地专注于动画，而不会费心去推动皮克斯的硬件和软件应用。但另一方面，如果乔布斯早就知道硬件和软件都不会盈利，那么他也不会接手皮克斯。命运似乎诱骗我去做这件事儿，而这也许是为了把它做得更好。第20章，凡人，爱就那么回事儿。琼贝兹。1982年，乔布斯还在开发 Mac 时，通过一个为监狱募捐电脑的慈善基金负责人米米·法里纳，认识了他姐姐，著名的民谣歌手琼贝兹。几星期后，他和贝兹在库比蒂诺共进午餐。我本来并没期望太高，结果他却那么机智风趣。他回忆道，当时他和芭芭拉·亚辛斯基的恋情正接近尾声，曾经一起去夏威夷度假，一起在圣克鲁兹山生活，甚至一起去过贝兹的演唱会。当乔布斯与亚辛斯基激情褪去，他对贝兹日渐认真起来。他当时27岁，而贝兹41岁，但他们的恋情持续了几年时间。我们2个人偶然相遇，从朋友发展为情人，认真地谈了一场恋爱。乔布斯不无伤感地回忆道。
伊丽莎白·霍姆斯是乔布斯在里德学院时的好朋友，他认为乔布斯跟贝兹交往的原因之一，除了他美丽风趣、天资聪颖之外，是他曾经是鲍勃·迪伦的情人。史蒂夫喜欢这种与迪伦的关联。他后来说，贝兹和迪伦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经相恋，后来他们作为朋友一起演出，包括1975年的滚雷巡演。乔布斯还有这些演唱会上非法录制的唱片。结识乔布斯时，贝兹已经有了一个14岁的儿子加布里埃尔，是他与前夫反战活动家戴维·哈里斯所生。午餐中，他告诉乔布斯，他正在教儿子如何打字。你是说在打字机上打字？乔布斯问。他说是。他跟着说，可是打字机都老掉牙了。打字机老掉牙了，那么我呢？他问道。一阵尴尬的沉默。贝兹后来告诉我，当我说出那句话时，就意识到答案是那么显而易见。这个问题就那样悬在空中，我感到恐惧。令麦克团队大吃一惊的是，有一天乔布斯带着贝兹冲进办公室，向他展示麦克的样机。他对保密问题是那么在意，却会把这台计算机曝光给一个局外人，这令他们目瞪口呆。但更令他们意外的是，这个人居然是琼·贝兹。他送给加布里埃尔一台 Apple II 电脑，后来又送给贝兹一台 Mac。 乔布斯会去贝兹家显摆他喜欢的那些特色功能。他很和善，很耐心，但他的知识太高深了，要教会我不太容易。他回忆说，他是突然暴富的千万富翁，他是个世界名人，但活得脚踏实地，也没那么有钱。那时他看不懂他，30年之后再谈起他时，他仍然觉得他让人迷惑不解。在他们恋爱初期的一次晚餐时，乔布斯谈起拉尔夫·劳伦和他的马球服装店。他承认他从未去过。那儿有一件漂亮的红裙子，会非常适合你，他说，然后开车带他直奔斯坦福购物中心里的专卖店。贝兹回忆道，我对自己说，这简直太棒了，我跟着世界上最有钱的男人，他想让我拥有一条漂亮的裙子。到了专卖店，乔布斯给自己买了一大堆衬衫，并让他看那条红裙子，说他穿上会棒极了。他赞同。你应该买下它，他说。他有一点点惊讶，告诉他买不起。他没说什么，然后他们就离开了。难道你不觉得，如果一个人像那样说了一整晚，就一定是去给你买的吗？他问我，看起来对这件事儿真的很令人迷惑不解。红裙子的秘密交给你来解读吧，我是觉得有一点奇怪。他会送给他计算机，却不送裙子。当他送花给他时，一定会说那是办公室里什么活动剩下的。他既浪漫又害怕浪漫。他说，在 Next 计算机的开发阶段，乔布斯到贝兹在伍德赛德的家，向他展示 Next 强大的音乐功能。他让他演奏了一曲勃拉姆斯的四重奏，然后告诉我，电脑最终会比人演奏的更好听，甚至连意境和节奏都会更好。贝兹回忆说，他非常排斥这种想法。他越说越兴奋，我却越听越愤怒。我在想，你怎么能这么亵渎音乐？乔布斯会跟黛比·科尔曼和乔安娜·霍夫曼吐露他跟贝兹的关系。他对是否可以跟他结婚这个问题有些烦心。他已经有了个10几岁的儿子，可能已经过了想再要更多孩子的阶段。有时候他会贬低他，说他只是个事件歌手，而非迪伦那种真正的政治歌手。霍夫曼说，贝兹个性很强，而乔布斯又很有控制欲，再加上他总是说他想生儿育女，他知道跟他是不会有的。就这样，过了大约3年，他们终止了恋情，慢慢变成了朋友。我以为我爱他，但其实我只是非常喜欢他。他后来说，我们是注定无法在一起的，我想要孩子，而他不想再要了。贝兹在1989年的回忆录中谈到了她跟丈夫的分手，以及为什么她没有再婚。我注定一个人，从离婚后就一直这样，偶尔有些小插曲，大多也更像是露水情缘。在该书结尾的致谢词中，
他写了这样一段温馨的话：感谢史蒂夫·乔布斯，为了迫使我使用文字处理器，硬是在我家厨房里放了一台。寻找乔安妮和莫娜。乔布斯的母亲克拉拉有吸烟的嗜好，她31岁时，也就是离开苹果公司1年之后，母亲患上了肺癌。在她弥留之际，乔布斯陪在病床边，用以往少有的方式跟她聊天，问了一些一直压在心底的问题。跟爸爸结婚的时候，你是处女吗？他问道。他虽然难以启齿，却还是挤出了一丝微笑。他这才告诉他，之前他结过婚，他的前夫上了战场就再没回来。他还透露了一些他和保罗·乔布斯如何领养他的细节。此后不久，乔布斯就找到了他生母的下落。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就聘用了一个侦探，开始悄悄地寻找生母的下落，但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后来乔布斯注意到他出生证上一个旧金山医生的名字，他的姓名在电话簿上可以查到，所以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乔布斯回忆说，那个医生没帮上忙，他声称他的记录在一场火灾中全部烧毁了，不过那不是真的。事实上，就在接到乔布斯的电话后，这个医生写了一封信，装在信封里封好，上面写着我死后交给史蒂夫·乔布斯。不久后他就去世了，他的遗孀把这封信寄给了乔布斯。信中，医生说他的母亲是来自威斯康星州一个未婚的研究生，名字叫乔安妮·席贝尔。乔布斯聘请了另一位侦探，几周后找到了他的下落。在把乔布斯送人后，乔安妮还是嫁给了乔布斯的生父约翰·阿卜杜勒法塔赫·钱德里。他们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叫莫娜。钱德里5年后抛弃了他们。乔安妮又嫁给了一个生活经历丰富的滑冰教练乔治·辛普森，那场婚姻也没能长久。1970年，他开始带着莫娜四处流浪。他们俩现在都用的是辛普森的姓。后来到了洛杉矶，乔布斯一直犹豫要不要让保罗和克拉拉，他心目中真正的父母，知道他在寻找自己的生母。他担心他们不高兴，这种敏感对他来说实属少见。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养父母的感情之深，所以直到1986年初克拉拉·乔布斯去世之后，他才与乔安妮·辛普森取得联系。我绝不希望让他们感觉我不把他们当成父母，因为他们彻头彻尾就是我的父母。他回忆说，我是那么爱他们，因此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寻找生母，甚至当有记者发现真相时，我也会让那些人守口如瓶。克拉拉去世后，他决定告诉保罗·乔布斯，他父亲觉得完全可以接受，并说自己毫不介意史蒂夫跟他的生母取得联系。就这样，在某一天，史蒂夫给乔安妮·辛普森打了电话，说了自己是谁，并安排去洛杉矶跟他见面。后来他说，这主要是出于好奇心。我相信环境比遗传对你的影响更大，但你还是会对你的血缘有点好奇。他还想安慰乔安妮，他当初把她送给别人领养是没问题的。我想见我的生母，主要是为了看看她过得好不好。我还要感谢她，因为我很高兴我没有被堕胎。她当时只有23岁，为了把我生下来，她承受了很多。当乔布斯来到他在洛杉矶的家时，乔安妮激动不已。她知道他很出名很富有，但她不太清楚是因为什么。她的感情顿时奔涌而出。她说她当时承受了很大压力，才在她的领养文件上签字，而且她是在被告知她会在新的父母家非常幸福才签字的。她一直很想念他，并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痛苦。她反反复复地道歉，即使乔布斯一直安慰她，说他能够理解，而且事情的结果还好。平静下来后，她告诉乔布斯，她有个同父同母的亲妹妹莫娜·辛普森，现在在曼哈顿，是个雄心勃勃的小说家。以前他从未告诉过莫娜他有个哥哥。就在那天，他打电话给莫娜公布了这个消息，或至少是一部分信息。你有个哥哥，他很棒，很有名，我要带他来纽约见你，他说。莫娜当时正致力于写一部小说的结尾，是关于他母亲以及他们如何从威斯康星州游历到洛杉矶的经历，书名叫《在别处》。读过这本书的人不会惊讶，
乔安妮向莫娜说起自己长子的方式有点怪异，她不肯说他是谁，只是说他曾经很穷，现在有钱了，很好看也很有名，有长长的深色头发，住在加利福尼亚。莫娜当时在巴黎评论工作，那是乔治·普林顿主办的文学期刊，办公室在他位于曼哈顿东河附近别墅的1层。莫娜和同事们开始猜他哥哥是谁，约翰·特拉沃尔塔，那是大家认为最可能的一个谜底。他们还猜到了其他演员，期间某个人说了句也许是苹果公司那几个创始人之一呢，但是没人想得起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会面安排在瑞吉酒店的大堂，乔安妮·辛普森把莫娜介绍给乔布斯，结果居然真的是苹果的创始人。他非常直率可爱，就是个普通的和善的人，莫娜回忆道。他们一起坐在大堂聊了一会儿，然后他带着妹妹一起出去散步，就他们2个人。乔布斯兴奋地发现有个跟自己这么像的亲妹妹。他们都对自己的艺术非常执着，对周围环境善于观察，敏感而又倔强。当他们共进晚餐时，他们会注意到相同的建筑细节或有趣的事物，之后会兴奋地对此谈论。我妹妹是个作家，她喜形于色地告诉苹果的同事们。1986年底，普林顿为在别处举行庆祝会时，乔布斯专程飞到纽约陪同莫娜出席，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尽管当中也有磕磕绊绊，这也在所难免。想想他们都那么有个性，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得以团聚。一开始莫娜对我的出现并不是很兴奋，尤其她妈妈在感情上又对我那么投入。乔布斯后来说，但随着我们渐渐相互了解，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而且她是我的亲人，我不知道没有她我该怎么办，我难以想象会有比她更好的妹妹。我那个同样是领养的妹妹帕蒂跟我从不亲密。莫娜对她的感情也同样越来越深，有时还会非常护着她。虽然她后来写了本关于她的小说《凡人》，其中描述了她的各种怪癖，让人看了很不舒服，但很准确。这本小说情节巧妙，扣人心弦。会引起他们争论的事情之一就是她的着装。莫娜穿得像一个生活困顿的小说家，而乔布斯会怪她衣着不够迷人。有一次他的评论实在惹恼了他，他给他写信说，我是个年轻作家，这是我的生活，我没想当模特。他没有回信，但没过多久，从三宅一生的时装店寄来一箱衣服。这位日本时装设计师因其简洁风格和科技元素而成为乔布斯的最爱之一。他会去为我买衣服，他后来说，他能选出非常棒的，正好是我的尺码，颜色也很适合我。有一套裤装他特别喜欢，包裹里居然有3套完全一样的。我还记得我寄给莫娜的第1箱衣服，乔布斯说，是些淡灰绿色的亚麻裤子和上装，很衬她的红头发。失散的父亲。当时莫娜·辛普森一直在努力寻找他们的父亲，他在他5岁的时候就离开了。通过曼哈顿2位知名作家肯·奥莱塔和尼克·派勒吉，他结识了一位退休后开侦探所的前纽约警察。我把当时仅有的一点钱都给他了，辛普森回忆说，可是并没有找到他父亲。后来他在加利福尼亚遇到另一位私家侦探，通过机动车管理局搜索到了阿卜杜勒·法塔赫·钱德里在萨克拉门托的一个地址。辛普森通知哥哥，然后从纽约飞过去找那个人，显然那就是他的父亲。乔布斯对见生父丝毫不感兴趣，他没有善待我。他后来解释，我并不是对他有意见，我很高兴我活下来了。最让我不满的是他对莫娜不好，他抛弃了她。乔布斯自己也抛弃了私生女丽萨，当时他还正在试图恢复父女之间的关系，但这并没有减轻他对钱德里的反感。辛普森一个人去了萨克拉门托，当时非常紧张。辛普森回忆道，他发现父亲在一家小餐馆工作，他见到他似乎很高兴，但是对整个局面都表现得很被动。
他们聊了几个小时，他讲述了离开威斯康星之后，他如何从教书转到了餐饮生意。他的第二次婚姻很短暂，之后又跟一个有钱的年长些的女人有过一段长一些的婚姻，但再没有过孩子。乔布斯之前告诉辛普森不要提起他，所以他只字未提。但是他父亲不经意地提到，在他之前，他和他母亲还曾经有过一个男孩。他怎么样了？他问。他答道，我们再也没见过那个孩子，他不在了。辛普森犹豫了一下，没说什么。接下来还有更惊人的，钱德里描述他曾经经营过的餐馆，强调说曾经有些很不错，比现在萨克拉门托的这个要漂亮。他有点激动地说，真希望他能看到他在圣何塞北部经营的那个地中海餐厅。那个地方真棒，他说，所有科技界的成功人士都会去那儿，甚至包括史蒂夫·乔布斯。辛普森惊呆了。是真的，他来过，而且他很友善，小费给的很多。他爸爸接着说，莫娜强忍着没有脱口而出，史蒂夫·乔布斯是你儿子。跟父亲告别后，他偷偷用餐馆的付费电话打给他哥哥，安排在伯克利的罗马咖啡厅见面。像是还嫌这个家庭的故事不够丰富多彩，他居然把丽萨也带来了。丽萨已经上小学了，跟他妈妈克里斯安生活在一起。他们到咖啡厅时已经快晚上10点了。辛普森把故事一股脑地讲了出来。当他提到圣何塞附近那家餐厅时，可想而知乔布斯大吃一惊。他还记得去过那儿，甚至还见到了他的生父。这真是神奇。他后来谈到，我去过那家餐厅几次，而且我记得见到了老板，他是叙利亚人，我们还握过手。尽管如此，乔布斯还是不想见他。那时我已经很富有了，我不敢肯定他会不会来敲诈我，或者去跟媒体说什么。他回忆道，我让莫娜别跟他谈起我。莫娜·辛普森从没提过，但是多年以后，钱德里在网上看到有人谈到他和乔布斯的关系。一个博客注意到，辛普森在一本书里把钱德里列为他父亲，据此猜到他一定也是乔布斯的父亲。当时钱德里已经第4次结婚，在内华达雷诺市西部的布姆顿俱乐部酒店担任餐饮经理。2006年，他带着新任太太罗西莉去看望辛普森时，提起了这个话题。史蒂夫·乔布斯是怎么回事？他问道。他证实了这个传闻，但补充说他觉得乔布斯没有兴趣见他。钱德里看似接受了这一切。我的父亲很能体谅人，他讲起故事来是把好手，但他也是个特别被动的人。辛普森说，他从未联络过史蒂夫。辛普森用他寻找钱德里的故事作为第2本小说的蓝本，名为《失散的父亲》，1992年出版。乔布斯说服 Next 标识的设计师保罗·兰德为这本书设计封面，可是按照辛普森的说法，简直糟透了，我们根本没用它。他还找到了在美国和在叙利亚霍姆斯的多名钱德里家族成员的下落，并于2011年开始写一部关于他叙利亚家族起源的小说。驻华盛顿的叙利亚大使为他举行了一次晚宴，他住在佛罗里达的堂兄夫妇也专程飞来参加。辛普森以为乔布斯迟早会去见钱德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越发对此不感兴趣。2010年，乔布斯和儿子李德来辛普森在洛杉矶的家里参加他的生日晚宴。李德还花了些时间看他亲生祖父的照片，但是乔布斯却视而不见。他似乎也不在乎自己的叙利亚血统。每当中东问题在谈话中出现，这个话题好像他既不感兴趣，也不会如往常一样提出很鲜明的看法。即使叙利亚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受到波及，他的态度也没什么两样。当我问他奥巴马政府是否应该在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进行更多干预时，他说，我觉得没有人真正知道我们到底该在那里做些什么。你干预也是完蛋，不干预也是完蛋。另一方面，乔布斯跟他的生母乔安妮·辛普森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多年来，乔安妮和莫娜常常在乔布斯家过圣诞节，那些时刻很温馨，但也很耗感情。乔安妮常常会流泪，反复诉说他是多么爱他，
很抱歉当初放弃他。乔布斯会安慰他说没关系。有一个圣诞节，乔布斯曾跟母亲说，别担心，我的童年很棒，我好好的长大了。丽萨布伦南的童年就没有那么棒了。他小时候父亲几乎从不来看他。我不希望做父亲，所以我就不做。乔布斯后来说，语气中只有些微的自责，但他偶尔也能感受到这种牵挂。丽萨3岁时的一天，乔布斯开车路过他给克里斯安和丽萨买的房子时，决定停下来看看。丽萨还不知道他是谁，他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跟克里斯安聊天，没敢进屋去。这样的场景每年会出现1-2次，乔布斯会突然跑来，简单讨论一下丽萨的择校问题或其他事情，然后就开着他的奔驰车离去。但到了丽萨8岁的时候，也就是1986年，他来得更加频繁了。他已经从开发麦克的巨大压力和后来跟斯卡利的权力之争中解脱出来。他当时在 Next， 环境更为平静友善，公司总部在帕洛奥图，离克里斯安和丽萨的住处很近。再加上到了3、4年级，就可以看出丽萨是个聪明又有艺术天赋的孩子。她的写作能力已经受到老师的特别关注了，她充满勇气，活力十足。还有一点，她爸爸的叛逆气质，她看起来也有点像他，弯弯的眉毛，略带中东味道的棱角。有一天，出乎同事们的意料，乔布斯把她带到了办公室。他在走廊里玩侧手翻，还尖叫着，快看我呀！阿维·泰瓦尼安是 Next 的一名工程师，瘦高个，爱交际，后来成了乔布斯的朋友。他回忆说，时不时的他们一起出去吃饭时，就会在克里斯安家停一下，见上丽萨。他对他特别和蔼。泰瓦尼安回忆说，他是素食者，克里斯安也是，但丽萨不是。他对此也没意见，他建议他点鸡肉，他就照做。吃鸡肉成了丽萨在父母之间穿梭时的一个小小放纵。她的父母都是素食者，而且对自然食品都有精神崇拜。我们去那些满是酵母味的商店买菜，买菊苣、藜麦、快根芹，外面包裹角豆粉的坚果。那些地方的女人都不染头发的。她后来写到她与母亲一起的时光。但我们有时候会吃外国大餐，有几次我们去一个美食店买热气腾腾的腌制烤鸡，一卷一卷的鸡肉在烤叉上转着，烤鸡装在衬着稀薄的纸袋里，我们就坐在车里用手拿着吃。他父亲对饮食习惯有着近乎狂热的执着，对自己吃什么更是吹毛求疵。有天他亲眼目睹了他知道汤里有黄油之后，把一大口汤吐了出来。在苹果的一段时间，他在饮食方面的要求有所放松，后来就又成了一个严格的素食者。还在很小的年纪，丽萨就开始意识到，她的饮食癖好反映了一种人生哲学，苦行和极简将会让人更加敏锐。她相信匮乏即是富足，自律产生喜悦。她说，她知道一个大多数人不知道的道理，物极必反。同理，父亲的疏离和冷漠也使得他偶尔的慈爱愈发显得可贵。我不跟他一起生活，但他有时候会来我家，就像神那样在我们中间待上一会儿或几小时。他回忆道，丽萨很快就变得很好玩了。乔布斯会跟他一起散步，他也会跟他一起在帕洛奥图老城安静的街道上滑轮滑，常常会在乔安娜·霍夫曼和安迪·赫斯菲尔德家停一下。他第一次带他去见霍夫曼时，就直接敲开门宣布，这是丽萨。霍夫曼顿时明白了，很显然那是他女儿。他告诉我，没人会有那样的下巴，那是个标志性的下巴。霍夫曼小时候因父母离异，直到10岁才知道父亲是谁，那是段痛苦的成长经历。因此他鼓励乔布斯努力做一个好父亲。乔布斯听从了他的建议，后来还为此而感激他。有一次他出差去东京时带上了丽萨，他们住在时尚兼具商务风格的大仓酒店，1楼有间雅致的寿司餐吧。乔布斯要了大盘大盘的鳗鱼寿司，他非常喜欢，甚至破了一下婚戒。
寿司上包裹着精盐或薄薄的甜酱，丽萨还记得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他们父女之间的距离也随之融化了。后来他写道，我感觉那是第一次我跟他在一起，面对一盘盘的肉食，感觉那么放松和满足。冷沙拉后那种丰盛、纵容和温暖的感受，意味着曾经封闭的空间被打开了。他一个人时没那么严肃了，在那大大的屋顶下，坐在小小的椅子上，跟那些肉食跟我在一起，从神变成了人。然而事情并非总是那么甜蜜轻松，乔布斯很善变，对丽萨也一样，拥抱和冷落总是在循环上演。这次他可能玩得很高兴，下次他就可能很冷漠或根本不用心。他对他们的关系总是不敢肯定。赫斯菲尔德说，有一次我去参加他的生日会，史蒂夫该来的，可是他来得特别晚。丽萨极度焦虑和失望，但是他最终出现时，他一下子就好起来了。反过来，丽萨也学会了耍脾气。这些年来，他们的关系就像是坐过山车，每次的低点都因他们共有的固执而延长。每次闹翻后，他们可以好几个月相互不讲话。两个人都不擅长主动道歉，或是做出和好的努力。即使是他在反复跟健康问题做斗争的时候也是如此。2010年秋季的一天，他伤感地跟我一起翻看一箱老照片，看到丽萨小时候他去看她时拍的一张照片。也许我那时去看她的次数太少了，他说，这一年他都还没有跟她说过话。我问他是否想给他打个电话或发个邮件，他茫然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就低下头继续翻别的老照片去了。罗曼史，关于女人，乔布斯可以是非常浪漫的。他经常会戏剧性地坠入爱河，跟朋友们分享恋爱中的每一次起伏，也在分手后公开展现他的失落。1983年夏天，他跟琼贝兹去硅谷参加一个小型的晚餐聚会，身边坐了一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本科生，名字叫珍妮弗·伊根，而那个女孩还不太清楚他是谁。当时乔布斯跟贝斯已经意识到他们不会永远在一起，永远年轻了，而乔布斯发现自己被伊根迷住了。伊根当时在旧金山一家周刊做暑期实习，他找到他，给他打电话，带他去杰奎琳咖啡厅，那是电报山附近一家以素食舒芙蕾为特色的小餐馆。他们约会了1年，乔布斯常常飞来东部看他。一次在波士顿麦克沃尔的大会上，他告诉一大群观众自己是如何深陷爱河的，必须搭航班赶去费城看望他的女朋友。观众也为之动容。他到纽约时，他也会坐火车赶去纽约，跟他住在卡莱尔酒店或杰伊恰特的上东区公寓。他们会在卢森堡咖啡厅吃饭，并曾几次去看他在圣雷莫那套打算重新装修的公寓，还会去看电影，甚至至少一次歌剧。很多个夜晚，他和伊根还会煲几个小时的电话粥。他们争执不休的话题之一是他源于佛教修行的一个信条，要避免对物质的执着。他告诉伊根，我们的消费欲望是不健康的，要过一种不执着非物质的生活，以达到觉醒。他甚至寄给他一盘他的禅宗师傅一川弘文的录像带，是讲由于对物质的执着追求引发的问题。伊根反驳说，他在制造电脑和其他让人们着迷的产品，这难道不是跟他推崇的哲学背道而驰吗？他为这种矛盾而困扰，我们因此常常激烈的辩论。伊根回忆说，最后乔布斯对自己产品的骄傲战胜了人们不该迷恋这种东西的想法。1984年1月，麦克问世时，伊根正从佩恩来到他母亲在旧金山的公寓过寒假。一夜成名的史蒂夫·乔布斯有一天突然出现在门口，震惊了伊根母亲的晚宴客人。他搬了一台尚未拆箱的麦克，径直走到伊根的卧室去安装。如乔布斯告诉少数几个朋友的那样，他也告诉伊根，他预计自己不会很长寿。他说正因如此，他才会那么马不停蹄，那么缺乏耐心。对他想要做成的事情，他觉得迫切需要尽快去做。伊根后来说，到1984年秋季，伊根明确表示他现在太年轻了，谈婚论嫁还为时过早，他们的关系也因此而逐渐转淡。
此后不久，也就是1985年初，当乔布斯跟斯卡利在苹果的矛盾形成之初，有一天他赶去开会，顺便去找一个跟苹果基金会合作帮助非营利组织募捐电脑的人。那人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柔美的金发女子，结合了自然纯净的嬉皮士气质和计算机咨询师的扎实敏锐。她的名字叫蒂娜·莱德斯，当时为人民电脑公司工作。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乔布斯回忆说。第二天，他给她打电话约她吃晚饭，她拒绝了，说她跟男朋友一起生活。几天后，她同他在附近的公园散步，再次约她出去，这次她告诉她男朋友，她想去了。她非常诚实坦率，晚饭后她哭了起来，因为她知道她的人生就此会被打乱了。事实的确如此，没过几个月，她就搬进了乔布斯在伍德赛德那座没装修的大房子。她是我真正爱的第一个人，乔布斯后来说，我们是那么心意相通，我不知道谁还能比她更理解我。莱德斯来自一个问题家庭，乔布斯跟他分享自己被领养的痛苦。我们都在童年受到伤害，莱德斯回忆说。他对我说，我们都生错了地方，正因如此，我们才属于对方。他们充满激情，也喜欢公开表现他们的感情。他们在 Next 大堂亲热的场景，很多雇员都记忆犹新。他们吵架也同样公开，在电影院，在伍德赛德的访客面前都曾发生过。然而他常常称赞他的纯洁和自然。我们后来讨论乔布斯对超凡脱俗的莱德斯的痴迷时，就像有充分见地的乔安娜·霍夫曼所说的那样，乔布斯会把柔弱和多愁善感当作一种气质。当乔布斯1985年被排挤出苹果时，莱德斯跟他去欧洲旅行，陪他在那里疗伤。某晚，在塞纳河的一座桥上，他们浪漫多于严肃地争论着一个想法：留在法国，也许永久地定居在那儿。莱德斯很渴望那样，但是乔布斯不想。他很受挫，但依然野心勃勃。我做的正是我想做的，他告诉他。尽管他们后来各奔东西，却一直保持着精神交流。25年之后，他在给他的一封令人心酸的邮件中追忆了在巴黎的那一幕。1985年夏，天色昏沉，我们在巴黎的一座桥上，倚着光滑的石栏上，凝视碧水荡漾桥下。你的世界崩裂停滞，等着你重新选择，重新安排。我想逃离过去遇到的一切，我也曾试图说服你跟我一起在巴黎开始新的生活，摆脱过去的自己，体验别样的人生。我希望我们可以穿越你那破碎的世界，黑暗的深渊，隐姓埋名，重新开始简单生活。我为你做简单的晚餐，每天厮守，就像孩子玩一个美妙的游戏，不带任何目的，只为游戏本身的快乐。我多希望你能先想一想，再大笑着说，我能干什么呢？我已经把自己搞得没人敢用了。我多希望在冷酷的未来降临之前，在这一刻的犹豫之中，我们选择过简单的生活，安稳到老。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农场，儿孙绕膝，尽享天伦，生活温暖而充实，像一条新鲜出炉的面包。小小的世界弥漫着耐心和亲密的芬芳。这段恋情起起伏伏持续了5年。莱德斯讨厌住在他简陋的伍德赛德房子里。乔布斯聘请了一对曾在潘尼斯之家餐厅工作的时髦的年轻夫妇担任管家和素食厨师，而他们让他感觉自己像个外人。他有时会搬出来到他自己在帕洛奥图的公寓居住，尤其是在他跟乔布斯的一次大吵之后。他曾在通向他们的卧室的走廊墙壁上写道，忽视是一种虐待。他为他着迷，可是也因为缺少他的关心而困扰。他后来回忆，爱上一个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种痛苦令人难以置信。深深地关心一个似乎没有能力关心别人的人，那是一种特殊的地狱般的感觉，他不愿任何人去体验。他们的不同体现在很多方面，在从残忍到仁慈的坐标轴上，他们分别接近相反的两极。赫兹菲尔德后来说，莱德斯的仁慈体现在大大小小很多方面。他总是给街上的流浪汉钱，
他做义工去帮助那些像他爸爸一样患精神疾病的人。他努力让丽萨甚至克里斯安跟他在一起都感觉很舒服。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的说服乔布斯要多陪伴丽萨，但是他没有乔布斯那样的野心或进取心。在乔布斯眼里，他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这也使他们很难保持在同一频段上。他们的关系充满了风暴，赫斯菲尔德说。由于他们的个性，他们会有很多争吵。他们还有一个哲学层面的根本分歧。莱德斯认为审美品味从本质上说是个人的事情，而乔布斯认为审美具有普适性，可以被教授。他说他受包豪斯运动的影响太大。史蒂夫认为我们应该对大家进行美学教育，告诉人们应该喜欢什么。他回忆说，我不认同这种想法。我认为如果我们认真地倾听，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其他人，就可以让我们内心深处真实的东西浮现出来。如果他们长时间在一起，就相处不好。但当他们分开后，乔布斯又会对他思念不已。最终1989年的夏天，他向他求婚，而他无法接受。他告诉朋友，那会让他发疯的。他在一个不和睦的家庭长大，而他与乔布斯的关系却与之表现出太多的相似，他们是意志相吸。他说，但是这种组合太易燃了。对于史蒂夫·乔布斯这样一个标志性人物，我不会是个好妻子。他后来解释说，我可能经常会搞砸，在我们单独相处时，我受不了他的刻薄，我不想伤害他，但我也不想站在一边看着他伤害别人，那很痛苦，很累。他们分手后，莱德斯帮助建立了 Open Mind 网站，这是加利福尼亚一个精神健康资源网络。他碰巧读到了一本关于自恋人格障碍的精神病学手册，发现乔布斯完全符合其中的描述，简直太符合了，充分解释了我们曾经面临的难题。这让我认识到，期待他更友善或别那么以自我为中心，就像期待一个盲人可以看见世界一样。他说，这也解释了当时他对他女儿丽萨的一些做法。我想问题出在怜悯心上，他缺失了怜悯的能力。莱德斯后来结婚了，有了2个孩子，然后又离了婚。一直以来，乔布斯都会时不时地公开表达对他的思念，即使是在他有了幸福的婚姻之后。当他开始跟癌症斗争之后，他又跟他恢复了联络，给他支持。每当他回忆起他们的相恋，都会很动情。虽然我们的价值观有冲突，让我们没办法像曾经希望的那样在一起，他告诉我，可我几十年前对他的关心和爱却从未消失过。同样，一个下午，乔布斯在他的起居室里回忆起他时，突然哭了起来。他是我见过的最纯洁的人，他说着，泪水从他的脸颊滚落。他身上有种灵魂的力量，我们之间精神相通。他说他一直很遗憾他们没能走下去，他知道他也同样感到遗憾，但这是命中注定的，他们2人对此亦有共识。第21章，有家之人，与家人在一起。劳伦·鲍威尔。根据乔布斯的恋爱史，做红娘的这时候应该可以大概勾勒出适合乔布斯的女人了。聪明而不自负，足够刚强，能承受跟他在一起的压力，又足够超脱，能免于争端，受过良好教育，独立，又愿意为他和家庭而做出改变，能适应现实，却又带着点超凡脱俗，足够世故，知道怎么管理他，又有足够的安全感，不用总是管着他。当然最好还是个漂亮苗条的金发美女，平易近人，有幽默感，喜欢有机素食。1989年10月，乔布斯跟蒂娜·莱德斯分手后，刚好有这样一个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更准确地说，是刚好有这样一个女人走进了他的课堂。乔布斯同意在斯坦福商学院的高屋建瓴系列讲座中讲一场。那是个周4的晚上，劳伦·鲍威尔是商学院的新研究生，他班里的一个同学拉他去听这个讲座。他们到晚了，所有的位子都满了，所以他们坐在过道上。后来有人过来说他们不能坐在那儿，鲍威尔就带着他的朋友径直走到第1排，坐在了2个预留座位上。乔布斯到场后被引导到他旁边的座位。我向右侧一看，一个美女坐在那儿，
在我等着被介绍时，我们就聊了起来。乔布斯回忆道，他们调侃了几句，劳伦开玩笑说他坐在那儿是因为他中了彩票，奖品是他带他去吃晚饭。他太可爱了，他后来说。演讲结束后，乔布斯在讲台边跟学生们聊天，他看到鲍威尔离开，然后又回来了，站在人群外围，后来又走了。他冲出去追他，商学院院长都没能抓住他聊几句话。他在停车场追上他说，不好意思，不是说你赢了彩票我应该请你吃饭吗？他大笑。周六怎么样？他问。他同意了，给他留了他的联系方式。乔布斯要开车去伍德赛德那边圣克鲁兹山的托马斯福格蒂酒庄出席 Next 的教育销售团队的晚宴。走到一半，他突然转身回来了。我想，哇，跟教育团队相比，我更愿意跟他一起吃饭，所以我跑回到他的车旁，问他今晚就一起吃饭怎么样。他同意了。那是一个美丽的秋夜，他们走进帕洛奥图的一家时髦的素食餐厅圣迈克尔巷，结果在那儿待了4个小时。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在一起了，他说。阿维泰瓦尼安坐在酒庄的餐厅，与 Next 教育销售团队的其他人一起等着乔布斯。史蒂夫有时候是不靠谱，但是我跟他通话的时候就意识到的确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他说。午夜之后，鲍威尔一到家就给他最好的朋友，当时在伯克利读书的凯瑟琳·凯特·史密斯打电话，在他的答录机上留言说，你不会相信我刚才碰上了什么事儿，你不会相信我遇到谁了。史密斯第二天早上回电话，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我们之前就知道史蒂夫，他是我们感兴趣的人，因为我们是商科学生，他回忆说。安迪·赫斯菲尔德等人后来推测，鲍威尔是有意安排了跟乔布斯的相遇。劳伦人很好，但是他可能会算计，我想他一开始就锁定了他，赫斯菲尔德说。他的大学室友告诉我，劳伦收集有史蒂夫的杂志封面，发誓说他一定会遇到他。如果史蒂夫真的被算计了，可真够讽刺的。但是劳伦后来坚持说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去参加那个讲座只是因为他的朋友想去，而且他都有点搞不清要见的人是谁。我知道演讲人是史蒂夫·乔布斯，但我脑子里想的是比尔·盖茨，他回忆说，我把他们搞混了。那是1989年，乔布斯在 Next 的工作，对我来说他还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热情不高，但是我的朋友想去，于是我们就一起去了。我一生中真正爱过的只有2个女人，蒂娜和劳伦。乔布斯后来说，我原来以为我爱琼贝兹，但我其实只是很喜欢她，我爱的只有蒂娜和劳伦。劳伦·鲍威尔1963年出生在新泽西，很小就学会了自立。他父亲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是在圣安娜一次坠机事件中牺牲的英雄。他当时在引领一架受损的飞机着陆，2机相撞后，他坚持飞行避开居民区，而没有及时跳伞逃生。他母亲再次结婚，结果那个男人糟透了，但他母亲觉得自己不能放弃这段婚姻，因为他没有经济来源养活一大家子人。有10年的时间，劳伦和他的3个兄弟只好忍受着家里的紧张气氛，循规蹈矩，自己解决问题。我学会了一个很明确的道理，永远要自立，他说。我为此而骄傲。我跟金钱的关系是，它是实现自立的一种工具，但它不是我这个人的一部分。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他在高盛做固定收益交易策略师，接触数目巨大的资金，为公司做自营交易。他的老板乔恩·科尔金想说服他留在高盛，可他最终觉得这份工作没有什么意义。你可以变得真正成功，他说，但你只是在为资本的积聚做贡献。因此3年后，他辞职去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在那里住了8个月，然后来到了斯坦福商学院。他们在周4共进晚餐之后，他邀请乔布斯周6到自己在帕洛奥图的公寓来。凯特·史密斯开车从伯克利赶来，装作是他的室友，这样就也能见到乔布斯了。他回忆说，他们的关系充满激情，他们又是接吻又是亲热。史密斯说，他为他着迷，他会打电话问我，
你看怎么样？他喜欢我吗？我处在多么奇特的位置呀！这个偶像级人物居然会这样给我打电话。1989年末的新年前夜，他们3个人一起去伯克利，到名厨爱丽丝·沃特斯开设的餐厅潘尼斯之家就餐。同行的还有乔布斯的女儿丽莎，当时她11岁了。晚餐上发生的某件事引起了乔布斯和鲍威尔的争吵，他们各自离去。鲍威尔留在凯特·史密斯的公寓过夜。第二天早上9点，有人敲门，史密斯打开门，细雨中乔布斯站在那儿，手捧他采的一束野花。我能进来见见劳伦吗？他说。他还在睡着。他走进卧室，几个小时过去了，史密斯等在客厅里，没法进去拿衣服。最后他只好在睡衣外面披了件外套，去碧兹咖啡店买了些吃的。乔布斯直到午后才从卧室出来。凯特，你能来一下吗？他问。他们都聚到卧室里。你知道，劳伦的爸爸已经去世了，劳伦的妈妈也不在这儿。既然你是他最好的朋友，我就来问你吧。他说。我想娶劳伦，你会祝福我们吗？史密斯趴到床上认真地想了想。你愿意吗？他问鲍威尔。他点头同意了。乔布斯宣布，好吧，你得到答案了。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肯定的回答。乔布斯有个特点，他会在一段时间对某件事近乎变态的专注，然后突然之间又去关注其他事情。在工作上，他会在想做的时候专注于想做的事情，对其他事他就没反应了，全然不管其他人多么努力的想让他参与进来。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他和鲍威尔会在公开场合尽情表现他们之间的感情，让在场的每个人都觉得尴尬，甚至包括凯特·史密斯和鲍威尔的妈妈。在伍德赛德那幢几乎没有任何家具的大宅里，清晨他会放年轻善良的食人族乐队的他让我疯狂的音乐，把鲍威尔叫醒，而其他时候他又会对他视而不见。史蒂夫会走2个极端，有时高度专注，好像他是宇宙的中心，而有时又表现出冷漠的距离感，专注在工作上。史密斯说，他有能力像激光那么专注，当他的光芒照耀在你身上，你会沐浴在他的关爱之中，而当他的光芒转移到其他关注点时，你就会感觉非常非常的黑暗，这让劳伦感到非常困惑。1990年的第一天，他接受了他的求婚，之后他有几个月都没再提这件事儿。最后凯特·史密斯向他发难了，他们当时坐在帕洛奥图的一处沙箱边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乔布斯回答说，他需要确切地感觉到劳伦可以受得了他过的这种生活以及他这种人。9月份他等够了，搬走了。10月他送给他一枚钻石订婚戒指，他又搬了回来。12月乔布斯带鲍威尔去他最喜欢的度假地夏威夷的康纳度假村，他第一次去那里还是9年前。当时他在苹果疲惫不堪，就让助理给他找一个能让他解脱的地方。第一眼看去，他并不喜欢那个地方。夏威夷大岛的海滩上散落着几栋茅草屋顶的小房子，那是个家庭式度假村，所有人集体就餐，但是没过几个小时，他就开始把那儿看成了天堂。那种简单空灵的美打动了他，以后他总是尽可能的来这里。他尤其享受12月跟鲍威尔一起在那儿度过的时光。他们的爱情终于瓜熟蒂落。圣诞节前夜，他再一次更正式地宣布他想跟他结婚。很快，另一个因素促成了这个决定。在夏威夷时，鲍威尔怀孕了，我们确切地知道那是在哪里怀上的。乔布斯后来大笑着说。婚礼1991年3月18日，鲍威尔的怀孕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件事儿。乔布斯又开始为结婚这个念头犹豫不决。虽然他在1990年的年初和年中都那么戏剧性的求婚，鲍威尔愤怒地从他家搬回了自己的公寓。有一段时间他也感到郁闷，或者干脆置之不理。然后他又想，也许他还在爱着蒂娜莱德斯。他给他送玫瑰花，试图说服他回到他身边，也许甚至结婚。他不肯定他想要什么。他让一大群朋友甚至相交不深的人感到惊讶。他问他们他应该怎么做。
他会问谁更漂亮，蒂娜还是劳伦？他们更喜欢谁？他应该跟谁结婚？在莫纳·辛普森的小说《凡人》里有一章就描写了这一段。书中的乔布斯问了100多个人，他们觉得谁更美，但那是小说，事实上可能不到100个。最终他做了正确的选择，如莱德斯跟朋友们所说，如果他回到乔布斯身边，他肯定撑不下来。他们的婚姻也一样，虽然他会为他与莱德斯之间的灵魂相通而感到难舍难分，但是他跟鲍威尔的关系更稳固，他喜欢他，爱他，尊重他，而且跟他在一起觉得很舒服。他可能不会觉得他神秘，但他对他的生活来说是最合适的后盾。他能跟劳伦安顿下来，真是太幸运了。他聪明，可以用智慧吸引他，可以包容他起伏多变的性格。乔安娜·霍夫曼说，因为他不多愁善感，史蒂夫可能会觉得他没有蒂娜神秘或怎样，但那很愚蠢。安迪·赫斯菲尔德也有同感，劳伦看起来跟蒂娜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其实完全不同，因为他更坚韧，就像是披了铠甲。这就是他们的婚姻成功的原因。乔布斯对此也了然于心，虽然他的情感容易波动，但他们的婚姻长久而忠诚，彼此信任，克服了婚姻中必须经受的所有起起伏伏和感情纠葛。阿维·泰瓦尼安说，乔布斯需要一个单身派对，这可没有听上去那么简单。乔布斯不喜欢派对，也没有一群铁哥们儿，他甚至连个伴郎都挑不出来。结果这个派对最后只有泰瓦尼安和理查德·克兰德尔参加。克兰德尔是里德学院的一个计算机科学教授，他向学校请了假，在 Next 工作。泰尼瓦安租了一辆豪华轿车，他们到乔布斯家时，鲍威尔出来开门，穿着西装还贴了假胡子，说他也想装成男人去参加，他只是开玩笑。很快，3个都不会喝酒的单身汉开车驶向旧金山，看看能不能凑合搞出一个单身派对。泰瓦尼安之前没在乔布斯喜欢的福德梅森的格林斯素食餐厅订到位子，因此订了一家酒店里的时髦餐厅。面包刚一上桌，乔布斯就宣布，我不想在这儿吃饭。他逼着他们站起来走出去。泰瓦尼安觉得太恐怖了，他当时还不适应乔布斯在餐厅的举止。他带着他们去北海滩的杰奎琳咖啡厅，就是他喜欢的那家供应蛋奶酥的地方。那确实是个更好的选择。饭后，他们坐着豪车穿过金门大桥，去索萨利托一家酒吧。在那里，3个人都点了龙舌兰酒，但都浅尝辄止。作为单身派对，那并不成功，但是对于像史蒂夫这样的人来说，那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安排了，而且也没有其他人自告奋勇来做。泰瓦尼安回忆说，乔布斯对此很感激，他想让泰瓦尼安跟他妹妹莫纳·辛普森结婚。虽然最后没有结果，但是由此可见，乔布斯确实很喜欢他。鲍威尔对即将面临怎样的局面应该早有准备。他在策划婚礼时，做请柬设计的人来他们家展示几个备选方案。屋子里没地方坐，他就坐在地上把样品展示出来。乔布斯看了一会儿，起身离开了房间，他们等着，他却没回来。过了一会儿，鲍威尔去他的房间找到他，把他打发走。他说，我没法看他的东西，狗屎。1991年3月18日，36岁的史蒂夫·保罗·乔布斯和27岁的劳伦·鲍威尔在优山美地国家公园的阿瓦尼酒店举行了婚礼。阿瓦尼建成于20世纪20年代，是由石头、水泥和木头堆砌的建筑，设计风格混合了装饰艺术、工艺美术运动的影响，以及公园管理方对巨大的石头壁炉的热爱。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风景优美，透过直通天花板的巨大落地窗，可以看到半月石山和优山美地瀑布。大约50人参加了婚礼，包括史蒂夫的父亲保罗·史蒂夫和妹妹莫纳·辛普森。莫纳带来了未婚夫理查德·阿佩尔，他是个律师，后来成为电视喜剧作家辛普森一家的创作者。其中霍默的妈妈就是用了他妻子的名字。乔布斯坚持他们都乘统一的包车前来，他想控制婚礼的每一个细节。仪式在阳光厅进行，外面大雪纷飞，
冰川观景点在远处隐约可见。仪式由乔布斯的禅宗师傅乙川弘文主持，乙川挥杖敲锣，燃香诵经，大多数客人都难以理解。我以为他喝醉了，泰瓦尼安说，其实他没有。婚礼蛋糕是优山美地山谷尽头那半月石山的形状，但由于它是按严格素食标准制作的，没有蛋奶或任何精炼的食品，很多客人都觉得难以下咽。之后他们一起去散步，鲍威尔的3个高大威猛的兄弟开始打雪仗，场面激烈喧闹。你看莫娜，乔布斯跟他妹妹说，劳伦是乔纳马斯的后人，而我们是约翰缪尔的后人。安家在天然食品方面，鲍威尔跟她丈夫的兴趣一致。在商学院时，她曾在奥德瓦拉果汁公司做兼职，帮助那家公司做了第一个营销方案。由于鲍威尔从他母亲身上认识到自我独立的重要性，所以跟乔布斯结婚后，他觉得有自己的事业很重要，因此他建立了自己的公司泰拉维拉，制作素食有机餐，配送给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很多商店。他们不再住伍德赛德那幢孤零零、阴森森、空荡荡的大房子，而是搬到了帕洛奥图老城一个适合家庭居住的社区。房子迷人又低调，这是一个相当显赫的圈子，包括眼光独到的风险投资家约翰·杜尔、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还有安迪·赫斯菲尔德和乔安娜·霍夫曼都住在这里。这儿的房子并不引人注目，没有高高的树篱或长长的车道遮挡别人的视线。相反，这些房子一栋挨着一栋地排列在安静平展的街道两旁，路边有宽阔的人行道。我们想住在一个孩子们可以走着去找朋友玩的社区，乔布斯后来说。如果这处房子是乔布斯自己从头设计的，肯定不会设计成这样，这不是他喜欢的那种极简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房子不显眼也不大，不是那种会让人路过时驻足关注的建筑。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当地设计师卡尔·琼斯的作品。他的专长是精心打造故事书风格的英式或法式乡村小屋。这是座2层的红砖房，木梁露在外面，屋顶铺着小圆石头，拼成曲线的图案，让人想起科茨沃尔德的农舍，或者是一个殷实的霍比特人的家。能看出加利福尼亚风格的一点是，房子的2翼围成一个传教士风格的庭院，2层高的穹顶起居室并非中规中矩，地上铺着瓷砖，一头是一个大大的3角形窗户，直通天花板的顶部。乔布斯买下这幢房子时，窗子是彩绘玻璃的，像教堂一样。乔布斯把它换成了透明玻璃。他和鲍威尔做的另一个改动就是扩建了厨房，增加了一个烧木柴的披萨炉，以及一个新房间，可以放下一张长长的木餐桌，成为这个家庭主要的聚集地。翻新工作计划在4个月内完成，结果用了16个月，因为乔布斯不停地修改设计。他们把后面的小房子也买下来拆掉，做出一个后院。鲍威尔把它变成了一个美丽的植物园，种满了各种季节的花卉蔬菜和香草。乔布斯迷上了卡尔·琼斯用旧材料的方式，包括用过的砖头、电话线杆的木头，以此来营造一种简单而又结实的结构。厨房的横梁是曾用于金门大桥打水泥地基的模子。建这座房子时，金门大桥正在建设。他是个自学成才、工艺精细的手艺人。乔布斯一边说着，一边介绍每一个细节。他更重视创造而不是赚钱，他也一直没能发财。他从未离开过加利福尼亚，他的灵感都来自于在图书馆阅读书籍和建筑文摘。乔布斯在伍德赛德的房子里没有配备什么家具，只有最基本的必需品：卧室里的一张床垫和一个抽屉柜，餐厅里的一张牌桌和几把折叠椅。他希望身边只出现他欣赏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很难简简单单地出去买很多家具。而现在他要生活在一栋正常社区的房子里，有妻子，很快还要有个孩子，就必须向生活的基本需求做出让步。但是这很难。他们买了些床、梳妆台，摆在客厅的一套音响系统，但是要买沙发就需要更长时间。我们纸上谈兵用了8年，鲍威尔回忆。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问自己，沙发的用途是什么？买电器也是个哲学问题，而不仅仅是冲动的购买行为。多年以后，乔布斯向《连线》杂志描述了选购一台新洗衣机的过程。我们发现，美国人制造洗衣机和干衣机的理念完全是错误的，欧洲人则好得多。但是他们洗衣服要多花1倍的时间。欧洲洗衣机洗衣服只是美国洗衣机用水量的1/4，你衣服上残留的洗涤剂也少得多。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把你的衣服洗坏，他们用的肥皂和水都比美国人少得多，但是洗出的衣服却干净得多，柔软得多，寿命也长得多。我们在家花了些时间讨论我们该怎样取舍，结果我们讨论了很多设计问题，但也讨论了我们家的价值观。我们是最关心用1个小时而不是1个半小时洗好衣服呢，还是最关心我们的衣服洗后感觉特别柔软也更耐久呢？我们在意用1/4的水吗？我们用了大概2星期时间，每晚在餐桌上讨论这个问题。最终他们购买了德国生产的米勒牌洗衣机和干衣机，他们带给我的兴奋感超过了多年来我使用的任何高科技产品。乔布斯说。乔布斯为带有穹顶的卧室购买的唯一一件艺术品是安塞尔·亚当斯的一幅摄影壁画，在加利福尼亚龙派恩拍摄的内华达山脉冬季的日出。这张巨幅壁画是亚当斯为他女儿制作的，他女儿后来卖掉了它。有一次被乔布斯的管家用湿布擦了，乔布斯找到了一个曾经跟亚当斯一起工作的人，去掉了一层，修复了这幅壁画。这栋房子实在太普通了，以至于比尔盖茨夫妇来做客时有点困惑。你们所有人都住在这儿？盖茨问。他当时正在西雅图附近建造一处66000平方英尺的豪宅。尽管乔布斯当时已经再度入主苹果，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亿万富翁，他还是没有保镖，也没有住家的佣人，他甚至白天都不锁后门。他唯一的安全问题来自伯勒尔·史密斯，这让人既惊讶又悲伤。这位头发乱糟糟、性情天真的麦克软件工程师，曾经是安迪·赫斯菲尔德的亲密助手。离开苹果后，史密斯逐渐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他跟赫斯菲尔德住在同一条街上。随着病情的恶化，他开始光着身子在街上闲逛，有时候会砸汽车和教堂的玻璃。他接受大量药物治疗，但是效果不明显。有一段时间，他又失去了控制，开始晚上到乔布斯家扔石头砸玻璃，留下恐吓信。还有一次往房子里扔了个鞭炮。他遭到逮捕之后继续接受治疗，案子也就撤销了。伯勒尔那么有趣而且天真，可是4月份的一天，他突然就崩溃了。乔布斯回忆说，那真是最怪异、最悲哀的事情。史密斯最终完全陷入自己的世界中，大量服药，直到2011年还在帕洛奥图的街道上游荡，没法跟任何人交流，甚至是赫茨菲尔德。乔布斯很同情史密斯，经常问赫茨菲尔德自己还能帮上什么忙。有一次史密斯被关进监狱，还拒绝说出自己是谁。3天后赫茨菲尔德发现了，给乔布斯打电话请他帮忙把史密斯放出来。乔布斯帮了这个忙，但是他出人意料地问了赫茨菲尔德一个问题，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会像照顾伯勒尔那样照顾好我吗？乔布斯的伍德赛德公馆在帕洛奥图10英里的山里，这座房子具有1925年西班牙殖民复兴风格，有14间卧室。乔布斯想拆掉，重新建一座面积只有1/3、极其简洁的日本风格的现代主义居所。但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跟保护主义者打起了长期的官司，他们希望保存这座建筑的原样。2011年，他终于得到许可，可以拆掉这所房子。但是到这时，他已经不想再另建一个家了。有时候，乔布斯会用他半废弃的伍德赛德宅邸，尤其是游泳池，开家庭派对。比尔·克林顿当总统时，他和希拉里·克林顿每次来看在斯坦福上学的女儿，就住在其中建于50年代的度假屋里。由于主体建筑和度假屋都没有家具，克林顿一家来的时候，鲍威尔会找来家具和艺术品供应商进行暂时性的装饰。有一次，就在莫妮卡·莱文斯基事件爆发不久，鲍威尔在对家具做最后检查时，发现一幅画不见了。
他担心地问先遣队和特工是怎么回事，一个人把他拉到一边解释说，那幅画上是一个衣架和一条裙子，鉴于莱文斯基事件里那条蓝色裙子，他们决定把那幅画藏起来。克林顿在一个深夜打电话给乔布斯，问他应该如何处理莱文斯基事件。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如果有，你必须告诉大家。乔布斯这样对总统说。克林顿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丽萨住了进来。在丽萨8年级上到一半的时候，她的老师给乔布斯打电话，有些问题很严重，校方说可能的话她最好从她妈妈家搬出来。乔布斯跟丽萨出去散步，询问了当时的情况，请她搬来跟他住。丽萨已经长大成人，刚满14岁。她考虑了2天，然后说好。她已经知道自己想住哪个房间了，紧挨着他爸爸卧室的那间。有一次他在那儿的时候，没有人在家，他就躺在空荡荡的地板上找了找感觉。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克里斯安·布伦南有时会从几个街区外的住处赶过来，站在院子里朝他们嚷嚷。当我问起他近来的行为以及导致丽萨从他家搬走的原因时，他说他至今还是没想清楚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说有助于解释当时的情况。邮件中他说，你知道史蒂夫是如何让伍德塞德市允许他拆掉他的那座房子的吗？鉴于那座房子的历史价值，有一群人想保护它，但是史蒂夫想拆掉它，建一座有果园的家。多年来，史蒂夫对那座房子置之不理，让它年久失修，以至于无法维护。他达到目的的手段就是对其不管不问。由于他对那座房子什么都不做，甚至可能很多年就让窗户洞开，那房子就破败了。很聪明，不是吗？同理，丽萨13、14岁的时候，他用了类似的方法削弱我对丽萨的抚养权，破坏我的幸福生活，以此达到让丽萨搬去他家的目的。他开始时用了一种策略，然后又换成另一种更容易但却对我更具破坏性，对丽萨更是问题重重的策略。这么做可能不是最正直的，但是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丽萨在帕洛奥图高中的4年时间，都跟乔布斯和鲍威尔住在一起，也开始使用丽萨·布伦南·乔布斯这个名字。他试图做个好父亲，但有些时候又表现得冷漠和疏远。当丽萨感觉必须逃开的时候，他会躲到附近一个朋友家去。鲍威尔尽量给予关照，丽萨的大多数学校活动也是他去出席的。到高年级后，丽萨开始崭露头角。她加入了校刊《钟楼》的编辑部，成为联合编辑。她的同学本·休利特是她爸爸第一个老板的孙子。他们一起曝光了学校董事会给管理层秘密加薪的事件。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她知道自己想去东部，她申请了哈佛，并在申请表上模仿了她爸爸的签字。因为她当时不在家，她被录取，于1996年入学。在哈佛，丽萨为校报《克里姆森报》工作，后来又为文学刊物代言人工作。跟男朋友分手后，她去伦敦的国王学院留学1年。她跟父亲的关系在她的大学时代一直不太平。她就算回家，两人也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争吵不休。晚饭吃什么？她对她同父异母的弟妹们是否足够关心等等。他们会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不跟对方讲话，有时争吵太激烈了，乔布斯会停止他的经济来源。他就跟安迪·赫斯菲尔德或其他人借钱。有一次，丽萨认为他父亲不会给他付学费了，赫斯菲尔德借给他2万美元，他因此对我大发雷霆。赫斯菲尔德回忆说，但第2天一早他就给我打电话，让他的会计把钱汇给了我。乔布斯没有参加2000年丽萨的哈佛毕业典礼，他说他甚至都没有邀请我。然而这些年里也有些美好的时光，例如有一年夏天，丽萨回家的时候参加了一场为电子前线基金会举办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地点在旧金山有名的菲尔莫尔礼堂。这个礼堂因感恩而死乐队、杰弗逊飞船乐队和吉米·亨德里克斯等曾在此演出而闻名。他演唱了特雷西·查普曼的圣歌《说说革命》。穷人会站起来，得到他们应得的。他父亲当时就站在后排，
抱着1岁的女儿艾琳。在丽萨搬到曼哈顿成为自由作家之后，乔布斯跟他的关系继续起伏不定。他们的问题随着乔布斯对克里斯安的不满而愈加恶化。他给他买了一座价值70万美元的房子，记在了丽萨名下。但是克里斯安说服丽萨签字转到自己名下，然后把房子卖了，用这钱跟一个精神导师出去旅游，并在巴黎生活了一阵子。钱花完以后，他回到旧金山，成为一个艺术家，创作《光会》和《佛教曼查罗》。我是个通灵者，我对进化的人性和升华的地球的未来做出富有远见的贡献。他在他的网站上说，赫茨菲尔德帮他维护这个网站。当我创作这些画并和他们共处时，我体验着神圣威震的形状、颜色和音频。有一次，他需要钱治疗严重的鼻窦感染和牙科疾病，乔布斯拒绝支付费用，这又导致丽萨好几年没跟他说话。这种情况还会不断重演。莫纳·辛普森把所有这些加上他的想象，作为了他第3部小说《凡人》的蓝本。该小说于1996年出版。这本书的主角是以乔布斯为原型，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他描写了乔布斯的低调慷慨，他的一位朋友才华横溢，却患上了骨病并不断恶化。乔布斯为他购买了一辆特制的汽车。他还准确地描述了他在处理和丽萨关系中许多有损形象的方面，包括他最初否认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但其他部分纯属虚构。例如，虽然克里斯安在丽萨很小的时候就教他开车，但是书里的简5岁时开着辆卡车翻山越岭去找他父亲的情节当然是从未发生过。另外，小说里还有一些小细节，用新闻学术语来说是过于精致，无据可考。例如，全书第1句就给人当头一棒。莫纳这样描写基于乔布斯的这个角色：他是个忙得连马桶都不冲的人。表面上，这部小说对乔布斯的虚构描述看起来很苛刻。辛普森描述他的主角，不觉得有任何必要迁就其他人的希望或梦想。他的卫生习惯也跟乔布斯本人一样不靠谱。他不信任体香剂，经常说只要饮食习惯正确，用薄荷橄榄油皂，你既不会出汗，也不会有体臭。但是这部小说在很多层面上的描写都是很抒情和微妙的。看到结尾，这个人的形象就更加饱满了。他失去了对他创建的这家伟大公司的控制权，他尝试着欣赏他曾遗弃的私生女。最后一个场景是他和女儿一起跳舞。乔布斯后来说，他从未读过这部小说。我听说是关于我的，他告诉我。如果他是关于我的，我真的会很愤怒，可是我不想对我妹妹发怒，所以我没读。但是这本书面世几个月后，他告诉《纽约时报》他读了这本书，并在主角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个角色的 25% 左右完全是我，直指我那些怪癖，他对记者史蒂夫·洛尔说。当然我不会告诉你是哪 25%。 他妻子说，实际上乔布斯只瞟了这本书一眼，然后让他替他读，看看他应该如何理解。这部小说出版前，辛普森把书稿寄给了丽萨，但最初他只读了开头。在开始的几页里，我看到了我的家庭，我的趣事，我的物品，我的想法。我在较简的角色中看到了我自己，他说。在事实之间夹杂着创作，对我来说那就是谎言，可是那又跟事实那么接近。丽萨很受伤，她为哈佛的代言人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说明原因。她的第一稿语气非常尖刻，后来在发表前她进行了一些修改。她感觉辛普森以有意为名侵犯了自己。我不知道那6年以来莫纳一直在收集素材，他写道，我不知道当我寻求他的安慰，索取他的建议时，他同样也在索取。最终丽萨和辛普森达成了和解，他们一起去咖啡厅讨论这本书。丽萨告诉辛普森他没能读完它，辛普森说他会喜欢那个结局。多年来丽萨跟辛普森的关系时好时坏，但是比跟他父亲的关系更加亲密。孩子们，1991年，在跟乔布斯的婚礼几个月后，鲍威尔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头2个星期，这个孩子被称为乔布斯小男孩，因为事实证明，决定孩子的名字只比选择洗衣机容易一点点。
最后他们给他起名为里德·保罗·乔布斯。保罗是乔布斯父亲的名字，而里德、乔布斯和鲍威尔都坚持说是因为好听，而不是因为是乔布斯大学的名字。里德长大后在很多方面都像他父亲，聪明敏锐，目光锐利，富有魅力。但跟他父亲不同的是，他行为友善，谦虚优雅。他富有创造力，从小就喜欢穿上戏服扮演各种角色。他也是个出众的学生，对科学很感兴趣。他的眼神像他父亲，但是他显然很有爱心，一点儿都没有他父亲天性里的暴虐。埃琳·希耶纳·乔布斯生于1995年，他有些文静，有时候得不到父亲足够的关心。他继承了父亲对设计和建筑的热爱，但他也学会了在感情上保持一点距离，以免被他的疏远所伤害。最小的孩子伊芙于1998年出生，他是个有主见又有趣的暴脾气。他既不粘人也不胆怯，知道怎么左右他爸爸。跟他讨价还价，有时候会占上风，甚至还拿他开玩笑。他父亲开玩笑说，他是那个将来会掌管苹果的人，如果他不当美国总统的话。乔布斯跟儿子里德关系很亲密，但跟女儿们就疏远些。像他对待别人那样，他有时会关注他们，但当他脑子里想着别的事情时，又会完全忽视他们。他专注于工作，有时候他没能陪伴女儿们。鲍威尔说，有一次乔布斯向妻子赞叹，他们的孩子们都出落得那么好，尤其是我们没能总是陪在他们身边。这让鲍威尔哭笑不得。他可是在里德2岁的时候就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并决定要更多的孩子。1995年，甲骨文公司的 CEO 拉里·埃利森为乔布斯40岁的生日举办了一场派对。科技明星与大亨云集，埃利森跟乔布斯是好朋友，经常带乔布斯一家乘他的豪华游艇出游。里德把埃利森称作我们的大款朋友。这个有趣的例子说明了他父亲是多么不愿炫富。乔布斯从他的佛教修行中学得的道理是，物质只把生活填满，而不使之充实。我认识的其他所有 CEO 都有保镖，他说，他们甚至在家里都有保镖，那样的生活太变态了。我们不想那样养大我们的孩子。